饿呀，饿得两眼冒光。小白菜呀，地里黄呀，2、3岁呀，为了娘呀。操蛋人生，不想努力，穿越你妈，重生你大爷，奶奶个腿呀！哎，小兔乖乖，你别跑呀，野外求生不容易，跟姐姐回家呀。半人参的草坑里躺着一个受伤的黑衣少年。救我！啊，有鬼啊！笨女人，她都喊救命了，她还喊鬼，哪个鬼会这样凄惨？哪个鬼大白天的说话？哦，妈耶，幸好姐跑得快，可以捡蘑菇，不能捡男人，轻者家破人亡，重者全家灭亡。唉，人呀，不要随便介入别人的因果，做好自己就很棒了。天知道，他从物资丰饶的现代穿到物资匮乏的古代，他是有多绝望啊！立夏，快来搭把手。小雪，你从哪儿捡回来的野男人？小雪，野男人哪儿捡的，赶紧扔回哪儿去。立夏，爷爷常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狗屁！你要是救回来个麻烦，很有可能一家人都凉。姑娘，在下并非坏人，在下会报恩于你们。贵人，你醒了。公子哪里人？多大年纪？姓甚名谁？身上可带足枕巾？立夏，你无妨，在下龚行泰，京城人，年23，无枕巾可用这个抵债。贵人收好玉佩，枕巾等贵人有了再给。贵人，您既然醒了，我先扶你回去找我爷爷止血。林小雪，龚行泰，野眉山，我操，姐这是传书啊！一本名叫《妾凭子规》的小妾升级文，扶着野男人走的林小雪就是这本书中的女主，一个温柔善良的纯洁小白花，搭与公办遇难的工部郎中龚行泰，贴身照顾中两人珠胎暗结，回到京中给龚行泰生下龙凤胎。后来被龚行泰的正妻报复，中元节的月圆之夜，林小雪娘家11口亲人一夜之间全被灭门。现在离端午节还有3天，那么她只剩下不到3个月的命。自救第一步，拆 CP， 给恋爱脑堂姐换个对象，1只羊2只羊都是放。堂姐一捡回个野男人，也不差多捡一个，何况草窝里的更俊更年轻。林立夏吭叽吭叽又朝山上跑。喂，还活着不？喂，你醒醒！这个笨女人竟敢打我的脸！你有没有婚配？林立夏手指戳着男人的胸口，脸长得不错，身上肌肉也挺硬。林小雪是艳福不浅呢。他莫不是想要我以身相许？区区一个山野丫头，他倒是真敢想。哎，你半晌不说话是几个意思？没婚配。笨女人，毛都没长齐的豆芽菜，给她做通房丫头，她都嫌硌牙。别动啊，我看看你的伤。你这个腿伤若不及时救治，8成后半生就废了。现在正值毒蛇出没的季节，山上各种毒蛇多不胜数，听说还有手臂粗的菜花蛇，一口下去咬掉。姑娘，说出你的条件。你身中软筋散，还摔断2条腿，你答应我一件事，我立刻救你。什么事？我有个堂姐，捡回个已婚的野男人，长得不如你好看，我要你对我堂姐用美男计。让她对一个民女用美男计，哼，真是老寿星上吊嫌命长啊。若不成呢？那只怪我堂姐眼瞎喽。林立夏勾唇一笑，拆不开 CP 那就当背锅侠。民不与官斗，林家平头百姓斗不过龚行泰正妻娘家，可以把矛盾转移到这个背锅侠身上。你付枕巾后，咱们就算是两清。好，我答应你。你去喊人抬我下山。不急，你这条腿只是脱臼，等我先给你复位。笨女人，竟敢诓骗我！好了，林立夏拍拍手，等我一下，我找点药，顺道把软筋散给你解了。姬慎半信半疑，林立夏刚走又回过头。我是林立夏，你姓甚名谁？姬慎啊，姓陆。啥？鲁姬慎？你家取名可真不讲究。这山野丫头真是粗鄙无知，竟然是上古贵族姓氏，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哪里人？京城人。认识一个叫龚行泰的不？他堂姐捡到的已婚男是龚行泰。害过他的仇人，他怎么可能不认识？不认识，但是听说过。说说看，他是个怎么样的人？你不采药？哦，差点忘了。
这里的山路18弯。这个笨女人，知不知道自己的歌声很瘆人啊？爱爱对爱，蜜蜂采花深山里来，蜜蜂本为采花死。呸呸呸，不吉利，童言无忌，童言无忌，山神莫怪。又笨又疯的香眼丫头。喂，你醒醒，不想死就撑着。这山上的风还挺冷。来，张嘴。见姬慎不动，林立夏捏住姬慎的下巴，顺势将草药汁挤进他嘴里。吃了，你上半身至少能动了。一股腥凉的草木味道冲得姬慎胃中直翻腾，他才干呕一声，笨女人抬起他的下巴，又将草药汁灌了回去。什么毛病啊？不许吐，都给我咽下去。粗鄙无知的香眼丫头，竟敢用这么粗暴的手段喂药！瞪什么瞪？鼻眼大吗？你知不知道这些药材的很辛苦哦？看看，这是采药时磕到石头了。咦，粗鄙无知的香眼丫头，这脚踝岂可随便露给夫君以外的男子看？这就对了。这个笨女人竟敢拿我的衣服当抹布！别瞪了，我这不都是为了你？陆基慎，山上蛇虫多，我只有一个驱虫香囊，你拿树枝应对一下，我回去叫人抬你。姬慎想起他被菜花蛇咬坏命根子的事，气得心头一梗。你将驱虫香囊留给我。那不行，我比你更怕蛇。说完飞奔朝山下跑去。你这个笨女人，你知不知道我的命很金贵啊？真叫菜花蛇再伤了我，这方圆10里人都得死。林立夏刚跑到山下，听见自己空腹冥想的饥饿声，忍不住抬头看看天。传来3天，要问他最大的感受是什么？3天饿9顿的滋味实在是不好受。应该到饭点了。糟糕，背篓这么空，回家要被二婶找事的。采蘑菇的小姑娘。为给家中3个童生攒秋考的费用，林家已经连吃3个月的野菜，全家人打嗝放屁都是野菜味儿。立春，你去看看夏夏咋还没回来？立夏，让你去挖野菜，谁让你背回一大捆野芦苇？这玩意儿喂猪，猪都不吃。奶，不要动我的芦苇，我有大用。好，奶奶不动，夏夏先吃饭。哼，一家人等他一个，他倒好，背回一大捆野芦苇糊弄人，干啥啥不行，喂个猪把头磕了，洗个碗把碗打了，做个饭还把锅捅个窟窿。你有完没完？那也比你家闺女强，至少啊，她没捡回个人回来吃闲饭。草坑的男人，他捡还是不捡呢？娘，那人一身贵气，不会少了咱们的枕巾。哼，以后的事谁能说得清？至少啊，现在是吃闲饭。奶奶，怎么又是野菜开会？咱们能吃点好的不？夏夏，再忍忍，等你大哥考中秀才呀，奶奶就给你做肉吃啊。唉，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不行，他要改善伙食。宫形态那块玉佩，还有山上野男人的衣服，都能当点银子。奶奶，小雪捡回来的人呢？在西厢房，身上啊带着2个血窟窿。你爷爷和你爹饭都顾不上吃，忙着给拔剑呢。哦，你说他那伤啊，我下山的时候碰见他了，一看就要搭进去不少药材。书中只顾描写林小雪的真善美，直到宫形态带着怀孕的林小雪走，都没有提过给林家枕巾。直到林小雪与宫形态的正妻撕逼时，才写到林家全家被灭门的事。林家这一大子炮灰呀，可是真惨。他掏出个玉佩做枕巾，我还没来得及拿，就被小雪还给那人了，说等他有钱再给。我看呀，8成没戏了。这个吃里扒外的小雪，咱们过冬的粮食都还没攒够呢。一阵咕咕的叫声传来，声音听得又急切又愤怒，惊得姬慎一激灵，手撑着地一用力，他猛地坐起身子。软泥伞的毒解了。他还来不及高兴，便看到正前方一条体型壮实的菜花蛇卷起一只没长大的小兔，正在愤怒地与老兔子博弈。老兔子被缠得直扑腾，姬慎心中又气又慌，他摸索着在草坑里寻找林立夏留下的树枝，却抓出一条死去的菜花蛇幼蛇。从菜花蛇的位置不难判断，是他从山中滚落下来砸死的菜花蛇。蛇类报复心最强，难怪他前世被咬成那样惨。一阵嘶嘶声传来，他连忙扔掉死去的菜花蛇，却还是晚了一步。一条菜花蛇丢下死去的老兔子，一口咬在他不能动的脚踝上，疼得他倒吸一口凉气，一把抓住菜花蛇的7寸，死死捏紧不松手。菜花蛇的蛇尾攀在了他的胳膊上，手上这条还没捏死，又一条菜花蛇直接朝他的脖子袭来。
大哥，你快看，前面的路上有只野兔子。哇，好大一条会飞的蛇！二哥，快逮住那条蛇！等会儿我吃兔肉，你们吃蛇羹。这个笨女人就记得吃，忘了草坑里还有个人呢。笑笑，你说的那个人呢？大哥，就在左边的草坑里。二哥，你行不行？嘘！咻的一声，剑好似钉子一样将游走的菜花蛇紧紧地钉在地上。蛇不停地扭动身子，林立春再次拉满，瞄准的方向正是姬慎所在的草坑。哇，二哥，你好厉害呀！这位兄台，你没事吧？鲁姬慎，你还真是个福星，才这么一会儿的功夫，3条菜花蛇。姬慎气得不想说话，只觉得脚踝被蛇咬的地方很疼很疼。夏夏，来给大哥搭把手，先将门板放下来。你干什么？将你固定住呀！林立夏理直气壮道：“山路颠簸，万一你掉下去造成2次伤害，来个神仙也救不了你。”不用，我自己会抓稳这门板的。行，腿是你的，命也是你的，不绑就不绑。林家许桃花撅着屁股到处找门板，一扭脸就看见自家2个孙子用门板抬回2个人。老太太快要蹦了起来：“夏夏，你咋也捡回个吃白饭的？”奶奶不算白吃饭，你看3大1小，4条菜花蛇，足足34斤呢，还有1大1小2只兔子，也有10来斤。奶奶，咱们晚上吃肉吧。奶奶，你不用看它，东西在我手上，就是我说了算。我要杀了吃肉。夏夏，兔子咱们杀了吃肉，菜花蛇让你2哥送城里换大米。好，下午咱们就吃大米饭。林立夏进去的时候，林家老爷子正在给姬慎检查伤口，一旁的床上，龚行泰已经被包扎好伤口，睡得正熟。爷爷，你吃饭没？还没。爷爷，他的腿伤一时半会儿要不了命，你吃过饭再给他看也不迟。林立夏说着，拿起一个野菜疙瘩馍。爷爷，饿久了对胃不好。林家老爷子哭笑不得，在一旁盆里洗洗手，拿下嘴里的馍。小伙子，你的腿伤被处理过，晚点接骨不碍事。姬慎不想说话，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来，小伙子，先吃个馍垫垫，山野人家都是粗茶淡饭，别嫌弃。吃吧，毒不死你。陆姬慎，你看到了，我家不富裕，养不起你这个吃白饭的。林立夏眼睛紧紧盯着姬慎大拇指上的玉扳指，后悔没早些看到这个玉扳指。要不你把这个玉扳指当了算枕巾？这个笨女人，你活腻了吧？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玉扳指是他的生辰礼物，上面刻着他的名字，岂能随便拿去当？我看你是没饿过肚子，等你尝过饿肚子的滋味，就知道这世上再好的宝贝也没有填饱肚子重要。林家老爷子目瞪口呆，他老实本分一辈子，向来好客，宁愿自己不吃，也要让客人吃饱吃好。没想到他养出来的孙女却想用个野菜疙瘩馍换人家身上的玉扳指，那样成色的玉扳指，少说也要几百两银子。他轻叹一口气，舍不得呵斥这个从小没娘的孙女。立冬，去让你奶奶给这位小伙子做点吃的来。爷爷，咱家过冬的粮食都没攒够，那也不能让客人饿肚子。林老爷子笑着抽出自己的袖子，不然会让人笑话。这是什么迂腐道理？林立夏揉揉眉心，老爷子坚持的事，他也争不赢啊。眼不见心不烦，他刚走到门口，就遇见满头大汗的许桃花。立春，你赶紧将菜花蛇背到城里换成大米。林立夏眼睛一亮，他传来3天都还没进过城呢。奶奶，我陪二哥去。菜花蛇就卖不上好价钱了。奶奶，那我去大爷爷家借个小毛驴，来回快点。行，赶紧去。许桃花想了想道：你去的时候带2个鸡蛋。奶奶，咱们攒了多少鸡蛋？许桃花停下脚步。夏夏，鸡蛋呀不能吃，要攒着换钱，买纸买墨呢。林立夏争了半天，他实在不想天天吃野菜开会呀。他这具身体都已经27年华了，连月事都还没来，可见有多亏。奶奶，纸和墨咱们自己做，鸡蛋能给我吃不？许桃花愣住，想摸摸孙女的额头，看孙女是不是发烧说胡话。纸和墨多金贵呀，平日里给家中3个读书人买一次纸墨，都够一家人半个月的口粮了。林立春拿着2个鸡蛋。奶奶，夏夏想吃鸡蛋，你就煮个给他吃嘛，大不了我以后多上几回山。哟，立夏，你可真行，为了吃个鸡蛋，大言不惭的说自己做纸墨。你要是做得出来啊，我把头摘下来给你垫脚。谁稀罕把你头摘下来垫脚啊？奶奶，我要是做出纸和墨来，我要每天吃1个蒸鸡蛋。别说1个，每天2个都行。娘，你真信他？干
干啥不行，他能做得出来才怪。二婶，我做出来，你给我洗1个月的衣裳；做不出来，我给你洗1个月。别说1个月。陈菊花一脸轻蔑。哼，你做得出来，我给你洗1年的衣裳都行。林立春拉拉妹妹的袖子。夏夏，你不就是想吃1个鸡蛋吗？犯不着。二哥，你赶紧进城。陈菊花翻了个白眼。找你大哥也没用，你大哥要是会做纸啊，咱家也不至于天天吃野菜。林立夏捂住耳朵，转进屋里，将看热闹的林立东给拉了出来。兄妹2人挑选长又粗的芦苇干子，将芦苇去皮，得到内部的纤维部分，将其泡在不常用的盆子里，用大石头压住。夏夏，还要怎么做？大哥，你歇歇，剩下的我来。哼，你这样就能做出纸来？我把头摘下来呀，给你垫脚。林立夏嘴角一抽，他二婶这个口头禅真是让人一言难尽啊。他将搅匀的糊状物倒入纸张模具中，用手轻轻地拍打，让水分渗透出去。夏夏，我再去做几个模具。不急。林立夏抬头，等太阳把这些晒干，纸取下来，剩余的纸模具再滤一次也来得及。夏夏，那我再去挖点野芦苇。哎，夏夏，你大哥干啥去了？去挖野芦苇。奶奶，晚上的饭我来做。哎，别，我来。咱家的锅呀刚补好。林立夏扶额，把锅捅个窟窿的事儿真不怪他，他都没用多大劲儿。主要呢还是林家的锅到了快坏的时候，正好给他赶了个凑巧。娘，这么多的兔肉都煮了？陈菊花狠狠吞咽一口，对，都煮了。许桃花从儿媳手中夺过盆子，一脸暖意地看向林立夏的方向。夏夏，去村口看看，你二哥咋还没回来？哎，立夏，你去哪儿啊？周婶子笑盈盈地挡着他的路，挤眉弄眼。听说你堂姐捡回个年轻的男人，哎，你大哥和二哥也捡回个俊俏男人。总不能见死不救吧？我爷爷常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说完，林立夏绕开周婶，转身要走。哎，立夏，我可看见了啊！你堂姐捡回来那个男人，哎呦，长得是白白净净的。你堂姐呀，羞的是一脸通红。哎，你猜他现在在哪儿？在哪儿？我放羊回来的时候，看见你堂姐在沟浑河抓鱼呢。你不过去看看？抓鱼？林立夏倒吸一口凉气，难怪他这么久没看到林小雪。沟浑河是野眉山最凶的一条河，传闻那条河里曾淹死过的人一双手都数不过来。林小雪真够拼的，为了不知名的野男人，竟然跑到沟浑河里去抓鱼，这算是顶级恋爱脑了吧？周婶子是村里有名的大嘴巴，若是让她知晓林小雪是抓鱼给野男人，全村的大娘很快都知道了，林家姑娘的名声一损俱损呐。哦，我想起来了，早上起来我二婶说想吃鱼，小雪可真孝顺。不能够吧？周婶子一脸狐疑，以前怎么不见你堂姐这么孝顺？我堂姐以前还小，现在长大了。周婶儿，改天聊，我要去找我二哥。小雪，沟浑河多危险呐，死在那儿的人一双手都数不过来，你就算是再想吃鱼，也不能一个人跑去啊。今天要不是我路过，你命都没了。下次想吃鱼跟二哥说，二哥会游泳。林立夏撇嘴，林小雪那是自己想吃鱼，那分明是抓鱼讨好宫形态呀。她变成了林小雪的炮灰家人。林小雪与宫形态的每一次亲密接触，都是林家这一大家子炮灰的夺命符呀。今晚不能让二哥睡，让二哥守着宫形态，再让那个鲁基慎发挥一下美男余正，去勾一勾林小雪这个恋爱脑。只要拆了林小雪与宫形态的这对 CP， 林家人就不会在中元节团灭。二哥，夏夏，你怎么来了？奶奶让我看看，你咋还没回家？我都以为你卷钱跑路了。又胡说，我能跑哪儿去啊？二哥，菜花蛇卖了多少钱？能有多少钱呢？林立春环顾一周，眼中只差没写傻妹妹财不露白呀。都换成这包大米了？不是吧，那么多的蛇肉就换回1包大米，还不如留着吃肉呢，至少肉比大米有营养。夏夏，你肚子饿不饿？我闻着挺香的，就给你带回来一块。就一块？哎，不应该报复老板呀，不然他现在应该是吃着烧烤，喝着快乐的肥皂水，吹着空调，看着电视，要有多惬意就有多惬意呀。林小雪狠狠地吞咽一口，满眼羡慕地看着堂妹李立夏。她就比堂妹大半岁，却同姓不同命。大伯母难产一尸两命后，大伯及堂哥们就把所有的宠爱都给了长得最像大伯母的堂妹，就连爷爷奶奶也都是无条件地宠着堂妹。她也好想有个哥哥，像大堂哥和二堂哥一样宠着立夏那样宠着她。立夏，林立夏瞥林小雪一眼，他不想把饼分给顶级恋爱脑，怕与恋爱脑吃一块饼传染，他直接将1/4的饼子塞到了林立春的嘴里。二哥，你也吃。林立春猝不及防地被塞了一嘴饼，旁边还有只咽口水的堂妹，想把饼拿出来给堂妹，可又沾了他的口水。
他无奈只能吃下白面饼。夏夏，给小雪吃一块啊。二哥，你走快些，奶奶等着大米下锅。小雪，等二哥下次打连麦前了，一定记得给你也买一块。林小雪咬唇，堂妹永远比不上亲妹。二堂哥每次都这样说，却一次都没有给他买过。有好东西一向只惦记着林立夏，二堂哥如此，大堂哥如此，大伯父亦是如此，就连爷爷奶奶也直宠林立夏。在这个家中，他永远都比不过林立夏，可能只有嫁人，他能比堂妹林立夏过得好一些吧。二哥，不用了，我又不是小孩子。还是小雪懂事，不像你就知道贪吃。当年他横扫夜市一条街的时候，进去扶墙走，出来亦是扶墙走，那才称得上贪吃呢。二哥，走快些，周婶在他家梧桐树下等着看咱们家的热闹呢。哎，立春，买啥好东西了？让婶儿看看。哎呦，婶儿又不吃。婶儿，小毛溜闹肚子，我急着带他去后山方便。周婶僵在原地，一张脸黑得难看。林立夏憋着笑，二哥，你这招高。嘿嘿，夏夏，你别看你二哥我书读的不多，但是胜在这里好使。还行吧。夏夏，你回来了，成了。成了。林立夏一脸欢喜，我去看看什么成了。一转身，二哥扛起驴背上的米，紧追着林立夏走了。他咬咬牙，刚从驴背上跳下来，二堂哥一脸惊诧地看着他。小雪，你怎么自己下来了？林小雪咬咬唇，将驴背上的鱼拿下来，一瘸一拐地朝院子里走去。夏夏，你是怎么想到用野芦苇做吃的？靠这儿联想到的。哎呦，我们夏夏呀就是聪明，等会儿啊，奶奶就给夏夏蒸鸡蛋羹吃。奶奶，鸡蛋羹留着明天吃，二哥就舍得买一个。大哥，你也尝尝。哎呦，我家夏夏真是孝顺，就一个白面饼子，还记着给奶奶留着呢。奶奶，我就算自己不吃，也要给奶奶留着，谁让咱家奶奶最辛苦。哎呦，还是我们夏夏最贴心。林小雪咬紧唇，委屈的眼泪打转，拎着竹篮一瘸一拐地朝厨房走，竟无一人看见他。哎，夏夏，这个兔肉你想怎么吃啊？奶奶怎么做我就怎么吃。林立夏半蹲着身子，正在教林立东和林立春如何滤纸。夏夏，你来一下。爷爷，什么事儿？夏夏，他腿脱臼，你复位的。这不好好的吗？林家老爷子一脸狐疑。夏夏，你什么时候学会这样？爷爷，你给周婶复位时，我在旁边，我照着你的手法咔嚓一下，她就复位好了呀。姬慎咬紧牙根，好一个胆大包天的乡野丫头，竟然拿她练手，知不知道她的命很金贵的？夏夏，你跟爷爷说，除了这个，你还会什么？不知道。小伙子，我家夏夏看一次就会，他若是男儿身，定是学医的好苗子。爷爷，我大哥有个好东西给你看，你快去看看。陆姬慎，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我不会。你不会？你长这么俊一张脸，你只要对他笑一笑，对他说几句暖心的话，就能迷得他晕头转向的。我不会。他不会说暖心话。姬慎表情阴沉。前世未遭劫难前，他也曾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郎。后来他双腿锯断，亦伤到了男人的命根子，沦为京城笑柄。他连笑都不会，更别提暖心话啊！那我教你。林立夏有种找了个猪队友的恼怒。你试试看。姬慎垂眸，眼中的戾气一闪而过。姑娘，我有些口渴，可以？不可以。林立夏没好气地打断宫形态的话。他最讨厌这种背着正妻勾搭小姑娘的花心大萝卜，连看他一眼都嫌辣眼睛。男女授受不亲，我又不是你的丫鬟，你最好安分守己。立夏，不可以对宫贵人无礼。林小雪一副老母鸡护鸡仔的模样，护着宫形态，看到林立夏很是来火。呸！他一没扶我减亲，二没给我搭青云梯，他算哪门子的贵人？还宫贵人？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喊皇帝后宫的嫔妃呢。姑娘，可这有个词叫祸从口出。不知道。林立夏不耐烦地看着宫形态。不如你解释一下，我哪句话不对？立夏，你方才那番话若是被传到宫中，是要杀头的。怎么传？你会跑到宫中跟人说？怎么可能？粗鄙无知的乡野丫头，着实令人可敬。还是你认识皇亲国戚，跑过去跟人告状？别动不动就拿杀头吓唬我，真当谁都能进宫？哎，立夏，有些话就算是玩笑也不能随便乱说的，说的跟你多懂似的。你有本事混进宫中，当个娘娘给我看看。当个娘娘，至少不会连累一家人被团灭。世上怎有你这般无理取闹的女人？林立夏咂舌，不愧是袁叔 CP， 这么快就要为林小雪打抱不平，太会拉林小雪的好感了。
林小雪略带羞涩的目光不停地瞄着宫形态的做派，让林立夏顿时觉得生命线又短了一截。他一巴掌拍在看戏的姬慎腿上，学着点儿，你看人家这怜香惜玉的手段。又打他，笨女人活腻了。挺难。什么挺难？我说以你堂姐这样的性子，想进宫做个宫女都挺难。宫中的嬷嬷最不喜哭唧唧的宫女。林立夏一脸看傻子似的看着姬慎，让你学会如何怜香惜玉，又不是让你补一套。刘姬慎，你快尝尝，我堂姐做的鱼汤味道好极了，最好全都喝了，一点都别给顾心太留。背着正妻招蜂引蝶的男人不配喝鱼汤。立夏，林小雪哭着跑开，又没走多远，就听见林立夏的话，又连忙跑了回来。小雪，你找夫婿要找他这样脸长得俊还没娶妻的。林小雪抬眸，羞涩地看向姬慎，她最烦哭唧唧的女人，在她腹中，这样的女人活不过3日。让她对着这样的女人用美男计，还不如让她一刀结束对方来得痛快。立夏，婚姻大事不能当玩笑胡说的。林小雪有种被毒蛇盯上的感觉，垂着头不敢看姬慎。两人相比，她还是更喜欢温文尔雅又会为她说话的宫形态。林立夏露出地铁老爷爷看手机的表情，随手将鱼汤放在桌子上。是林小雪眼瞎，还是剧本 CP 不好拆？论颜值，姬慎更俊俏，林小雪看都不看，对着伪君子宫形态发笑。不是有一句话叫锄头挥得好，没有挖不到的墙角？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宫形态舔舔唇，实在是渴得忍不住，一脸窘迫地看向林小雪。姑娘，能否给我端杯水？好，我这就去厨房。等等，姬慎突然开口，鱼汤给他喝。林小雪愣在原地，羞涩地看着宫形态。宫形态看着姬慎，好似在探究着什么。我一口为度。林立夏气得在姬慎胳膊上扭开关，他就没见过这么笨的人。他捡他回来拆 CP 的，没让他当助攻。鲁姬慎，你是猪啊！笨女人，找死！竟然用手拧他，又瞪我！林立夏双手掐腰，踮起脚尖回瞪着姬慎，吵架气势不能输。我劝你认清自己的处境。罢了，秀才遇到兵。那鱼汤你闻闻。林立夏一脸疑惑，上前几步，凑到鱼汤跟前，使劲吸吸鼻子，一股又腥又臭的味道扑面而来。林立夏干呕一声，捂着嘴就朝外跑，蹲在墙角的菜地，差点把隔夜饭给吐出来。又腥又臭的鱼汤，宫形态怎么喝得一脸坦然？莫非这就是剧本 CP 的魅力？夏夏，你怎么了？吃什么吃坏肚子了？爷爷，我没吃坏肚子啊，就是受不了鱼汤的腥味儿。受不了咱就不喝，你们兄妹几人打小就不喜欢鱼腥味儿。林立夏愣神一瞬，朝厨房跑去。他很好奇林小雪是如何把鱼做得又腥又臭。看看你教的好女儿，为个外人将厨房弄得又腥又臭的。陈菊花低着头，被训斥得一脸憋闷，看见林立夏就好似看见救星一样。立夏，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没破肚子？林立夏一脸诧异，回看着许桃花。奶奶，咱们这儿煮鱼都不给鱼开膛破肚吗？夏夏，你见谁吃鱼开膛破肚？童言无忌，童言无忌，求龙神莫要跟孩子一般计较。奶奶，咱们这儿吃鱼有什么讲究？夏夏，鱼啊是龙神的祭品，咱们抢了龙神的祭品，整条煮鱼，表达对龙神的敬意和感激之情。吃鱼这么多讲究啊？奶奶，咱们这儿都不爱吃鱼。夏夏，能吃得上野菜糊糊呀，都没人去捞鱼，除非家里有孩子等着下奶呢。夏夏，你可别学你堂姐，净瞎折腾。你看，把厨房弄得又腥又臭的。奶奶，咱家剪刀放在哪儿？夏夏，你要剪刀做什么？奶奶，你别管，我有大用。哦，在我屋里柜子上。夏夏，用完记得给我放回去啊。知道啦。把粗麻绳拆开，来回试了许多次，终于编织成了网状。夏夏，你在做什么呢？爹，你帮我一下。林立夏正手疼，看见林文耀，顺势把手中的活交给了林文耀。爹，你学我这样的手法，给我编一个渔网。明天我让二哥去捕鱼，我晚上呀给爹做鱼吃。夏夏，爹不爱吃鱼，这渔网咱们不编了。不行，爹，网要编。
看着与亡妻一模一样的脸，林文耀说不出拒绝的话。好，编，爹现在就给你编。林立东和林立春两兄弟一人背着一捆野芦苇回来，就看到自家爹坐在小凳子上，一脸认真的在忙活，而自家妹妹则手撑着下巴，像个监工一样，一会儿这儿不对，一会儿那儿不对。爹，你在做什么呢？夏夏要编个渔网去捞鱼。你不是不喜欢那又腥又臭的鱼吗？爹，你赶紧编，别磨叽。看见自家爹一脸生无可恋又无可奈何的模样，林立春轻咳两声，压住笑意。夏夏，你想吃鱼，二哥明天就给你抓。二哥水性可好了，不用网。夏夏，你等着，二哥去就回。二哥你回来，沟浑河很危险，没网不准去。没事儿，二哥水性很好。那也不行，你敢去，我以后就再也不喊你二哥了。好，不去。这才对嘛。二哥，你再帮我个忙。什么忙？二哥，你去西厢房守着，别让那个叫宫形态的靠近小雪。为什么呀？我被猪拱倒的那一晚，做了一个好真切的梦，梦里小雪成为了宫形态的小妾，跟着宫形态一起回到京中。咱们一家人在中元节被宫形态正妻派来的人给杀了。夏夏，做梦而已，别太当真。二哥，一开始我也没当真，直到我看见宫形态与梦中一模一样的脸，我心中直发怵。夏夏，明日二哥带你去龙隐寺拜一拜龙神吧。二哥，你不信我？没有，二哥没有不信你，二哥是怕你沾上脏东西。夏夏，你别委屈啊，二哥信你，二哥听你的，今晚就去守着那个宫什么太的。真的？二哥保证，绝不让二人越过雷池一步。夏夏，来，最后一块啊，给你。夏夏，下次吃饭呀，别发呆。没了。加上许桃花夹来的这一块一大盆兔肉，他才吃到2块。哎，夏夏，你去哪儿啊？许桃花一脸焦急。哎呦，李川，快跟出去看看，夏夏是不是生气了？林立夏端着碗进屋，看见两人各自在床上摆了个干净的小板凳，小板凳上放着半碗兔肉，还有装满碗的白米饭。他顿时就气炸了，将自己的碗重重地放在一旁的桌子上，一把抢过两人小板凳上的兔肉，瞪大双眸看着两人。你们两个吃闲饭的，凭什么吃的比我多？枕巾付了吗？饭钱付了吗？他活2世都没经历的事儿，全在林立夏身上体验了个遍。扇他脸，跟他谈条件，诓骗他，拧他肉，抢他饭，还威胁他。这世上还有什么林立夏不敢的？枕巾带本，我日后双倍还你。不行。林立夏紧盯着姬慎手中的玉扳指，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姬慎蹙眉，用探究的眼神看着林立夏，她真的是个乡野丫头。这个不能给你。我看你是饿青了。林立夏端起自己的碗，看着自己抢回来的2碗兔肉，看了又看，他嫌宫形太他脏，选择加姬慎那一碗，落在姬慎眼底，就以为林立夏故意针对他，他气得暗自磨牙。夏夏，你做什么呀？你爱吃兔肉，二哥明天再去打。信你才怪！我派了3天，你什么也没打到。夏夏，打猎讲究的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嘛。二哥，你吃尽兴了？林立夏不想聊什么天时地利人和，他只知道靠山山倒，靠水水跑，想每天吃新鲜的兔肉还得靠自己。夏夏，那你也不能抢客人的兔肉啊。二哥，你要学会爱自己。你看看他们，举止谈吐都不差，一看就是受过良好教育。可他们是怎么做的？明明身上都有宝贝，就是舍不得拿出来付咱们家的枕巾。咱们都这么穷了，他们还有脸白吃白喝？他们算哪门子的客人？姬慎磨牙，笨女人，她会差林家这点枕巾，一点都不懂得放长线钓大鱼。林姑娘，我落难时钱袋子丢了，先用这个抵枕巾。口说无凭，立个字据，你将玉佩抵给我家做枕巾，我拿去当铺换钱后字据给你，你有钱自己去赎回。林姑娘，此事不妥，在下被仇人追杀，这块玉佩恐给林家带来灾祸。你也有仇家追杀？姬慎点头。能联系上你们的家人不？不易联络。我亦是。陆公子因何落难？争家产，兄弟戏强。兄弟戏强？那你家大人不管？你呢？动到不该动之人的利益，被人灭口。所以你们2人都是孤立无援？暂时这样，待我回京后，一定会报答林家的救命之恩。哼，农夫与蛇，两位听过没？一个农夫在冬天捡到了一条冻僵的蛇，出于善良和怜悯之心，他就把蛇拾起来，用自己身体的温暖将蛇唤醒。然而这条蛇是条毒蛇，清醒后不仅没有感激农夫的救助，反而咬了农夫一口，导致农夫中毒身亡。我年纪小，但不傻，从救你们2个人回来到现在，没看出你们有一点的感激之心。谁又知道你们是不是那条毒蛇？
积肾磨牙，他见识过林立夏的趁人之危能力。头一次他向林立夏求救，他呼叫一声鬼后就将他扔在草坑不管。后来上山救他前先谈好各种条件，若非他身上有利用价值，林立夏都不会回头救他。这个岁数不大的乡野丫头是林家这一家中最有心眼的人，眼下铺垫这么多，肯定是想好了条件。你想如何？对天起誓，日后你若对林家恩将仇报，你就双腿永远不能行走，命根子被菜花蛇咬坏，永失男人雄风，凄惨度日。你放肆！又瞪我，怎么不敢起誓？你心虚了，还是说你本就是那条毒蛇？哼！二哥，他不敢对天起誓，你就将他扔到沟浑河。林立夏，你敢？一个乡野丫头怎会如此不知羞，脱口而出如此恶毒的话？陆基慎，你想试试吗？宫行泰，我不管你什么来历，你对天起誓，日后林家若是因为你遭受到了一点点伤害，你宫家将遭受灭门横祸，断子绝孙，一家人死不瞑目，血流成河。林姑娘，你身为一个女子，怎会如此恶毒？恶毒？哼！林立夏要被这句话给气笑了。要是不知晓林家炮灰的命运，他还真以为自己是恶毒女配。在原书的情节中，林家可不就是那个被反咬一口的农夫吗？你若无反咬之心，怎会质疑我恶毒？夏夏，二哥，你站哪一边？夏夏，二哥永远站你这边。很难抉择，还是两位想去沟浑河洗个澡？我陆基慎今日落难，得林家搭救之恩，我对天起誓，今后绝不会对林家恩将仇报。若有违誓言，我将双腿永远不能行走，永失男人雄风，凄惨度日。好，爽快！我宫行泰今日落难，得林家搭救之恩，我对天起誓，今后绝不会对林家恩将仇报。停！你是不是记性不好？绝不让林家人因你受到一点点伤害，绝不会让林家因我受到一点点伤害。有违誓言，我宫家将遭受灭门横祸，断子绝孙，一家人死不瞑目。你们不必觉得屈辱，若无反咬之心，刚才的誓言就是个屁。接下来该谈一谈做工抵债的事。做工抵债？别急，知道你们的腿受伤了，你们的手不是还好好的？姑娘想要做什么工？两位气质不凡，衣着华贵，一看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那就默书抵饭钱吧。默书？将你们学过的知识全部默写下来，给我家3个童生学习。夏夏，你怎么这么聪明？别高兴太早，谁知道他们两人是不是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乡野丫头，说谁是绣花枕头？默书这有何难？默书易如反掌。好，优秀！哇哦，这才是巅峰人生。这个疯丫头笑得一脸的春心荡漾，是又想到什么折磨人的坏主意了？林立夏，我的兔肉呢？卧床不能起，消化功能会减弱，吃肉你消化得了吗？等着，我再去给你多拿几个野菜疙瘩馍，有助于恢复。你们怎么在这儿？夏夏，那2位公子真答应帮咱们家默书？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大哥，那2人身份不一般，你这些天近身照顾他们，凡是你学问上不懂的，只管请教他们。俗话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夏夏，这番话谁教你的？忘记是哪儿听见的了。夏夏，那你在屋内威胁那2人的话，又是谁教你的？爷爷，那还要教？刘婶威胁他老伴时不都用的这招？夏夏呀，你刘婶是村里出了名的悍妇，你没事不要跟她学。夏夏，你年岁还小，落个悍妇的名声，日后不好嫁人呐。以后有什么不如意要出头的事情，都交给你大哥。不行，你大哥要做官，名声也很重要，还是交给你二哥吧。爹，我是捡来的。你小子还有脸说呢？让你看着妹妹，你怎么事事都让你妹妹出头呢？我脑子没反应过来。爹，你是没看见咱家夏夏伶牙俐齿的，将屋里那2个人呐堵的是憋屈的很呐，又不得不答应让你妹妹出头，你也很自豪。爹，你怎么又打我呀？我要是出头，谁给你默书啊？也是啊，你没夏夏脑子好使。屋内的姬慎耳朵微动，靠着内力将林家外面几人的对话全部收入耳中。他嘴角勾起，心中冷笑，难怪一个乡野丫头这么胆大，原来是被这几个蠢货男人给惯的，敢处处算计他，迟早有一天他要让林立夏哭着跟他认错。阁下口音像是京城人，关清何事啊？咱们同时落难于此，也是缘分。缘分？我给2位送吃的，端过来。劳烦2位先生先磨2页书再吃饭，谁先磨完，谁可以吃大碗野菜疙瘩馍。没有笔墨？家穷买不起。陆公子别慌啊，我准备的足。好了，郭公子，大碗是你的。陆兄，承让。等等，爹，你看看他们谁写的有用？夏夏，
这不妥吧？爹，不检查质量不公平。爹，你看他们一个默写三字经，一个默写论语，这能一样吗？你很擅长钻营，你又没说要默什么内容。我说过，你们默书内容是让我家几个童生学习。莫不是你以为我们这里考中童生连三字经都不曾学？学过不代表学通，我以为打好基础很重要。输了便是输了，你别灰心，这样的比试每天都有，你明天加油。承让。小雪，别藏了，你手中端着什么？没什么。哪来的兔肉？我把兔肉给我。不能给你，你不给我，我喊奶奶了。我给你。立夏，你不要告诉奶奶。立夏，算堂姐求你行不行？可以，你要答应我一件事，不许给宫刑太偷送吃食。立夏，能不能换个条件？立夏，你欺负你堂姐了？好啊，立夏，你竟敢偷藏吃食！二婶，你再贼喊抓贼，我就让奶奶来评评理。立夏，你娘是孤女，你没有娘舅亲戚帮扶，又正值议亲的年龄，少不了让二婶操持你的婚事。小雪，别藏了，你手中端着什么？没什么。哪来的兔肉？我把兔肉给我。不能给你，你不给我，我喊奶奶了。我给你。立夏，你不要告诉奶奶。立夏，算堂姐求你行不行？可以，你要答应我一件事，不许给宫刑太偷送吃食。立夏，能不能换个条件？立夏，你欺负你堂姐了？好啊，立夏，你竟敢偷藏吃食！二婶，你再贼喊抓贼，我就让奶奶来评评理。立夏，你娘是孤女，你没有娘舅亲戚帮扶，又正值议亲的年龄，少不了让二婶操持你的婚事。二婶，你在威胁我？奶奶、爷爷、爹、大哥、二哥，你们快来！二婶她威胁我。老二家的，是谁给你的胆子威胁夏夏？二婶，别吓着我们家夏夏。夏夏，别哭，受什么委屈跟爹说，爹在，爹给你做主。二婶，不知夏夏哪儿得罪你啊？夏夏，奶奶在。哼，我看谁敢威胁你？爷爷奶奶，家丑不可外扬，咱们找个隔音好的地方坐下来聊。老二家的，你还有没有点长辈样啊？你拿婚事要挟夏夏，你对得起你早逝的大嫂吗？你忘了当初她对你的照拂？你个没良心的东西！当初你生小雪时难产，是你大嫂拿出她绣花得来的所有的积蓄，卖根肾虚吊着你的命，这样的恩情你全忘了。又没分家，他的就是家里的，买肾虚给难产媳妇救命，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老二家的，你个坏良心的，你这些年藏起来的私房钱，我说过你一句没有啊？当初你大嫂难产，你想过用自己的私房钱救她的命吗？娘，家里倾家荡产救她的银子也有我们二房的一份儿，为了救她，咱们全家吃糠咽菜，省吃俭用3年才把买身的债给还清，我有什么对不起她的？娘，这些年你联系立夏生母早逝，处处偏心她，你可想过我的小雪？都是你的孙女儿，你只偏疼立夏一个，我的小雪也会伤心，也会失落。立夏喊一句委屈，你们看看，你们有多少个人站出来维护她？我的小雪呢？她被立夏欺负哭了，你们有谁为她出头？老二家的，你连这都要攀比？你怪我偏心夏夏，那你要不要随你大嫂？慎言，老二家的，若非你今日把话说开，我不知你心中憋着这么多的不满。唉，立春，你走一趟，去把你二叔他们喊回来。爹，这个时候把他们喊回来，我娘家的麦子怎么办？二婶，你想让小雪攀高枝，有你什么事儿？你想攀还攀不上呢。小雪，你怎么想？爷爷，我娘不会害我。夏夏，你怎么想？爷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连累我名声受损事小，大不了我可以不嫁。林家有个攀高枝做妾的姑娘，
二叔日后做官，少不了被人取笑。笑话，就你二叔这个榆木疙瘩，他要是能当官，我把头摘下来给你垫脚。二婶，你有几个头？上午做纸时，你刚说过这句话。哼，就你二叔的笨脑袋，他这辈子也当不了官。爷爷，我二叔他们不笨，没有考中秀才，那是因为咱家的资源不足。夏夏说的对，是咱家穷，没有余钱送你二叔去好的书院。我们同村的张秀才跟他同一个教书先生，人家一次就考中秀才，他考3次都不中，证明啊，他就不是读书的那块料。老二媳妇，你有脸提张秀才，怎么没脸拿你与秀才娘子比啊？人家张秀才家的娘子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相夫教子，样样比你强。你呢？一到农忙就让老二带着几个孩子回你娘家帮忙，平日里有点啥事儿都非要把文辉忙得脚不沾地儿。像你这样的媳妇儿，她哪来的时间读书？她能考得中才怪。娘，你说这话就诛心了。每年农忙，大哥可没去我娘家干活，大哥考不中又怪谁？怪我书读得不精。二婶，说来说去，你就是看不上我二叔呗。既然看不上，为何要嫁？我眼瞎。爹，娘，大哥，老二，跪下。老大，跪下。树大分支，是爹错了。爹，爷爷，就算分家，咱们还是一家人。这个时候分家，我不同意。陈菊花，你到底在闹什么？我同意分家，但不是现在。二婶，有所得必有所失。你以为的高枝，有时候它很可能是催命符。夏夏，什么意思？你二婶为何不想现在分家？二叔，西厢房住着2个京城落难的读书人，二婶想让小雪给人当妾。陈菊花，让小雪给人当妾，亏你想得出来。当妾有什么不好？给有钱人家当妾，吃得好，穿得好，夏天热不着，冬天冻不着，怎么都比嫁给你这样的泥腿子当正妻强。说到底，你就是看见你手帕交给城中周员外当妾，过得比你好，你心中不平衡了。对，我就是不平衡了。当初我嫁给你，日盼夜盼，盼你考中秀才，能让我在他面前扬眉吐气，可最后呢？我那手帕交长得不如我，给城中周员外当妾，他养的是珠圆玉润，他生的儿子一年到头的肉不断，养得高大白净，在城中最好的书院读书。我嫁给你，饿的是面黄肌瘦，我生的儿子一年到头的吃糠咽菜，养得骨瘦如柴。我在这个山沟沟里上足学。林文慧，我这辈子选错路毁了，我万不能让小雪再走我的老路。小雪给人当妾，那就是主家的一个玩意儿，这条路没有你想象中的好走呀。有什么不好？给有钱人家当妾，吃得好，穿得好，夏天热不着，冬天冻不着，怎么都比嫁给你这样的泥腿子当正妻强。说到底，你就是看见你手帕交给城中周员外当妾，过得比你好，你心中不平衡了。对，我就是不平衡了。当初我嫁给你，日盼夜盼，盼你考中秀才，能让我在他面前扬眉吐气，可最后呢？我那手帕交长得不如我，给城中周员外当妾，他养的是珠圆玉润，他生的儿子一年到头的肉不断，养得高大白净，在城中最好的书院读书。我嫁给你，饿的是面黄肌瘦，我生的儿子一年到头的吃糠咽菜，养得骨瘦如柴。我在这个山沟沟里上足学。林文慧，我这辈子选错路毁了，我万不能让小雪再走我的老路。小雪给人当妾，那就是主家的一个玩意儿，这条路没有你想象中的好走呀。那也比嫁给泥腿子强。林文慧，你毁了我，万不能再毁了我的小雪，不然我跟你没完。二婶，我们不拦着小雪攀高枝，但你们也不能破坏我的默书计划。你凭什么跟我提条件？二婶，你不配合我，我就让我大哥二哥日夜的谨慎照顾那2个人，没有机会，我看你们去哪儿攀高枝。哼，配合你就能给小雪提供机会？这要看对象是谁。那个姓龚的年岁大，
一看家中就有正妻，若是给他当妾，他的正妻或许会报复咱们。哼，难不成他还敢杀人放火？我那手帕交的家中同样有正妻，过得还不如他好呢。女子嫁人，夫为天，只要小雪得宠，再生下个一儿半女，将来他的儿女有出息，咱们娘家也跟着风光。二婶，那为何不选那个姓陆的？年轻未婚，小雪的机会岂不是更大？你懂个屁！那个姓陆的样子，一脸寡情相，这样的男人呀，一看就不好驾驭。二婶，我听刘婶说，越寡情的男人动感情越认真，不如让小雪都试试。你真的愿意帮助你堂姐？爹，我想分家，现在就分。大哥，老二，分吧。爹想多活2年。爹，我想休妻。林文慧，你凭什么休我？你毁了我一生，你凭什么休我？凭什么？爹，你往后退退，别影响他们发挥。爷爷奶奶，我扶你们出去吹吹风吧，让他们好好打。刘婶说，打是情，骂是爱，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的。夏夏，以后少与长舌妇混在一处。老二，你住手！爷爷，你别急。刘婶说，牙齿还经常咬到舌头，夫妻间有矛盾很正常，你气坏自己就不知道了。老二媳妇儿，我家老二手善，舍不得对你下死手，瞅瞅你把他脸给抓的。哎，奶奶，打不得。刘婶说，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婆婆帮儿子，矛盾会升级，后果更严重。你看看他把你二叔挠的，这还能见人吗？不能。西厢房那2人看见我二叔这张脸，就算小雪再温柔体贴，他们怕是也不敢亲近。林文辉，为了我家小雪，我暂且放你一马。我吃糠咽菜这么多年，供你读书，给你生下2儿2女，你凭什么休妻？一，你不孝顺父母；二，你煽动；三，你口出恶言。7出7项休妻理由，你已经触犯其中3条。呸！你少拿这个吓唬我！你毁了我一辈子。想休妻，先问问我娘家答不答应。今日之事，你们谁都不能说出去，坏了我家小雪好事，我跟你们没完。那我二叔这张脸出去怎么解释？那就别出去晃，正好去我娘家收麦子，等脸上的伤好了再回来。二叔，你看二婶的战斗力多高呀！你1打不赢他，2不能与他和离，总不能让爷爷奶奶跟着受气，还是分家吧。林立夏，二婶，我没二叔那么多顾忌，而且呢，下手没轻没重的。你要是敢动我们家夏夏一下，我这拳头那可就不长眼了。林文辉，你这个窝囊废，你是死人啊！任由你侄儿欺负我。爹，儿子不孝，儿子无能，儿子娶了个无理取闹的泼妇，让你们受委屈了。文辉，是娘错了，娘当初眼下给你选错了媳妇儿，这真是作孽呀！娘，不怪你，怪儿子没用，他看不上儿子，才敢如此作践。老二，别哭，男儿有泪不轻弹。大哥，弟弟没用，爹娘养老就靠你了。文辉啊，无论你做任何决定，我和爹娘都支持你。日子啊，总得朝前看嘛。谢谢大哥。爹娘，分家吧，以后你们就跟着大哥。儿子不孝。不行，我不同意这个时候分家。分不分家轮不到你说话，你不同意就回娘家去。林文辉，你给我等着。二婶，等一下。林立夏，今晚的闹剧你满意了？二婶，你一人私赢了一屋子人，你怎么还委屈上了？死丫头，要不是你多事，我又何须与你二叔撕破脸？二婶，你与二叔的事是你们自己积怨已久，你可别倒打一耙哦。死丫头，仗着你爹你哥宠着你，你就目无尊长，顶撞长辈，以后谁敢娶你？不劳二婶费心，提醒二婶别忘初心。死丫头，你敢胡咧咧，我就……死丫头，你到底想怎么样？二婶，分家，我给小雪创造机会。二婶，逼急我不介意让你鸡飞蛋打，
竹篮打水一场空。二婶，不信你可以试试看。立夏，这时候分家，公子问起来，我该如何跟他解释啊？小雪说的对，这个时候分家肯定会惹人猜忌。那就等麦子收了再分家，到时候直接跟人解释，这是咱们早就计划好的。立夏，你回来！我打脸你还不行？二婶，既然大家已经撕破脸，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也不耐烦，不如咱们先分灶，各吃各的。可以，我要现在的灶，你们另起炉灶。行，小锅归你，大锅归我们。不行，大锅归我，小锅归你们。奶奶，小锅就小锅，大锅咱们买新的。我要小锅，大锅你给我买新的。你奶奶，气坏身子不值得，收完麦子咱们就彻底分开过，以后呀，眼不见他心不烦。哎，还是我们夏懂事，大气。奶奶听你的。穷大气有屁用！奶奶别理他，他自己没本事就会怨旁人。等咱们与他分家了，我肯定赚好多银子，给你穿金戴银，咱们眼红死他。哼，就凭你痴人说梦。陆基善，你右腿歇一晚上，明天就应该能正常使用。你想不想要一副拐杖？拐杖有什么用？特制的拐杖，你能移动几步，亦或者你想要推着走的椅子，也不是不可以。你有什么条件？公子，你想不想要拐杖或者是移动的椅子？你有什么条件？我想要一份秋闱考试秘诀，比如秋闱会考哪些项目，考生应该熟练的掌握什么。这不难，给我3日时间，我要会移动的椅子。蠢货，会移动的椅子没人推，还是不会动。不用3日，笔墨准备够2日即可。我要特制拐杖。二婶，分家，我给小雪创造机会。二婶，逼急我不介意让你鸡飞蛋打，竹篮打水一场空。二婶，不信你可以试试看。立夏，这时候分家，公子问起来，我该如何跟他解释啊？小雪说的对，这个时候分家肯定会惹人猜忌。那就等麦子收了再分家，到时候直接跟人解释，这是咱们早就计划好的。立夏，你回来！我打脸你还不行？二婶，既然大家已经撕破脸，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也不耐烦，不如咱们先分灶，各吃各的。可以，我要现在的灶，你们另起炉灶。行，小锅归你，大锅归我们。不行，大锅归我，小锅归你们。奶奶，小锅就小锅，大锅咱们买新的。我要小锅，大锅你给我买新的。你奶奶，气坏身子不值得，收完麦子咱们就彻底分开过，以后呀，眼不见他心不烦。哎，还是我们夏懂事，大气。奶奶听你的。穷大气有屁用！奶奶别理他，他自己没本事就会怨旁人。等咱们与他分家了，我肯定赚好多银子，给你穿金戴银，咱们眼红死他。哼，就凭你痴人说梦。陆基善，你右腿歇一晚上，明天就应该能正常使用。你想不想要一副拐杖？拐杖有什么用？特制的拐杖，你能移动几步，亦或者你想要推着走的椅子，也不是不可以。你有什么条件？公子，你想不想要拐杖或者是移动的椅子？你有什么条件？我想要一份秋闱考试秘诀，比如秋闱会考哪些项目，考生应该熟练的掌握什么。这不难，给我3日时间，我要会移动的椅子。蠢货，会移动的椅子没人推，还是不会动。不用3日，笔墨准备够2日即可。我要特制拐杖。没问题，3天时间，你们各自写一份，谁写的最快最好，谁有优先选择权。椅子和拐杖随便挑。当度假还不错，当渡劫那就全身上下哪儿都不好。夏，你不睡觉，坐在那儿干什么？二叔，你这么晚去哪儿？上山找几块能用的石头，明日垒灶台用。二叔，天黑，山上蛇虫多，你若是出点事儿，堂弟怎么办？二叔，要不我跟你一起上山，再喊上我大哥二哥。不用，夏说的对，晚上蛇虫多，不去了。二叔，你帮我个忙。什么事？二叔，你在这儿等着我。二叔，你手巧不巧？夏，这是什么？网呀，编得好，用处可大了。二叔，我教你，你先接着这个编，咱们呀先编个小的抓鱼。夏，鱼又腥又臭，不好吃。二叔，没事儿，这个编完，你再给我编个大的，咱们逮兔子，兔子肉好吃。二叔，你先编，我去就来。二叔，你吃兔肉？夏，哪儿来的兔肉？山上捡的兔子。兔子从菜花蛇嘴里抢的。二叔，
今天是小雪给你藏了兔肉，我跟她争论起来，才有后面那些纠纷的。二叔，今天是小雪给你藏了兔肉，我跟她争论起来，才有后面那些纠纷的。夏夏，二叔心中有数，今日之事不怪你。夏夏，二叔是不是很没用？二叔，那你觉得什么人有用？二叔读书近20年，屡考屡不中，一事无成。张秀才与二叔同期，他只考1次就考中秀才。二叔觉得像张秀才那样就是一个有用的人了？夏夏觉得不是吗？二叔，听你的口吻，张秀才考中秀才也有10年左右了吧？有。那他没考中举人，跟别人比，他是不是也很没用？话不能这么说，他考中秀才，他家农田能全部免税。二叔，农田的麦子都同一时期种下，为何有些早熟，有些晚熟？有些地肥沃，有些地贫瘠，有些除草及时，有些除草不及时，各种因素造成了差异。二叔与张秀才能一样吗？二叔，就说奶奶养的大公鸡吧，一开始红毛鸡长得快，花毛鸡不咋长，你看现在长不过花毛鸡的红毛鸡早就被奶奶卖了换银子，只剩下个头最大的花毛鸡。二叔，只要你不放弃，好好读书，说不定你就是那只留到最后的花毛鸡，咱直接从秀才一路考到举人。夏夏，咋能将二叔比作花毛鸡？二叔，我就是打个比方，别在意细节。我是想说，二叔大器什么来着？大器晚成。夏夏，你怎么让你二叔摸黑给你编渔网啊？大哥，夏夏是好意，忙起来我心里就没有那么乱。夏夏，你早点去睡，能长高。爹，天天啃野菜疙瘩馍，睡一整天我也长不高。夏夏，是爹没用，没能早日考中秀才。哎呀，爹，我刚刚好不容易说服二叔，你咋也开始自暴自弃了？爹，你别灰心，等麦子熟了，我就想法子赚钱，让咱们全家都能吃上肉。你们读书人每天都能吃上个蒸鸡蛋，补补脑。哎，咋蒸鸡蛋还能补脑？哎，夏夏，你听谁说的？忘记了。哎呦，他爹，早知道蒸鸡蛋能补脑，我就不卖鸡蛋换银子了。说不定啊，他们早就考中秀才了。明天起，鸡蛋留着给他们吃。爷爷奶奶，爹，平时这个点儿，你们不是早就睡了？嗨，你进屋翻找渔网，动静那么大，哪儿还能睡得着？老二，夏夏说的对，你呀就是那个大器晚成者，千万可别灰心呐。娘，你不嫌弃我这些年拖累这个家？你这孩子说什么傻话呢？没考中秀才的人多了去了，个个都不活了。奶奶，我上山挖野菜去了。哎，夏夏，等一等，今天咱们喝白米粥，奶奶啊给你烙个白面饼。不挖野菜了。哎，先不挖，家里呀还有一些。你爷爷说这2天呀可能有雨，咱们得赶紧把地里的麦子给抢收回来。奶，那我帮你做饭。夏夏，你爷爷和你爹他们都已经下地了，奶奶也想去地里帮忙。奶，我明白了，早饭交给我，绝不让大家饿着。夏夏，饭呀能做熟就行。立夏，咱们能不能先不分灶？为什么？立夏，奶奶他们忙着收麦子，你做饭，我怕公公子吃不惯。你嫌我做饭不好吃？你怕我饿着你的公贵人？立夏，咱们不分灶，我帮你做，你还省劲儿。谁稀罕？一边去，别耽误我发挥。做饭很难吗？哎，立夏，鸡蛋要留着卖钱，给爹他们读书用。你放这么多鸡蛋，你管好你自己吧。这么长时间，你的锅烧热没？立夏，这些野菜是我昨天挖回来的，你灶台下的柴火还是我二哥上山捡回来劈好的，我说什么了？立夏，没有野菜，我娘回来吃什么？咱家出门就是后山，山坡上野菜一茬一茬的，
我给你看着火，你再去挖些回来。不行，后山的野菜太老了，我娘吃出来会骂我的。哎呀，给你，林小雪，你不准动我的火，也不准动我的锅，我去就回。啦啦啦啦啦啦啦。哎，难道这儿的人不吃木耳？正好挖回去烙韭菜饼。一转身正要朝回走，就看见林家厨房的方向冒起了浓浓大烟。他撒开腿一路狂奔。林夏，我还好没着火。林小雪，怎么回事儿？林夏，我看你把火弄到最小，我怕你的饭煮不熟，我就想帮你把火升大些，谁知道你这么久都不回来，我又怕你把饭煮糊，就想着把火再弄小一些，所以你用水扑到我的灶台下。看着林小雪点头，林立夏扶额。你这么闲，你自己的饭煮好了没？林夏，我不是故意的，你是不是生气了？林夏，你别生气，我把我煮好的粥让给你。不许哭！林小雪，你真是个人才。林夏，要不我跟你换换，不能让公子吃糊的。滚一边！林夏，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是想帮你。林小雪，你再哭，我用柴火堵你嘴了。林夏，你怎么这么凶？林小雪，你再哭，信不信我给你的公贵人碗里下泻药？林小雪，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林夏，你烙的饼好香啊，香也不给你吃，做你自己的饭去。林夏，你放进饼里的野菜，咱们从没吃过，有没有毒啊？有毒，剧毒无比。林夏，那万一吃坏公……哎呀，赶紧做你的饭去！你要是担心，就让公心太吃你做的饭。林夏，你说真的？林夏，黑菜不能吃，有毒的。你放心，绝对不会让你的公贵人吃。哎呦，夏夏，你做什么饭菜呀？怎么这么香？奶奶呀，口水呀都快掉下来了。奶奶，快尝尝，好吃不好吃？好吃。我们夏夏长大了，做饭呀比奶奶做的都好吃，你爹他们有口福了。放那么多的鸡蛋，又放那么多的猪油，能不好吃吗？奶奶，咱们吃饭吧。我去给他们检查一下伤口，看看恢复的怎么样。哎呀，糟糕，我早上出门急忘了他们两个。李春，过来给我搭把手。没成亲，这肾功能就是好。这个不知羞的乡野丫头，怎么可以肆无忌惮的盯着男人那个地方看呢？还看得目不转睛的。这林家人到底怎么教女儿的？连女儿家的基本礼仪廉耻都不懂。嗨，又瞪我！陆金慎，寄人篱下，别太嚣张。夏夏，吃饭。爹，我去给他们送饭。夏夏，人都有落难的时候，今日你帮他们，他日咱们落难也能遇到贵人帮忙。爹，我不奚落他。站住！我家我还不能进。再换药。换药就不能进去？男女授受不亲，你们不教他这些？我们山野地方没那么多讲究。饭后进来，我教你。你教我什么啊？礼记。我不学。为什么不学？不想学，哪有那么多的为什么？你这样不知礼数，没有好人家敢娶。关清何事？陆金慎，你做好答应我的事，其他的别操你不该操的闲心。不知好歹的女人。伤口已经结痂，不要扯住伤口，再有10天半个月就能长好。多谢，快看看陆公子的伤。陆金慎，别挡着门，快进去。别进来，我要换药。要赶在下雨前把麦子给收回来，来不及换洗衣裳。多谢先生出手救治，今日之恩，来日必将重金酬谢。不必如此，药方是师傅教的，药材是山上挖的，没花什么银子。爷爷，话不能这么说。正值农忙抢收麦子，咱们的时间比黄金还珍贵。有些人书读到狗肚子里，我爷爷农忙回来饭都顾不上吃，先给他换药，他还有脸嫌弃我爷爷汗味重，什么人品？
没有教养的乡野粗鄙丫头，说话专挑人痛处戳。一家子没见识的粗人，不知道讨好我能得到的好处远比什么地里的农活多，愚蠢至极。夏夏，你肚子饿了吧？夏夏，爷爷饿了。好，咱们这就去吃饭。林兄，失礼了。公公子稍等，我出去看看。林兄，我想洗个手。林兄，我也想洗个手。不好吧？我们山野人家的水脏，省得寻找公子。林兄，方才是在下失礼，在下平日爱整洁，对不住老先生，给林兄赔不是。就用这个洗吧。这公公子啊，我们山野人家的水取之不易。二哥，让公公子用这盆干净的水吧。公公子，你先洗手，我去给你端饭。有劳林姑娘。不麻烦。像公公子这般年岁，家中孩子是否已经启蒙？林姑娘，我肚子饿了。啊，饭马上来。林兄，像我这般家世，3妻4妾实属正常。林家姑娘能进公家门，也是林家的造化。呵呵，好大的恩赐哟！你公家多高的门槛，一个妾室都是造化。陆吉善都是京城人，你应该听说过公家。说说看，他们公家什么来历？陆吉善，吃人嘴短，拿人手软。想继续吃我做的饭，最好配合些。京城公家几年前好像出过一个探花郎。他很幸运，比你早出生几年。什么意思？你学识比他好，长得比他俊。若是同期考试，皇上要是眼不瞎，应该会点你做探花郎。林立夏，小小，放肆！林姑娘，你知不知道，你刚才那句话会让林家灭门之灾？我们山野姑娘没有那么多的讲究，两位应该也不会无聊到去告状吧？就算去告，皇上日理万机，应该也没空搭理我一个山野姑娘。再说，我刚才就是打个比方，我们寻常百姓的日子过得这么苦，一天2顿饭都吃不饱，偶尔骂一骂皇上，情有可原吧？强词夺理，大逆不道。百姓过不好，为何骂皇上？欲戴皇冠，必承其重。他是皇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就应该承担起治理国家的责任，让百姓吃饱穿暖。欲戴皇冠，必承其重。林姑娘，这句话谁教你的？我听别人说的，难道不对？何人能说出这样有深度的话？不知林姑娘可为在下引荐？不可以，因为我也不知道去哪儿寻他。你在哪儿遇见那人？那人长什么样？多大年岁？山间碰巧遇见，仙风道骨，看着少说也有100来岁。他在山上做什么？他说采药炼丹。公公子，你先吃饭吧。为何饭菜不一样？林姑娘，我想与陆公子吃一样的。公子是嫌弃小雪做饭不好吃吗？公子，这是小雪特意为你准备的。公子竟然如此嫌弃。对呀，真不知好歹。小雪，她不吃，你就让她饿着，亦或者给鲁鸡肾吃也行。没有嫌弃，味道很好。陆公子，真的很好吃，你要不要尝尝？不用，你喜欢就好。那公子晚上想吃什么？我给公子煮鱼汤怎么样？好，陆公子要不要喝鱼汤？不用，我喝不惯。鲁鸡肾，你脑子被驴踢了？吃，你还有脸吃？你是不是忘了答应我的事儿？我不会，我敷枕巾。你跟人家顾行泰学着点儿。哎呦，他怎么找了个这么笨的猪队友呢？鲁鸡肾，你怎么这么笨？小心孤独终老。唉，夏夏，谁惹你生气了？一个笨蛋。夏夏，你怎么用起阳草做饼？起阳草？哦，爷爷，这个没毒，我早就尝过。夏夏，以后莫要用起阳草做饼。为何？爷爷，我打算将这个起阳草种在院子里，咱们10天半个月就能收一茬。方才的饼是起阳草做的，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家夏夏做的饼很香很好吃啊。传闻起阳草对男人眼疾有奇效，不可多食。爷爷，不是吧？就因为起阳草有壮阳之效，你们就都不吃了？夏夏，女孩子不要开口就是不雅之词。爷爷，你说的对。他爹，这起阳草没毒吧？没事。没毒，你这么严肃干什么？我们夏夏忙活一早上，做一大桌子饭，你不夸他2句，怎么还怪他？夏夏，爷爷帮你种起阳草。不用，很快就种好。爷爷，我没生气。夏夏不怪爷爷。不怪爷爷，这里的人都不吃起阳草。没事吃那个会被人笑话。夏夏，
咱们也不吃吧？不行，爷爷，不要人云亦云。启阳草对肝脏好，还可以补肾阳，吃了强身健体。夏夏，传扬出去。爷爷，咱们关上门过日子，为何总在意别人的看法？爹，我先去地里了。夏夏，天热，那个启阳草的饼不宜多吃，晚上还是弄点其他吃的。奶奶，还有镰刀吗？我也去地里割麦子。哎，不用，你留在家里做饭。黎川，你挑满水呀，再去地里啊。奶奶，我能去割麦子。笑笑，咱家割麦镰刀不够。二哥，不好了！笑笑，别慌，喘口气儿，慢点说。二哥，有人在搜村，赶紧将他们挪到地窖中。笑笑，那要是被人搜到咱家地窖，他们也藏不住啊。二哥，你快背他们下去，我想办法把那些人支走。二哥，先背鲁吉慎下去。好，抓稳了。林姑娘，那些人穿着什么样的衣服？黑衣锦服，具体没敢细看，可是寻你的。劳驾林姑娘扶我一下，以免给林家招惹麻烦。公子，小雪扶你。走水啦！走水啦！快帮我救火呀！这群丧天良的外乡人，我们家好心救他们，他们不但不付真金，还烧我们家的房子。人呢？跑了，烧了我们家的房子跑了。好汉，你能不能帮我救救火呀？松开！那人朝哪儿跑？不知道。大哥，求你帮忙救火。滚开！仔细搜，不要错过任何蛛丝马迹。遵命。哎呦，立夏，你在哪儿呢？哎呀，这好端端的，怎么着火了？周婶儿，是我家救的那2个外乡人，他们放火烧了我们家。哎呦，这好端端的，为何烧你家呀？不知道呀，这把火烧的我心里乱糟糟的。他们烧到哪儿？我爷爷说，一个中了软筋散，摔断了一个胳膊，另外一个胳膊和腰上各中了1箭。2个人啊，好汉，你派人帮我救火，我再告诉你另外一件别人不知道的事。敢跟我谈条件？啊，好汉要杀就杀吧，我家房子着火烧光了，我不死也会被我爹打死的。这些够不够？说。一开始是2个人，昨天夜里后半夜我起床去茅厕的时候，看见后山藏着好几个黑衣人，好像是来接应他们的。有多少个人？不知道，天黑我不敢数。小丫头，你最好没骗我。不敢，银子还你。搜山。我家的房子啊！我好心没好报，这丧天良的外乡人。哎呦，夏夏，别哭了。幸好啊，你家西厢房是石头盖的。哎呦，就是可惜了屋内的床和桌椅呀。是啊，幸好是石头房子，只有屋内家具在燃烧，不然这火烧起来那不得了啦。哎，夏夏，你快看，那些人又回来了。好汉，你们是帮我救火的吗？我家的火灭了。爷爷说的没错，世上还是好人多。好汉，你们渴不渴？我给你们倒点水。小姑娘，你在何处救回那人？好汉，我帮你带路，你能不能帮我找到那个外乡人，让他赔我家的家具钱？这些银子你拿着。好汉，你的银子我不要，我怕你等会儿又抽刀。好汉，冤有头债有主，我给你带路，你找到那人，让他把银子赔给我。让你拿你就拿着。谢谢好汉。好汉，那个外乡人就掉在这个坑里，你快看，地上的血还是他流的。对了，他掉下来的时候还砸死了1条菜花蛇，然后来了3条菜花蛇咬他，幸好被我二哥救了。可恨这个外乡人恩将仇报，烧我家的房子。好汉，你们真的能帮我抓到？闭嘴，聒噪！他越跑越快，扭头一看，身后无人追来。夏夏，这好端端的西厢房怎么着火了？西厢房的2位公子呢？爹，他们跑了，跑之前还把咱们家的房子给烧了。这他们怕仇家追杀，趁机弄出一些乱子好脱身，恐怕也是无奈之举啊。爹，大哥，虚惊一场，你们赶紧去地里收麦子，西厢房我来收。夏夏，你二哥呢？还有你堂姐呢？去沟浑河抓鱼了。爹，你们先去地里割麦子，我下午给你们送饭。夏夏，你吓死二哥了，你怎么把房子给点了？二哥，
不点房子，我怕他们搜得太仔细，就搜到咱家地窖了。也是，幸好夏夏机警，他们怎么办？挖个坑埋了。立夏，林小雪满脸震惊地看着他，半个身子靠在宫形态身上。有我在，绝不许你伤害公公子。一边去！林立夏一肚子火，都什么时候了，林小雪还只顾勾搭宫形态。姓宫的，你到底是什么人？林姑娘，在下不是坏人，在下乃朝廷命官。朝廷命官？你朝廷命官？为何被人追杀？方才那些人也可能是寻陆兄的。姓陆的，你又是什么来历？镇北军陆家。你是镇北军陆家二公子陆定坤。镇北军二公子？我最崇拜镇北军了。二公子，不知可否能推荐我去镇北军营啊？二哥，他满嘴胡咧咧，头次见面就用假名忽悠咱们，谁知道哪句真哪句假？我小时候爱吃鸡肾，陆鸡肾是我的小名。这个扳正上的肾字又是怎么回事？这扳指是我表弟的。表弟？宫大人，你可知陆二公子的表弟是谁？名字是否带一个肾字的？不知道。镇北军陆家是当朝权贵，与之结亲亦是权贵。四皇子生母出自陆家，他若真是陆定坤，他表弟的名讳在下不知，也实属正常。这么说来，你还是皇亲国戚。掌心的茧是长期握剑磨的。是。堂堂镇北军也会兄弟戏强？林姑娘，说话揪着别人的痛处戳，实属不妥。夏夏，宫大人说的对呀，你看他这气度，看他这身量，应该就是陆家二公子没错了。陆公子，追杀你的人不会善罢甘休，你们有何打算？不知林二公子可否帮个忙？二哥，你跟我出来。夏夏，我不许说话。林立夏凶巴巴地打断林立春的话。二哥，你傻不傻？下次别人请你帮忙，你至少等别人把话说完。夏夏，你不想二哥帮他？二哥，那些黑衣人的腰间个个都带着刀，稍有不慎就拔刀相向，那是一般人吗？你有几个脑袋够他们砍的？夏夏，那陆家二公子总不能让二哥去送命吧？最多就是让二哥跑个腿儿。谁知道呢？人心叵测。二哥，每个人的命都只有一次，不要做一腔孤勇的事。陆兄，夏夏，那你想二哥怎么做？二哥，凡事不要冲动，要学会权衡利与弊，利大于弊又不伤及性命，可做。夏夏，这样岂不是唯利是图啊？唯利是图好过搭上性命。反正地窖的那两个人都不是什么善茬。你听我的没错。夏夏，你担心那个梦？二哥，咱们先下去。宫大人，陆公子，我不管你们两个人有何来历，之前你们发过的毒誓一样作数。我想护家人平安，与你们平安度过此劫，可谓是目标一致。我可以让二哥帮你们，前提是我二哥必须安然无恙。传信而已，没有危险。可以，等麦子收完就去。不行，现在就去，必须尽快将你说的谎圆过去。我说的谎？你在地窖竟能听到上面的对话？哼，书中说习武之人听力极好，竟是真的。夏夏，我上去给他拿笔墨。小雪，宫大人已娶妻，你近身照顾他，会污了宫大人的清名。小雪，镇北军驻守边境劳苦功高，陆公子此番遇难，也恰是咱们感恩镇北军的时候，你应当尽心尽力地照顾陆公子。陛下，我照顾宫大人，你照顾陆公子。宫大人，我堂姐温柔体贴，善于照顾受伤的病人，我善于给人添堵。以你之见，让谁照顾陆公子合适？既然知道自己善于给人添堵，就应该闭上嘴，少说话，多做事，学着做一个温柔体贴的女子。宫大人，你不想让我堂姐照顾陆公子，你怕抢不赢陆公子？你不要瞎说，我没有与陆公子争抢。小雪，听懂了没有？宫大人让你近身照顾陆公子，你还不过来？宫大人，哼，小雪，陆公子又不是洪水猛兽。林立夏，我不喜女子靠我太近，欠下林家的枕巾，我10倍偿还。鲁基慎，你说话不算数，出尔反尔。夏夏，这有我呢，你去忙别的吧。不去，我就在这儿看着，免得你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背过身，龙飞凤舞地写满了一张纸，用拇指上的扳指盖上了一个印记，示意林立春靠近。林二公子，
记下方才的地址，此信不可拆开，不可丢失，可毁尸灭迹，否则对林家是灭门之祸。那这封信我二哥不送了。不送，你们或许活不到明天。危险早在你捡回我们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照我吩咐做，我保林家余生无忧。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谁反悔谁是小狗。二哥，这些钱你带上，记住，信可以毁，命不可以丢。林立夏不放心二哥，将早上省下来的韭菜饼全都给林立春带上，一直看着林立春骑着小毛驴出村，才掉头朝着勾魂河的方向走去。各吃一顿啦！好汉，你们是不是抓到外乡人了？我家的枕巾。聒噪，可曾捡到令牌？没有。林立夏连连摇头，一脸的失望。我家的枕巾又飞了，要赶紧将这些鱼处理了，给那些寻找令牌的黑衣好汉们喝。要是他们喝得高兴，就能帮我快些追回枕巾。什么味道？这么臭！好汉，这是鱼，我想煮个鱼汤，报答好汉方才银子的恩情。于墨嘴角一抽，这么腥臭的东西，确定是报恩，不是报仇。仔细搜。好汉，你别走啊，我还没报恩呢。快上山再找找。有那么臭吗？一个个比兔子跑得还快。找不到令牌还会再回来吗？林立夏不停地朝山上张望，确认那些黑衣人不会再回来，背起背篓上山去挖野菜。这是块烫手山芋吧？林立夏翻来覆去看了许久，决定将令牌就地埋在他捡到的地方。立夏，你不是不喜欢吃鱼吗？立夏，你是不是生气了？是。立夏，你为何总是撮合我跟陆公子呢？你为何总是认准那个已婚的？立夏，陆公子太可怕了，他的眼神就像刀子一样。我喜欢龚大人这样的。小雪，龚大人家已有正妾。立夏，就算是换做陆公子，以咱们的出身，也只配给他当妾。立夏，我不想一辈子窝在山野，同样是当妾，我想选一个自己喜欢的。立夏，既然你这么欣赏陆公子，不如你给他当妾。滚一边，我给他当祖宗。立夏，我是为了你好，你怎么凶我？像咱们这样的人家，你错过这次机会，你一辈子也寻不到这么好的人。我谢谢你啊，你可以闭嘴了吗？林小雪，你再敢当我的面嘤，我就把你的糗事儿说给那个姓龚的听。立夏，你不管陆公子和龚大人了，不是还有你吗？地窖中的两人没有闻过林立夏煮的鱼汤味儿，或许还能吃下他煮的鱼汤。立夏，你至少告诉我，你的鱼汤是怎么煮的这样香？去内脏。夏夏，今日怎么这么早送饭啊？爹，喊爷爷他们先吃饭。夏夏，你是不是记错时间了？吃太早呀，晚上容易饿。奶奶，农忙，吃饱肚子干活不伤身。哎呦，夏夏长大了，懂得心疼人了。哟，夏夏，你这鱼汤是怎么煮的？奶奶头一次喝这么鲜美的鱼汤呢。夏夏煮的鱼汤也太好喝了。林文慧，同样是做鱼汤，咱家小雪用个厨房，你娘能奚落许久。你再看看换成林立夏，同样是又腥又臭的鱼汤，一家人都能夸出花来。哼，这偏心眼儿都快拼到胳肢窝了。二叔，喝点鱼汤，补充点体力。夏夏，已经分灶，二叔吃你辛苦备来的鱼汤不妥。二叔，我捞鱼的网还是你给我编的，你不喝是不想给我编网了？二叔喝。夏夏，你如何将鱼汤做得如此鲜美？哼，又一个偏心眼儿。哼，老儿媳妇儿，我家夏夏做的鱼汤味道怎么样啊？没尝出味儿。立夏，你再给二婶倒点尝尝。脸皮真厚，林立夏懒得搭理陈菊花，转个身朝着农田走。夏夏，你二哥呢？夏夏，你说他们一个是龚大人，一个是陆家二公子。爷爷，我怕那些黑衣人回来，人啊藏在咱家地窖呢。夏夏，人藏在家中地窖，太委屈他们。能保住命已是大幸。爷爷，
咱们野梅山有没有什么隐蔽的山洞？还真有一个，不过得等你二哥回来才能背他们过去。等吧。姓陆的，你到底让我二哥去哪儿了？为何一走5日都没有音信？莫急，他若机警，再有3、5日就能回来。还要3、5日？我家粮食都快被你俩吃光了。你们见多识广，快给我想个生财之道。林姑娘，本官乃正经的读书人，怎么会营营苟且的经商之道？你看不起经商者？凭什么？本官没有看不起经商者，只是觉得经商之道与读书人无关。你用蝇营狗苟形容经商，本就是瞧不起经商者。说什么能无本万利呢？卖字，卖画。不行，这玩意儿要人死了才值钱。对了，画本子。不会。有手一学就会。你取个笔名，没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不写，待你二哥回来，我自会把枕巾付给你。不写也行，我做的饭一口也不给你们吃。我可以给你画字画。不要，那玩意儿华而不实，找不到冤大头，卖不出高价。林姑娘，本官可以给你写画本子抵饭钱，但你不能向外人透露一句。放心，不透露，绝不透露。待你们2人商好离去时，咱们桥归桥，路归路，见面不相识。龚大人，写画本子不是做学问，你要写得通俗易懂，雅俗共赏。你若不懂，先看看我大哥写的，再看看人家陆二公子写的。实在不行，你就提炼我大哥这本书的精髓，换个身份，换个花样，用你的写作风格再写一次。林姑娘，你看这段可以吗？龚大人，你是不是故意的？你怎么连抄都抄不明白？你看看人家鲁基慎，我只跟他讲过1次写画本子的要点，人家就能写出穷书生靠读书考中状元，得到公主赏识，一跃成为驸马爷的畅快人生。你再看看你写的，人生是什么？落魄穷书生，清贫农家女。故事线呢？清贫农家女吃糠咽菜，供落魄的穷书生读书。你搁这儿感动谁呢？林姑娘，本官用这个抵饭钱。拿走拿走。龚大人，我拜托你上点心，我要钱，要很多钱，要买粮过冬。林姑娘，再有1个月，本官商好就能回京，彼时在下定会重金酬谢。你干脆画饼充饥得了，想搁我这儿空手套白狼，做梦！龚大人，我不管你多大的官，你想吃我做的饭，就想法子给我挣钱抵饭去。陆公子，你甘心被一个乡野丫头奴役？没人逼你，你可以不吃他做的饭。陆公子，林立夏放着咱们这样的富贵人家不攀附，一门心思奴役咱们，给他挣这点小钱，他是不是傻？你可以说他唯利是图，亦可以说他无利不起早，但唯独不能说他傻。说他傻呢，就是变相承认你比他更傻。陆二公子，你太夸张了，想必你在边境住的久了，见过的女子太少。谁给你底气说这样的话？陆公子，你若不嫌弃，在下可把舍妹许给你为妻。大可不必。陆公子，你拒绝的如此之快，莫不是家中已经为你定好了正妻人选？上尉，那你是看不上龚家的门楣？是。陆公子，若你不嫌弃，舍妹为妾也行。你是想攀附陆家，还是想投靠四皇子？在下对当今四皇子十分敬仰。停！姬慎冷冽地看着龚行泰。林立夏说的没错，龚行泰确实是个善于钻营的人。龚行泰，你这次为何遇害？我无意间发现修缮望龙河的工程有人贪墨偷换材料，中饱私囊。你可有证据？证据在被人追杀的途中遗失。陆公子，我看过修缮望龙河所用的材料，放任不管，望龙河撑不到5年。龚行泰，我不答应，你这次回京当如何？实不相瞒，龚家势单力薄，绝非背后之人的对手。我只有2个选择，宁死不屈，或同流合污。林立夏，进来，你都听见了，那你说，他会如何选择？这还用说？以他善于钻营的性格，宁死不屈，他可没那气节。同流合污、官升一级比较像他的做派。龚行泰，望龙河贪墨证据，算你的投名状了。陆公子放心，
在下绝不辜负四皇子的信任。为何在外偷听？你搞清楚，这是我家，他要将妹妹许给你为妾，你为何不答应？我为何要答应？宫大人，是我狭义了。我方才想了想，你写不出画本子，或许可以尝试着写其他有用的书籍，只要能换银子就成。林姑娘，在下试试看。宫大人，马上就要秋闱了，许多书生都会为科考努力奋斗，你就针对这些人写一些对他们科考有帮助的书籍。若是卖出去的银子超出你的诊金，我还可以给你分成。不用。宫大人，加油，努力。晚上吃谁做的饭菜，就看你的表现哦。咱老百姓今儿晚上真高兴。陆公子，世间怎会有林丽夏这样的女子？她听见咱们的对话，要不要将她？忘了你发过的毒誓。如此心机深重的乡野丫头，日后谁敢娶？同为林家姑娘，还是温柔体贴的小雪更讨人喜欢。这个又凶又野的林丽夏，谁娶谁倒霉。能闭嘴吗？爹，你知道朝廷修缮望龙河的事儿不？夏夏，这好端端的怎么提及望龙河呀？望龙河在青阳城外，离咱们这儿有200多里路呢。青阳城？爹，宫行泰是修缮望龙河的工部郎中，200多里路呢。他是怎么调到咱们这个鸟不拉屎的偏僻地方的？夏夏，野眉山的另一头连着官道，许是他走小路逃跑，阴差阳错落入咱们这儿的。爹，官路通往哪儿？夏夏，别想了，通往官路的小道非常的难走，而且呢危险重重。夏夏，这次秋闱啊，爹不去考试了，让你二叔和你大哥去，省下来的银钱啊，咱们买粮过冬。那怎么行？银子是挣出来的，不是省出来的。爹，村里谁的木匠活好？夏夏，你想做什么？你三爷爷的木工活最好，你二哥就是跟他学了点皮毛。爹，你将这个拿过去，看三爷爷能不能做出来。夏夏，这个是什么呀？爹，等三爷爷做出来就知晓了。夏夏，这怎么用啊？三爷爷的手很巧呀。那当然，你三爷爷年轻时给大户人家做镂空家具的，雕刻手艺一绝，可惜你二哥没学会。爷爷，你看这个拐杖如何？这是拐杖，夏夏，你如何想出来的？看板凳联想到的。我怎么没想到啊？三爷爷，快屋里坐，我正好有个事情想请您帮忙。刘基善，你要的拐杖，注意啊，你受伤的腿不能用力，挪动的时候要靠拐杖的力量支撑住身体。林丽夏，你想雕刻什么字？你会雕刻，陆基善，你行呀！你这手雕刻的绝活，给人做个门牌门匾什么的，用不了1年就能攒够娶媳妇的钱。林丽夏，你用这个做什么？你等着，是不是比抄书快？扩印书籍是个好法子啊，但是你扩印画本子不划算呐，费时费力还不一定能够卖出去。有道理，我应该扩印科考所用书籍，比一般的书铺成本低廉，我可以降低价格售卖，还能让更多的人读得起书，功德无量呀。陆基慎，你去哪儿？我扶你。不用，我自己能走。陆基慎，你们世家公子见识不俗，看问题能够一眼看到本质，想必你也不嫌银子扎手吧？陆基慎，喝了这么多鱼汤，你想不想改善生活？三字经一共没多少个字，是孩子启蒙必读物，你帮我雕刻三字经，我给你做个你从未吃过的美食。你又想用野菜糊弄我啊？这次不用野菜糊弄你，你帮我雕刻出三字经，我买猪肉给你做饺子。饺子有何稀奇？陆基慎，我调的饺子馅特别香，保证你吃过以后还想再吃。林林夏，你无权无势的，你确定扩印出来的三字经不会给林家惹来更大的麻烦？陆公子，咱们可以合作，我分你2成利。林林夏，你逼迫我写的画本子不要了？要，当然要。等我二哥回来，我们就进城，把画本子换成现银。林林夏，我给你指一条赚钱的快路，你敢不敢干？你先说说看。陪我在山上走走，我与你慢慢说。你等等，爹，我上山抓兔子去。夏夏，赶紧回来。知道啦。陆基慎，什么赚快钱的路子？陆基慎，什么赚快钱的路子？翻过野眉山，朝东5里路，有座天然的银矿。银矿？你说话就说话，你靠我这么近做什么？陆基慎，你说的银矿有没有人开采？无人开采。林林夏，你若能寻到银矿，
我在林家养伤期间，你能搬回来多少算多少。银矿搬回来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当银钱用？不是，要提炼。那你说个屁呀！你看我家，谁像是会提炼的样子？嘿嘿，谁让你吃的这么肥硕，跑不动吧？兔兔这么可爱，怎么可以吃兔兔呢？小兔子乖乖，把门儿开开，快点儿开开。林立夏，山中野鸡都快被你吓死了。拿稳了，今晚带你吃鸡，鸡翅膀，我喜欢吃。大吉大利，今晚吃鸡，不管用，那换一首。小兔子乖乖，把门儿开开，快点儿开开。陆金善，你看我是不是个打猎小天才？做人不能太贪心，一只兔子，一只野鸡，也算是收获颇丰。咱们回家。哎呦，我们夏夏可真厉害，能抓回活的兔子，这价格呀肯定是更高。奶奶，我想吃兔肉和鸡汤。娘，你快看看，这兔子不对劲儿啊！哎呦，夏夏，这兔子吃不得。吃不得？奶奶，咱们养兔子吧。佳佳，爹去给你搭个兔子窝。爹，干脆一步到位，搭一个大的兔子窝。咱们养它个180只。哼，说得轻巧，180只，谁割草呗？又不用你割，你操哪门子心？偏心眼儿，偏当胳肢窝。走开，别挡路。夏夏，陆公子，你腿伤没事吧？喂，陆公子，对不起。二婶，你推我干什么？要不是陆公子习武底盘稳，砸到他身上，他那条腿就废了，咱们整个林家都不够给他抵命的。我都没用多大的劲儿，谁知道你是不是故意朝人怀里钻？你个坏良心的，我家夏夏哪儿招你惹你了啊？你一天到晚逮着夏夏不放，你有气就冲着我这老婆子来呀！你冲着我们夏夏撒什么气？你个丧气鬼，差点害了人家陆公子，差点害了整个林家为你陪葬。他爹，你快出来，分家马上就分。李东，去喊你二叔回来，立刻回来。良言3冬暖，恶言6月寒。弟妹，分家之后，你再敢侮辱我家夏夏名声，休怪我上陈家讨说法。夏夏，他日后再敢欺辱你，你告诉爹，爹去他们陈家村讨说法，看他陈家的女儿将来如何说亲。林林夏，我腿疼。哪儿疼？你出来的时候锁门了？龚行泰，开门！龚行泰，你个老不要脸的，你快开门！林小雪，开门！陆公子，我扶你去西厢房上药。爹，你先扶陆公子去西厢房。龚行泰，你再不开门，我放火烧了！大人，怎么办？雪儿，别怕，万事有本官在。龚行泰，你搁林家耍什么威风？今日这事儿你不给林家一个交代，我去京城告一状也要让你好看。夏夏，算了，这事儿啊，让你二叔处理吧。狠狠的一脚踹了上去。恶心至极啊！林立夏，你做什么？关你屁事！我踹自家的门，碍你们这对狗男女什么事？林立夏，慎言！似你这般凶悍的女人，哪家男人敢娶？关你屁事！又不吃你家的大米。立夏，你别骂龚大人，是我爱慕大人，情难自禁。大伯，立夏，一切都是小雪自愿的，小雪愿意给大人当妾，愿意给大人生儿育女。还请你们不要阻拦，请你们成全小雪，请不要为难大人。夏夏，咱们走，分家后他与咱们不相干。你们两人畜生配驴，至死不渝。爷爷，你会不会研制毒药？夏夏，杀人犯法，犯不着为他们两个搭上你的命。林林夏，莫要冲动。夏夏，咱们与你堂姐一刀两断，犯不着为她搭上命。爷爷，爹，我不是杀人，我要毒药防身。夏夏，防身也不行，
毒药误伤自己，让爹怎么办呢？哼哼，你们就使劲灌吧，把他灌得无法无天，祸及整个林家，就等着后悔吧。好你个林文慧，你竟然敢打我，我跟你拼了！陈菊花，你敢？哎呦，死丫头，你想谋杀呀？是谁想谋杀？你想撞死我娘？林文辉，你个窝囊废，一家人欺负我一个，我娘家人绝不会放过你们。老二，去请郑理来一趟，咱们将他送回陈家村。爷爷、二叔，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喊李正来。夏夏，家丑不外扬，我自己送他回陈家村。爹，不要！娘都是为了我好。爷爷，不能让我爹休气。爷爷，求你看在我们姐弟的份上，不能让我爹休气。爷爷，休气，弟弟们不好娶媳妇，妹妹们也不好说亲。小雪，哎呦我的心肝啊，你这是怎么了？李文慧，虎毒不食子，你个烂心肝的！闭嘴！爹，你给小雪看看。爹，小雪怎么样？她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啊？爹，小雪她……闭嘴！死不了，扶她回去休息。夏夏，我爷爷出去转转。爷爷，咱们顺便给兔子割点草。好，夏夏，打铁还需自身硬，人要想过得好，靠自己比靠旁人稳妥得多。爷爷，我知晓，攀高枝不如努力让自己成为高枝。我家夏夏有志气。爷爷，我爹说野眉山那头通着官路，你去过没有啊？好不好走？去过，不好走。爷爷，怎么个不好走法？山中荆棘多，除了毒蛇毒虫外，还有野狼猛虎出没。夏夏，你可不要逞能误闯。爷爷，你不会是故意吓唬我吧？吓唬你干什么？不信你问陆公子。你腿疼，跟着我们干什么？吹吹风，能给我换间房不？可以。陈菊花，咱们和离吧。这次分家所得的银钱，全给你。嘿，你个窝囊废，耽误我一辈子，还要耽误我几个孩子的前程。想和离，除非我死。娘，是你爹推我，他可傻欠刀的，他想跟我和离。哼，爹，你这个时候和离，你让宫大人怎么看我？哼，你个窝囊废，我忍你10几年，你问小雪为几个孩子，你就不能忍一忍我？爹，求你不要和离，分家后娘见不到立夏，不会再起事端的。夏夏，快住手，不能割，幸好没有损坏。爷爷，你懂得种植白芨？师父教过我，白芨3年才能收。爷爷当年跟着郑军医时，许多士兵常常因为止血药不够，死伤惨重。六公子，咱们谈笔买卖。疯丫头又想算计他什么？怎么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双赢的事，我保证你不吃亏。什么买卖？你先说说看，我不一定会答应。陆金善，你们镇北军很缺止血药吧？我们林家可以帮你们种植白芨，专供你们镇北军。什么条件？预付1000两白银做定金。夏夏，陆公子莫怪，我家夏夏年纪小不懂事，你千万不要跟他一般见识。林林夏，这1000两定金不算难事儿，但是你可知，你若拿了镇北军的定金，到期交不出保质保量的白芨，会祸及林家满门抄斩呢。算了算了，这买卖不谈也罢。爷爷，咱们回家吧。爹，我有事跟你商量。爹，我不和离了。为了孩子们，糊涂啊，你糊涂啊。爹，我都这个岁数了，熬一熬孩子们就成亲了。再熬一熬，一辈子就过去了。夏夏，你认同二叔这样做？二叔，我不认同，你就和离吗？二叔，话说回来，你和离后过得好不好，我又不能为你兜底。
你问我等于白问。你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自己选择的路自己跪着也要走完。爷爷劝你和离，他也不能为你兜底，他更不能为了堂弟堂妹未来兜底。你没有必要跟爷爷商量，为难自己也为难别人。爹，谁惹夏夏了？夏夏说的对，你的人生你自己做主，别来为难我。立冬，过来，今晚让陆公子住你的房间。陆公子，你睡床，我拆个门板将就一下。陆继慎，我大哥对你这么好，你是不是应该表示一下？怎么表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你教我大哥读书，明天早上我把鸡腿给你吃，怎么不愿意？大哥，让他继续住北厢房。陆公子，夏夏真的生气了，你看，我教。挖不成野菜，再睡一会儿。哎呀，又吵什么？林文辉，你个窝囊废！这只兔子是没分家的时候逮回来的，我说有我一半，哪儿错了？你这个坏良心的，处处针对夏夏，还恬不知耻，想要分夏夏的兔子，传出去也不怕丢人。没分家前，兔子就是家中公账的东西，任谁来了，我想要分一半兔子也占理。有道理。爷爷，二婶床底下的陶罐里藏着的银子也是家中公账的，也应该分。不就是比无耻吗？他都敢去拍老板与小财务的车震，还怕治不住一个闹事的陈菊花？爷爷，还有龚大人答应给林小雪的纳妾买资，也是家中公账上的，也应该分一分。死丫头，分家有你说话的份儿吗？玉梅啊，又管不住嘴了。分家本就是男人的事儿，是你一直在搅事儿。大哥说的对，你再搅事，我不分家，直接休妻。娘，不能休妻，就按爷爷说的分。行，林文辉，你能耐了。爹，咱们搬点石头把墙围起来吧。围，今天就围，我看着你更堵心。堵心就闭上眼。夏夏，走，咱们做饭去。夏夏，别跟眼皮子浅的人计较，平时啊就属他会算计，一到农忙就将你二叔和几个堂弟们带回娘家干活。这次小满和大寒回他娘家干活，算这时间呀都快20多天了，他还不喊他们回来。夏夏，分家后你爹和你大哥都要参加秋闱，奶奶想把那只野鸡给卖了，换粮食过冬。换吧，等会儿我跟大哥一起进城。立冬，进城后啊看紧夏夏，千万不能让咱家夏夏让拐子给拐走了。夏夏，你呀长得好看，拐子最容易盯上你。进城后可得紧紧地跟着你大哥，不要随便与陌生人说话啊。奶奶，我保证听话，平安回来。夏夏，想吃咱就买，来一个白面饼。哎，你只要一个，烫拿稳。夏夏，趁热吃。大哥，吃撑了，剩下的你吃。瞎说，这点饼怎么会撑？大哥太累了，胃口不好，赶紧吃。哎呀，大哥你快吃，吃完呀咱们去药铺。夏夏，你怎么了？大哥，这只野鸡能卖多少？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这平时呢我收20文一斤，今天呢给你算30文一斤。夏夏，野鸡咱们卖了80文，咱们去买10斤糙米吧。厉掌柜，买不到冰你就别回来。袁小娇，城里的冰早就卖空了，我去哪儿买？厉掌柜，敢问冰什么价格？去，问了你也买不起。厉掌柜，价格合适，我可以卖冰给你。小姑娘，你真有冰？让开，小姑娘，你真有。姐姐，冰什么价格？小姑娘嘴挺甜的，跟我女儿的年岁却喊我姐姐，把我喊的呀怪不好意思的。你女儿跟我同样年岁，那你可真显年轻，这或许就是长得好看的缘故。哎呦，你这小姑娘的嘴呀真喜人。这样吧，你呢喊我袁姨，冰呢我给你算50文一块。袁姨，不知道你说的一块冰是多大，你能要多少？小姑娘不光嘴甜，做事还谨慎，就脸盆这么大，有多少要多少。袁姨，你等一下，我去取冰。夏夏，咱家没有冰啊，你拿什么卖给人家？一会儿就有了。你去问问酒铺多少钱卖。夏夏，咱们哪有银子买啊？一会儿就有了。夏夏，会不会打出来的？
你只管去问，他敢打，我就敢报官。骆子素，妹妹，这酒铺啊，280两白银出售。骆公子，你认识我大哥？同期同生。妹妹，买不？哥哥给你便宜10两银子。买不起，能租我3天不？妹妹，你看哥哥像是缺这点租金的人不？骆公子，你这家酒铺为何转让？这穷乡僻野的事儿多，卖了酒铺，哥哥就能专心读书，赶明儿再考个状元郎什么的，就有机会娶公主了。有志气。骆公子，我看你这身穿衣打扮，好似不缺银子啊。谁说的？哥哥缺银子，可缺银子了，不出租，270两，最低价。骆公子，我给你变个戏法。妹妹啊，这天儿这么热，再好看的戏法，哥哥也是没心思看呐。骆公子，你借我2个盆，我给你变1盆冰。妹妹，你确定你这不是吸引哥哥的手段？骆公子放心，在我眼中，你比不上银子好看实用。后院的盆儿，妹妹随便用。妹妹真给哥哥变出冰来，哥哥认你当干妹妹。娇娇，这骆子素不好惹呀，变不出冰，咱们就麻烦了。大哥，不要急。夏夏，这水好冰啊。大哥，那个骆子素是什么来历？不知道。上次童声考试的时候，我亲眼看见他将一个出言不逊的考生踹得吐血了。后来呢？这后来呀，他给受伤的考生赔了50两银子。出手挺大方啊。骆公子，我进来方便吗？哎呀，小姑娘，我家店伙计果然没有说错，你真在这儿啊。袁姨，你怎么来了？哎呦，小姑娘，我急着用冰呢。冰在盆中。哎呀，小姑娘，真的有冰呀。小姑娘，你这神情什么意思？哎，这人不能说话不算数呀。妹妹，你真变出冰来了？还要1盏茶的时间。变出冰？小姑娘，先别说话。妹妹，你这费尽心思的变冰给哥哥看，是想把这制冰的法子卖给哥哥吧？妹妹，我把这家店给你，你说说看，再添多少银子，你才肯把手里的制冰法子卖给我？骆公子想要独家秘方，亦或者仅仅想要知晓制冰的法子？这两者有何不同啊？价格是天壤之别。我这个制冰的法子虽然工序繁琐些，但可谓是一本万利。怎么个一本万利呀？就拿袁姨来说吧，夏季天热，她的克莱鲜许多食材都放不了太久，需要大量的买冰。对，是这样的。我要有制冰的法子，能节省不少的成本呢。不止如此，袁姨，你还可以在店中增加些冰点心，客流量倍增。对呀，骆公子，咱们联手买下这制冰的法子。妹妹，你到底想怎么样啊？制冰法子是我受高人指点得知，轻易将法子卖了，我怕来日高人怪罪。妹妹，哥哥可是忘了跟你说了啊，哥哥外祖家那可是世代经商的，1000两银子独家。夏夏，嘿嘿，我大哥怕我卖制冰法子被高人责怪。哼，小姑娘，你可真敢开口，就不怕走不出这梅花城？袁姨说笑了。袁姨，你怎知我背后无靠山呢？骆公子，1000两银子独家，你怎么看？银子不够。哼，看来天意如此。袁姨，制冰的法子我不卖了，这盆冰你还要不？要就50文拿盆装走。等等，掌柜娘子啊，这梅花城到处买不到冰，冰贵如黄金，你竟然用50文来糊弄妹妹？袁姨，我把你当亲姨，你糊弄我？哟，小姑娘，别装了。哼，这样的假话，老娘说的嘴都秃噜皮了。骆公子，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想要小姑娘的制冰法子，你就自个儿还价，别踩着我讨好她。这些年我在梅花城开店，还是认识不少达官贵人的，凑个钱买个制冰法子不算难事。不过我看在与你舅舅相熟的份上，这制冰法子就让你优先，你不买我再找人买。妹妹，这制冰的法子呀，哥哥要了，但是呢，哥哥现银花光了，底铺子给你行不行？骆公子说说看。哥哥呀，在梅花城一共有3间铺子，3间铺子加在一块，地契价值1100多两，全部抵押给妹妹。
骆公子，实不相瞒，我缺银子，还是很缺的那种。你3间店铺，我最多吃下2家。总得给他留点做生意的启动资金呀。这地里刨食太难，空有3间店铺，他什么时候才能攒够做生意的本金？这样，治兵的法子呢，不急于一时，你不如趁着这2天找一些相熟的朋友，分卖治兵的法子给他们。等我2日后来没花成，咱们再成交。骆公子，我看小姑娘说的在理，不如这治兵的法子算我一份儿，我再帮你找几个相熟的朋友。不用，妹妹，就按照你说的办。哥哥这2天尽快去筹银子。立字为凭，你先付我50两定金。这只剩下48两，能行不？大哥，这够买2头小毛驴不？够。你呀想买个小毛驴，我可以给你介绍卖主呀。骆公子，我之前答应过袁姨要卖冰给他，可以让他把这盆冰以市价买走不？掌柜娘子，市场价哦。那这是100文。哎，袁姨，盆一会儿让小二送过来。妹妹，这先看来掌柜娘子是素来精明，你水中消食味道这么重，她怕是早就窥探到其中奥秘了吧？骆公子，消食制冰有许多禁忌，他若不知晓这些，不但制不出冰，还会闹出大乱子。骆公子，我得去一趟克莱仙，免得他闹出乱子扣在我的那盆冰上。妹妹反应还挺快，先把协议签了，哥哥同你一起去。克莱仙。袁姨，这盆冰我不卖了。哎，小姑娘，卖出去的东西怎能反悔？袁姨，我怕你投机取巧，自己制冰不成，反而让我的这盆冰背黑锅。你什么意思啊？袁姨，若无正确的法子，你偷偷制冰闹出乱子，毁了你家的克莱仙，可跟我们没有关系。哎，小姑娘，把冰留下，把话说清楚。掌柜娘子，妹妹重诺，与你方便，你反而偷人家制冰方子。今日啊，这冰我端走了，你不服呢，可以去告官。骆公子，别这样，只要你承诺每日卖一些冰给我，消食我可以给你全部带走。她是我骆子素刚认下来的干妹妹，这盆冰暂且给你留下。你敢跟我干妹妹玩花样，后果你知道的。骆公子，你舅舅知晓吗？掌柜娘子，你方才说的冰我答应你，还请掌柜娘子明白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小姑娘，你去西三巷找一个姓单的老头，就说是我介绍的，他会给你挑一头又温顺又好使的驴。妹妹，哥哥受不了这个味儿，就不陪你们进去了。夏夏，这骆子素人还怪好的嘞。没想到是个重诺的，下次还他一个人情。单爷爷，我们兄妹2人不懂毛驴，我爷爷可是行家，你一定要给我挑选2头耐用又性情温顺的。小姑娘啊，我瞅着你们怎么有些眼熟啊？你们2人是哪里人呐？单爷爷，我们是林家村的，我爷爷擅长跌打损伤。哦，原来你们是林家村林骨头的孙子孙女啊，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你认识我爷爷？认识，早些年呀，我被一头倔牛拱断了锁子骨，还是你爷爷给我接好的呢。单爷爷，我看你一直揉肩膀，是不是肩膀还会疼？这刮风下雨冻着的时候都疼。哦，等我爷爷攒够药材，我带一份他的药酒给你用，就不疼了。真有药酒止疼？有，不过药材难寻，还贵。有多贵呀？差什么药材？我出钱买行不行啊？林立夏绷住，他本是想用药酒吊着单老头，让对方给他挑好用的毛驴，却没想到对方急成这个样子。单爷爷，套药酒需要1个月之久，你实在疼得受不了，你明天去我家，我拿个东西给你缓缓。哎呦，等什么明天呀？单爷爷今天就给你去。单爷爷，我还要去买东西。不怕，梅花城啊，单爷爷熟。你想买什么，旁人都要给我几分薄面，绝对吃不了亏的。那就有劳单爷爷了。毛驴多少银子？急什么呀？我得先让你爷爷长长眼，再付银子呀。立冬啊，你家立夏说婆家没有啊？单爷爷，好端端的问这个做什么？你家立夏能说会道，是持家过日子的好手啊。我家大孙子啊，今年刚考中秀才，人品相貌也都不错。单爷爷，我爹说立夏还小，要多留几年。懂了，回去啊，我就催我家大孙子用功读书，争取考个举人，再去提亲。
这次来到梅花城，他算是看出来了，他家妹妹心中有着大主意呢。大哥，来搭把手。夏夏，你这是把人家铁铺搬回家了？大哥，挣钱就是给家人花的，马上要翻地种秋，这些工具能省不少力呢。说得对，还要买别的不？单爷爷，这2头毛驴多少银子呀？我算算我的钱够不够买头牛？单爷爷收个成本价，给你算4000文一头，2头呢，给你8000文整。单爷爷，8000文够买牛不？用不了这么多，单爷爷带你去。立冬啊，你光吊着驴不给他吃一口也不行，你得学我这样，给他吃一口，再吊着他走一段路。夏夏，你陪单爷爷慢点，我回去让奶奶多炒个菜。你个臭小子，你是不是将我的夏夏给卖了？奶奶，夏夏在后面，你快去把猪肉拿下来，晚上多炒个菜待客。什么客？我来不及细说。陆公子，你说邻家哪来的银子卖驴又买这么多的肉？陆公子，不知在下何时得罪你？莫不是你也喜欢邻家大姑娘？你闭嘴，少说话。爷爷奶奶，爹，我回来啦！夏夏，你们哪儿来的钱买毛驴？爷爷，我还给你买了1头牛。夏夏，你哪儿来的银子？爷爷，银子是光明正大来的，你别担心。你先与单爷爷叙叙旧，我去拿点东西。你是梅花城卖牛的那个？早就不卖牛了，我和牛犯冲，改卖驴了。哦，这2头驴钱付了没？没付，这不得让林老哥长长眼再付银子呀？牛付银子了？付了。林老哥，我赶他一路有些累，你将驴拴好，这头犟牛交给你了。他肚子饿，就让他吃一会儿。文耀，牛吃饱你牵回去。爹，你让让，我把夏夏买的农具搬回来。咋还买这么多的农具？爷爷，我拦不住，银子是夏夏赚的，他说买这些种地省力。林老哥呀，我这个锁子骨啊，一到刮风下雨就有点疼得受不了。你的药酒还差什么药材呀？老弟自个儿想想办法凑个钱儿。单爷爷，找到了，你快进屋，让我爷爷教你怎么用。哎，立夏呀，这不就是山野处处可见的黄草啊？能止疼？能，这是我爷爷特制的灸棒，可以温经散寒、活血通络、祛风止痛。单老弟，别听这孩子胡说，灸棒就是他自己卷来哄他奶奶的。我爷爷为人谦虚，灸棒止痛，你试试就知晓了。行，试试。我这锁子骨啊，下午就开始疼，我估摸着今夜有雨呀。爷爷，你用生姜片垫在单爷爷感觉疼痛的地方，点燃这个灸棒，隔着姜给他灸一灸，可以驱寒、舒筋活血。爷爷，灸的时候小心别烫着。哎呦，夏夏，天这么热，猪肉放不住，你一次性还买这么多，真是太浪费了。奶奶，留2斤肉给我包饺子，剩下的煮熟，等会儿我弄点冰冻上。傻孩子，这么热的天，去哪儿弄冰？夏夏，你怎会这个？小时候蹲茅厕，从墙上抠下来玩，发现能让水变冷，就试了试。奶奶，城里真好，随便弄点东西都能换钱。咱们以后住城里吧。不行，哎，你爷爷说这儿旺家，他呀是不会同意搬家的。哎，夏夏，你是不是喜欢住城里啊？夏夏，等农忙结束，你大哥和你爹啊去城中读书，你呢跟着他们一道去。再说吧，奶奶，我来煮，你烧火。哎，夏夏，留一些自己吃。奶奶，单爷爷送我一路回来，我陪他吃个饭聊聊天。哎，林家嫂子，咱们不讲那些虚礼。单爷爷，灸棒有效果吧？有，灸完呀，单爷爷觉得暖暖的，很舒服，也不疼了。单爷爷，灸棒灸完不能吹风，你晚上就在林家歇一晚，明天再回城里吧。哎，不行不行，今晚会下雨，这雨呀一下就好几天，我家里还有事儿呢。单爷爷，你穿我爹这件衣裳回去，路上尽量不要冻着，回家后用热毛巾敷敷。这孩子真贴心呐，衣裳我拿着，你再去梅花城一定要去单爷爷家坐坐呀。肯定去。单爷爷，毛驴的钱。李夏，你先把灸棒的银子扣出来。单爷爷给我省了这么多的银子，这次的灸棒怎么好收单爷爷的银子？这怎么好意思呢？那这样，单爷爷用得好，帮我介绍一些买主，5文钱一根。那行，夏家，单老头之前问我你的婚事儿，说他有个大孙子刚考中秀才，
单老头为人豪爽，性子也挺好。他说他家大孙子从小就是读书的料，将来能榜上有名。爷爷，你不会答应他了吧？为什么不答应？大哥，快去牵驴，陪我去追单爷爷，把话说清楚。说什么？说爷爷应承的婚事不算。爷爷，你骗我。对，不动脑子想想，你爹把你看得跟眼珠子一样，没有你爹点头，爷爷怎好越过你爹？爹，我答应过芸娘，孩子婚事得他们自己点头。文耀，咱家院墙太矮，偷牛贼容易进来。今夜咱们爷俩别睡，轮流守着。爷爷，方才走的人是谁呀？夏夏，你哪来的钱买这些？关你屁事，爷爷，不如让姓龚的搬走，先把牛和驴关我二哥房里。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能让龚大人给牲口腾屋子？别哭了，这不正好方便你？立夏，你怎么老是揪住错事不放呢？别哭了，你爷我还没死呢。哎呦，我说，你家立夏进城一趟，这又是买牛又是买驴的。哎呦，哎，谁让小雪受这么大委屈？哎呦，吴婶，你炒的菜真香，这菜底子的油水呀，比我这1个月吃的油水都多呢。哎呦，我本想明早做个糊汤面的。哎呀，吴婶，我可是看见了啊，夏夏买了那么大一坨肉呢，根本吃不完，这坏了也是浪费，这不如让我解解馋呗。哎呦，别把我盘子给摔了。哎，立夏，跟婶子说说，你呀哪儿来的钱？婶子想赚钱？想。等着，婶子，我收这个干净不加杂草的干黄草叶，5文钱一斤。多少？5文钱一斤？立夏，这种黄草漫山遍野都是，你说5文钱一斤，周婶子一天能给你弄回来100斤。婶子，我只要干叶子，杆子不要。那婶子也能给你弄回来100斤，婶子干活可麻利了。立夏，真的5文钱一斤？那你要多少斤？哎呀，立夏，我可以卖给你不？刘婶干活啊也很麻利的。大家别急，先听我说。大家若是能保证黄草叶不掺假，我会把它发展成咱们林家村的产业，让大家一直有钱赚。五哥呀，你家立夏说的是真的不？清泉，立夏说的是先容我们林家商议一下，再给大家一个具体的方案。五哥呀，这2年税重，大家都是咬紧牙根过日子，都不容易呀。清泉，你意思我明白，若能成，肯定带大家一起。五哥，那我先回去。爹，你偏心眼儿，故意昧下赚钱的营生给大哥，我家文辉是不是捡来的？老二，你也这么想？爹，我没有。腰上就被陈菊花狠狠地拧了一把。哎呀，我怎么嫁你这个窝囊废？我给你大哥吃肉，你连汤都喝不上。看不上我，你可以和离。好啊，你们整个林家都看不上我，你们是故意的。我明天就去找我娘家人。立冬，把门关上。娘，你怎么又闹呀？你让我如何进去见龚大人？连文辉，进去跟你爹说，让龚大人搬到咱们家。像什么话？让你去你就去，你个窝囊废，哪来那么多废话？爷爷，收黄草叶的本金我有，我也有法子让这个买卖做下去。夏夏，你不懂人性，这些年税重，大家日子过得紧巴巴。我估摸着现在不少人都已经上山去割黄草。爷爷，你有什么建议？每家只收100斤，500文钱能买不少粗粮，也不至于把黄草割绝种。爷爷，这个办法好。爷爷，生米都煮成熟饭了，留着那个龚行泰在咱们家也膈应得慌，不如把他送到二叔家。立冬，你去开门，帮你二叔把人弄过去。在林家养伤10几天，龚行泰好不容易吃上一顿猪肉，就被人很嫌弃的送到了隔壁。得知送走他给牲口腾屋子，龚行泰是气得睡不着呀，把全部的怒火都发泄在了林小雪的身上。
陆吉善，好端端的你不睡屋里，在这儿干什么？夏夏，起来了。爷爷，小毛驴儿呢？你爹拉出去吃草了，牛也饿了。夏夏，我早上上山的时候呀，你周婶已经背了1筐的黄草叶下山，你刘婶也割了不少，用不了几日呀，山都要被割秃噜了。都挺勤快的。陆吉善，我家不养吃白饭的，过来帮忙摘韭菜。就这样，把黄叶处理干净。2个人一个擀皮，一个包饺子。陆公子第一次擀皮就能跟上夏夏的速度，真是个聪明好学的。陆吉善，饺子包完了，一会儿你给我烧火，我再煮个蘑菇汤。烧火？你教我一下。烧火很简单，就跟你野外生火一样，动一动木柴，让火大一些。那你也尝尝。哦，忘了，吃。一抬头就对上了林立夏笑盈盈的眼神。香不香？香。那你好好给我家干活，有我一口好吃的，我绝对不让你馋着。幸好他的属下不在，不然看见他给林家烧火做饭，还不得惊成什么样子。爷爷奶奶、爹、大哥、夏夏，我回来了。二哥回来啦。主子，属下允我很2万。林立春，你们林家怎么能让我主子干下等人干的粗活呀？不会说话就闭嘴。陆吉善，问问你上等人的属下兜里有多少银子，赶紧把诊金付了，一别两宽。主子，属下途经梅花城，遇见幼时的好友，他缺银子周转。所以说，你这个上等人也付不起诊金？夏夏，做什么呢？这么香？二哥，洗手再吃。好。夏夏，我这段时间过得可惊心动魄了。给你的银子还剩多少？夏夏，你怎么都不关心一下二哥呀？二哥差点把命丢了。陆吉善，不是说只传讯吗？云无痕，解释一下。夏夏，不关他们的事儿，是二哥没见过大场面，就想跟着去看看。夏夏，这陆二公子有个属下叫徐天行，脑子聪明得很，把搜村的黑衣人呢，这是玩得团团转，折损了数半个人手，直奔着边境去了。二哥，把剩下的银子给我。夏夏，我骑大爷爷家的毛驴出门，给大爷爷5两银子，剩下的银子都花光了。毛驴呢？半道累死了，不过云大哥给我买了1匹马，咱们不亏。马呢？在门口拴的。二哥，你给鲁吉善传讯，他的属下不知道给你银子答谢。二哥没好意思要。好吃。云大哥你也尝尝。不吃，这种东西也就你们乡下人爱吃。乡下人说你呢。还有，还没过年，咋行这么大的礼？起来，别丢人现眼。主子，闲的没事做，上山弄点肉回来。遵命。云大哥，吃完饺子再去不吃？主子，没想到这农家饭很好吃啊。洗碗去。主子，洗好了。打猎去。遵命。云大哥，等等我。林立春，你妹妹好凶啊！你才凶呢，你全家都凶。我不给你带路，等着你被山猪叼走。二哥，你怎么回来啦？不想去了。夏夏，你弄这些做什么？做肥皂。二哥，帮我挑点水。好嘞。夏夏，你这盆子里又是草木灰又是石头灰的，你要做什么呀？二哥，这个给你洗脸用。陆二公子，什么事儿？二哥，让你试，你喊人家干什么？陆吉善，这块给你用。你走的时候能带走几块，就看你上山打猎的属下能打回多少猎物。不用我干活，不用雕刻三字经，不用我教你个读书，你就这么想我走？林林夏，我腿伤还没好。骑马又不耽误，拖2个人跑得动。路上腿有闪失，你们林家赔。不走，你们又付不起诊金，还多一个白吃饭的。我们家余粮不够。不白吃你家饭，你等着瞧。你不想走？陆吉善，你进来，我有话问你。二哥在门外守着，不要让人靠近。夏夏，你做什么？男女有别，你们孤男寡女。二哥，就我这身量，你的担忧是不是为时过早了？二哥你放心，我可以对天起誓，我对他绝无任何男女之情。那也不行，万一他对你起心不正。二哥，人家是京城陆家的二公子，什么样的大家闺秀没见过？二哥，不许偷听。林林夏，你到底是谁？你怎么了？问得好奇怪。林林夏，谁教你的治病？世外高人呀。谁教你做肥皂？世外高人呀。陆吉善，你不愿意离开我家，
莫不是想借着我家的掩护打另所银矿的主意？果真如此，私采银矿是抄家灭门的大罪。林林夏，这天下迟早属于我，你要不要现在就投靠我，分一杯羹？夏夏，你们到底在做什么呀？陆公子说笑了，早在我二哥跟你传讯的那一刻起，不，或者说从我救你时，咱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陆公子啊，既然都是一条船上的人，你可一定要用心的教我大哥，再让云无痕教我二哥，将他们培养起来，你就多2个帮手。出去，我不想与你说话。谁出去？这是我家。阴晴不定的男人，我方才的话有何不对？对，你说的很对，培养你哥多2个帮手。这还差不多。私采矿小心些，莫要将我们林家牵扯进去。好，绝不牵扯林家。可以开门了吗？夏夏，你没事吧？聊什么聊这么久啊？二哥，他同意让云无痕教你武功了。真的？你说云无痕就会答应？松手。我一时激动。夏夏，明日二哥随你一同进城。二哥，你将来想做游侠还是想走仕途？夏夏，你想把店铺落你二哥名下？落我名下？夏夏，不行，二哥想当将军。二哥，俗话说不想当将军的兵不是好兵。你跟我说说，你知道怎样当好一个将军吗？你凭什么当将军？夏夏，二哥就不能有个志向？二哥，志向可以有，但要看咱自身的情况切不切合实际呀。二哥，如果我说我的志向是想当皇后呢？你看切合实际不？不契合，你连皇冠门槛都够不着。二哥，当将军武功要好，你打猎还凑合；当将军要用兵如神，你勉强识字，还没读过什么兵书。二哥，别去遥想那不切实际的将军梦，跟我一起做个富甲天下的奸商，高兴的时候做个行侠仗义的游侠，不高兴的时候开启粮仓救济灾民。二哥，你收获的快乐和崇拜一点也不亚于当什么将军。你咋没学会走就想跑了？对呀，这生意还没开始呢，你就想做富甲天下的奸商？夏夏，你糊弄你二哥的话从哪儿学的？一套一套的，单老头教你的？夏夏，别逼你二哥，你想当富甲天下的奸商，爹陪你，商铺挂爹名下。文耀，你要弃文从商。爹，我辜负您给我起的名字了，我本来就不是读书的料，不能给林家光宗耀祖。立冬立春还年轻呢，未来有无数可能性。爷爷，光宗耀祖可不只读书这一条，等我跟我爹经商做出名堂，手里有钱，接济一下受苦受难的百姓，一不小心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善人，这也是光宗耀祖啊。经商哪有那么容易？爷爷，路是人走出来的。昨晚的猪肉香吧？今早的饺子味道也很好吧？爷爷，你看我这几天是不是长个儿啦？是不是比以前好看啦？爷爷，什么士农工商都是上位者用来框住咱们的枷锁，不经商就靠地里的粮食填饱肚子都困难，不经商哪来的银子？没有银子谁给你肉吃？爷爷，不吃好哪来的好身体？没有好身体，就算当上皇帝也白搭。夏夏，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爷爷，您同意我爹经商啦？文耀，你真想清楚了？爹，我昨晚就想清楚了。许是爹错了，爹不该对经商有偏见和歧视。五哥，你在不在家？快去帮忙啊！清泉，何事如此欣喜？五哥，你家有亲戚在啊？哦，对，孩子舅家表兄。李正爷爷，何事如此欣喜？五哥，你家亲戚杀死好几头野猪，一个人搬不回来，你快让立春他们去帮忙啊！清泉，他进深山了，你们怎么不拦着点儿？这要是闹出人命，如何是好？夏夏，快去找些干草来。许桃花给兔子喂草，很快就发现兔子的不对劲。奶奶，小兔子什么时候长毛啊？大概3-5天吧。
一共10只小兔子，再加上老兔子呀，刚好11。刚好11只。奶奶，我出去逛逛。林丽夏觉得小兔子的数量不吉利，决定出去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再抓回来一只。云无痕好像还挺厉害的，一次性猎到5头野猪，真有些不可思议。有何稀奇？又不是你猎的，你骄傲个什么劲儿？李夏，快把路让开！猪大，6头野猪凑个吉利数，不知道肉够不够？不够的话，属下立刻再去一趟。林林夏，肉够不够？够。五哥呀，这野猪如何处理呀？不如我们让大伙儿帮忙把野猪拉到城里卖了。好，清泉卖5头，另外1头杀了给帮忙的人，每人分5斤野猪肉。好嘞，剩余的以后补上。立春，跑一趟，喊你二叔来。他爹，我也心疼老二，可你只喊老二来，他回去又要吵架，不如送些菜。奶奶，吴大哥不去，他累了一天了，也该歇一歇，让林小雪自己来端。李柱儿，你这堂妹腿脚不好。哎呦，夏夏，慢点吃，没人抢。夏夏，来点水缓一缓。李柱儿，云无痕，多吃饭，少说话。云无痕，吃饱了就去将院子里的柴劈了，再将水缸挑满。陆公子、云公子打猎累了一整天，怎好让他再干活？林家爷爷，我不累，有的是力气。爷爷，别有负担。云公子的武功这么好，想必就是这样练出来的。云大哥，我跟你一起练。小心乐极生悲哦。夏夏，你就这么喜欢银子？喜欢啊，兜里有银子很踏实。爷爷，真金你说好。夏夏，真金多了。爷爷，人家京城陆家2公子的命可金贵了，你要是像其他村民一样只收个几百文，那才是对人家的羞辱。夏夏，这不能够吧？爷爷，你不信？那我去问问，看看陆2公子怎么说。夏夏，别去问，爷爷收。林林夏知晓吗？爷爷不敢让他知晓。爷说救你总共没花多少药材，你又干活又教我读书，不能拿这个钱。林林夏原话是怎么说的？林林夏说的没错，我的命呢确实金贵，这些银子不值一提。爷爷，你昨晚没睡好？夏夏，爷爷从未收过这么多的真金，36两，够咱家买5年嚼头。爷爷，你不能这样想，咱家就陆基慎担着被人寻仇的风险，可谓是把一家人的命都悬在裤腰带上了。夏夏，没这么严重吧？爷爷，当初黑衣人搜村的那阵仗你是没有看见，可吓人了。要我说36两太少了，至少要他3600两。夏夏，你越说越吓人了。陆公子，我家夏夏年幼，嘴上没个把门的，你莫要信他胡说。怎么，是你的命不值3600两，还是林家人不值3600？话还没说完，就被一阵急切的驴叫声给打断。林老哥，在家不？夏夏，莫不是酒棒出问题了？这不可能。单爷爷，你几点赶路的？这天不亮，城门刚开就出门了。李夏呀，快把你的酒棒给单爷爷多来一些，越多越好。不是来算账的。林老哥呀，我这个酒棒刚拿回去，还没暖热呢，就被一帮老兄弟给抢光了。我那帮老兄弟呀，年轻时也都是走南闯北，没少糟践自个儿的身体呢。这经常在下雨天啊，就疼得睡不着觉。你猜怎么着？用过这个酒棒之后啊，一觉到天明。林老哥呀，老弟呀，想跟你商量件事儿，你能不能把这酒棒放到我店里去卖呀？单爷爷，你这个提议太棒了。我有个提议，酒棒市场价格就按咱们说好的5文钱一根，你拿货100根，给你算4.5文一根；你拿货1000根，给你算4文一根；你拿货1万根，给你算3.5文一根；你拿货10万根，给你算3文钱一根。3文钱也是最低价。李夏，我先要1000根。单爷爷，
我如今只有56根存货，剩余的争取在半个月内供给你。哎呀，这么少啊！丽夏，这回去根本就不够分呐。单爷爷，明日我先给你送100根。哎，这样行，一个人先分2根，顶2天。单爷爷，你人脉广，回去帮我打听一下落子素。哎呦，夏夏，没有干黄草叶，去哪儿卷100根灸棒出来呀？奶奶，让二哥进城去药铺买。哎，是个好主意，就是钱花的冤枉啊。奶奶，如今咱家不缺银子，每天就吃好点儿，用昨日猪骨炖个白菜粥，再烙2个葱油饼。行，夏夏说了算。夏夏，早饭你自己做吧，奶奶喊你哥哥们一起上山，多割一些黄草叶回来。罗吉善，过来给我烧火。咋没有看见云无痕呢？我让他去查点事儿。若是望龙河的事，隔壁宫行太的伤差不多好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不懂你在说什么？林立夏，你早晨说的事儿我同意。什么你同意？3600两。你听不出来那是安慰我爷爷吗？但是你数银子时很开心呐。谁数银子不开心？抽2根木柴放到这个灶内，烙饼火不能太大，你看着火。林立夏，你……夏夏，你快来看看，这些黄草叶够不够做100根灸棒？爷爷，你从哪儿弄来的干黄草叶？挨家挨户去收的，够不够？不够，爷爷再去隔壁村收。够了够了，爷爷，钱给他们没？没，这2天天好，大家说先记账，凑个整数一起给。爷爷，我过段时间要跟我爹去梅花城，灸棒你帮我打理行不行？行，爷爷闲着也是闲着。立夏，宫大人想吃你做的饭菜，让他滚，有多远滚多远。立夏，你也滚，别扰我吃饭的兴致。那我用钱跟你买行不行？滚！立夏，你能给陆公子吃得，为什么宫大人就吃不得？立夏，宫大人自从吃过你做的饭，就嫌弃我做的饭不好吃，人都瘦了。立夏，要不你教我做饭吧？不行，看见你我心情不好。立夏，你好狠的心，一点都不念姐妹情。林小雪，你无媒苟合，上赶着给人家做妾，连累我败坏名声的时候，你念姐妹情了？立夏，说话不揭短，打人不打脸，今日之耻我记下，以后你最好不要有求我的时候。林小雪，你且回京慢慢等着，看看将来是你回来求我，还是我去求你。你哭哭哭，整日就知道哭，福气都被他哭没了。奶奶，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别管他。吃饱饭，你帮忙找几个干活麻利的。做什么？弄个灸棒作坊。夏夏，总共才100根，奶奶呀，一会儿就给你卷完喽。奶奶，100根只是开头，以后啊，可能每天都要卷几千根、几万根的。这能有这么多？那还得挣多少文呢？你岂不是要整天数钱了？奶奶，我不数，灸棒生意啊，给你和爷爷，你数。我数。哎呦，从前呀，有人给奶奶看手相，说奶奶这双手是数钱的手，没想到在我们夏夏这儿给兑现喽。哎呦，说起算命啊，咱们夏夏命格是最好的。什么命啊？你们想听就出来听。你不去听？不去，我不信这个。夏夏，你快出来，奶奶站在太阳底下，只说一遍啊。为啥？你出来，出来，奶奶才能说。他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走到院子里，望着头顶的大太阳，心情莫名的舒畅起来。夏夏，龙隐寺的高僧说，你命中有一场大劫，度过此劫乃是涅槃的奉命。娘，之前咋没听你提起啊？人高僧说了，天机不可随意泄露，只能在太阳底下说一回。娘，那之前怎么不说？人高僧说了，要在夏夏出漏什么风什么忙的时候说，不然奉命就转移了。娘，
是初露锋芒啊！对对对，我看呀，现在的夏夏可不就与高僧说的对上了。奶奶，你被高僧套路了。这怎么说？人家呀，就是顺着寻常人望子成龙、盼女成凤的心思说的，玄机在后半句。对上了，那就是算准了；对不上，就说是奉命转移了。正是如此。佳佳，还要拿什么不？都拿好了。单爷爷，我还有事。上次托你打听的事，不适应，跟单爷爷到家中坐坐，咱们慢慢说。我要啊，这是我的大孙子单书墨。哎呦，好名字啊，一听就知道是读书人呐。书墨呀，快给你林叔叔见礼。我们书墨见过林叔叔。叔叔来的匆忙，也没有。爹，这个书墨呀，这个呢可以沐浴洗脸，当见面礼，还请你别嫌弃啊。谢谢林叔叔。单爷爷，托你打听的是立夏呀，你要我打听的骆子素啊，是青阳城胡记粮铺胡志豪的外甥，是个出身显赫的京城公子哥呀。单爷爷，那他名下铺子是什么情况？他名下一共有3家铺子，一个酒铺，一个书铺，还有一家茶铺，生意都不好。为什么？他时运不济，梅花城酒铺少说也有5、6家，但唯独他的酒铺喝死过人，还半夜闹鬼呢，没人敢去他的酒铺做工。立夏，喝死过人的酒铺，你就算接手了，也很难将店盘活呀。单爷爷言之有理，我会慎重考虑一下，来日再登门拜访。妹妹，你终于来了，你再不来，哥哥都打算去林家村寻你了。陆公子急着要兵。妹妹真聪明，哥哥都快被那个克莱仙掌柜娘子烦死了。陆公子，咱们先把方子协议敲定下来，我把制兵流程交给你一起做。妹妹，哥哥名下3间铺子，把书铺和茶铺给你，这间酒铺转让出去。这是为何？妹妹呀，哥哥这酒铺喝死过人，还闹鬼，时不时的还有婴孩的哭声，哥哥可不能坑你呀。陆公子，怎么办？我不怕闹鬼，而且就看中你这间酒铺的小院。妹妹啊，哥哥也喜欢这个小院，哥哥不信鬼，哥哥看你已经这么穷了，不好把喝死过人很难盘活的店铺给你呀。陆公子，你最想留哪一间？哥哥一间都不留。妹妹啊，哥哥那就不是做生意的料，没有多余的银钱亏损了。妹妹，哥哥这些银票呀，还是找一个幼时的好友借的呢。子素哥哥，不如这样，你把酒铺和茶铺转给我，书铺留着咱俩合作，用不了半年时间，我保证让你赚得盆满钵满。你终于肯认我这个哥哥了。小周，你家公子有妹妹了。公子啊，小的求你了，给小的留条活路，小的还没娶媳妇呢。小周，撒手，快撒手！你敢让我在妹妹面前丢人，我扒了你的皮。夏夏呀，你想与骆子素做生意，爹不拦着你，但是你怎么能真喊他哥哥呢？这若是传扬出去，你的名声就坏了。夏夏，你跟爹说，你是不是看中这个俊俏的骆子素了？爹，他因为一个玩笑话把我当妹妹真诚相待，是个重诺又重情的人，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夏夏，不会是对你有想法吧？爹，你太高看你女儿了，人家京城来的公子哥，什么样的大家闺秀没见过？你看看我，又矮又瘦，也就你和奶奶觉得我好看。不是这样，夏夏，你长得像你娘，你娘啊，可是咱们10里8乡最美的。爹，他这么讲义气，我也不好附议，不如就当个亲戚走着。那个鲁基慎，你不还给他扯出个舅家表兄的身份？爹，你就当骆子素也是我娘那边的亲戚，旁人要是问起来，你就说是我舅家表兄。夏夏，你当人是傻子呀？冒出一个姓陆的，又冒出来一个姓骆的，人家若问我，你舅家为何姓氏不一样啊？一个亲舅，一个表舅，谁亲谁表，让他们自己去猜。爹，别发愁，也别皱眉，天塌下来大个子顶着，咱家平头百姓吃不了亏。子素哥哥，让你的胖随从别嚎了，咱们谈一谈书铺合作的事项。好嘞。骆子素一脚将拽着自己的胖随从踢开，别耽误你家公子谈生意。公子，我跟你言默。子素哥哥，既然你把我当妹妹，我也不能看着自家哥哥跟人借钱，银子你快些还给你幼时好友，我手里还有20多两银子，足够把书铺盘活。20两你就想盘活书铺，你痴心妄想的嘛。小庄，不得对妹妹无礼。妹妹啊，哥哥长这么大，那除了哥哥的家人，你是第一个不坑我的人。
公子，你听不出他在糊弄你啊？滚！当你家公子眼瞎，看不出谁真心谁假意啊！紫苏哥哥，你把酒铺和茶铺转给我，再把书铺地契转我一半。书铺的生意盈利部分，咱们俩5-5分。听见没？妹妹说5-5分成。公子啊，赚不到银子，他就算给你91分成也没用啊！紫苏哥哥，别打了，咱们聊正事儿。行，看在妹妹的份上，就饶你一回。妹妹啊，这些银票呢，你拿着，哥哥不差这几百两碎银票。治兵法子若有效，哥哥回京就能拿回来更多的奖赏。紫苏哥哥，银子你先收起来。你看看这个画本子，卖给京城的富家公子，可有市场？妹妹，你这画本子哪儿来的？哥哥可是许久没见过这么好的书法了。紫苏哥哥，你还能看出书法好坏？废话，你也不看看我家公子的祖父是谁？是谁？妹妹，哥哥来自京城的骆家，祖父呢曾经是帝师。哥哥不争气呀，在京城惹出事儿，这才被家人流放到这儿的。祖父是帝师？紫苏哥哥，那你怎么才考童生？妹妹，咱说话能不戳心窝子吗？这非要哥哥承认哥哥不是读书的料。紫苏啊，你也别伤心，我胡子都快烤白了，也还只是个童生。爹，你别沮丧，此路不通，咱换条路。读书不成器，咱还可以做生意。紫苏哥哥，你也别沮丧，咱们文不成可以习武，以后混个将军，惊煞旁人。你这还不如不安慰呢，我家公子提刀都费劲，怎么当将军呀？哎呀，我大哥说呀，哥哥全身上下就这张脸拿得出手了。紫苏哥哥，你看这画本子卖到京城有没有市场？我再看看。小钟，你随我学习治兵。夏夏，这闹鬼鬼啊！公子，公子，哎，公子，你快跑啊！小的感觉被鬼上身了，这大中午的脑袋痛心凉啊！恶鬼，你快跑！休想伤小钟的身，对公子不利。公子，你快跑啊！小钟宁死都不会伤害你的。夏夏，咱们赶紧走吧，有鬼的铺子说啥也不能要啊！妹妹，连叔说的对，有鬼的铺子不能要，还是100两专给卖棺材的吧。小钟，老人说太阳底下的水能驱邪，你快来洗脸。驱邪，我要驱邪！不管你是什么鬼魅，都休想伤害我家公子。小钟，还凉不？哎，不凉了，你这个驱邪的法子还真管用呢。夏夏，你笑什么呀？莫不是也中邪了？爹，哪来的中邪？你家公子差点被你吓死。公子，你小的不知道水会那么凉，又最怕鬼。大白天哪来的鬼？紫苏哥哥，你大概是被人下套了。哥哥被人下套了。紫苏哥哥，实锤了，不是什么闹鬼，是你被人算计了。妹妹，你知道是什么？知道，但要把它弄出来有点费劲儿。妹妹，你要什么？只管开口。小钟，让铁铺按照这个打，越快越好。再想办法弄点鱼回来。陆公子，兵我先端走了。等等，厉掌柜，你能帮我把鱼穿在钩子上吗？这有何难？爹，快来帮我一把。我来。夏夏，这是什么怪东西啊？小钟，快拿个盆子来。公子，小的腿软。没用的东西。妹妹，这到底是什么怪东西啊？看着怪瘆人的，长得也挺凶。听说深山中有一种鱼，形似孩童，叫声与孩童的哭声也很相似，又名娃娃鱼或者是孩儿鱼。这鱼估计是饿狠了。爹，你帮我按住鱼身，我先将它嘴里的鱼拉出来。夏夏，这个孩儿鱼牙齿又尖又密，咬住鱼都不松口，万一咬住你，那可咋办呀？妹妹，这么多男人呢，这种危险的活怎么好让你个姑娘来做呀？哥哥来。公子，让小的来。拉！将拿着棍子的厉掌柜吓得脚下一凉，丢下棍子就跑。公子，这是谁在背后算计咱们呀？要不要请胡老爷帮忙啊？查，慢着，这幕后真凶一时片刻也跑不了，先把铺子过户的事情办了要紧。公子，小的不想挨打。陆公子，能把这个鱼卖给我不？紫苏哥哥，鱼不能卖，要留着自证清白。陆公子，等你自证清白后，什么时候想卖鱼了，派人送到客来鲜，不卖。妹妹，这鱼有脚，放在盆子里会不会跑啊？那就找人编个笼子，套在盆子上，还能透气，以后留着给我当镇店之宝。妹妹，你用这么瘆人的鱼镇店，确定不会将客人吓跑？你等着瞧，该过户了吧？紫苏哥哥，书你看完没有？
还差一点。妹妹，你怎么认得娃娃鱼呀？紫苏哥哥，你要多读书，自然有见识。不信你写信回去问问你祖父，他应该听过这种鱼的传说。说的有理，我现在就写信给我祖父，顺便呢再把这鱼给画出来。你画的是什么啊？娃娃鱼啊，不像吗？你自己拿画比一比。有尾巴，有脚，没错呀。你再比一比。这有什么好比的？这一模一样啊，简直！妹妹，你这画技是谁教的呀？世外高人。妹妹，你在哪儿认识的世外高人呢？能给哥哥引荐一下不？不能，因为我也找不到他。妹妹，那你能将这种画技教我不？可以啊，等以后我有钱有闲了，慢慢教你也不迟。行，妹妹，你看我写的怎么样？苏哥哥，你这家书写的不行。那应该怎么写啊？紫苏哥哥，我说你写，咱们书铺第一桶金能不能捞到，就看你的这份家书了。妹妹，我祖父可没那么好糊弄。谁要糊弄你祖父？咱们要以真心换真心。你什么时候回京？不知道，我大哥说呀，我不考中秀才不准回京。我让小钟明日随商队回去送治兵法子。妹妹，这家书会不会太煽情啦？不够，手沾水后用这个打在掌心搓一搓。哎，妹妹，这个叫什么？怎么会有泡泡？怎么会洗得如此干净？怎么会如此好闻呢？就是寻常野花做的香皂。哎呦，大公子啊，小的命人跑遍了京城，都买不到冰啊！家中冰只够用3日了。宁伯，把冰先紧着祖父用，让人多跑几个地方买，实在不行跟亲戚借。无论如何不能让祖父热衷说。大公子能想的办法，小的都已经试过了。今年天啊特别的热，冰消耗的比往年都快。京城与咱们交好的世家呀，那家中的冰都是所剩不多了。给骆家所有的亲戚去信，务必弄来冰，让祖父扛过这个夏天。这总之啊，骆红尘酒铺闹鬼，那纯属是胡乱编造的，就是一条会发出孩童哭声的怪鱼在作祟呢。那只怪鱼呀，足有，比你怀中的儿子还要长，还长脚，牙齿是又尖又利，一口能咬掉你的手。骆公子身边那个胖随从，比我还高半个头呢，被怪鱼吓得直哆嗦呀。我不是给你们吹啊，要不是我年轻的时候杀过熊瞎子，还真没那个胆子。厉掌柜，你吹嘘这么多，还没说你咋知道不是闹鬼，而是怪鱼作祟？陆大爸，你要是不信，你自己去瞧吧。怪鱼就在骆红尘酒铺，我一个杀过熊的，还会诓你不成？去看就去看，说你杀过熊，老子信；说你识破怪鱼，老子觉得你没那脑子。怪鱼呢？哎呦，有孩子那么大？牙齿真的是又尖又利。鱼真的长脚？骆公子咋不给看呢？厉掌柜把那条鱼吹嘘的可厉害了。等铺子再开张时，定让大伙儿看个够。谁许你们进来的？都给我出去！再不出去，我就报官了。妹妹，你是不是早就料到众人会对这怪鱼产生好奇呀？想用怪鱼来招揽客人？我知晓世人都爱新奇，爱看热闹，爱听别人的是非，却没想过在这个时候就让他们来看热闹。是厉掌柜！叫了，怪鱼叫了！哎呀，我也听见了，就在院子里。是盆子里发出的声音，真的像孩童在哭。骆红尘的酒铺啊，不闹鬼。你们说啊，这怪鱼真的有脚吗？不知道，反正我没见过有脚的鱼，我只听说过龙有脚。好想挤进去看一眼呀！看着众人热情不退，林立夏开始犯愁。紫苏哥哥，马上就要秋种，我不能进城，鱼放在店里会不会被人偷走？没事，等会儿啊，我让小钟把鱼带到家里去。都围在这儿做什么呀？让一让，让一让。想不到小钟这么厉害。这有啥呀？这是我打小跟我家公子起花楼练出来的。想不到你玩的挺花。妹妹，你听我说呀，他不是这样的。你们再看我热闹，我就用烧水泼你们。长着毛的烧水被胖中一晃悠，一股难以形容的气味随风回荡在空气之中。夏夏，国壶已办好，咱们回家。妹妹，哥哥不是浪荡子，哥哥去花楼就是单纯听听曲儿。哥哥祖父管得很严，不让碰外面的脏女人。哥哥没找到称心如意的同房丫头，哥哥到现在还是厨呢。够了，
夏夏，你还没说清呢，万不可让这样的浪荡子坏你的名声。咱们走。妹妹，坏你名声，哥哥娶你。美的你，小野丫头，你凭什么不同意啊？你知道京城有多少闺阁千金排着队想嫁给我家公子吗？不知道，也不想知道。骆子素，你若还想认我这个妹妹，咱们2个人约法3章。妹妹，你说，我都听你的。第一，咱俩对外宣称是表兄妹，你是我娘舅家的表兄。公子不能答应，老爷知晓会打死小的的。滚！妹妹，我答应。第二，表兄妹就一辈子的表兄妹，不可以对我有非分之想。啊呸！要是有非分之想，也是你对我家公子。闭嘴！妹妹，哥哥也答应。那第3章呢？第3，你以后不可以流连烟花之地，不可以做欺男霸女的伤风败俗之事。妹妹，这是为何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若是这种人，自然会连累我的名声。啊，妹妹，好有道理呀！妹妹，哥哥就爱去花楼听听曲儿，喝喝酒，顺带着呢再听别人吹吹牛。这个好办，等以后有钱了，咱们开一间大酒楼，吃饭、唱歌、听曲、说书，应有尽有。你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咱们什么时候有钱呐？快了。妹妹，你再跟哥哥说说，咱们呢能听曲儿，能唱歌。嘘，子素哥哥，那是咱们的商业机密，说出来让旁人抢先去。哥哥懂，那就赚不到银子了。哎呀，妹妹，这天色还早，要不你和林叔去我家吃个饭再走。改天吧。掌柜的，有没有那种撒在空气中就能毒晕野狼猛虎的药？没有，有毒死老鼠的砒霜，你要不要？妹妹，烈性软筋散要不要？只要一点点就能够毒倒熊瞎子了。要。子素哥哥，你知道哪儿有？走，跟哥哥回家拿。落梅居，名字你取的？嘿嘿，好听吗？还行。公子，你怎么还把人带到家里来了？多嘴，去拿2瓶烈性软筋散给妹妹防身，别忘记拿解药。卢刀疤东一拐西一转，钻进了暗巷内，从院墙外跳了进去。主子，咱们给骆子素下的套被一对山野妇女暗中破坏。什么来历？就是寻常百姓，许是在深山中见过孩儿鱼，父女2人不会武，看坏爷的好事，杀！主子，父女2人都杀了，动静怕是不小。那个丫头虽然瘦小，脸蛋儿长得却是不俗。那老的就杀了，姑娘卖去花楼，伪装成山匪劫道行凶。遵命，一定办得漂亮。妹妹，你用烈性软筋散的时候啊，一定要先自己吞下解药。妹妹，把这香皂穿身上都省了熏香了。妹妹，这儿呢一共有380两银票，你拿着呢做启动资金。等咱们有钱了呀，你千万可别忘了，哥哥呢能听曲儿，能喝酒。子素哥哥，这个银子说啥我也不能收。你听我说，趁着硝石没涨价，你让胖忠带几个人从梅花城一路买到京城，等到支兵的法子卖出去，你能赚个2-3倍。妹妹，你简直就是个经商天才呀！妹妹，你等着瞧，哥哥把宅子的地契当出去，干一票大的。子素哥哥真有魄力，家里还有一窝兔子等着我喂呢，责任重大，我先走了。夏夏，你掐爹一下。爹，你咋了？中暑了？夏夏，咱家有2间铺子啦。哎呀呀呀呀！哎呦，夏夏，你咋用这么大劲拧啊？爹，疼才真实。夏夏，细面家里还有，不用买50斤这么多。爹，咱们回家。爹，走快些，跟着人流走。骆子素，你不是说穷的要去卖身了吗？怎么还能当出来500两？云无寒，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你废话，你把我家底儿都搜刮光了，害得我去深山打野猪卖银子，我不得想想法子呀？正好我娘留给我的玉佩不用当了。大男人的熏什么香啊？云无寒，银票你不能拿走，我等着翻本呢。骆子素，你还赌博？钱更不能给你。云无寒，银票不给我，你去哪儿我去哪儿。哼，跟我耍无赖是吧？我不信你能耗过我。夏夏，爹拖着他们。爹，你别说话。这位好汉想必是遇上坎儿了，咱们能帮就帮一把。好汉，粮食连同毛驴，你们想要就都牵走，咱们结个善缘。夏夏，爹听人说呀，山匪劫道不蒙面就是要灭口。爹，我知道，你别激怒他们，我想办法。杠子、磊子，老子交给你们，一棒打死，别弄太大动静，扫老子的兴。
栓子，你去给老子望风。怂包，把头乖乖的伸过来。我给你们钱，求你们放过我女儿。你们不要过来啊！大哥，这小娘皮用软筋散，她肯定不知道咱们有解药啊。小娘皮的，老子常年行走江湖，怎能不带点防身药？大哥，这小娘皮用面粉对付咱们。区面粉，就当给老子助兴了。老子一会儿让他尝尝老子的厉害。大哥，你爽完让小的也爽爽呗。滚一边去！先将老的处理了。卢刀疤正说着，被一阵昂昂的驴叫声给打断。栓子，快过来帮忙！大哥，我怕这驴太邪门了，专门踹人蛋的，小的还没儿子，香火不能断的。让你过来扶老子一把，你怕个鸟啊！干得漂亮！大哥，怎么办？打！栓子，你用棍子打，老子就不信了，这驴挨打还不跑？大哥，我怕。怂包，你活生生个人还怕两头畜生？大哥，你们不怂，不还是被驴踹得起不来？你看不出驴在护食啊？你从驴屁股后面绕过去，给他一下子。对呀，大哥，2对1，我怕打不赢啊。怂包，你打不赢我杀你全家。大哥，我跟你们拼了！爹，你让开，让我来。云无寒，你骑快点，我好像听见妹妹家的驴在叫。云无寒，你快去帮忙！林姑娘，把劫匪送官吧。他们是给紫苏哥哥下套的人。你知道？给我下套的人为何要追杀你啊？好啊，你们给我下套，还记恨妹妹破局。说，你们想对妹妹做什么？你们肯定是没想什么好事儿。云无寒，刀借我用一用，我阉了他们。骆子素又胡闹，你不想回京啦？那也不能放过他们。报官，让官府去查。袁公子，我脚被他们伤到了，可以拿他们银子做补偿不？当然可以，有一行马队来了。刀哥，咱们的救兵来了！发什么愣呀？快打晕他们！干得漂亮！袁公子，还有2个，你一个，我一个，加油！胜利之光属于我们，厉害！骆子素，你带他们走，我断后。小周，你来的正好，方才这些给你家公子下套的人，差点杀了你家公子。公子，你伤哪儿了？几位官爷，要不是我们父女2人拼命搏斗，要不是云公子武功高强，今天躺在这儿的还不知道是谁呢，太可怕了！可恶，我就买个饼的时间，你们竟敢掳走我家公子！要不是我报官追得紧，要被你们害死了。公子，小的看见你被人掳走，小的饼都来不及吃，就赶紧报官带人来救你了。切，站远点吃。官爷，我们错了，求你快带我们走。官爷，快给我请个大夫。怎么了这是？驴踢的。你怎么还骂人呢？官爷，真是驴踢的，你看驴蹄子印儿还在呢。骂谁驴蹄子呢？对哦，你骂谁驴蹄子呢？官爷，求求你们带上我们走吧。我们承认给骆红尘酒铺下毒，想要低价接手骆红尘的铺子，我们就丢了一条寒鱼在井中，我们罪不至死啊！骆公子，带走，好好审一审。妹妹是被我牵连的，谁敢找她麻烦，我骆子素让她悔不当初。骆子素，她就是你方才一直念叨着很厉害的妹妹。对啊，妹妹，哥哥送你回家。不用，紫苏哥哥，你快回城，我骑驴回家。云无寒，你跟着我妹妹做甚？你们为何认识啊？主子，你以后可得离这林立夏远一点，那萧野丫头凶悍的很呐。闭嘴，跟我进来。主子，林立夏凶悍的很，那几个被打得直不起腰来的劫匪都不敢跟衙役说真相，一口咬定是驴踢的。云无寒，你亲眼所见，萧野丫头下手没分寸，万一伤到您，杀光林家也是于事无补的。主子，咱们还是早些离开林家吧。哎呦，夏夏，你脚是怎么了？他受伤了，就是崴脚。主子，他崴脚还不忘拿棍子将劫匪打晕呢。愚蠢，不打晕等劫匪报复啊！老虎搏兔尚全力以赴。主子，你等等我。夏夏，来，奶奶给你用热毛巾敷一敷，能舒服点。奶奶，热水敷疼，用冰水敷镇痛。夏夏，您等着，大哥去端冰水。二哥去端。包一块布，你想冰死你妹妹？二哥，我自己来。哎呦，夏夏，疼不疼啊？啊，哎呦，凉不凉？好点没？哎呦，
奶奶呀，去给你炖个鸡蛋补补啊！不就崴个脚，至于吗？至于。夏夏，好端端的怎么就崴脚了？爹，我们路上遇见劫道的，差点把命丢路上啊！不对呀，我早年间给山上劫道的接骨，那些人承诺不对咱们林家村的人下手，你没报爹的名号。爹，不是一路人。爷爷，你还有这人脉？爷爷，山上劫道的武功怎么样啊？一个人能打几个？你能不能请他们下山？夏夏，山上劫道的阴晴不定，咱们尽量不招惹他们。子素哥哥，你这个药效太寻常了，很多道上混的都有劫药，今天就差点翻车。要不是我撒面粉引得我家驴护食踢倒几个劫匪，我们父女2人就完了。真是驴踢的。哦，晚上给驴喂点好的，得好好感谢这2个大功臣。爹，咱家驴踢人的是跟谁学的呀？滚！你问我，我问谁啊？难不成是我教的？爹，你要有那本事，还能被劫匪抓一脸伤。早就跟您说过了，读书不如习武管用，您非不听。今儿要是换我在，不用驴帮忙，我一个人就能打发4个劫匪，夏夏也不会崴到脚。李春，爹现在习武还来得及不？云无痕踉跄一下，被林家人奇特的脑回路震惊的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主子，他们一直这样宠女，跟我进来。主子，您有何吩咐？云无寒，骆家那个不成器的纨绔怎么回事？主子，他是属下幼时好友。姬慎竖起耳朵，听到外面林家人对骆子素的认可，心情有些烦躁。主子，我按照您杜撰的身份跟骆子素说，被派到陆家二公子身边的。骆子素见过我。主子，那都是幼时的事了。您本来与陆家二公子长得有几分相像，又去边境3年，骆子素未必能认得出您。云无寒，你喊他进来。遵命。云无寒，在林家这些日子，一切礼仪从简。主子，属下已经拿回银票，咱们还了林家救命之恩，尽快离去吧。属下进去，请主子责罚。起来。陆鼎宽，你是陆鼎宽？你怎么跟你那个皇子表弟越长越像了？陆鼎宽，你知道我说谁吧？陆鼎宽，你知道我说谁吧？想当年啊，你那个表弟还只是皇孙呢，长得瘦瘦弱弱的，被我骑在地上打的是鼻青脸肿，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子素哥哥，你与皇子打过架，还平安长大了？那当然，我祖父可是帝师呢。姬慎冷笑，我怎么听说你回家被板子打得卧床半个月呢？陆鼎宽，你就不能在妹妹面前给我留点面子啊？骆子素，主子腿还伤着呢。哎呀，对呀，我就是来拿拐杖的。陆鼎宽，你这个拐杖借我妹妹用一用。妹妹，你看这个行不？拐杖先借我用用。夏夏，你太矮，这个用着不顺手，我去找三爷爷再给你做个新的。大哥，咱说话就说话，能不揭短不？还有，你打算让我一辈子拄着拐？我就崴个脚，凑合对付几天就好了。哎呀，不用凑合，让三爷爷做个新的，等你不用了，给奶奶用。不用，你奶我腿好着呢。喂，奶奶不用拐杖。奶奶，我们晚上吃什么？夏夏想吃什么呀？我想喝鸡汤。那奶奶就杀一只鸡给你补补。不用，二哥出去给你练。我刚才哪里说的不对啊？你不该说妹妹矮，虽然是真话，但是她不爱听。夏夏年岁小，还会再长个呀。骆子素，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你以后莫要一口一个妹妹，等下村里人听了乱传闲话，会坏夏夏名声的。不喊妹妹喊什么呀？我凭本事认的妹妹，为啥不能喊？云无寒，你出去猎2只野鸡回来，顺便带骆子素长长见识。遵命。打猎？有什么心情啊？我不去，我去帮妹妹做饭，还要妹妹再跟我说说那能听曲儿能喝酒。云无寒，送骆子素回城，莫要让他留在这儿败坏人家姑娘名声。还是陆公子考虑的周到。主子，林离夏太过分了，你抢你的拐杖就跟拿自己东西一样。还不走？主子，你去哪儿啊？我扶你。主子，我马上就送骆子素走。云无寒，你大爷的！你要干什么？你快松开我！妹妹，快来救我！鲁吉善，快管管你家随从，干什么呢？怎么对待我家贵客呢？贵客？他在林家背书、写画本子、摘菜、擀饺子皮、烧火，累得像个长工。骆子素那个汉子什么都不做，怎么一来就变成了林家的贵客？云无痕，你快松开子素哥哥，不然我晚上不让你主子吃饭。乡野丫头，你敢？你知道我家主子有多金贵啊？
话音刚落，就看见自家金贵的主子熟练地坐在邻家厨房的小板凳上烧火。云无寒，那就不让你吃饭。好你个云无寒，我从小待你不薄，你竟敢对我下如此黑手，你还讲不讲兄弟情义啊？洛傻的，我都是为你好。好你大爷啊！分明是你对我妹妹图谋不轨。哦，我明白了，是陆鼎坤他对我妹妹。不想我明年给你上坟，你就闭嘴。呸！难不成陆鼎坤还敢杀了我？我们都是给四皇子办差，你干坏事不怕四皇子新仇旧恨一起算？陆鼎坤，我这有500两银子，够你在梅花城买个小院子了。你别连累妹妹卷入你们那没人性的皇权之争啊！子素哥哥，快收起来，人家陆家二公子还会差你这500两银子。子素哥哥，硝石才8文钱1斤，500两银子足够你从梅花城一路买到京城。等制冰的方子卖出去以后，你借着垄断硝石再涨一波价。胖中嘴里念叨着你那败出去的5000两，差不多就能回本了。妹妹，赚钱的事不急，哥哥跟你说啊，陆定坤是四皇子的表哥，他们陆家肯定是四皇子一派。你留陆定坤这个祸害在家，容易给林家招祸。子素哥哥，我心中有数。子素哥哥，你对四皇子了解多不多？他人怎么样啊？皇权之争，他有几分胜算？妹妹，皇家事不可非议，容易招来杀身之祸，谁做皇帝跟咱没关系啊。子素哥哥说的有道理，管他谁当皇帝呢，又不能给咱们免税。妹妹，哥哥这次赚到银子呀，咱们是不是就可以早些将内能听曲儿能喝酒？500两翻本赚5000两的大好事，你得抓住机会，我送你回城筹谋。云无寒，我还没吃饭呢。洛傻子，少吃一顿饿不死。云无寒，我还有话跟妹妹说呢。又不急着投胎，留着下次说。云无寒，我肚子饿。半路上给你烤着兔子吃。林林夏，你喜欢洛子素？好好烧火，别瞎说。洛子素立志上公主呢。哼，不学无术的纨绔，他拿什么去上公主？又不是娶你妹妹，你急什么眼？哎，难不成是有你看中的公主？你怕她跟你抢？龙鳞国上公主还能掌兵权吗？谁要上公主？你在试探什么？这不是看你公主与驸马的话本子写的挺好的，以为这是你的志向呢。林林夏，你从未走出过梅花城，怎会想到垄断硝石的上策？陆基慎，你第一次来野梅山，又如何知晓银矿的事？立夏，六公子的腿伤还没有好，你怎么让他烧火啊？一边去！林立夏现在是看见林小雪，就好似看见林家快空的雪槽一样。你想怎么跪舔男人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别来这儿恶心我。立夏，我都是为你好，你怎么还凶我？陆基慎，我让你干活太心疼了，你要不要也搬去二叔家？不搬，我知廉耻，不吃白饭，干点活干他什么事儿？陆公子，你这是在说龚大人不知廉耻吗？他知不知廉耻，你心中没数。哼，谁家知廉耻的男人背着正妻在外做出丢人现眼的事儿？奶奶，都是你的孙女儿，你从小就偏疼立夏，她做什么你都说好，我做什么你都看不上。我娘说的对，你们偏心眼儿，都偏到胳肢窝了。哼，我就是看不上你做的事儿。你做的事儿啊，哪一桩哪一件比得上我们夏夏？就说朝家里捡男人，咱夏夏捡回来的男人呀，长得俊，还有眼色，眼里看得到活，放得下身段，能干的活人家都干。你瞅瞅这火烧得多旺呀！再看看你捡回来的是个什么东西？哼，没脸没皮的，光吃不干也就罢了，还做出毁人清白姑娘的丑事儿。这幸好呀是分了家，不然我一天能数落你3顿。立冬，过来搭把手。奶奶，做什么？立冬，捏住鸡翅膀。奶奶，鸡血都溅我脸上了。不然呢？为何喊你搭把手？不准松手啊！夏夏呢，最近时运不济，吃大公鸡可以带来好运，这可是你大爷爷养了5年的大公鸡，鸡血也很补的。奶奶，这鸡血是不是也驱邪？夏夏，这个鸡血你想怎么吃呀？都行。林小雪，你到底来做什么？奶奶，
公大人说，女子应该安分守己，不应在外抛头露面。你本就将立夏养得如此的泼辣凶悍，还让她在外挣不三不四的银子，她日后嫁不出去，你能养她一辈子？谁挣不三不四的银子啦？不会说话就闭上你的臭嘴！立夏，我是为你好，才规劝奶奶这些，你怎么还用拐杖打我呢？好你妈，快滚！我不走，除非你把做鱼的手艺交给我。你是属赖皮狗的啊？刚诋毁完夏夏，还赖上夏夏了，你还要不要脸？也对，你那脸皮，你做的鱼哪儿不对？奶奶，我做的鱼不是腥就是苦，公大人不爱喝。那是你的鱼没有处理干净，你杀鱼的时候呀要注意，不要弄破苦胆啊。还有鱼鳃记得清理干净，做鱼的时候呀记得放姜，回去做做看，不对再来问我。还有别去烦夏夏。谢谢奶奶。娘，奶奶今天教我做鱼了。两个老东西藏着掖着一辈子，非要等到分家才交给林立夏。你上点心，没事多跑跑。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征服男人。娘，我想明天给大人包饺子，您能给我点钱买肉吗？小雪，隔壁姓陆的已经把枕巾结清了，你去问问龚大人，他那枕巾。娘，你怎么也这么俗气？哼，你跟我要银子的时候不俗气？夏夏5年的大公鸡给炖上了，奶奶出去给干活的人再添点水。奶奶，干活的人是什么情况？哎呦，这不是你李正爷爷听说你爷爷呀要盖个旧棒作坊，召集村民把攒下来的木头都搬到了咱家。大家听说房盖好后可以做工挣钱，一个个呢可积极了，连工钱和木头钱都不要。夏夏，大家呢都很热情很积极，这也是你爷爷呀平时攒下来的威望和人品。咱家的旧棒作坊能一直办下去不？能，必须能。奶奶，让大家好好干，我保证让跟着咱们干的人呀，家中的老人吃饱饭穿暖衣，家中的孩子读书识字。夏夏，宁吃过头饭，莫说过头话。能把旧棒作坊办下去，今年冬天村里能少死很多老人。奶奶，我懂了。林立夏，你办作坊与村里少死很多老人有什么关系啊？陆基慎，你见过民间疾苦吗？浮尸百里算吗？战场上的不算。陆基慎，火再稍旺些。林立夏，你最想要什么？我想要金手指，你有吗？好啦，陆基慎，我跟你开玩笑的。金手指那玩意儿得看天意。基慎嘴角勾起，山野女子许是没见过金子，区金手指还用得着看天意？等他回京，就命人打1箱子送过来。你想看民间疾苦，那明天早饭的时间让大哥带你转一圈，你自然明白。陆傻子，你以后少去林家，没事更不要去惹陆定坤。我偏不，陆定坤对妹妹没安好心。陆傻子，人家什么样的大家闺秀没见过呀？眼瞎了都看不上你那又瘦又柴的妹妹。你才又瘦又柴，你全家都又瘦又柴，敢说妹妹的坏话，看我不撕烂你的嘴！你怎么惹毛他了？主子，他非说你对那个又瘦又柴的林立夏图谋不轨。袁无寒，出去！主子，属下被陆傻子气狠了，回来的路上忘记买饼了，失礼了。林家厨房给你留了饭菜。主子，你对属下太好了。是林家人非要给你留。主子，属下从骆家出来的时候碰到县衙的人，那几个劫匪被驴踢废了，他们背后肯定另有主谋，属下怕他们会报复林家。袁无寒，你去查查骆子素为何被流放于此。这个属下知道，骆傻子2年前去花楼与大黄妃的弟弟争花魁，一脚下去就把人家大黄妃的弟弟给踹废了。骆子素有那本事？主子，据说陆家小子正与行房，被骆傻子一脚踹到命根子上，直接给踹废了。无寒，你带上望龙河的罪证回京去找骆子博，他知道如何做。遵命。主子，你对属下的恩情，属下无以回报，我有一颗忠心，表达对您无尽的感激。无寒，你去寻一寻林立春。途中遇见不敢进山的林立东父子，3言2语就把人给支了回来。接着朝上次打野猪的深山走，刚进去没多久，就看见一只猛虎在树下咆哮。
老虎好似被气得不轻，云无痕吓得踉跄一下，正想着绕开老虎还是顺手把猛虎给杀了，没办法，只能挥刀硬上了。云无痕精疲力竭地将猛虎杀死，林立春从树上爬下来，怀中还揣着一只虎崽子。云大哥，你快看，我给夏夏抓了一只猫，你看它可爱不？可爱？你妈！林立春，你个二傻子，你连猫和虎崽子都分不清吗？你咋长这么大的？一天遇见2个傻子，一个明知老虎尾巴摸不得，非要去招惹不起的人。林立春，你就更牛逼了，猎野鸡就猎野鸡，谁让你去偷虎崽子了？林立春一脸的委屈。云大哥，我对天发誓，我要是知道这小东西是虎崽子，打死我都不要。现在该怎么办呀？怎么办？先带回去吧。林林夏，快出来！你二哥给你抓了一只猫，你快来看看，喜不喜欢？二哥，你给我抓的猫呢？林林川，猫呢？你拿出来呀！无痕，发生何事？主子，你可得为属下做主啊！属下差点被林立春这个二傻子害死。你这小子，小时候认错奶奶就算了，你长这么大，怎么连猫和老虎都分不清？立春呐，就你这眼神，咱以后少进深山。爷爷怕你下次把狼崽子当狗崽子往回报，咱们一家人不够喂狼群的。哎呀，二哥，虎崽子呢？夏夏，你看看，与猫真的很像。二哥，你见过奶猫长什么样吗？夏夏，你二哥连豹猫和家猫都分不清呢。抓错不稀奇，母老虎死得冤。奶奶，咋办？这玩意儿养不熟吧？爷爷，怎么办？猛虎杀了就杀了，省得跑出来伤人，还得请官府派人来围剿。至于这个虎崽子，李正家的牛刚生过牛犊子，要点牛奶先养着，养得再大点儿，找个有钱人家卖了。鲁岐山，过来按住老虎。你二傻子，8两银子给你压压惊，下次再进山抓猫崽子，一定要等我回来。说完，不等林立春反应，袁无痕拍马朝着京中的方向赶路。半路上遇见赶夜路的胖忠，在胖忠的再三哀求中，带上胖忠这个拖油瓶。两人快马加鞭5天，终于赶回了京城。哦，爹，儿子差点见不到你了。无痕，许久未见，别来无恙。子伯哥，别这么见外，我从小到大跟在你屁股后面长大，早已经把你当哥哥了。无痕，任哥哥，洛姐也不站队。子伯哥，谁要你站队啊？我是想让你好好管管骆子素，那个傻子迟早将小命玩丢了。无痕，子素又做了什么离谱事儿，值得你跑我书房告状？他呀，子伯哥，骆子素踢废卢宣伟的事儿，卢家派人追到梅花城寻仇，瞅着目前的架势啊，卢家不敢闹出人命，只想温水煮青蛙，试试骆家的底线。你绕了这么大圈子，不会只跟我说子素与卢家的恩怨吧？子伯哥，这是卢家在望龙河贪墨的罪证，拔掉卢家，子素就可以回京了。你主子想单纯借刀杀人，还是想拉骆家站队？子伯哥，你太多疑了。主子重视我，知晓骆家对我有恩，打乱部署，助骆家一臂之力。你居然怀疑主子别有用心？别生气，骆家祖训不参与任何皇子皇权之争。我主子知晓，未要你们骆家站队。无痕，骆家一旦接受这份罪证，那与站队有何分别？行，罪证我拿走，等卢家在青阳城势力做大，慢慢玩死骆子素那个傻子。罪证留下，骆家递交的这份望龙河贪墨罪证得有个好说辞。钟儿，你先松开爹，爹要出去借兵。爹，你要出去借兵啊？爹，借什么兵啊？以后骆家想用多少兵，那就有多少兵。不少啊，咋开始说胡话呢？爹，我这次可是奉公子之命给大公子送治兵法子的，你要让人给我找盆子。子伯，你来得正好，快来看看，咱家子素长大了，知晓惦念家人，知晓读书有用，知晓为家中出力。你明个拨5000两银子给子素，再整理一些科考书籍。祖父，可否把信借我1月？小钟，你主子在梅花城有没有认识特别厉害的人？有，主子认下个很凶悍的义妹，父女2人加上2头驴，踢爆了4个恶人的蛋蛋。
骆家祖孙两人下意识地夹紧腿，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老爷，大公子，你们看，冰成了。是冰，真的是冰。老爷，公子说您下次写字画画时手上沾染墨迹，用这个洗手特别干净。好好好，子素真孝顺。子伯，你来闻闻，香皂是香的，比熏香还好闻。子伯，你画技不俗，你给爷爷看看，这样的画技你可曾见过？未曾见过。小周，这张画谁画的？书信是小的封面过户铺子时，公子在店铺写的，身边只有那个凶悍的义妹。子伯，祖父想去梅花城。祖父，如今天热难耐，您身子骨又不好，路上经不起折腾。您待孙儿尽快处置完与卢家的恩怨，早些接子素回来。小周，你主子看上林姑娘了？没有。罗子素，你真将这些书给林立夏，不怕来日被你祖父打板子？陆典宽，你再敢当着妹妹面提我挨板子的事儿，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偷看花魁洗澡的事儿宣扬的人尽皆知？骆子素，你知道你将这些书送来的意义吗？知道啊，妹妹说可以扩印，造福天下读书人，让祖父贤名远扬。贤名远扬的后果你考虑过没？妹妹说就是世家墨守成规，守着藏书不肯外泄，这才让穷苦百姓读书变得异常的艰难。妹妹还说世家在搞人才垄断，限制龙陵国的发展，我们应该把水搅浑，打破规则，让寒门的子弟也能够出人头地。妹妹又说让寒门子弟去激励世家子弟努力，大家一起力争上游，分享彼此的学习经验，我们龙陵国的人才只会越来越多，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儿。祖父功德无量，定会受到万千读书人爱戴的。文耀，有这些书，爹觉得咱们林家一定能出一个秀才。李东啊，地里的活也忙完了，你以后啊就安心在家读书，林家光宗耀祖就靠你了。李东啊，你年轻，脑子比爹好使，你仔细拜读，比爹更容易考中。夏夏，你觉得谁更容易考中啊？爷爷，我爹和我大哥都挺聪明，你看他们谁更容易考中？文耀啊，最近揪棒的生意不错，爹攒下不少银子，够你和文辉还有立冬的考试费用。你们三个都去考。爹，我名下挂着夏夏的商铺，还要跟夏夏一起做生意，哪有时间考秀才呀？爹，不妨碍，您名下挂着书铺一半的经营权，咱考个功名，做生意别人也会高看您一眼。大哥，你仔细拜读帝师注解的书，咱们从秀才一路考到状元，凭借着你还算清秀的模样，说不定也有机会上公主。小陆啊，这个你见识广，我家夏夏说的对不对呀？咱们泥腿子考中状元也能上公主？能考中状元都是万里挑一的人才，前朝驸马亦是寒门出身。哎呦，立冬，你一定要用功读书，你要是能上公主呀，咱们林家祖坟都冒青烟了。我努力。夏夏，你给大哥定的目标，大哥爬到房顶再搭个梯子都够不着啊。大哥，目标定得高，你就会有更多的动力去努力，我相信你可以的。爹，改变命运、跨越阶级的机会，我已经给你们弄来了，你们一定要努力哦。骆子素，你后退个什么劲儿啊？不是说立志上公主？哎，妹妹，哥哥这次赚的银子呢，再加上家中给的银子，能凑够1万两银子，够开那个能唱曲儿。不够，差得远呢。子素哥哥，你梦寐以求的酒楼手里没个几10万两银子，咱想都不要想。竟要这么多银子，那哥哥有生之年还能等到那能听曲儿、能喝酒、能唱歌的酒楼不？能，必须能。子素哥哥，你给我3年，我一定把酒楼给你开起来。3年？竟要3年？子素哥哥，咱们这个院子里就你出身书香世家，文化底蕴深厚，又最聪明。若只有一个人能考中秀才，那非你莫属。陆鼎宽，你听见没？子素哥哥，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咱们书铺想声名远扬，让诸多的寒门子弟出人头地，你这个书铺的领头人义不容辞。对，义不容辞。妹妹，哥哥不想读书，哥哥这次的治病方子立了大功，大哥说摆平京中事，就让哥哥回京了。子素哥哥，你这么优秀，怎么能只满足眼前的成就呢？你想想看，
这次你垄断消食，赚得盆满钵满时，是不是周围所有人都在夸奖你？就连家人也对你格外认可。祖父来信足足夸了哥哥半页纸，大哥和舅舅也是对我赞不绝口的。紫苏哥哥，扬眉吐气的感觉很爽吧？很爽。紫苏哥哥就不想一直扬眉吐气下去？想，妹妹，哥哥不想读书，累。紫苏哥哥，你眼下能活得这般逍遥自在，是因为有人在负重前行，扛着大山为你撑着。你想一想，他们累不累？紫苏哥哥，人有祸福旦夕，月有阴晴圆缺。你试想一下，有一天你的祖父、你的大哥累了，他们需要歇一歇，或者需要找个人依靠，需要你撑起骆家的门楣时，你是不是除了眼泪和悔恨一无所有？你想这样吗？不想。他看向眼眶湿润的骆子素，这可是坏了骆家一锅粥的老鼠屎呀。他的哥哥骆子博天纵英才，博学多闻，是龙鳞国最年轻的状元郎，曾拿着棍子逼着骆子素都学不出来。骆家纨绔要是能认真读书，考中秀才，他已经能想到京城中许多纨绔惊掉下巴的场景。妹妹，哥哥不想做了除了眼泪一无所有的人。妹妹，哥哥要做为家人撑起一座山的男子汉。林立夏露出了迷之微笑，很好，有他当年被人洗脑后的状态。遥想当年，他被这一剂强心针给打的，好似不努力工作就对不起家人一样，含着眼泪当众立誓要努力奋斗。结果，狗逼老板年底喜提一辆宝马，小财务新增一款名牌包包，而承诺给员工的年终奖是一扣再扣，到他手中连加班费都不够。傻呀，是真傻呀。夏夏，爹一定努力读书。林文耀是想起了上次面对劫匪时，他不会武功，打不赢劫匪，只能苦苦哀求劫匪，真的是除了眼泪和悔恨，他一无所有。夏夏，大哥也会努力读书，就算考不上状元，大哥一定会考中进士。难怪狗逼老板喜欢给员工洗脑，随便洗一洗都能洗出这样的效果，谁不爱洗呀？爹，大哥，子素哥哥，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一个唾沫一个雕。你们应该把自己今天说的话当作承诺写下来，日日夜夜研读一遍，目标达成才能松懈。妹妹，你真觉得哥哥能考中进士啊？必须能。子素哥哥，人都说长得好看的人都聪明，你是觉得自己长得不够好看吗？那怎么可能？哥哥这长相在京城那也是出了名的俊俏的。子素哥哥，就冲你这俊朗的长相，怎么也是状元之姿。加油，我看好你。陆定坤，你看到没？妹妹说我是状元之姿。努力啊，我等你状元簪花。妹妹，哥哥这1万两银票，既然不能开着能听曲能唱歌的酒楼，就全部投入书铺，造福天下寒门读书人。妹妹，银票你拿着呀。夏夏，这么多的银票，咱可不能乱拿。哎呦，这1万两银票够买多少过冬的粮食呀？林家一辈子也吃不完。子素哥哥，这是你第2次来我家，我都没带你好好的逛一逛。你将银票都收好，我带你去一个地方。慎迟疑一下，拄着拐杖跟上。他想看看这林立夏算计骆憨子什么，为什么不找他？子素哥哥，你看这些刚刚培育出来的水稻秧苗，青翠欲滴，生机勃勃，给人带来无限的希望和期待。你能想象它们结出水稻的场景吗？金黄色的稻田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稻穗低垂，向你展示着丰收的成果。随风轻轻摇曳，会发出沙沙的声音。骆子素是一脸懵，妹妹看着地上刚露个头的青嫩芽，是如何想象出丰收的景象？妹妹，你到底想要哥哥做什么呀？子素哥哥，把你的1万两都买成农田吧。我刚才描绘的一切，必定让你震撼所有人。震撼所有人？反正1万两银票也都是妹妹的功劳，就让妹妹拿着玩去吧。妹妹，买，哥哥听你的。林立夏，你培育的这些水稻秧苗与那些直接撒在地中的有何不同啊？子素哥哥，你想知道吗？鸡甚磨牙，林立夏，区别对待还能再明显一些不？是不是非要用银子砸他才能得到骆憨子这样的待遇？骆子素是对农田的事儿一点都不感兴趣，但架不住妹妹期待的眼神呢，更架不住陆定坤憋闷的模样。妹妹，你说，哥哥听着呢。子素哥哥，
我这样种植，有把握让水稻的产量在现有的基础上提升30%。提升的这部分粮食，咱们2人5-5分。好啊。林立夏，我名下亦有几个农庄，你若能保证水稻提升30%，我愿意分你一半。林立夏失笑，他下一个套逮住了2只大飞机，他可太有成就感了。陆基善，先说好啊，我只提供技术指导，具体详细的农庄安排管理得你们自己出人管理。对了，你预备跟多少亩地？比骆子素只多不少。你买多少地，我多他1倍。多1倍？子素哥哥的银票购买200亩上等良田，还购买600亩的中等农田。林立夏，我出2000亩上等良田。陆定宽，我舅舅那是开粮行的，他手下有不少的农庄，我让我舅舅都参与，你跟得起吗？你试试看，看我跟不跟得起。陆定宽，你给我等着，我回去就找我舅舅跟5000亩。那我就跟1万亩。基慎嘴角似笑非笑地看着骆子素。可是骆子素，你舅舅凭什么相信你这个纨绔的话呀？陆定宽，你应该庆幸你的腿尚未好。骆子素，你大可以试试看。试试就试试，陆定宽，我还不信打不赢你一条腿的。生平第一次有男人为他决斗，竟是为了攀比谁手中的农田更多。哎，子素哥哥，打不得。妹妹，别拉哥哥，哥哥今天非得给陆定坤一个教训。子素哥哥，别打，你这么俊的脸，一会儿误伤了多可惜。妹妹，别担心，哥哥从小就跟人打架，可有经验了，伤不到脸的。林立夏，松开。他倒要看看谁给谁一个教训。不行，不能打架。林立夏对骆纨绔是一口一个子素哥哥，叫的是比亲哥还亲呢。喊他就跟喊家中长工一个口吻，一口一句鲁基慎，真是气得心口疼。林立夏，你让开。不让。鲁基慎，你少说2句。农田就按方才说的，子素哥哥800亩，你2000亩，大家都是兄弟，有钱一起赚嘛。谁要跟他做兄弟啊？好，是我跟你们做兄弟，好不好？谁要跟你做兄弟啊？谁要跟你做兄弟啊？鲁基慎、骆子素，你们没完了是吧？是不是非要打一架你们才能消停啊？男子汉大丈夫，互殴算什么本事？相比高下，咱们来点真格的。比什么？比什么？鲁基慎、骆子素，你们没完了是吧？是不是非要打一架你们才能消停啊？男子汉大丈夫，互殴算什么本事？相比高下，咱们来点真格的。比什么？比什么？比打猎，谁打得多就算谁赢，算谁英勇，算谁更强，谁更有男子汉气概。那必定是哥哥。陆定坤，看在你腿伤的份上，给你一个主动认输的机会。哼，骆子素，少废话，手下见真章。林立夏，去拿弓来。林立夏，你偏心还能再偏得明显些不？我看你的腿受伤，怕你拉不动大弓。骆子素，朝哪儿走？你说了算。上山。上什么山？就打那些麻雀，正好除害。好，听妹妹的。陆定宽，你是不是故意的？那么多鸟你不打，每次故意瞧我瞄准的鸟打。你看出来了，罗憨子不比了。怎么不比了？才比这么一会儿，很难看出胜负。你们再多比一会儿，说不定呀，子素哥哥就翻盘了。妹妹说的对，我还有机会翻盘呢。做梦！不好啦，子素哥哥，他射中了一只灰兔子，能抵得上你射中的好多只麻雀。陆定宽，你不讲规则，说好射麻雀的。林立夏，谁输谁赢？你赢了。骆子素，你服不服？哼！子素哥哥，想开点儿，咱书香世家跟人家武将世家比勇，明显不占优势。陆定宽，有本事你敢跟我文斗不？好啊，你想怎么文斗？妹妹，你说怎么斗？斗什么斗？该做饭了，鲁基慎，回家烧火。哎，妹妹，你等等我。妹妹，我还没尝过你做饭的手艺呢，我给你烧火。嘿，陆定宽，你赢一次要上天了是吧？你敢用拐杖敲我，我今天不让你尝尝我的厉害，我就不姓骆。骆傻子，你咋这么能做？于文涵，你松开！陆定坤他算计我，还用拐杖敲我，我打死！主子，你别跟骆傻子一般计较，属下带他去醒醒脑。哎，等等，你怎么又带来一个吃白饭的？当我们林家是什么啊？免费的客栈吗？谁要吃白饭？这些够不够？子素哥哥，你快给我看看，这个银票是真的不？天行，一路辛苦，进屋说话。子素哥哥，那个鲁基慎深不可测，背后还有4皇子撑腰，你以后呀莫要招惹他。妹妹，
哥哥才不怕陆定坤呢，哥哥迟早要把今天输的面子都找回来。紫苏哥哥，你知道四皇子什么情况？知道啊，哥哥小时候的手下败将。不过呢，3年前不知道他发什么疯，堂堂皇子之尊竟然跑到边境从军去了。哥哥呀，估计他不受宠。四皇子跑去边境从军，出身高贵还能吃苦，看来是个狠人无疑，惹不得，真惹不得。哥哥知晓啊，所以哥哥没去惹四皇子。可恨！陆定坤他凭什么嚣张啊？紫苏哥哥，陆定坤跟四皇子的关系好吗？陆家有没有可能会谋反？妹妹，陆家怎么可能谋反呀？陆家世代忠君爱国，别看陆定乾和陆定坤比四皇子大，两人在四皇子面前那都不敢大声说话呢，不像我还打过四皇子呢。妹妹，刚才哥哥没有料到陆定坤会这么阴险，这才会输给他的。你等哥哥再找云无痕练一练，下次定能赢他，赢得漂亮。紫苏哥哥，晚上给你做个香酥麻雀。妹妹，你是不是不信哥哥能打赢陆定坤？紫苏哥哥，人家在边境那么多年，手上的剑术啊，稍微差一点小命就丢了。我们应该在自己擅长的地方去战胜别人。妹妹说的好有道理啊，哥哥出身书香世家，应该在文采上胜过他。妹妹，等哥哥考中状元，看他陆定坤还敢不敢用鼻孔看人。紫苏哥哥，我觉得他肯定不敢。我已经能够想象到你考中状元，皇上给你簪花时，他那惊掉下巴的糗态了。林林夏，晚上吃什么？先烧点水，将这些猎物处理了，做一个红烧兔肉，再做一个香酥麻雀。军营3年，看见村公都赛天仙。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天祥，借我点银票，我这就进城给主子买个小院。无痕，莽夫，牛过河拽尾巴，晚了。主子，无痕作甚？他说给你买个小院。哦，天祥，把猎物处理好，吃完饭后你进一趟城，要比骆子宿住的院子大。主子，这是属下来之前让账房支出来的银票，您看多少？一共2万两。多少？禀主子，属下想着梅花城物价不高，只从您账上支出个零头，2万两不够，待属下再回去给你拿。陆金善，你们装逼过头了，2万两一个零头，难不成你账上有202万两？你一个武将拿这么多钱做甚？谋反？林姑娘，慎言，陆家忠君爱国，天塌了我家主子都不会谋反，在下没有夸大，我家主子私产确实不少，这一点只是零星碎银。好，很好，你们一个两个的都在我面前炫富，给我等着，迟早有一天我用钱砸晕你们。妹妹，哥哥没跟你炫富，哥哥1万两银子还多亏你帮哥哥挣的。妹妹，是陆定坤在炫富，你好心收留他，他还拿银子出来气人。要我说呀，今晚就别让他吃饭了。林林夏，我给你烧火了，野兔是我猎的，猎物是我属下处理的。紫苏哥哥，他干活了，吃饭天经地义。妹妹，哥哥去读书了。可恶，陆定坤，吃过妹妹做的饭，我这才知道你为何赖在林家不走。陆二公子，在下伤好的差不多了，明天准备启程离开，临行前有事与你相商。妹妹，外边那人是谁啊？你好似很厌恶他。哼，一个不守妇道的狗男人。妹妹，你是不是用错词儿了？女人要守妇道，男人就不用守妇道。我说的是丈夫的夫。妹妹，没人规定男人要守妇道。当然没有，男尊女卑的规则都是男人定的，谁会定对自己不利的规则？夏夏，龚大人回京，你堂姐是不是也要跟着走？是。唉，这一走岂不是一辈子都见不着？是。夏夏，跟奶奶去看看，你堂姐是不是一起来了？奶奶呀，有话跟她说。奶奶，这1个月咱们吃得好，我好像长高了一点儿。长高好。夏夏，奶奶听别人说呀，这富贵人家的妾都是主母手中的玩意儿，比丫鬟地位高不了多少。你说你堂姐这么一走啊，是生死难料啊。夏夏，等会儿不管小雪说什么，你都别跟她起争执。她这一走啊，你们姐妹缘尽于此了。她呀，不似你2个姑姑嫁得近，逢年过节还能见上一面。奶奶，我明白，我不跟她起争执，不让她带着疙瘩走。好，好，我们夏夏呀，最懂事了。夏夏，去开门。陛下，我明天就随大人进京了。小雪，奶奶有话跟你说。大人，您一个人进屋可以吗？
可以，欠下林家的忍金，待本官回京之后会如数奉上。你不许为难小雪。大人，龚大人，我很好奇，你做事是不是一向是这样抓不住重点，主次不分？乡野丫头，牙尖嘴利。呸！小雪、夏夏，你们坐。奶奶，罐子里装的是什么啊？你们姐妹的嫁妆不多，都是咱们从牙缝里省出来的。从你们出生啊，奶奶每个月朝陶罐子里放2文钱，奶奶没事儿就拿出来数了数，记得可清楚了。小雪呢，一共是352文钱，夏夏是340文钱，小叔240文。小雪、夏夏，这嫁妆代表娘家人的心意，也决定了夫家对你们的重视程度。这个时代待咱们女人不公，奶奶原本想着陶罐里的钱给你们姐妹压箱底，等你们出嫁时视咱家的情况，再给你们置办一些陪嫁。如今小雪，这些年呀，你总是说奶奶偏爱夏夏，那是因为你有娘疼，夏夏没娘疼啊。你大伯母去的时候，你大伯父好似天塌了一样，顾不上他，我们都忙着给你大伯母处理后事，一个没看住，夏夏一个人就爬到了你大伯母的怀里，你大伯母人都凉了，他窝在你大伯母身边，也不知道睡了多久。给你大伯母办完时候，这夏夏呀有大病的一场，差点就没了。奶奶就以为是你大伯母要带走夏夏，奶奶是一趟一趟的带着夏夏去你大伯母坟前，给你大伯母承诺，奶奶亲自抚养夏夏长大，夏夏才慢慢的好起来的。小雪呀，奶奶给你说这些是想让你知晓，奶奶是偏疼夏夏一些，但奶奶真的是尽量一碗水端平呀。奶奶林小雪哭得泣不成声，她不知道老太太给她攒嫁妆，更不知道堂妹的这些过往。奶奶，从来都没有人跟我讲过这些。自然是没人讲的，你大伯母后事一办完，你娘就迫不及待带着你们回娘家。若非是怕你带着心结走，夏夏小时候这些过往呀，奶奶是一个字儿也不想跟人提。奶奶怕呀，真的怕夏夏不好说亲，怕你大伯他。当年若非你大伯母留下夏夏，你大伯怕是要跟着你大伯母一同去的。这些年你总觉得爷爷奶奶还有你大伯、大堂哥、二堂哥都偏疼夏夏，不疼你。小雪，你是二房长女，你有爹疼，有娘爱，你还有一大堆的表兄表妹可亲近，你有很多夏夏没有的。小雪，是奶奶的错，奶奶应该早些与你把话说清楚，或许你就不会选这条最难走的路了。与人为妾不容易呀，这些钱你带上防身吧。奶奶，不难走，大人待小雪很好。堂姐，幸福是自己构建出来的，就如奶奶说的那样，你拥有很多我没有的，但你偏听偏信二婶的话，觉得爷爷奶奶我爹我哥都疼我不疼你，觉得你自己很委屈很可怜。可你仔细想一想，这些年二婶性子强悍，事事都看不起二叔，连带着你们几个对二叔是不是也很忽视？你忽略了二叔对你的爱超过我，这是什么啊？这是亲疏有别。我从来不会奢望二叔疼我多过疼于你这个亲生女儿，更不会要求小满、小韩、小蜀他们敬我这个堂姐多过于你这个亲姐。立夏，你同我说这些，我明白了。等我到京城，我一定尽最大的能力照顾你们。堂姐，我说的这些用意是想让你明白，你一直都有人爱，有人敬，你不用总把自己置于受害者，以至于让宫刑太几句的甜言蜜语就哄得团团转。立夏，大人对我是真情，他从未哄骗过我，我不许你这样说大人。堂姐，你毫无保留地把心掏给宫刑太，倘若有一天他对你的爱消失了呢？你靠什么度日？不会的，大人说他会怜我、疼我、惜我、护我一辈子的。堂姐，你再想一想，这样的话他当初是不是也对他的正妻说过？立夏，
你为何同我说这些？你是不是见不得我好？你好与不好与我有1文钱的关系吗？堂姐，再劝你的话你也不爱听。这些钱是我们大房给你的天庄，堂姐，从此咱们两姐妹一别两宽，各自安好，家里人也不用你照拂。林夏，行了，别哭了。我问你，宫刑太身无分文，你们这次回京的盘缠从哪儿来？原本我娘给了一些，不是很宽裕，如今加上奶奶和你给的。我去，夏夏，兔子草还有，晚点喂，饿不着。你呀，把钱给小雪。奶奶，你听见没？他说要把咱们给他的防身钱全都贴给宫刑太做盘缠。夏夏，咱们给他的天庄钱，他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只要有一日呀，他自个儿不后悔。夏夏，奶奶给他攒嫁妆是尽的长辈心意，你给他天庄是尽的堂妹的心意，至于其他的，全凭他个人造化。小雪呀，奶奶能力有限，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家里你不用招呼，你在京城照顾好自己啊。夏夏，走，咱们啊去喂小兔子。等等奶奶，小雪，二哥这人不靠谱，10句承诺呢，大概也只能兑现1、2句。二哥知道你心中有怨气，如今呢说啥也晚了。二哥出趟门才知道外面开销大，这是二哥攒的10两银子，你拿着防身用吧。二哥，二哥，都给我了。那夏夏呢？林立春豪气冲天，夏夏还小呢，不急着嫁人，二哥再慢慢给他。小雪，爷爷近些日子攒了3两银子，全在这儿了。小雪啊，大伯只攒了2两银子，委屈你了。小雪，大哥最没用，只攒了1两银子，全在这儿了。你们都攒私房钱？夏夏，爷爷是这阵子做揪棒生意才攒了点钱。夏夏，爹偷偷攒了10几年才攒2两银子，先给你堂姐，以后爹再给你攒啊。林立东挠挠后脑勺，很不好意思。夏夏，大哥跟爹差不多。我去喂兔子。宫大人，望龙河的罪证早已递交到京中，很快就有人彻查此事，你只需要配合就好。多谢陆二公子肯为在下周旋，愿意给在下一个为4皇子尽忠的机会。看在林家人的面子上，我只是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至于尽忠，那就要看你日后有没有资格了。洪大人，在下徐天行，剩余的事儿在下与你细说。林林夏，你一次给兔子喂这么多，不怕把兔子撑死啊？林林夏，你是不是舍不得你父兄给你堂姐的钱？陆基慎，你又仗着内力好偷听墙角？你们说那么大声，我总不能把耳朵堵上啊，多奇怪呀！夏夏，你是不是在担心你做的梦啊？什么梦？夏夏梦见小雪会给宫刑太当妾，然后林家在中元节被宫刑太正妻灭门。预知梦。林林夏，我说过会护下林家，你还在怕什么呢？哼，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夏夏，你去哪儿啊？上山采药，研制毒药，没有解药的那种。陆公子，我妹妹说啥？李川，若是你妹妹的预知梦应验，你准备如何应对啊？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毒毒毒毒，你给我说清楚，我要啃掉你的骨。这怎么可能啊？我们对宫刑太有恩，他妻子不应该感谢我们，为何会派人杀我们呀？明天我带夏夏去龙隐寺拜拜。李川，宫刑太尉征得正妻同意，便私自纳你堂妹为妾，你小瞧女人的妒忌心了。哎，陆定宽，妹妹呢？我就上个茅厕，怎么就不见人了？我跟你很熟。好你个陆定宽啊！我没跟你记仇，你还跟我记仇啊？骆子错，你不回城？晚上打算睡牛棚还是睡驴棚啊？要你管！陆定宽，我今晚不回去了，明天上午还能吃上妹妹做的饭。天行，送骆子素回城。骆公子，近来京城发生许多趣事，我路上好好跟你说说。好啊，好啊，陆定宽，我明天还会来的。裸汉子。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毒毒毒毒，打死不认输，还假装不在乎。陆定宽，你帮我看着马，我去给妹妹打个招呼再走。妹妹，你唱的什么歌呀？好有趣啊！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毒毒毒毒，你给我说清楚，我要啃掉你的骨。骆子素脚下一顿，掉个头就往回跑。陆定宽，谁惹妹妹了？我感觉她好似憋着气呢。是不是妹妹说的那个不守妇道的男人？陆定宽，那人是谁？我怎么看他有些眼熟呢？骆子素，你的话还真多。这么好奇，你自己过去问呀。妹妹，哥哥回城了，明天再来看你。子素哥哥一路平安。林林夏，我信你的预知梦。你来做什么？林林夏，
你真的在研制毒药？林立夏，想杀他不难。鲁吉慎，如果我担心别人会给我带来威胁，就会先出手弄死他，那我很快将会失去本性，成为令人惧怕的杀人狂魔。林立夏，你这是妇人之仁。鲁吉慎，你懂个屁！人一旦开了恶的口子，就再也止不住。这个恶的口子会越撕越大，最终成为自己都厌弃的人。林立夏，我可以帮你。帮我？好呀，中元节那天，你多借2个像于永恒那样的高手给我。什么东西啊？林立夏，你为何不将这个令牌还给于墨？于墨是谁？鲁吉慎，我承认是我埋的，不过令牌是他们走后我才捡到，我不想添麻烦。林立夏，把令牌给我。你想做什么？人不能忘恩负义。我二哥当初给你送信的盘缠还是于墨出的。小雪，待本官回到京中，一定3倍4倍补偿你的这些嫁妆，绝不亏待你。大人，妾不要你的补偿。大人，立夏今日问了妾一句话，让妾心生不安。那个悍妇又说什么了？大人，立夏问妾，倘若有一天你对妾的爱消失了呢？妾靠什么度日？小雪，不存在这个假设。早在你救我时，我就在心中暗暗发誓，这一辈子怜你、惜你、疼你、护你。大人，妾信你。小雪，你弟弟妹妹回来了。大人，这些日子我娘为了撮合咱们，一直让小满、小韩和小鼠他们住在我外祖家。咱们明日就要走了，这是妾最后一次见他们，妾想让大人也见见他们。好，只要是小雪说的，我都答应。娘，这么多年您一直在误导我，爷爷奶奶、大伯、大堂哥、二堂哥还有立夏，他们一直待我不错。我的傻女儿，你怎么又上当了？娘，我上什么当？小雪，你不动动脑子想一想，你大伯家最近办置办作坊，这方子是哪儿来的？哪儿来的？你爷爷偏心眼儿，私下给你大伯的。按道理，这本来就有你爹的一部分。哎，小雪，娘不会害你。别看你爷爷奶奶、大伯他们给你这么多添庄，娘敢说，以后等林立夏那个死丫头出阁，他们给的更多。小雪，你万不可被这点小钱迷了心窍。对了，他们肯定是看你要进京做贵人了，想用这些银子呀攀附你。你先出去，我有话跟小雪讲。有什么话是我不能听的？小雪，这是爹跟人借的，不多，只有5两银子，京城开销大，爹尽力了。连文慧，区5两银子，你这个当爹的好意思拿出来？小雪，你看看你爹那个窝囊样。鲁吉慎，这块令牌不能给你，全当我偿还他那10两银子的恩情，我不掺和你们之间的恩怨。林立夏，那块令牌到了，能当不少银子呢。鲁吉慎，你当我傻呀？这令牌一看就是麻烦。林立夏，我用500两跟你买这块令牌。5万两都不卖，这是原则问题。林立夏，你可知黑鹰卫丢了令牌会怎么样？怎样？轻者逐出黑鹰卫，重者连累全家，命丧黄泉。这么说，他已经遭遇不幸。鲁吉慎，令牌可以给你，不过得等你离开林家之时。夏夏，赶紧回家，你2个姑姑来了。好嘞，鲁吉慎，想要令牌不难，你2个属下不是都来了？弄个马车来，你这腿伤离开林家村完全没问题。林立夏，你就这么想我走？废话，不走难不成留你给林家招祸？爹，姑姑怎么有空回来？好像是你二婶儿让人给你姑姑传讯，说让回来给小雪添庄呢。她可真有脸。大姑、小姑，哎呦，是立夏呀！哎，娘，大哥，这才半年不见，咱们立夏长高了，也长肉了，这都快长成大姑娘了。是呀，越长越好看。玉大嫂呀，简直是一模一样。夏夏呀，比小雪小半岁，现在呀还挨小雪半个头呢，许是小时候亏着了。小雪呀，早长个儿，立夏晚长个儿。我想也是。文香，安康最近咋样啊？亲事又着落了没？哎呀，还没。娘，大哥，要不让咱家立夏侄女随姑？夏夏，怎么了？我们夏夏还小呢，你别吓着我们夏夏。大哥，我家安康哪儿差了？怎么说呢，也是读书人，我又是夏夏亲姑，还能亏待他不成？没说安康差，娘，夏夏年岁小，等上面2个哥哥成亲，再考虑夏夏的婚事也不迟。对对对，文香说安康的婚事呢，就说安康，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哎，相看过2、3个，安康自己呀都不满意，长得呀都不如咱家立夏。大哥，你要是愿意把立夏许给安康，我们多等2年也无妨。我这个做姑的呀，肯定不会亏待立夏。文瑶，安康怎么说也是知根知底的自家人。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奶奶，爹，我听人说，血缘越近的人结亲越容易生出傻子和残疾。胡说！说话就说话，你们那么大声干什么？差点吓着我家夏夏了。夏夏，你跟奶奶说，你方才的话是从哪儿听的？立夏，就算你不想嫁给你表哥，也不能随口胡说。立夏呀，你刚才的话呀，没凭没据，可不行乱说。大姑小姑，你们不是来给堂姐添妆的吗？江湖救急，帮个忙，明天呀给你做好吃的。奶奶，大姑小姑，我方才的话是陆公子说的，人家是京城贵公子，见多识广，他说的肯定没错。陆公子，我大姑想把我许给他大儿子，我和大表哥血缘亲近，我记得你曾说过，血缘越近的结亲越容易生出傻子和残疾。陆公子，方才那话真的是你给夏夏说的？陆公子，你说过的，你怎么不承认了？娘，这家里什么时候住了一个这么俊俏的京城贵公子呀？怎么没听你说呀？万香，收起你那些乱七八糟的心思，人家小陆是正经贵公子。娘，正经贵公子怎么会跟立夏说那些有的没的？不是跟我说，是他跟我表兄聊这个的时候，被我无意中听见的。哦，是有这么回事儿，我竟不知林姑娘也听见了，失礼了。奶奶，你听，人家陆公子亲口承认了。奶奶，你若不信，你等明日我那个姓骆的表兄来了，你再问一问他。爹，你说句话。说什么？夏夏，你自己不愿意就不愿意，不用找任何借口。爹答应过你娘，你们兄妹的婚事啊，都要你们自己点头才行。大姑小姑，大表哥人很好，表姐人也很好，但是为了下一代更优秀，真的不能随意结亲。你们若是不信陆公子的话，可以派人去了解一下，那些生出傻子和残疾的，不是孩子父母近亲结婚，就是孩子的祖父祖母近亲结婚。总之，近亲结婚不是害下一代，就是害下下代。京城底蕴深厚的世家呢，为了下一代更优秀，确实不会随意结亲。对，大姑小姑，陆公子见识和谈吐都不凡，这通身的气派不似咱们平民百姓。他说的这些很好打听，结亲是一辈子的大事，自然是越谨慎越好。大姑，你给堂姐添妆了没？还没，这不想着先过来和你奶奶聊聊吗？娘，传讯的人只说了一个大概，我手中不宽裕，给800文，你看合适不？娘，我婆婆前一段时间病了，花了不少银子，我只拿得出600文。各尽各的心意，你们两个当姑姑的本就不富裕，能拿出这些添妆啊，在咱们林家村说出去也是有面子的。大哥，你给小雪添了多少？文香啊，娘说的对，咱们各尽各的心意。小雪是个懂事的孩子，她能体谅这些。文香，你知道你大哥的，那有时候一冲动就考虑不周全，他呀掏空了10几年给夏夏攒的私房钱。大哥，那你可要一碗水端平，等我家安康结亲的时候。我尽力啊。爹，今天山风很大，不算多热，你咋出这么多汗？哎呦，夏夏呀，你教教爹如何能快速挣到银子呀？爹，挣银子做什么？你大姑家4个，你二叔家还有3个，你小姑家还有4个，再加上你们兄妹3人，每人2两银子，你把爹卖了也不够分呐。爹，你把私房钱全掏出来的时候，就没想过你有很多个侄女侄儿、外甥外甥女？夏夏，你爹这个人呢，经常是想一出是一出，脑子一热做事就不管不顾的。当年进城去考试啊，半路上捡到你娘，不管不顾的就直接将人给带回来了。幸好你娘醒后呀，没把他当拐子。奶奶，那我爹是英雄救美救了我娘，还是……文耀，当年云娘不是单纯落水，是自杀被你救起来的，对不对？哎，云娘是遇上坎儿了。爹，我娘都存心求死，咋又嫁给了你，还生下了我们？不会是你强迫我娘的吧？没有，我是你娘真心嫁我的。夏夏，这个呀，奶奶可以作证。奶奶也没想到会生出你爹这么个情种，把你娘看得哟比眼珠子还重呢。怕你娘受一点委屈，就把你爷、你奶、你姑、你叔都给威胁了一遍。你娘啊，就算再硬的心肠，也被你爹给暖化喽。你娘啊，
是心甘情愿的嫁给你爹，心甘情愿的生下你们几个。就是你娘都顺产你们3个了，怎么会难产呢？我娘生弟弟前有没有摔过或者其他异常？没有摔过。哎呦，夏夏，不说这些了，你爹呀他听不得。我拉牛去吃会儿草。天色不早了，你带个驱虫药再上山。爹，想赚银子不难，正好我最近想再弄个造纸造墨的作坊，你帮我合计合计，看找谁牵头做这件事合适。夏夏，有爹和你大哥做还不够吗？你要弄多大的作坊呀？爹，你和大哥要进城读书，我前期至少要7、8个信得过的人，以后再慢慢的加人。夏夏，爹去找你清泉爷爷，先给咱们再搞一块地方搞作坊，找人的事儿啊交给你爷爷，他人缘好，识人能力不错。夏夏，牛你自己放吧。娘，小雪到底找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呀？架子大得很，连面都不露。娘，那人是不是长得很丑，所以不敢出来见人呀？人呀，长得不如小鹿好看，没眼色，眼底里看不到活，架子还贼大，反正不讨喜，没啥好看的。杜基善，让你教我大哥读书，你在这儿玩虎崽子，你明天是不是不想吃饭啦？陆基善，你怎么没有一点眼色啊？赶紧回屋去教我大哥读书，明天给你做好吃的。陆公子，你今年多大呀？家中可有婚配？陆公子，听说你们京城的贵公子身边的丫鬟1个月都有2两银子，那书童1个月有几两银子？两位姑姑，我的家教很严，婚配、丫鬟、书童的事儿都是父母提前半年安排好的，我完全说不上话呀。大户人家这连个书童都不能自己做主呀？不能。纳妾也要父母同意？这个更不能了，我家家教甚严，未娶正妻不提纳妾。那正妻？李文香，你哪儿来的脸？文香，人家陆公子是京城贵人，你都不看看自己什么条件，你就上赶着朝上攀，也不怕摔死你？娘，我就是随口问问，也没说自己要攀。我是给咱家立夏问问。停，大姑，我年岁还小呢，你可别乱把帽子朝我身上扣。陆基善，我可以对天发誓，我绝无攀附你之意。基慎的神情一顿，心口堵得难受呀，抓着虎崽子的手一用力，这虎崽子疼得直嗷呜嗷呜的直叫。你干啥拿他撒气啊？娘，这猫叫得好奇怪呀，长得也奇怪。那是虎崽子。夏夏，我看刚才陆公子还在喂他，怎么感觉他好似又饿了？那我去给他弄个鸡蛋羹。大姑小姑，你们肚子饿不饿？我煮个手擀面吃，要不要带你们一碗？鸡蛋羹、手擀面。娘，你不给大哥他们攒银子读书啦？要攒，吃饭上也不能亏待夏夏。夏夏，你上次做的臊子味道不错，给你大姑和小姑做个尝尝。文雅，你擀面条擀得又快又好，你来和面擀面。文香，你绣工拿得出手，给夏夏的新衣服上绣个花。小姑，你是不是学过？是学过，我以前在梅花城给人家面馆做过帮厨，后来生意不好，面馆关了。小姑，面馆1个月给你多少银子？按天算的，1天40文。小姑，那你现在有差事做吗？没有。小姑现在呀年岁大了，不好找事做。小姑，那你跟我干，咱们开个面馆，我1天给你算50文，月底根据营收再给你发一部分奖金，你看行不行？不烧呀，咋说胡话呢？小姑，我认真的。这下你知道开个面馆要多少本金吗？小姑，我知道，我有。姐，你说夏夏怎么这么大能耐？文雅，你还记得咱大嫂吗？刚跟大哥回来时，那美得跟天仙一样，一看就不是普通人。难怪你想让安康娶立夏。想总归是想，你看咱大哥那架势，摆明谁面子都不给。姐，立夏说的近亲结亲生傻子的事儿是不是真的？打听一下就知道了。文雅，你跟姐说，是不是你婆婆又磨搓你们家小贤了？姐，我不像你命好，头胎就是儿子，我连着生下小贤小慧2个姑娘，还生下5名5亮，小贤小慧在家的日子不好过。文雅，你糊涂呀，再不好过也不能这么早让孩子成亲呀。我记得小贤还小立夏2个月呢。姐，咱大哥日子过得不错，你说我把小贤小慧放在大哥家住一段时间，
咱娘能同意吗？文雅，咱娘外孙女、亲孙女分得很清，想让娘带小贤跟带立夏一样，那肯定是不可能。这个我知道，立夏是咱大哥的眼珠子，又是娘带大，自然不一样。文雅，你去跟娘商量，还不如去跟立夏商议。只要立夏点头，我估计咱爹、咱娘、咱大哥都不会反对。那我再等等。以前呀，咱娘牙缝里省银子，咱们回娘家呀，饭都不敢吃饱。哎呀，要不咱们再等等，今日小雪出发去京城，总能看见那贵人长什么样。爷，那咱们又在娘家吃一顿饭，娘会不会？立夏，你怎么起得这么早？大姑小姑早上好，奶奶说让你们吃完饭再走，我上山去挖点新鲜野菜。立夏，我跟你一起去，那我就去帮咱娘做饭。哎，做饭不急，文香，你再给你大哥还有立冬的衣裳上也绣个花。娘，这还没到过年，你们都做新衣裳了？哎呦，夏夏这孩子赚点钱手就松的不行，非要给我、给你爹、你大哥还有2个侄儿做新衣裳，偏偏呢夏夏自己又不会做，这阵子啊可把我给忙坏了。娘，那咱家立夏可真孝顺。那可不，你娘我呀辛苦了一辈子，没想到儿子福，没想到女儿福，临到老先想上了孙女福。文香，你瞅瞅，我都这么大年纪了，夏夏呀非要我也做个红的，跟她一样的颜色，非说穿红色的吉利，会行好运。娘，立夏孝顺你呀是应该的。想想当年大嫂去的时候，立夏才一丁点大，是你辛辛苦苦把她拉扯大。呸！你和文雅也是我拉扯大的，咋没见你俩给我做件新衣裳？我这不是手头不宽裕吗？我怪你了，知道灸棒作坊哪儿来的？那是我腿疼，夏夏想办法让缓解腿疼给弄出来的，对外宣称是你爹研制的。你就是不想承认，夏夏呀比你们对我上心，比你们对我孝顺。咋，夸夏夏一句很难吗？娘，我没说立夏不好，我方才话的意思是你跟立夏的好是相互的。娘，我觉得立夏说的对，一穿红色吉利，会行好运，还显得你年轻。真的啊？哎，等小雪离京后，娘就换身新衣裳，省得陈菊花又多心。姐，我们挖野菜回来的时候啊，碰见二嫂跟立夏炫耀小雪做的新衣裳，才吃个饭的功夫，咱大哥一家子都穿上了新衣裳。我看咱娘跟立夏身上衣裳的颜色呀，比小雪穿的还要鲜亮鲜活。姐，你说二嫂看了还不得气死？咱娘呀，现在恨不得满村的跟人炫耀立夏孝顺。你再看看咱爹那脸，嘴都快笑僵了吧？是啊，你看那个京城来的贵公子，也笑的是一点都不矜持。夏夏，三爷爷把你要的新车做好了，你快出来看看。二哥，你快把马牵来试试。二叔，你这是去二婶娘家借的车？二哥，二叔，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我有马，我可以先送小雪他们进城，等到了城里，他们再租一辆马车就可以回京了。不用，借都借来了。陆金善，他有必要这么夸张吗？害怕被仇家追杀。大人，你等我一下，我去跟大伯商议，让他用新的马车送咱们进城。小雪，不用了，那辆马车太新太扎眼，对咱们来说不安全。哼，就说你爹娘偏心眼儿，你看看，一家人都穿上新衣裳，有人惦记过你吗？今天小雪离家，我不想跟你吵。谁想跟你吵？小雪，女儿家最大的福气就是找个好夫君，你能找到龚大人这样的好夫君啊，养在家里是100个放心。小雪，你到京城不要惦记家里，赶紧给龚大人生个一儿半女，就能在京城站稳脚跟了。有些人呀，就算再能折腾，也找不到像龚大人这样的好夫婿，找不到一个在京城站稳脚跟的机会。当妾骄傲成这样，也算是稀奇。我就喜欢这种正红色，能穿正红色又怎么样？我家小雪将来的孩子一出生就能锦衣玉食，在京城上最好的学院，一辈子都……有完没完？不好意思啊，让陆二公子见笑。林林夏，你怎么得罪他了？不知道呀，记忆中他一直都找我茬。立夏，你越长越似大嫂，他把对大嫂的不满呀，全都转移到你身上了。奶奶，我娘跟二婶不和。哼，他嫉妒你娘。陈菊花，你那张嘴呀，迟早把福气都给败没了。娘，少说2句。龚大人，你等着我去接主子了，赶紧朝后退一退。主子，属下给你在梅花城买了一座小院，
这俗话说大隐隐于市，小人虽不大，坐落在闹市中，酒馆饭馆应有尽有。天行呢？被落傻子缠着讲了一夜的京中事，两人都病倒了。难怪子素哥哥今早没来。二哥，你用马车先送大姑小姑回家。爹，大哥，你们去收拾行李，咱们今日就进城，把咱家的面馆开起来。小姑，等你到家收拾好，就来城中落红尘酒铺寻我。主子，看林姑娘这架势，是要搬到城中住一阵子了，你留在林家谁做饭呀？主子，不如咱们也进城，富察退伤时，属下来接林老爷子进城。主子，咱们今日进城，马车上还能多载一个人，正好帮林姑娘他们分担一二，不然你看他拿那么多东西，肯定带不走啊。哎呦，林姑娘，你看能不能帮我劝劝主子呀？没空劝。林姑娘，真不帮忙？哇哦！刘吉善，我们要在梅花村住一段时间，我爷爷我奶奶要忙旧棒作坊的事，你不进城，我能不能把家中喂兔子喂老虎喂鸡的事都托付给你？吴涵，你去收拾行李，我们今日就进城。立夏，好端端的，云公子为何给你一锭银子？银子是他两人的伙食费，不信你去问云无痕。对，那100两是我跟主子这段时间的生活费。100两呢？夏夏，快把银子还给云公子，人家小鹿天天帮着干活，咱们怎么好收他银子呢？夏夏，爷爷上次拿他那么多真金，已经很不踏实，你再收人家100两，爷爷怕是晚上睡不着觉了。哎呀，夏夏呀，你喜欢银子，爹想法子给你赚，咱不白拿别人银子。夏夏，陆公子教大哥读书，大哥心里很过意不去，再拿人家银子，大哥也睡不着觉啊。夏夏，你喜欢银子，二哥给你赚，不该拿的银子咱不要。立夏，送你堂姐呀？不是，我进城做生意，凑巧顺路。哎呦，立夏，咋不见你堂姐露面呢？京城贵人长啥样啊？害羞，就2个眼睛1个鼻子，也没比咱们多长什么。大人，你会不会嫌弃小雪不如立夏的人缘好？小雪，我不喜欢女子抛头露面，四处张扬。主子，林姑娘让你教她大哥读书，等会儿发现你没教，她又要说你吃白饭了，哪儿不会？骑着我心爱的小毛驴，她永远不堵车。琅琊寨打劫，留下钱财，留下马车，饶你们一条命。爹，咱们遇上琅琊寨的真山匪了。哎呦，三当家呀，误会，我们是林家村的人，林骨头呢是家父，曾经给你们大当家、二当家都治疗过刀伤呢。你是林家老爷子大儿子，你们林家何时发达了？没发达。这辆马车呀是梅花城内租的，里面坐着我孩子舅家的表兄。那辆马车呀是我三伯新坐的，里面坐着我家2个妹妹。三当家呀，我们都是给我侄女送嫁的。当初我爹救你们的时候，你们可是答应过不对林家村下手的。三哥，咱们琅琊寨已经没米下锅了，放过他们，咱们今天晚上就要喝西北风了。闭嘴，不嫌丢人。方才虎子的话你也听见了，我答应过你家老爷子不对林家村动手，但你那2个亲戚不是林家村的人，你让他们下马，留下身上的银子，我就放你们安全离开。这肯定不行。三当家，我是林骨头的孙女，方才听这位大哥说你们山寨都没米下锅了，不如咱们打个商量，结个善缘如何？我想起来了，你是林家老爷子那个二孙女，小时候长得又瘦又小，我喝过你端的水，给你个面子。三当家，车上坐着的是我舅家表兄，一把年纪受不到亲事，特意租个马车装门面，实际上没什么银子。你看他身上的衣裳还是我奶奶给做的，没钱。姬慎撩开马车帘子的手一顿，微微皱起了眉头。云无痕是嘴角狠狠地抽了一下。林立夏呀，你真行，敢说主子说不到亲事，还敢说主子没钱。三当家，你抢我表兄，我们肯定亲戚都没得做。你看这样行不？让我表兄和他的朋友每人给你留下10两银子，算是你们护送我们进城的保护费。好，所有不属于林家村的人，1人10两银子。虎子，你去认一认。车内坐着的是我表兄，帮他赶车的是他的兄弟，还有一个是我大哥。这辆车是我家的，里面坐着我大姑和我小姑，你们看面相就知道，我爷爷的亲闺女，
肯定是林家村的人。这个是谁啊？赶车的是我二叔，瑟瑟发抖的是我堂姐，包严实的是他夫君，风俗跟咱不一样。三个外村人，1人10两银子，够咱们山寨买半个月的粮食了。回去跟老爷子打个招呼，我们实在是揭不开锅，才不得已。女婿10两银子。立夏，你早上才给他120两银子，我一共就没有多少陪嫁。谁有120两？小丫头，你敢骗我们？云无痕，擒贼先擒王。遵命。陆吉慎，别忘记你发过的毒誓，你要不能斩草除根，就别轻举妄动。这便是你与他们周旋的原因。我说会护住林家，你从未信过我呀。陆吉慎，我不是不信你，我习惯我二哥说话不靠谱，我怕你考虑不周详。姬慎的肌肉紧绷，山野丫头说话就说话，靠他这么近做甚？陆吉慎，你不是要挖矿吗？你快看看，那些山匪个个长得膘肥体壮。你是想让……姬慎满脸震惊，一回头，唇就擦到了林立夏嫩滑的脸上。谁让你转头啦？哎呀，算了，你也不是故意的，就不跟你计较了。方才的事你考虑的怎样？你怎么还发愣呢？那你考虑的怎么样啊？说话就说话，不要动手动脚。关键时刻你怎么还拖泥带水？你到底行不行？行。林立夏，云无痕打山匪手到擒来，就怕打斗中山匪会误伤你的家人。打什么打啊？打打杀杀的多不安全呀！给我120两银票，我去骗他们，乖乖给你挖矿。你只要把人给我看好，绝不能放跑一个出来，不然我林家被报复，你就等着誓言应验吧。看看，都说结个善缘，你们非要贪心不足，差点害死我们林家的人。实话跟你说，那根本不是我表兄，是京城的贵人，身份我们惹不起，你们狼牙寨也惹不起。贪心不足蛇吞象。看清没？车里贵人的。看清了，不认识。据说是京中什么皇子的黑鹰卫，武功好到一个人可以杀光你们整个狼牙寨。林姑娘，我们最多谋财，从未害过人性命，能不能跟贵人说，饶了我们这一次？唉，三当家，我就是认出你们曾受我爷爷恩惠，我才冒着性命危险，想做个结善缘的中间人。林姑娘，求你，求你，再跟贵人说说，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三当家，这次机会你真能把握住？能，必须能。是这样的，贵人来咱们这儿办差，意外摔断了腿，如今人手不够，想找一群身形魁梧、英勇不凡的好汉协助。事成之后，一个人给200两赏金。200两奖赏？我们山寨的兄弟个个都身形魁梧，英勇不凡。但这样不够，贵人说还要口风紧。我口风很紧，连我老娘问我都不会多说一句。贵人要的人手多，我怕你们不够。够！我们狼牙寨一共53个弟兄，加上2个煮饭婆子，要是还不够，你说个数，我想办法让道上的兄弟凑一凑。那你等一等，我去问一问贵人，把耳列好，都听见了没？听见了，不是误人。刘吉慎，再给你出个法子，平时在伙食上别亏待他们，统一口径，赏金是后节。偶尔呢，点几个小火堆，将他们聚在一起唱歌跳舞，时不时的再搞一些表彰大会，给挖矿又好又快的人发个奖牌，账上给一大笔奖赏，将账上金额最高的3个人连同名字和赏金一同挂在最明显的位置，保证他们个个都听话，拼死了给你挖矿。陆吉慎，你怎么又发愣了？让他们什么时候会合？在哪儿会合？你人手够不够？够，今夜子时，位置你定。这10两银子算我的中间费。陆吉慎，看清楚了，我们林家人不白拿别人的银子，少于还你。三当家，你们要不要再考虑一下？贵人说那任务有点累，至少需要半年，可以先给你们每人2两银子做定金。你们都是我爷爷的病人，我就怕你们去了之后嫌弃累，在背后骂我。不用考虑，一人200两银子的奖赏，我们什么苦都能吃，绝对不嫌弃累，只会感激你。三当家，你不会拿着银子跑路，让我们林家被贵人责罚吧？不会，我53刀对天发誓，我若拿了银子跑路，
就让我不得好死，死后下18层地狱。停，我相信你。三当家，贵人说煮饭婆子不用出力气，只给50两奖赏，要你今夜子时带上所有人在城外等他。50两奖赏，不少了。贵人好走，贵人，咱们晚上见。贵人，我们狼牙寨言出必行。今天是个好日子。夏夏，你跟山匪说啥了？没啥，给他们找了份好差事。陆公子，我家夏夏方才与你说什么了？啊，没说什么。方才教你的都学会没？没，我再温习温习。大人，你的嘴角怎么流血了？小雪，你方才为何要那样说？大人，妾怕银子不够咱们回京的盘缠。好了，小雪，别哭。大人，方才那群山匪呢？怎么解决的？小雪，我有些累了，你帮我揉揉肩头。到了。爹，你不送我们进城吗？小雪，爹无能，帮不上你，以后的路要靠你自己走。龚大人，林家不敢挟恩求报，倘若有一日你对小女的联系不在，还请你给草民来一封书信，草民自会接回女儿。爹，我肚子饿了，你先去给我买个白面饼吧。立夏，你等等我们。主子，要不要给他雇个车呀？不用管。大人。小雪，不怕，万事有本官在，我们租个马车回京。吴三道，你的义气都被狗吃了。林骨头是谁呀？那可救过咱们山寨不少人的命呢。大哥，我没动手，林骨头孙女还给咱们介绍了活，赏金200两呢，就是有点累。废话，这做啥不累啊？咱们当山贼不累？你看看人家林家人多厚道呀！通知弟兄们，中午吃顿好的，去了给人好好干活，万不可让人家林姑娘因为咱们受连累。夏夏，饼还热着，趁热吃。啊，对了，你堂姐呢？哦，没见人呀，应该是跟那个姓龚的租马车走了。那你二叔呢？咋也不见人呢？爹，我看见二叔在城门口掉头回去了。哎呦，这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啊！夏夏，毛溜要拴到院子里。袁无痕，银子我焐热都还给你了，你可别想赖在我们家里蹭饭。林姑娘，这是你家酒铺？你家酒铺怎么会在这儿呀？你这话好奇怪啊！我家酒铺不在这儿，应该在哪儿？大哥，吃不完。陆公子，要不要小店内看看？不用了。陆基善，我家小店一共3间房，我爹和大哥住1间，我和小姑1间，还有1间给我二哥暂时落脚。林立夏，我腿伤还没好呢。你不是买小院了？买在哪儿？赶紧带你家主子回去住。吴痕，怎么回事？小院就买在那儿。吴痕，这次差事办得不错啊！回京后官升1级，月俸加3成。陆基善，你迟早要回京的吧？林立夏，你什么意思啊？这儿开个门，我可以把这几间房全改成面馆。陆基善，看在我方才帮你大忙的份上，带你回京时把这个小院转给我呗。林立夏，你看我像是缺你这点银子的人吗？陆基善，那我能去你的小院看看不？还不带路。陆基善，就你和袁无痕2个人，请个婆子做饭不划算，在外面吃又不卫生。所以呢？你让人在这儿开个门，你把那片空地借我用，我免费管你们2个人的饭。这不合适吧？哎呀，邻里邻居的，理应该互助，节省资源嘛。你找人砸个门出来，我去买牛脊骨，晚上给你做牛肉面，有利于你的腿骨恢复。吴痕，你怎么看？主子，属下觉得林姑娘言之有理。属下听说喝牛骨汤确实有利于恢复腿伤。去办。劳烦单爷爷帮我引荐一位既杀猪又杀牛的屠夫，我喜欢吃牛肉。夏夏，你看那是不是小雪呀？夏夏，你站在这儿别走开啊，跟着你单爷爷安全，我去看看你堂姐。爹，西市是单爷爷的地盘，你让单爷爷去走一趟，不比你去瞎忙活强。堂姐妹怎么长得不像啊？堂姐妹2个孩子呢，都长得随娘。夏夏她娘啊，年轻时模样出挑。哎，这确实啊，立夏长得更讨喜。夏夏，
爹，你站着别动。单爷爷，那个哭唧唧的是我堂姐，旁边包的跟坐月子一样的是她男人，两人要进京，劳烦你推荐个靠谱的马夫，该出钱的就让他们出，只要安全到京就行。哎呀，文耀啊，这马氏门路多得很，你去不顶用，还是我去。爹，看到没？单爷爷出马一个顶仨，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夏夏，爹要不要再过去跟他们打个招呼啊？去吧，顺便告诉他们你看见他们办不成事儿的丑态，再告诉他们是咱们托人给他们解决的。那爹不去了，咱们在这儿等你单爷爷。原来你盘下了骆红尘酒铺啊！你那个会发出孩童哭叫声的鱼呢？那个鱼等面馆开业就能看见了。那你什么时候开业？暂定2日后。夏夏，这是人家最大的锅了。妹妹，你锅里炖什么呢？闻得好香啊！哥哥昨晚喝醉了，还冻感冒了，到现在都没吃东西呢。先进来再说。你们喝酒吹风啦？昨夜与骆兄聊京城的事儿，骆兄拿来许多酒，还在屋里摆满了冰盆子。两人聊着聊着就醉酒睡过去了。骆傻子，你该不会为了炫富故意摆上冰盆子，这才冻感冒的吧？子素哥哥，我给你把个脉。云无寒，带骆子素去对面的药店看。陆定宽，你有完没完？妹妹给我把个脉怎么了？碍着你什么事了？骆子素，你祖父没教你礼记。骆傻子，男女授受不亲，你这个当义兄的怎么不顾及妹妹名节呢？我们山野女子不讲究这些。子素哥哥，伸手。妹妹不用了，哥哥方才来的时候才去过对面的药铺看过。药呢？拿来我看看。他嫌苦没药。子素哥哥，你在这儿坐会儿，我去给你煮一碗葱白生姜大枣汤，这个不难喝，具有发散风寒的功效。妹妹，你对哥哥真好，我小时候风寒，我祖母也会给我煮这个汤的。林姑娘，我家主子方才来的时候差点摔了一跤，你快看看是不是腿伤复发了？子素哥哥，你等一下，我先给他看看腿，一会儿给你煮汤。林姑娘，你给我家主子看腿，我去给骆傻子煮汤。你会煮吗？会，我跟他一块儿长大，连他喜欢放几颗枣都一清二楚的。灵儿傻子，过来给我烧火。不就煮个汤嘛，至于4个人一起吗？灵儿傻子，你上次说的那个刀法，来了。疼不疼？疼。这儿呢？疼不疼？疼。这儿疼不疼？疼。也疼呀，疼不疼？林夏，马车颠了我一路，颠得我浑身哪儿都疼。信你才怪，你就是故意给子素哥哥找不痛快。云无痕，别告诉我墙后边就是你给主子买的小院儿。徐军师还是这么睿智。云无痕，你的初衷了，你的节操呢？天祥，这不怪我，这个真的是个巧合。好吧，我承认，主子说回京给我升官加禄。云无痕，把我的钱袋子还我。你不怪我？怪你做甚？主子的决定岂是咱们这些当下属能够扭转的？天祥，主子找你来，你来就来，怎么还把骆傻子带来？你嫌他命长？脚长在他腿上，我拦得住？我冬天都未曾染上风寒。想不到山野农女竟还有这般别出心裁的思路，是个好法子，一箭3雕，既解决周围匪患，也解决他做生意后顾之忧，还能替主子分忧。可惜出身太差了，怕是连个侧妃都不够格。天祥，这么远，我声音这么小，主子应该听不见吧？你看咱主子的眼神，你升官加禄要保不住了。属下失言，请主子责罚。无痕，今夜的差事你去办。陆金慎，你让他去监督呀。武功好，长得也像个好人，嘴皮子也挺利索。鼓舞士气怎么样？不行，我完全不会。这个天行可以，他最擅长鼓舞士气了。陆金慎，那群山匪能哄尽量哄，能让他们开心干活，肯定比拿着鞭子抽着干活效率高。徐天祥，过来喝驱寒汤。主子，属下愿意去。徐天祥，快来喝驱寒汤，特意给你多放了点姜，驱寒效果比我喝的强1倍呢。不用，我喝中药。袁无痕，谁家煮姜汤用2斤姜呢？袁无痕，谁家煮姜汤用1斤枣？我没有，不是我干的。骆傻子，是不是你干的？妹妹，这姜和枣都用完了，哥哥去给你买。哥哥喜欢甜的，就多放了点枣。徐天行风寒严重，就给他多放点姜。我谢谢你，但真的不用。子素哥哥，2斤姜你都放到他碗里，你不是想给他驱寒，你是想把他送走。主子，不管什么差事，让属下去吧。无痕，你送天行先去，等风随影到了，你赶紧回来。遵命。起来，去买姜买红糖，把骆子素带上。我傻子，你咋这么能造啊？
刘涵，快松手，要被你勒死了！罗傻子，我就出去一会儿，你就将2斤姜都放进了锅里。你想辣死天行，还是辣死你自己啊？我想辣死你！妹妹，你还买别的不？凡是能用得上的，多买不会出错。这话没错。林林夏，你做什么？煮祛寒汤。二哥，你怎么不拦着他？二哥，你怎么了？夏夏，云大哥方才传授我的刀法，妙得很。得，又傻一个。二哥，这么妙的刀法，你在院子里练才够发挥。不错，还是这么有眼色。林林夏，你经常煮祛寒汤？我也不爱喝中药，我从小到大受风寒都喝这个。什么味儿啊？能给我尝一下不？可以呀。哎，那是我喝。这个确实比中药好喝多了。林林夏，真的好喝，给我再盛一碗。幼稚，这是祛寒汤，你又没风寒，连这个也要跟紫苏哥哥抢。沿途山风那么大，给我吹得浑身都疼，许是风寒了。徐天祥，不想你家主子明天内热，就赶紧将他拉出去。主子，祛寒汤喝多了内热。天祥，为何就我没喝过祛寒汤？主子，这是民间驱寒的土方子。主子，虽说是林姑娘给骆子素煮的驱寒汤，可您喝了出锅的第1碗，骆子素都是喝您剩下的。言之有理。天祥，你也病着，你多喝2碗驱寒汤，最好都喝完，别给骆傻子留。主子，属下实在是喝不下了。再说属下都喝完了，等会儿林姑娘还得再煮。主子，龙鳞国5品以上的官员亲眷才有参加选秀的资格。若是林姑娘的兄长……天祥，你看着火，我去看看林立东叔温的怎么样了。幸好他聪明，不然这一锅的驱寒汤灌下去，他明天肯定要内热的嗓子疼呀。今天教你的都学会了吗？还差一点点，那你还有心思打瞌睡？今天教到学不会，晚上不许吃饭了。还发什么愣啊？赶紧温书，我一会儿过来检查。你父亲呢？我父亲去找木头了。夏夏说让立春刻个门匾。夏夏，你快来看看这块木头怎么样？爹，这是什么木啊？梨花木。梨花木？哪来的梨花木？隔壁院子里捡的。捡得好。夏夏，刻什么字啊？一碗好面。夏夏，不起个有文化内涵的名字吗？一碗好面，这个名字好，简单直白。有眼光，有品位。窦金山，你要帮我刻门匾？只要你以后也给我煮祛寒汤，刻门匾不是什么难事儿。可以呀，等你风寒了，我就给你煮祛寒汤。快刻吧。大哥，快来帮个忙。爹，是我让小姑帮忙定制的碗筷到了。哎呦，不是说京城的贵人吗？怎么还会雕刻呀？艺多不压身，多好的后生呀！哎，可惜出身门第太高了，就怕呀咱家立夏嫁过去受委屈。你别说啊，在这么多后生中，就属他长得最俊、最有才华，是有些可惜了。林伯父，离院士没多长时间了，你赶紧去温书吧。爹，他说的对，你赶紧去读书，剩下的活儿有我和二哥在，忙得完。对呀，大哥，你赶紧去读书吧。立夏，我帮你和面。都起来吧。陆金善，这都是你的属下，先说好啊，你给我刻门匾，徐天行给我搬酒坛子，云无痕叫我二哥武功，我只管你们几个人的饭，他们想吃面得掏钱。无痕掏银子。林姑娘，多少钱一碗面啊？大碗50文，中碗40文，小碗30文，看他们这身量得大碗，可能还得吃2碗。立夏呀，这个定价可比我之前的面馆贵1倍不止。小郭，咱们一碗好面走中高端路线，讲究味鲜料足，还是限量供应，一天只卖400碗面，就是早晚各卖200碗，这么贵呀，能卖出去10碗都稀奇。夏夏，这些人都是陆公子的下属，咱们今晚就不收银子了吧？林家伯父，这骨头汤闻着很香，面好吃，这个价格一点都不贵。小哥，你看，这不就开张啦？妹妹，你做的牛肉面，哥哥天天吃都不会腻的。真的？那你帮我个忙。妹妹，你说，但凡哥哥能做的事儿，一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林姑娘，我家主子比骆傻子更靠谱。不行，在梅花城，紫苏哥哥的名气大。等我再喝碗汤，咱们慢慢。听见没？我名气更大。陆鼎宽，你真不赢我的。主子，我能反悔吗？徐天行赶紧转移注意力。我舍不得这美味的一碗好面。天行，等一切步入正轨，你尽快回来。骆傻子，我要出门办差，没个10天半个月，许是回不来。你这段时间不许惹他。云无寒，你大爷的！你不要动不动就捂我的嘴，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拖我出来，我不要面子的。骆傻子，我这是为你好，子博哥没教你，不该问的一句都不要多问。那你跟我说，陆定坤故意将院子买在这儿，是不是在打妹妹的主意啊？骆傻子，走，陪我去买点好酒。大人放心，我们琅琊寨的人最讲义气，
林家老爷子对我们有恩，他孙女介绍的差事，我们保证玩命给你们干好。落红尘酒馆改成面馆，开业筹编，前3天凭才华免费吃面，还有机会赢得20两赏金。这上联酒香面熟笑相迎，下联我对菜美汤鲜心相印。恭喜阁下，您通过了第1关，可享受半价吃面的权益。您还可以继续闯关，通过第2关，您享受1折吃面的权益。哈哈哈。不是说凭才华免费吃面吗？难不成还有第3关？有，通过第3关可以免费吃面。诸位，丁某去会会第2关。丁兄，你先去。骆子素，你与面馆什么关系？你守第1关，岂不是让我等畅通无阻啊？单兄，第2关怎会是你？丁兄，这家面馆主人与在下祖父关系交好。单兄，请。丁兄，请。上联雄心壮志守擂台，那我对下联铁血豪情战天下。妙啊！恭喜丁兄通过第2关，丁兄可要继续闯关。齐山长，怎会是您？为何不能是老夫？学生只是太惊讶了。上联民心如水，天下归一。山长，容学生想一想。有了。下联国运如舟，乘风破浪。好一个国运如舟，乘风破浪！你是第一个对上此联的人。恭喜阁下，您拥有本店免费吃面的权益，并有机会呢赢得20两银子的赏金。有机会赢得20两银子赏金？还有什么条件？阁下吃完面，在下再与您细说。学生给出的下联智力如山，稳重长远。好一个智力如山，稳重长远！敢问林兄，那20两银子的赏金要如何才能得到？孙兄不急，您先吃面，等吃完面后，在下再与您细说。抬头对着他露出了窘迫的笑。让丁兄见笑了，这一碗好面实在太好吃。孙兄，你是为那20两银子赏金来的吧？那在下退出这场竞争。慢着，外面都是读书人，不想将他们吓跑，你有什么话就躲在这儿说。第1名的赏赐有2种选择，一种是20两现银，一种是当朝探花郎亲手撰写的秋闱考试心得。不知是哪个探花郎？不知道他是哪一年的探花郎，只知道他书中自称公行太，任职当朝工部郎中。此次负责监管望龙河的朝廷命官，不是说他失踪遇难了吗？敢问林姑娘，你方才说龚大人亲手撰写的秋闱考试心得，可属实？你从何处得来？齐山长，这是家兄在深山中机缘巧合捡到的，劳烦您帮着看看真伪。齐山长，您再翻一翻，全记住了，我这奖赏可就毫无吸引力了。小丫头，你先拿第10的书，吊着我给你做守关的第3人，又拿出探花郎亲手撰写的首集，只为了一个面馆做噱头，未免大材小用。何为大，何为小？我今日这样一折腾，明日指定传遍梅花城。一来我店铺一下子扬名，二来梅花城的百姓皆羡慕能免费吃面的读书人，大家都知读书好。来日我与子素哥哥的书铺趁机半价卖出启蒙书籍，再邀几位善心的读书人，日日在书铺门前免费的教授启蒙书籍，岂不是大善？你这个小丫头，谁教你这些的？世外高人。敢问外边方才要退出的公子，现在是否要退出？不对，敢问姑娘，怎样才有机会赢得探花郎的首级？方才本店的面如何？汤鲜味美。那让你帮着做一幅画，夸几句本店面的口感，不算违心之举吧？自然不算。那劳烦公子现场发挥，本店将会将你们的字画长期的挂在面馆的外墙，请食客瞻仰，且点评谁写的最好，按上手指印儿。1个月后得到点评认可最多的公子，第1名可以在20两银子和当朝探花郎的首集中做选择，第2名得赏金10两银子，第3名得赏金5两银子。姑娘好手段，在下也算见识不俗，第一次见人开店玩连环计的，一环扣一环，在下佩服。拿笔墨来。公子请，公子请。您后面呢还有3位公子等着发挥呢。陆基慎，你说这个梅山书院第一才子的画技如何？陆基慎，是不是我弄块帕子蒙上脸，就不会将这些书生吓跑了？不行，林立夏，你是不是还有后招？什么后招？这个才子的仪态真好，作画的姿态好流畅，好优美，本身就像一幅画。赚了哦，有后招，不过那是1个月之后的事儿。陆基慎，你要不要猜猜看？林立夏这个不将世俗礼教放在眼底的疯丫头，哪有未出阁的女子这样明目张胆地盯着一个大男人看？林立夏，你明日跟我学礼记。不学，这是我家的店铺，你看不惯，大可以现在就回你自己的小院，管得比我爹还多。哎，
早知道让奶奶给我做一套男装了，这样我就能光明正大的去看。小郭，快再煮10碗，6个半价吃面，3个1成吃面，还有1个免费吃面。夏夏，大哥方才算了算，一共有6个免费吃面，25个1成吃面，这样下去咱们亏得起吗？亏得起，你尽管把心放到肚子里。妹妹，哥哥肚子里的墨水都用尽了，只拦住少部分才启蒙的人。紫苏哥哥做得很好，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晚上呀，给你做大碗的牛肉面。哼，陆鼎宽，你听见没？妹妹夸我做得很棒，比你这个在这儿只会烧火的强。汉子，26个免费吃面，135个1成价格吃面，营收是675文；239个半价吃面，营收是5975文，一共营收6650文。一碗面的材料成本约10文钱，综合算下来，今天的毛利润营收2650文。咱们一人按照50文一天工钱结算，除去400文的人工成本，一共营收2250文。陛下，你的意思是说，咱们今日没亏？夏夏，咱们不仅没亏，还赚了2250文。像咱们这样的铺子，一个月的租金最少也要3两银子，分担到每一天100文，净利润在2150文。委实有点少。夏夏，半价销售还能挣2000文，那等活动结束，一天不得挣4、5千文呢？肯定不止，后期等活动结束，就我和小姑还有二哥3个人就够了。一天卖400碗，我们能净赚15000多文，一个月下来少说也有40多两银子。一个月能赚40多两，这块赶上咱家好几年收成了。咱爷爷给人看病，一年到头也攒不下5两银子，我忙活一整年打猎，也攒不到6两银子。林伯父，你家女儿明年及笄吧？对，明年立夏及笄。那你有何打算？总不能让她这样一直抛头露面吧？自然不行。为人父母的，自然希望孩子有个幸福美满的人生啊。林伯父，今日你家女儿非要出去看那些书生作画，我觉得不妥，硬是拦下她。这自然不妥，幸好你来得及时啊。看来呀，我以后要教一教她礼记，让她有点男女大防的意识。林伯父想得周到，他今日还念叨着忘记做套男装，我看他的意思呀，明天想女扮男装去看那些书生作画呢。那怎么行啊？这传扬出去，我家夏夏名声不就毁了吗？正是如此，我才邀林伯父过来聊聊。林伯父，林家对我有救命之恩，我不能看着你家女儿误入歧途。林伯父，如今呀，也只有您能约束她了。这怎么约束啊？我最受不了夏夏受委屈了。林伯父啊，据我观察呢，你家女儿也是最怕人流眼泪。她要女扮男装，您就哭，您一哭啊，她一准妥协。哭？这男子汉大丈夫的，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啊？林伯父，您可有别的招数能拦住她女扮男装？可我哭不出来怎么办呢？听闻用姜汁泡过的帕子稍微擦一擦眼，泪水就止不住流。陆公子，你是如何知晓这种不入流的手段呢？之前在军中有个新兵不想训练，就用了此种法子。哦，我家夏夏聪明得很呐，我就怕找不到机会用姜汁泡帕子。林伯父，你稍坐一会儿。林伯父，你用完之后随时过来取。这能行吗？林伯父，您若是从我这儿哭着回去，等会儿您女儿还不得找我算账呢？我就试一下，没想到这么管用啊！哎，林伯父，您还是在这儿温习一会儿书吧。哎呀，林伯父，您这样回去定然是瞒不过您女儿的，得想个说辞。爹，我决定了，从明天开始你就多个小儿子。爹，你眼睛怎么这么红？哦，困的。林伯父在这儿温书，困得不行，就一个劲儿揉眼睛，揉着揉着就成这样了。对，困的。今天忙活一整天，累得直打瞌睡。下次再回家呀，就带点薄荷，在困的时候抹一抹，提神醒脑。提神醒脑？爹，我过几天就给你做个提神醒脑的风油精。爹，你看我穿男装俊俏不？咱们这条街的成衣店买的，要不要给你们也买几身？夏呀，你女扮男装出去换了名声，找不到好亲事，让爹死后如何跟你娘交代呀？爹，男子汉大丈夫，流血不流泪，你咋哭得这般瘆人？老天爷呀，他才把嘤嘤嘤哭的小哭包堂姐给送走，咋又多了个嘤嘤嘤哭的老爹？夏呀，爹也知道男子汉大丈夫流血不流泪，可你这般不顾自己的名声，爹只要一想到九泉之下没脸去见你娘，爹这眼泪就止不住啊！芸娘啊，我对不起你呀！哎，停！爹，你别嚎了，男装我不穿了。
真的不穿了？不穿了，爹。为啥我能光明正大的去街上买东西，不能在咱们家的后院派那些书生作画呢？夏夏，那不一样。大街上姑娘小媳妇很多，你上街呢，大家都不认识你，只要不做出出格的事儿，不会坏名声的。夏夏呀，在咱家小院你一出去，那些人就知道你是一碗好面掌柜的女儿，人多眼杂的，你说一句他说一句，坏了你的名声，爹如何跟你死去的娘交代呀？爹，你咋又哭上了？我不穿男装了，不做出格的事儿，咱不哭了，行不行？夏夏呀，爹想你娘了。爹，要不我给你画一幅娘的画像，让你睹画思人。你骗人！你娘去的时候你才3岁，你许是连你娘的模样都记不住啊！爹，你们都说我长得像我娘，我可以照着镜子照着我这张脸画。林伯父，我带你去我院子里洗洗脸，你哭成这样不好见人呐。奇怪，这不就有水盆吗？为啥要到隔壁的院子去洗脸？这两人搞什么啊？林伯父，读书呢需要循序渐进，眼睛对读书很重要，下次万不可暴力揉眼睛了。爹，鲁基慎说的很对，下次再困的时候先眯一会儿，再温习书就事半功倍了。林伯父，您女儿说的在理，下次困的时候先眯一会儿。林文耀是一脸的懵，陆公子昨晚逼着他读书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瞧着那架势，比他爹还盼着他早些考中秀才，怎么这会儿就变了呢？陆基慎，这天才黑一点儿，你院子里就点这么多灯笼呀，真奢侈。陆基慎，袁无痕和徐天行都不在，你的腿又不方便，谁给你挂的灯笼？卖灯笼的人挂的呀。爹，你洗好没？趁着天还没完全黑，咱们也去买几个灯笼，这样你和大哥晚上还能多学一会儿，我晚上也能看一会儿书。夏夏，没必要吧？夏夏，这要是让你奶奶知道啊，咱们在城里这么浪费，她肯定又要心疼许久了。爹，咱不告诉奶奶。林夏，我觉得林伯父言之有理，你若不介意，可以到这边来读书。借光读书不必了，区区几个灯笼我还是用得起的。爹，你身上怎么这么大的姜味儿？许是帮林姑娘洗姜染上的。爹，下次做事的时候小心着点儿，等会儿去成衣店给你买身新衣裳。哎呦，夏夏，爹不用新衣裳。林夏，你回去换一套女装，我照着你的模样帮你临摹一幅你娘的画像如何？你画，我看行。林伯父，您万不可让方才的事传报，不然呢，您女儿明天就穿着男装四处晃悠了。这是您想看到的吗？不想。陆公子啊，我不忍心骗我家夏夏呀。林伯父，这不是骗，这是你的拳拳爱女之心呐。林伯父，你把方才帕的还给我，你赶紧回去换一套干净的衣裳，这件事闭口不提就过去了。陆基慎，你作画要多久啊？今日能画完吗？林夏，你就不能将头发好好梳一梳啊？太麻烦了。夏夏，让你小姑给你梳个头发。文雅，你给夏夏梳个你大嫂常梳的随云髻，这是你大嫂生前用的簪子。爹，这是你给我娘雕刻的？哎，爹本来攒钱给你娘买了个银簪子，又被你娘拿去退了，她非说这个比银簪子好。这是大哥呀亲手雕刻的，对于大嫂来说，比花钱买的银簪子更有意义。陆公子，劳烦你回避一下。哎呀，大哥，夏夏梳随云髻更像大嫂了，就是身量呀比大嫂矮一些，也比大嫂消瘦了许多。小姑，有没有镜子？我想看看。南屋有铜镜。听见陆基慎的声音，林立夏提起裙子就朝南屋跑。林立夏，将你的羡慕嫉妒化作努力追赶的动力，总有一天能在财富上狠狠压外面的鲁基慎一头。哎呀，换个发型确实不一样呀，衬得我都温婉了几分，再高一点，再圆润一点，这张脸应该会更耐看。我娘是个美人无疑。林立夏坦率自信的做派，乍一听半句没夸自己，细一琢磨又每句都在自夸。陆公子啊，这是你的房间，立夏，看够了就赶紧出来，动作轻一点。陆基慎，品味不错，有空帮我列个单子，1年后我要照着你屋内的标准，给自己也置办一套装门面。好，天祥，你说谁在想我呢？你想谁在想你？无痕，等你回去的时候，记得跟主子多汇报一下这边他们的情况。我也觉得他们挺好的，嘴里老念叨着林家对他们的救命之恩，生怕咱们为难林立夏，干活很是卖力呢。
憨得让人不忍心呐。你把他们老念叨的话多跟主子说一说，说不定主子对他们另有安排。言之有理。唉，也不知道我走前托影中置办的那些摆设，主子喜不喜欢。陆基慎，你到底会不会画？今日天太黑了，我看不真切，等明日天亮了我再画。算了，我就不该指望你。等明日天亮了，我自己画。陆公子啊，没关系，我也不擅长作画，怎么学都学不到其中的精髓啊。次日清晨，天刚大亮，暗卫遵循吩咐，将桌子搬到了院里最明亮的位置，蘸上一点墨，开始在宣纸上勾画出一个女子的轮廓。看着陆基慎不俗的画技，他懊悔的像损失了1个亿。这样的画技，只要买客眼不瞎，都能给高价。早知道陆基慎画技这么厉害，他早就薅到创业启动资金了。之所以愿意画这幅画，估计是看他爹昨日哭得太惨，要不让他爹再哭一哭，哄着陆基慎多画几幅。林林夏，你何时来的？陆基慎，我以为你昨天糊弄我呢，没想到你的画技这么好，可惜啊，少了作画的颜料。陆基慎，我送一套作画的颜料给你，你帮我多画几幅画，最好是山水画。基慎脸上的笑僵住，怎么什么东西到林立夏的眼中都是能换钱的俗物？林立夏，多少银子能将我曾经写给你的画本子买回来？你开个价。陆基慎，你看我像是缺你那点银子的人吗？不跟你浪费时间了，爹，你快去隔壁小院，陆基慎答应你的画画好了，他画技不错，应该能卖很多银子。夏夏，我要人家能给我们吗？爹，他不给你就哭，你一哭呀，没准他就心软了。哎呀，夏夏，爹脸皮薄，怎好为一幅画就哭呢？像什么样子？爹过去看看画。妹妹，早上好呀！哥哥昨晚温习输到后半夜，哥哥今天可以发挥得更好。子苏哥哥真有上进心，过几天呀，送你个提神醒脑的好东西，让你读书事半功倍。陆公子啊，你这画画得极好，把我家夏夏画的是栩栩如生啊，人好似在画中活过来一样。不过呢，并非是我想要的。听见林文耀这话，齐山长对画很是好奇，不知可否借老夫一观？恐是不便。听闻你夸奖他画技不俗，老夫一时心痒，失礼。这怎能怪齐山长？是在家招呼不周啊！不知齐山长您用过早膳没？林掌柜，我观这位公子好面相，莫非他是你看中的乘龙快婿？齐山长，你这什么眼神啊？这个姓陆的浑身麻烦事儿，哪里配得上我家妹妹啊？姓陆的，你瞪我做什么？我哪句话说错了？你是不是浑身麻烦事儿？骆子素，我的事儿何时轮到你评说？此话一出，周遭空气莫名的冷冽了几分，在场所有人都沉默了，心底暗骂：他大爷的陆定坤上过战场了不起呀，气势竟这般渗人，莫非真敢杀了他不成？老夫失言，昨日见林姑娘聪慧灵动，老夫家中有个世侄，人品模样皆不错，老夫想保个媒。的话还将他吓得打了个冷颤，他是哪句话没有说对吗？怎么感觉陆公子的气势比刚才更加渗人？陆公子息怒啊！齐山长不知您身份尊贵，不过您放心，我以及小女呢都有自知之明，绝不敢攀附。吃饭啦！夏夏，你的画像还在他手中。爹，不着急，我手中有他更想要的，跑不了。哦，那爹先回去帮忙了。陆基慎，今天的牛脊骨汤比昨日的味道更浓，画我帮你拿着，你赶紧洗个手，别趁热才好吃。陆基慎，人不能言而无信呀，你答应给我爹画的。陆基慎，你放心，我现在不缺银子，你写的那些画本子，我暂时不会拿去变现。林立夏，我不缺银子，你只管开价。不急不急，等你离开梅花城之际，你写的画本子还有你想要的令牌，只要价格公道合适，都给你。林立夏，方才我听见齐山长好似想给你保媒。保媒？陆基慎，我爹咋说？他没答应吧？陆基慎，你怎么不说话呀？我爹到底咋说的？林立夏，梅山书院可是这附近最好的书院了，似你这般年岁的女子，应该很向往齐山长保媒才是，你怎会如此惧怕？我现在就去跟我爹说，未满18，谁来提亲我都不嫁。听见林立夏这样说，吉慎紧绷的心逐渐的松缓下来，嘴角微微上扬。离林立夏满18还有4年，足够他筹谋好一切。林立东，书文写的怎么样？我吃过饭就去问书啊，我现在就去问书。
以后不管谁跟你提及我的亲事，你一律用未满18不谈婚嫁来搪塞过去。夏夏，18就是老姑娘了。爹，画像您先收好，等我再练一练画技，过段时间呀，给您画我娘的画像。陆基慎，你莫不是又在偷听？偷听什么？算了，也没啥见不得人的。陆基慎，过来帮我烧火。夏夏，咱们现在收档时间挺早的，要不要把400碗面提高到500碗呢？爹，你书温习的怎么样了？这次有几成把握能考中秀才？林伯父，昨日教你的内容可记熟了？差一点点。林伯父，这是今日要温习的内容。陆二公子啊，是不是我考中秀才就不必这么辛苦读书了？林伯父，不好好读书，当你的女儿有天需要你，你想除了眼泪和悔恨一无所有吗？陆二公子啊，我不是一无所有，我还有这家面馆呢。林伯父，不努力读书，你女儿家的门楣烧高险，你们谁能给她撑腰？林伯父，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你女儿好不容易才给你拿到这些书籍，你只考个秀才，对得起她的期望吗？我尽力啊，尽力不让我家夏夏失望。这就对啦，把这一篇抄3遍。陆基慎，你腿伤恢复的如何了？等会儿我要回林家村，要不要顺道带你回去复诊？陆公子啊，你腿上耽搁不起的，赶紧回去复查一下，心里就踏实了。林伯父，我就算回去复查腿伤，你该温习的功课也不能偷懒。不偷懒，绝不偷懒，你只管放心好了。哎呦，夏夏，你回来了！奶奶听你清泉爷爷说呀，咱家的面馆生意可好了。那是自然。哎呦，夏夏，快给奶奶说说咱家的生意是如何一个好法。奶奶，现在梅花城的人都以吃到咱家面馆的面为荣，排队吃饭的人能从咱家一直排到清泉爷爷家门口。哎呦，这么多客人呐，那你们几个人忙不忙得过来？这样情况下呢，是忙不过来的。不过呢，咱家面馆啊，一天只卖400碗面，每天不到申时就卖完了。哎呦，那不是少赚了很多钱？不可惜，咱家面馆贵精不贵多，反正银子没少赚。那能挣多少？赚多少关你什么事？奶奶，我给你买了一个银簪子，还有一副银耳环，你快看看喜不喜欢？哎呦，夏夏，才赚点钱，你咋就给奶奶买这么贵重的东西？哎呦，还是实心的，这要好几两银子吧？忘记多少钱了。奶奶，这个银簪子你先将就着戴，等过年了我给奶奶买一套金簪子戴。哟，那可舍不得，就这个实心的银簪子呀，咱村都没几个人能戴得起。奶奶要是带出去呀，保准大家都夸夏夏孝顺，夸奶奶有福气。奶奶，陆基慎教我爹我大哥读书可认真了，您让爷爷赶紧给他检查一下腿伤。哎呦，我去喊你爷爷回来。陆基慎，如今你也不缺银子，不如我将虎崽子半价卖给你。半价多少？上次云无痕那只死老虎就卖了88两，左右是忍痛割爱，倒不如卖给饲养过虎崽子的陆基慎。像这般大的虎崽子，你亲手喂养长大，肯定和你很亲，这样的机会可遇不可求。陆基慎，原本这样的虎崽子呢，最少也要卖200两银子，给你个友情价，100两银子，我忍痛割爱。林夏，你会的成语还挺多呀，既然你这般不舍，我怎好夺人所爱呀？哎，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呢？莫非是想还价？陆基慎，你真的不要虎崽子？那我只能把它卖给我那个财大气粗的义兄了。哎呀，我那财大气粗的义兄性子最爱张扬，带只老虎出门肯定是万众瞩目。陆基慎，你心甘情愿的？是。夏夏，你咋又跟陆公子？爷爷，我没有白拿他银子，爷爷，这是他要买虎崽子的银票。夏夏，一个猫大的虎崽子，你就收人家200两银票？爷爷，那是虎崽子，从小喂大的虎崽子，关键时刻能护主，可遇不可求的。陆基慎，你快跟我爷爷说说，我方才说的对不对？虎崽子是不是可遇不可求？林家爷爷，他说的没错，亲手喂养长大的虎崽子会护主，区200两银子真的不多。李春，趁着天没黑，你要不再进一趟山，再给夏夏抱一只虎崽子回来？爷爷，我是您亲孙子不？再知道害怕了。爷爷，我要知道他是虎崽子，你借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去偷啊。二哥，先陪我去看看秧苗，晚点咱们去找清泉爷爷，这200两全买成稻田，就挂二哥名下。先说好啊，稻田种什么我说了算。买地好啊。奶奶，200两银子能买多少地？这咱们村没听说有人要卖地呀，不过可以让你清泉爷爷帮忙打听打听，看隔壁村子里有没有人卖田。五嫂啊，这陈家村的地行不行啊？哎，不要不要。奶奶，为什么不要陈家村的地？这陈家村的李正啊，是你二婶的大哥，你二婶这么见不得你好，就怕他们暗中给你使绊子。
哦，还是奶奶考虑周详。五嫂啊，你家现在有牛，又不缺劳动力，只要是肯开荒啊，勾浑河边上的荒地呀，是个好选择。清泉爷爷，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勾浑河那边的荒地多少银子一亩？2两银子一亩。夏夏，勾浑河附近啊都是乱葬岗，加上勾浑河死过不少人，不少在那边耕田的人起太早都能听见鬼哭声。奶奶，咱们又没做亏心事，怕什么鬼哭声？清泉爷爷，地契写我二哥的名字，我先种1季水稻，情况不妙，我就会全部种成荷花，荷叶和莲子皆可入药，亏不了钱。林清泉满脸的震惊。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可以大片种植莲藕呢？爷爷，我这里一共有236两，你就再借我30两，就能一起买了。磨磨唧唧什么？别以为我不知晓，你这段时间呀，偷偷攒了快40两银子。那是给文耀、文辉、立冬读书用的。爷爷，我面馆的生意很稳定，等爹去考试，经费只多不少。听见没？赶紧把钱拿出来。买，清泉，就按夏夏说的办，全买。孩子他娘，下次在外人跟前给我留点面子，不要当着孩子的面拧我。谁让你掏钱磨磨唧唧的？当初呀，咱家夏夏多爽快，说把就往作坊给你，就给你了。你再看看你，我不是舍不得银子给夏夏，我怕文耀他们没钱报名考试。就你歪理多。孩子他娘，你等等我。夏夏，幸好没让奶奶发现，不然非得拿笤帚打死我。二哥，你名下一下子多了100多亩田，激不激动？想不想去看看？好啊，这个时候去，奶奶问起来，正好能跟她解释清楚咱们为何比他们晚。夏夏，你说大哥知晓，你一下子买这么多田挂在我名下，他会不会吃味啊？你想他吃味还是不想？娃娃鱼，娃娃鱼的叫声戛然而止。二哥，你快看看鱼在哪儿？这个娃娃鱼能卖钱不？能卖不少钱呢。二哥，咱回家拿渔网来。今天晚上咱们吃鸡不吃鱼了。奶奶，勾浑河不闹鬼，是有娃娃鱼。等我二哥把娃娃鱼网上来，借爷爷的银子就回来了。二哥，看样子咱们运气很好，一网就将那娃娃鱼捞起来了。夏夏，一条娃娃鱼能卖多少钱呢？二哥，捞起来后放咱们面馆，让鲁基慎给娃娃鱼编个凄美的故事，先把娃娃鱼的话题炒一炒，等话题度上去了，咱们再找个机会让那些有钱的书生来竞拍。夏夏，为何找陆公子写？咱大哥不行吗？咱们认识的人中，就属鲁基慎的画技最好，文采最好。林家爷爷，你肚子不舒服，不如就在这儿歇一歇，我过去看看他们。喂，许是我方才跑得太快，岔气了，我过去。哦，立春，你唠叨什么了？二哥，咱快跑，网不要了。不行，得把他打死。咱家刚买的地在这边呢。立春，你们唠叨了什么？爷爷，捞到一条水桶粗的蟒蛇。我觉得呀，以前掉入河中的人，许都是被这条蟒蛇给害了。哎，立春，打不得，这条蟒蛇是勾浑河的神灵，伤到它会招来灾祸。爷爷，不打它，咱家新买的地怎么办？夏夏，你信爷爷说的什么神灵吗？爷爷，他要是真是神灵，又怎么会伤人呢？我觉得二哥说的对，得找人把他打死，省得以后祸害咱家地里的庄稼。夏夏，爷爷走得好好的，突然岔气，现在腹痛难忍，许是触怒了神灵的惩罚。爷爷，听你的，我们不打。我现在扶你找个地方坐下，你调整一下呼吸。爷爷，你哪儿疼？我给你揉揉。不用，立春，你过来给爷爷揉。鲁基慎，你说我用烈性软筋散能不能将蟒蛇弄晕？林夏，你想做什么？为民除害。鲁基慎，林家村都知道这条河恐怖，淹死过许多人，有些人连尸首都找不到。我觉得与这个蟒蛇脱不了干系。你爷爷不会同意的。我知道，老人迷信。今晚你帮我拖住爷爷，我带着二哥他们偷偷摸摸就把这事儿办了。蟒蛇的尸首你准备怎么处理？我爷爷和奶奶迷信，我们也不好做得太过，就将这蟒蛇迷晕，将它的嘴捆上，扔到野梅山的深处喂狼。拿蟒蛇喂狼群？就你二哥那身手能回来吗？不对，你不是要你二哥做。真聪明，这儿离你的银矿不远，将你的亲卫召回来，让他们一起帮个忙好不好？鲁基慎，你这个腿伤好了之后，若遇上刮风下雨天，还会隐隐作痛的。只要你帮我这个忙，我就写一套康复的法子，让你减轻痛苦。林夏，如果没有蟒蛇，你打算什么时候将这个法子与我交换？你既然问了，那我就实话实说。这段时间接触下来，我觉得你这人挺好的，
是个值得交心的朋友。原本是打算等你离开之际，就把这套康复的法子赠予你的。当真？当真。如今我手中也没有别的筹码请你相助了，无奈之举。区区蟒蛇，何须你与我讨价还价？今夜我就没有人处理了。够意思。走，回家，晚上给你炖鸡汤。我正愁打什么猎物给他们改善伙食呢，这个蟒蛇来得正好，一起去。主子在林家，身边一个暗卫足矣。笑笑，爷爷昨天晚上叫我看得很紧，我早早才有空去沟文河。刚才一看，那蟒蛇跑了，那咱们新买的地怎么办呀？李春，你对勾魂和神灵做了什么？爷爷，我刚才去捡网的时候，那条蟒蛇已经跑了。跑了好，跑了好啊！爷爷，你最近是不是哪儿不舒服？没事儿，就是肚子有点疼。奶奶，我看爷爷一直在揉肚子，你知道他怎么了吗？哦，他说呀，夜里冻着了，有些拉肚子。我让他吃药，他说没事。奶奶，你给爷爷救一救肚子。奶奶，我去找三爷爷做个小工具来。李笑，你没摔着吧？二叔，你昨夜就睡在这儿。二叔，你先跟我回家，让爷爷给你上点药。二叔，我爷爷肚子不舒服，奶奶说都窜了好几天了，你不回去看看他？吃药了没？爷爷没当一回事儿。哎，那可不行。当年林老七他爹那就是拉肚子没当一回事儿，最后人都直接拉没了。二叔，那你好好劝一劝爷爷，我去找三爷爷有点事儿。文辉，你跟娘说，这次打架又是为什么？文辉，因为夏夏给我买银簪子，他回去跟你闹了。娘，我爹肚子不舒服，吃药没？你爹死不了，你不说清楚，我都要给你气死了。娘，你别管。你想气死我啊？文辉，你个子也不小，人也不文弱，你咋就打不赢一个陈菊花呢？读书人打媳妇像什么样子？文辉啊，等会儿跟爹走一趟，咱们去陈家村问问他们怎么教女儿的。爹，算了，3个孩子还在陈家村上足学呢。文辉，你也是娘的心头肉，你心疼你的孩子，你忍气吞声。你有没有想过，娘看见你受委屈，娘也心疼的跟有人拿刀子扎一样啊？文辉，你跟娘说，你是打不赢他，还是顾念着读书人的身份，不敢跟他动手，亦或者是顾忌着几个孩子？爹，娘，我想进城找个差事。文辉啊，你大哥是发家了，但这些都是夏夏的功劳。若非你媳妇当初处处挑夏夏的刺，也不会将你们分出去。爹，我知道立夏能干，大哥越过越好，他善妒，我想进城找个差事避开他。文辉，你总不能避开一辈子吧？他爹你怎么看？文辉啊，你先去你大哥屋里歇歇，你说的事儿让爹考虑一下。对，你先去歇歇。陆公子，云大哥，你们早上想吃什么？灵儿傻子，闹成这样，你爷爷没能力解决，你觉得最后谁受累？管他谁受累，我家夏夏说天大地大，吃饭最大。我先去挑水了，主子要不要属下？武汉，这是别人的家事。想不到娶媳妇这么可怕，自己不得安生，连家人也跟着受累。幸好主子出身尊贵，将来有一天一定会娶个温柔贤惠的主母的。主子，那群山匪有些难办呐，处处念叨着林家对他们有恩，生怕咱们为难林姑娘，一个个干活可卖力了。哦，武汉，这些山匪一直这么识时务，告知风翠影可以考虑将他们收编。主子，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云公子，你还没说蟒蛇与狼群到底谁赢了？千万别跟我爷爷说漏嘴哦。什么别跟我说漏嘴？夏夏，你瞒爷爷什么事儿了？爷爷，袁公子说带我二哥再进一趟深山，怕你担心，本想瞒着你的，却被你给听见了。云大哥，夏夏说的是真的，你愿意再带我进一趟深山？罗吉善，一会儿给你做鸡蛋葱油饼吃，顺便多做几个，让你的下属带回去吃。好。鲁吉善，调小火。鲁吉善，这个锅的火挪到隔壁灶内，要一直小火。二哥，你上山帮我多割一些薄荷回来，我一会儿有用。夏夏，你们今天不回面馆了？不回，我小姑会炒料，跟我爹和我大哥忙得过来。夏夏，一杯老薄荷够不够？爷爷，让我二哥去，你把这碗鸡蛋面糊糊喝了，暖暖胃，肚子就没那么疼了。还是夏夏最孝顺啊。爷爷，你赶紧喝，喝完等一个时辰再救一救肚子，要是还不好，晚上就跟我进城看大夫。看什么大夫？爷爷自己就是大夫。小五啊，
立夏说你肚子疼，要我给你做个坐垫，说是给你揪肚子用的。我和智山呀，连饭都没来得及吃，你快看看这个合适不？三哥，你跟智山那先吃个饼垫垫。夏夏这孩子人不大，就爱瞎操心，看见我闹肚子，非要给我做个鸡蛋面糊糊，说养胃。三哥，我都不知道他还跑去麻烦你，闹得你饭都没吃。二叔，锅里给你留了饭。我没胃口。立夏，你在做什么？我帮你吧。你等我，二叔，你累了就歇歇。林文辉点头，干的是一脸认真，好似忙起来就不会想起烦心事。二叔，先喝点水养养胃，晚上想吃什么我给你做。我不。二叔，你要是不吃饭，我可不敢让你帮我干活了。二叔，你以后有何打算？我早上还跟你爷爷商量，我想进城找份差事。二叔，找什么差事啊？你跟我干，我保你3年后在梅花城买座小院。夏夏，你二叔还要烤秀才，不冲突啊。二叔每天工作4个时辰，剩下的时间他可以自由安排。爷爷读书读一整天会读傻的，应该劳逸结合。歪理呀，辉，你怎么想？爹，夏夏的好意我心领了，我不能给大哥添麻烦。他若知道我给夏夏干活，定会过来闹得你们不得安生。夏夏，你二叔说的对，以你二婶的性子，绝对干得出来。爷爷，这事儿好办，只要二叔狠得下心，舍得小满、小韩、小鼠他们，我能解决。这有什么舍不得？他们本就看不上我这个爹，与我一点也不亲。文辉呀，你好好读书，等你考中了秀才，小满他们自会对你改观。二叔，我缺个信任的人管事。立夏，二叔真的不会给你添麻烦。只要二叔听话。你死到外头了，家里的水缸没水了，你赶紧回来给我挑水。小鹿，进屋，我给你腿换药。立夏，只要不给你添麻烦，二叔想离开这儿，保证什么都听你的。李文辉，你个窝囊废，读书10几年考不中秀才，现在连家里的活都不干，你怎么不去死啊？你怎么不去死？吃了多少屎啊，这么臭！死丫头，敢把水朝我身上泼，看我今天不打死你！陈菊花，你住手！你有什么火冲我来，不准你对立夏动手！你个窝囊废，快给我松手！我今天非要打死这个没大没小的死丫头！死丫头，我跟你二叔吵架关你屁事！你上来就泼我一身污水，还敢用棍子打我！我泼我家门口关你屁事！死丫头，你要跑死我！你最好过来给我打2下，不然今天的事没完！你休想！二哥，二婶打我！死丫头，我都没打着你！婶儿，您欺负我二叔那是你们2口子的事儿，我管不着。你敢欺负我们家夏夏，你别怪我手上没轻没重的。你敢？二婶儿，我1不读书，2不考秀才，没那么多讲究。你要不要试试啊？看我敢不敢？陈菊花气得咬牙，这可是将虎崽子当猫崽子抱回来的愣头青啊！硬碰硬，肯定是他吃亏。叶立春，你睁大眼睛看看，是立夏这个死丫头，先泼我一身黑水，又用棍子打我胳膊，还不许我打她。不许！水泼在我家门口的，肯定是你先惹夏夏。你连文辉，限你半个时辰将水缸挑满，不然你就死在外头别回来了。松开我要回去。没大没小的愣头青，看日后谁家姑娘敢嫁你，你就等着打光棍吧。我打光棍也不娶你们陈家村的姑娘。呸！你这段时间天天骂我二叔，村里不少人都在说，宁可打光棍也不娶你这样的泼妇。顺手关上了门。李文辉，你个窝囊废，看着你的侄儿侄女欺负我啊！你是不是个死人？你再骂，我就出个盘缠，让二叔去京城投奔林小雪。林立夏的话音一落，院子外陈菊花的叫骂声戛然而止。林立夏失笑，打蛇打7寸，林小雪就是陈菊花的7寸。二叔，对不起啊，刚才是我冲动了，一会儿你回家，他肯定又要打你。立夏，不怨你，是二叔没用。林文辉打断了林立夏的话。我想今夜就走。可以，你连夜进城找我大哥，找个客栈住下来，等我后天进城寻你。立夏，二叔真的不会给你添麻烦。不会的，只要你别让他知晓你是来投奔我，我定能让你考前安稳避开他。行，二叔听你的，真若被他寻到，也绝不会拖累你和大哥。林立夏不放心，与林立春对视一眼，兄妹2人探头探脑的跟在林文辉身后，同时还伴有焦急的呼喊声：爹娘大哥，你们快起来找找，李文辉出去挑水，到现在还没回来。哎呦，文辉啥时候去挑水的？
我哪知道啊！李夏这个死丫头，把我跑得累死了。一觉醒来想洗个澡，水缸还是空的。死丫头，是不是你给你二叔盘缠，让他进京去学小雪了？我的银子买农田都用光了，你下午一个劲儿的骂，让我二叔去死，怕不是你把我二叔骂得想不开了吧？不可能，我又不是第一次让他去死，在我不见他之前去死，最好不是，不然你等着偿命。二哥，你去拿个盆，村子里面敲一敲，喊着大家一起帮忙找找二叔。好。李春呐，这么晚了，山中蛇虫多，莫要连累旁人被蛇咬。以文辉的性子，不论是寻死还是离家出走，他都不愿意给人添麻烦。李春，带上火把，带上驱蛇药，咱们自己先找一找，实在找不到了，再请其他人帮忙。李春、李夏，不用点火把了，你二叔给咱留信了。五叔，我真不知道文辉哥跟我借银子是要离家出走去青阳城讨生活的。季昌啊，这事不怨你，老二媳妇，你看见没有？你日日骂文辉，骂得他受不了了，宁愿一个人去青阳城讨生活，都不愿意留在家里。李文辉跟你借了多少？300文。五叔，文辉哥跟我说，这个银子不用你还，让我找。休想，我一文钱也不会替他还。可恶，还得我自己挑水。季昌，今日的事谢谢你，这钱你先拿着。五叔，文辉哥不让我跟您要钱。爹，我先去厨房帮小姑，车上的东西你和二哥搬到我房间。立夏呀，小姑想求你一件事儿。什么事儿？能让你表妹在这儿住几天吗？这儿住不下呀。立夏姐姐，我可以洗碗，可以烧柴，也可以擀面条。立夏姐姐，我会摘菜洗衣服，能不能留我们在这儿？可以。丑话说到前头啊，活干不好的人我可不留。小贤一天40文，小慧一天30文。哎呀，立夏，不用开工钱的，让他们吃饱就行了。那不行，小姑，我给他们开工钱，才好要求他们把活干得漂亮。你也一样，活干不好，你是我小姑，我也不留你。你这孩子，刀子嘴豆腐心。夏夏，这晚上怎么睡呀？周，看来你这段时间在京中过得很滋润呀。那是自然。子苏哥哥呢？该不会还在睡懒觉吧？你找我家公子什么事啊？我家公子进去怎可乱闯？带子苏哥哥赚钱也不行。行，很行。公子起床了，发财机会来了。公子，你快醒醒啊！林姑娘来了，她说要带公子赚钱，你赶紧起来。妹妹来了。妹妹啊，哥哥昨晚文书太晚了。哥哥这么聪明，又这么努力，这次考秀才稳了。妹妹，你找哥哥什么事啊？子苏哥哥，我手里有一笔大买卖，你只要租个房子出场地，我出秘方，利润我分你2成，保你只赚不赔。黄忠，赶紧去租房。林姑娘，应该租多大的院子呀？对地段有什么要求不？子苏哥哥，2进的院子3套，一套离一碗好面越近越好。哎呀，可恶啊！最好的位置竟然被陆定坤给先占了。小周，借用舅舅的人脉，赶紧去办，越快越好。林立夏挨个看完后，忍不住怀疑这骆子素是在跟陆吉慎较劲儿啊，因为最后一个院子是紧挨着陆吉慎的小院，若是再开一道门，林立夏就直接可以从自家的面馆穿过陆吉慎的小院，直通香皂作坊。妹妹，你看这儿够不够宽敞啊？妹妹，你说我搬到这个小院来住能行吗？当然可以啦，这一间改成灶房，这一间改成工作间，这一间改成库房，剩余你和我爹我大哥一人一间。正好他大哥空出来的房间，让小姑母女3人搬过去住，这样他就能一人住1间了。妹妹，我现在就让小庄给你搬。就连藏身在客栈的林文辉，也在林立东的安排下住进了烧制碱水的小院。日去绣庄交货很是顺利，冯锦红验货后，很快就将剩余500块的香皂的定金给付了。薛静婉满心期待地迎接外出公差的丈夫回家，跑得头上的珠钗都直打结，却看见丈夫龚行泰举止亲昵地挽着一个娇弱的妙龄女子，迎面朝着她走来。相公，她是谁？龚行泰不悦地皱起眉头。娘说的没错，她就是太惯着薛静婉，才会让她蹬鼻子上脸。静婉，她叫林小雪，是为夫新纳的姨娘，以后府中人就唤她雪姨娘。龚行泰眼眸从府中下人身上扫过，他娘说薛静婉仗着娘家有钱有势，经常笼络府中下人，欺负她的侍妾和通房丫鬟，是得给这些人一些警示了，免得这些捧高踩低的下人在府中欺负雪儿。你们都跟本官听好了，雪姨娘对本官有救命之恩，
谁敢怠慢雪姨娘，本官立刻将他抽筋扒皮卖了。听见宫刑太当众敲打府中的下人，林小雪是感动的热泪盈眶，一脸娇羞道：大人，小雪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认识您。这话听得宫刑太是通体舒畅，他太享受这种女子以他为天的恋慕。他抓紧林小雪的手，嘴角的笑容不停地上扬。雪儿，快给你薛姐姐见礼。林小雪依依不舍地松开了宫刑太的手，一脸娇羞无措地看着薛静婉。小雪见过薛姐姐。薛静婉心中的愤怒和羞辱如火山爆发般汹涌而出。丈夫离家一走3个多月，她既要侍奉公婆，照顾女儿，打理公家产业，还要处理公家在京中的各种人脉关系。她累死累活为公家奔波走动。宫刑太就是这样回报她的，带回一个小妾给她添堵也就罢了，还当着公家这么多下人的面让她脸上无光。相公，你此举不妥。林姑娘对你有救命之恩，咱们大可以拿银子回报她，你怎可恩将仇报，让她做一个低贱的妾呢？听见这话，林小雪委屈的眼泪直打转转，紧紧地拉着宫刑太的手。大人，给您做妾很低贱吗？慎言。宫刑太又强调一次。雪姨娘对为夫有救命之恩，为夫以身相许，纳她为妾，又怎会低贱？相公，咱们这条街的沈太医医术高明，对不少人都有救命之恩。若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报答恩人，那你应该换沈太医一句后爹。毕竟娘的命就是沈太医救的。薛家就是这样教女儿诋毁婆母的。你打我，你竟敢打我！薛静婉捂住脸，泪如雨下，满脸的不敢置信。宫刑太，当初你去薛家求亲时，你说过会怜我、惜我、疼我、护我一辈子。如今你为了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妾，你竟当着全府这么多下人的面打我！薛静婉，男子汉大丈夫3妻4妾很正常，是你善妒容不下雪姨娘，还辱骂婆母在先，是你理亏在先。薛静婉哽住，身后又传来了婆母不悦的指责声。吵什么吵？胎儿刚到家，奔波了一路，你就不能让他安安心心的喝口热茶吗？娘，胎儿啊，你怎么受了这么多呀？哎呀，我的儿啊，出门在外，你怎么不会照顾自己呢？娘，儿子这次遇难了，肩膀和大腿各中一箭，多亏雪姨娘搭救。哎呀，我的儿啊，这要心疼死娘呢！来人，将席园收拾出来，让雪姨娘搬进去。连翠、连喜，你们去侍奉雪姨娘。听见婆母越过自己给雪姨娘安排住处，又安排了2个丫鬟贴身侍奉，薛静婉就再也绷不住了，当即掉头就带着陪嫁丫鬟回了娘家。薛母听完了整个事情经过后，一边心疼女儿，一边数落女儿。哎呀，婉婉啊，我的儿啊，你洒嫁人这么多年，依然是这般藏不住心思的性子。我就一个乡下来的村姑嘛，犯得着你与女婿伤和气？娘，宫刑太看着那个林小雪的眼神，是女儿从不曾见过的温柔和怜惜。林小雪对她又有救命之恩，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我的傻婉婉，一个村姑能有什么见识？你何必拿自己这块玉石去碰那石头？女婿后院的阮姨娘、柳姨娘，哪个是善茬？让他们先斗一斗，你再坐收渔翁之利。娘，我心里憋屈。婉婉，你看咱们左邻右舍这些官家太太，哪个后院里没有1个2个糟心的玩意儿？听娘说，你当下最要紧的事就是给女婿生个嫡子。林立东，妹妹这几日在做什么呢？为什么一直待在陆定坤的小院啊？喂鸡，喂鸡，一喂一整天，不如我们过去看看。不去不去。林立东连连摇头。陆二公子盯他功课盯得可紧了，昨日要他记熟的内容，他只记住一小部分，这时候过去背不上来，又要被数落。林立东，你为何这么怕陆定坤啊？你不怕，你倒是一个人去啊，别喊我。去就去，我不信他还能吃了我。骆子素是一脸的不服气，刚走出几步，又回头拿了一本书在手上。我带本书，可不是怕陆定坤，我是怕妹妹知道我没有用功读书，她会失望。林立东笑笑，没有拆穿骆子素，继续埋头读手中的书，心思却早已飞了。不是说喂鸡吗？为何没有听见鸡的叫声？骆子素蹑手蹑脚，在小院里寻找一圈，看见林立夏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手中拿着一本书，看一下书，再看一下地上的鸡。那些鸡一个个东倒西歪的躺在地上，眼睛闭得紧紧的，好似死去了多时。妹妹，这死去的鸡有什么好看的？难道在研究怎么吃？话音刚落，地上的鸡一个个缓缓醒来，扑腾着翅膀就朝骆子素的方向飞来，吓得骆子素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叫声：救命啊！鸡疯了！听见骆子素的惊呼声，云无痕身形一闪，超出手中未出鞘的刀，一边将飞向骆子素的风鸡打飞，一边拉着骆子素避开扑腾来的鸡。不一会儿时间，那些飞向骆子素的鸡东一个西一个，全都落在地上，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骆傻子，你又在干什么啦？我什么都没干。没干？那些鸡为何都袭击你？骆子素攥紧手中的书，看看方才逃得飞快的林立夏，想不通鸡为何袭击他。
妹妹。子苏哥哥，对不起。林立夏拍拍心口，他也没想过这些鸡还挺记仇的。林姑娘，这些鸡为何袭击落傻子呀？我拿鸡试药，就站在那儿撒药的。落傻子，你不好好读书，偷偷摸摸溜到这儿来做什么？妹妹，你给鸡喂的什么药啊？改良版的迷药，鸡才晕2个时辰，不知道用在人身上能晕多久。还想用在人的身上？云无痕瞪大双眸一瞬，拉着骆子素就要跑。落傻子，你不跑是想留下来试药？你才傻，妹妹才不会拿我试药的。你个没良心的，早知道刚才就让鸡刀死你。妹妹，你再撒个迷药，我看看这些鸡是如何被迷晕的。子苏哥哥，今天再撒迷药，这些鸡就活不成了，让他们缓2天排排毒，再过3天我喊你来给他们撒药。妹妹，哥哥就想看看药效怎么样。要不哥哥让小钟再买1批鸡。骆子素，你当我这是什么？鸡肾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凉凉的瞥了云无痕一眼，嫌弃云无痕多事，就该让洛汉子给鸡啄一下，省得跑到他这儿闹腾。谁稀罕呀？妹妹，你还要什么试药？哥哥让小钟多买一些，反正哥哥的落梅菊闲的也是闲的，咱们去哥哥院子里慢慢试。无痕把骆子素丢出去。鸡肾不耐烦地打断了骆子素的话，看见主子脸色不对，云无痕赶紧捂住了骆子素的嘴，拽着骆子素朝一碗好面走去。林立夏，中元节我会派人护住林家，你不必做这些无用功。陆吉婶，我们村刘婶你知道吧？鸡肾一脸懵，刘婶就是林家老爷子口中的那个悍妇，提她做甚？当初刘婶生头胎的时候胎位不正，林大柱请2个产婆稳妥，结果林大柱信誓旦旦地说请了附近最好的王产婆，一个人足以应付，结果刘婶生孩子的当天，王产婆摔跤了，摔得爬都爬不起来。林大柱连哭带求的把我爷爷奶奶都喊去，我爷爷又不擅长接生，最后勉强救下了刘婶的命，孩子却没保住。后来刘婶无数次的埋怨，不应该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林大柱身上，若是他自己早些请好2个产婆，腹中的孩子或许能活下来。小姑，你到底说不说？主子，咱们换个时间再来。徐天行听出了不对，连忙拉着主子掉头就走。谁知鸡肾走到自家小院就不肯走了，竖起了耳朵听林立夏是为何愤怒。小贤，你来说，小姑身上的伤痕是哪儿来的？立夏，小姑没事，早就不疼了。小姑，你在我店里干活弄了一身的伤痕，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虐待你呢。这怎么可能呢？有眼的人都能看得出，你待我们母女极好，真不是在店里伤的，那就是采买的时候伤到的。小姑，谁伤你的？我找他算账去。不是，是小姑父家暴你。从血脉上讲，林文雅是他小姑，是林家嫁出去的姑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雇佣关系上来说，林文雅是他聘请的员工，他不可能看着自家员工被欺负而坐视不理。这件事他管定了，但是管之前得先弄清楚林文雅是想离婚还是想继续过，免得日后他里外不是人。小姑，咱们林家嫁出去的姑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放任小姑父欺负你，旁人就以为我们林家的姑娘好欺负，以为小贤小慧好欺负。难道你想看到我和小贤小慧也过你这样忍气吞声的日子吗？不会。只要一想到女儿也会过他这样的日子，他的心里就跟被人扎一刀一样难受。小贤，你想以后过小姑这样的日子？不想，我宁愿在表姐店里做工，都不想嫁我爹这样的人。小姑，我爷爷在咱们村威望很高，咱们家的男丁也不少，你为何在婆家吃了亏不敢回家说？刚挨打的时候，娘家还是很穷，他娘又是牙缝里省银子，他怎么好回家让娘家多添一张嘴？杨兴志会打他，却不会饿着他。立夏，你年纪还小，你不懂什么？牙齿与舌头还会打架，夫妻间吵吵闹闹很正常，忍一忍，一辈子就过去了。行，很正常，那我不管了，明天我就招人。小姑你不用来了。立夏，小贤小慧也不用来了。哼，省得我看见你们这样的受气包生气。立夏姐姐，你别生气。这段时间在面馆，她吃得饱，不用被奶奶搓磨，不用被爹打，她不想离开面馆。我娘不跟你们说，是怕影响舅舅和表哥读书，怕给外公外婆添麻烦，说等5明5亮长大了，我爹就不敢跟我娘动手了。这是什么歪理？小贤，小姑挨打挨多少年了？我记事起，奶奶稍有不如意，娘就会被爹打。林立夏气得颤抖。小姑，你挨打这么多年，为何不求助娘家？林文雅哭着道：立夏，以前你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我怎么好给你们添麻烦？连肚子都填不饱，哪有资格谈尊严？以林家2顿野菜的生活水平，林文雅宁愿忍气吞声的过日子，也不愿回去拖累娘家，是这个时代大多数女人的正常想法。小贤，我问你，我给你们的工钱1周结一次，你们的工钱谁在保管？
丽夏姐姐，我都告诉你，求你不要赶我走，我想留在面馆干活。小贤，只要你听话，可以一直干。谢谢丽夏姐姐。丽夏姐姐，我们的工钱都交给了奶奶，奶奶不信小慧只有30文一天，就怀疑我娘偷藏私房钱，爹就动手打了我娘和小慧。所以小慧没有生病。他从隔壁小院溜回来的时候，恰好听见杨小慧问林文雅疼不疼。进屋才看见正在用鸡蛋滚着淤青呢，这母女3人是真能忍呀。鲁吉慎，你又偷听墙角。什么？姬慎皱眉，他才不屑于偷听杨家母女的事，他就是想知道林丽夏为何生气。于无痕哪儿去了？他把子素哥哥带哪儿去了？林丽夏，你不要事事都找罗子素。姬慎现在听见骆子素这个名字从林丽夏嘴里喊出来就心烦，看见了不远处憋着笑的徐天行，灵机一动。那你见我2个人？姬慎嘴角上扬。可以。做什么？打人，最好能掌控力度那种，就是那种明明骨子里疼得死去活来，外边愣是找不到一点伤痕的。可以，带上我。你就这么爱凑热闹？我带人去打群架，你也要跟上？我养伤闲着也是闲着，正好我还没见过打群架呢。行吧，你到时候护住自己，别把你好不容易长好的腿又伤着。林姑娘放心，我们定会护好主子。随你。林丽夏身形一闪，一下将藏在身后的影中给拍了出来。这位大哥，我看见你会飞，你去隔壁喊我爹和我大哥回来。影中是一脸的惶恐跪下来，向自家主子请罪。属下行事不周，请主子责罚。影中是他身边轻功最好的暗卫，隐蔽能力在整个京城都算得上是翘楚。林丽夏，你怎么发现的？陆七慎，我说你别罚他，实在不行你把他让给我，我给你银子。从他跟主子身边以来，主子身边的暗卫一旦被人发现，将会处以严厉的鞭刑。影中怕是躲不开这一劫。陆吉慎，以咱们俩的关系，被我发现不严重，正好你们可以查漏补缺，及时纠正。咱俩什么关系啊？前几天我才去你的庄子上教你的属下人育秧苗，咱们是有共同利益的合作者。林姑娘，你还没说你如何发现他的？林丽夏的眼眸一转，看向另外一个黑衣人藏身的位置。他们用我家的香皂沐浴，路过的时候香味会顺风飘出来，鼻子灵敏一点，发现他们不难。姬慎走近2步，果然闻见若隐若无的香味。主子，属下没偷您的香皂，属下们是自己去绣庄买的。爹，大哥，你们快回来，我找你们有急事。爹，大哥。影中，你去喊。影中整个人愣住，主子不罚他，他的命保住了。还不快去！徐天行推了一下愣住的影中，再看看林丽夏的眼神很是复杂。影中缓过神，纵身一跃，从林丽夏旁边的院墙跳到对面的小院。夏夏呀，这件事儿我和你大哥二哥去，你就不要出面了。爹，为什么？这种事儿对你名声不好，爹不想影响你日后说亲呐。爹，那我更得去，就该让这些人知晓，咱们林家的姑娘不好惹，正好吓退一些懒人。夏夏，陆公子，你帮我劝一劝夏夏。姬慎是目瞪口呆，林文耀是什么脑回路？当爹的都劝不住自家女儿，让他站在什么立场劝？上次他劝林丽夏，被一句管得比我爹还多给怼了回来。爹，你让谁劝都没有用。小贤，以后不要捡客人吃剩的，他们可能会有传染病，下次要回家就从汤锅里捞骨头。怎么不接着？丽夏姐姐，我娘说她之前做工的时候，有人偷店铺的食材，被店铺给赶了出去。小贤，这不是偷，我给你你就拿着，算我给你们的福利。林丽夏将小桶递给了杨小贤，想揉揉表妹的头表示安慰，结果她手一伸才发现，只比她小2个月的表妹还比她高小半个头，真扎心。林丽夏双手伸平，僵尸跳出了厨房，跳一跳，长得高。夏夏，你这是做什么？林文耀越发感觉自己是老了，琢磨不透女儿的想法。林丽夏不想解释，伸着手在院子里继续僵尸跳，谁问都不搭理。直到林立春回来，林丽夏才停下来，转身进屋，拿出了一把精致的匕首，很霸气的看着林立春。二哥，抄家伙，一会儿我说怎么打你就怎么打，千万别心慈手软。丽夏姐姐，我怕。怕什么？怕我打死你爹？不是，我怕事后我爹下手更狠。小贤，这世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捏住他的软肋，一次就把他给收拾明白，收拾到他想想都打寒战，收拾到他日后不敢再犯。想着每天50文的额外营收，想着村里能少死很多老人，杨大河卖力地拍打着门。杨兴志，开门，快开门！杨兴志，快开门！我三婶他们吃饭锁门，这生怕别人去他们家蹭菜吃。这个时代大家都不富裕，难得做顿好吃的，生怕别人来蹭点儿。杨大伯，你再喊3声，
若里面还无人开门，我就让人把这门给砸了。砸门？这么生猛吗？开门的声音也更加的急切。杨兴志，你再不开门，你家门就保不住了。这道声音刚落下没多久，哐当一声响，是门栓被人从里面抽掉的声音。刚要开口，就见林立夏唰的一下抽出别在腰间的刀。二哥，将他拿下！这林立夏是跟谁学的词？金身的嘴角勾起，不是说打群架吗？怎么弄得跟官兵抓逃犯一样？他越看是越有趣呀。同时一个眼神给影中，影中心领神会，立刻护在了林立夏跟前。夏夏，拿下是什么意思啊？按住他！李纯，我是你小姑父，是你们长辈，你们这是对长辈不敬。二哥，打，朝脸上打！林立夏冷笑，这个时候喊长辈没用的，将咱们小姑这些年挨着打，一巴掌一巴掌都给我先打回来！李纯，住手！听见林文雅开枪阻拦，林立夏的心是咯噔一下悬起。不是吧？还没打，他小姑就心疼了？那这怎么收场？林立夏不敢置信的回头，只要他小姑敢心疼杨兴志，他就带人立刻就走，以后就当没有这个不争气的小姑。李纯，听见没？我是你小姑父，是你小姑的男人，是你小姑的天，你快！啪的一声响，一巴掌指住了杨兴志嚣张的叫嚣声。立夏、李纯祖归是晚辈，你们为小姑出头，小姑怎好再让你们背上不好的名声？说完，又是啪啪啪啪一连串的巴掌声，众人都惊呆了。林立夏也是愣住了，眼睛里都是兴奋和畅快，甚至为刚才怀疑小姑下不了手而羞愧。谁能想过他的软包子小姑为顾念侄儿侄女的名声，竟亲自动手打？林文雅，你疯了！一脸羞愧的恨不得吃人，看着丈夫吃人的目光，又看看一脸伤走出来的小慧，还有2个骨瘦如柴的儿子。林文雅这一刻积压多年的情绪彻底是爆发了。杨志兴，你这个愚孝男，你为了让你娘夸你一句孝顺，他稍有不义，你就对我们娘几个拳脚相向。今天我要趁着我娘家侄儿侄女在，把我这些年受的委屈全都打回来。林文雅怒吼完，转身将走出来的5名5亮给拉了过来，又将一脸懵的小慧也拉了过来。小贤，照顾好他们。见4个孩子竟无一人上前阻拦，无一人上前为他求情，杨兴志是彻底绷不住了。比起他被林立春按住，被妻子当众扇脸，4个孩子的反应更让他气得气血翻腾。白眼狼，都是白眼狼，怎么会这样？杨家村的李正怎会带着一群外人来杨家打他？还有林文家娘家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吓人了？明明过年去的时候，丈母娘家连像样的饭菜都舍不得给他们吃，现在竟然还有2辆马车，这么多带刀的黑衣大汉，还有好几个穿着锦服的贵人。不是说就开个面馆吗？不是说就办个什么草黄作坊？怎么能弄出这么吓人的阵仗？杨兴志是不甘心，又挣扎着看向自家大哥、自家大嫂、自家弟弟和自家弟媳妇儿，就连他老娘都是站在堂屋里不敢出来。杨兴志是越想越气，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滋了林文雅一身。出血了，立夏，这小郭别慌，你看他脸色红润，意识清明，就知道他无大碍。接着打，小贤。平时你爹打你娘的时候，你大伯、你叔叔可有规劝你爹？杨大伯，是不是有2句话是这么说的？子不教，父之过，长兄如父。不是吧？林家侄女这么生猛吗？把杨兴志打妻儿的事怪在杨兴志大哥杨兴宗的头上，看这架势是要连杨兴宗一起打呀！哎呦，林姑娘，是我没做好，竟让杨家村发生这种有辱村里声誉的事儿。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杨大伯深明大义，他今天是必须要让杨兴志家人知晓，他小姑林文雅惹不起，以后连半分报复之心都不敢生，只能将他小姑给供着。小贤，去给姐姐搬个凳子，再抱一捆干柴回来。杨小贤示意，林立夏掏出火折子，熟练的在杨家正门口生火，将带回来的肉骨头小桶直接放在了火桶上加热。这嚣张的态度将杨家一大家子人给气得满脸涨红。秀宗，你去看看，你与老二媳妇的大哥一同读过几天书，你去看看这林家到底要做啥？娘，刀剑不长眼，儿子怕。娘，您去，您是长辈，他们不敢动你。屁话！秀宗，你去找林文耀说说，你们读书人都是要名声的。娘，你看林文耀给他女儿添柴火的样子，有一点要阻拦的意思不？又不是他打弟媳妇儿，凭什么让他出去抵挡林家人的怒火？没看到连杨家村李正都对弟媳妇的侄女满脸的谄媚，光瞅着架势都不是他们杨家人能抵抗的。不然以他老娘的撒泼劲儿，早就出去找弟媳妇家人扯头发了。星宇，你去问问你二嫂。娘，我不去。
外面那些拿刀的一看就不好惹，连大和哥都全程陪着笑呢。养母又看向大儿媳妇，结果不等她开口，大儿媳妇就拉着孩子赶紧离开了是非之地。一群白眼狼！养母气得咬着牙咒骂，一抬头就看见5明5亮，一人抱着一个大骨头，啃的是津津有味。吃，饿死鬼投胎啊！你们爹在一旁挨打，你们还吃得进去？丽夏姐姐，别怕。林丽夏一边安慰2个表弟，一边抓起一根木柴，朝着养母的方向就扔了过去。给我安分些，再敢搅事，下一次扔过去的就不是木柴了。从杨家大门口到杨家人站立的位置不算远，林丽夏竖起耳朵，大致能听到这几句话。她嘴唇勾起了一抹冷笑，还以为杨家人有多团结呢，会过来跟她比划2下。她刀都准备好了，结果这些人看见他们是杨大河带过来的，是一个比一个怂。小贤，再去搬张椅子，让小姑歇一歇，等会儿继续打。还打？哼，一次不把你招呼够，你下次手再痒怎么办？孩子他娘，你别打了，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对你动手。挨打了才保证，晚了再说话，下次塞刀子。杨兴志瞳孔放大数倍，他之前怎么没有发现大舅子家这个女儿这么凶悍？瞪什么瞪？眼珠子不想要啦？小贤小慧，你们看到没有？施暴者也怕被别人施暴，以后有人敢欺负你们，要么找帮手收拾他们，要么趁他们睡着了敲闷棍打他个半死不活。总之你们记住，女人不能软弱，你一软弱就会有人骑在你头上耀武扬威，让你受一辈子的欺负。丽夏姐姐，奶奶无缘无故打我，我也能趁她睡着了敲闷棍吗？李丽夏愣了一下，没想到表妹这么快就学会举一反三了。不可以！林文耀连忙道：晚辈不可以跟长辈动手。爹，摊上为老不尊的长辈该怎么办？等着被活活打死吗？这话把林文耀给问住了，他看了看养母的方向，又看了看杨兴志。夏夏，不至于，五毒不食子，孩子不打不成器呀。老爹的话让林丽夏沉默了，他知道龙林国有很多人追捧棍棒底下出孝子，孩子不打不成器。爹，言传身教是什么意思？林文耀听明白女儿话中的意思，他哽住半晌，不知如何回答。听见身后有动静，回头一看，杨大河带着几个拄着拐杖的人走了过来。哎呦，夏夏呀，长辈们做的不对，可以找宗族的族长约束他们。反正呢，不到万不得已，晚辈不可以跟长辈动手的。爹，一会儿你别说话，这事儿我来处理。林姑娘啊，这就是我们杨家村的族长杨文昌，按照辈分呐，小仙应该喊他太爷爷。杨太爷爷好。好。这就是大河口中说的林家这次主事的小姑娘。林姑娘，你小姑的事儿，大河都跟我说了，我绝不允许有人败坏我们杨家村的声誉。杨太爷爷，您来的正好，请教一下，摊上为老不尊的长辈该怎么办？等着被活活打死吗？林丽夏笑盈盈地看着杨文昌，把父女2人争论不出结果的问题给抛了出去。杨文昌咽下口水，这林家的小姑娘果真是牙尖嘴利啊，一上来就问这么刁钻的问题。想起了杨大河路上说的卖花营生，杨文昌很快做出决定。林姑娘，杨兴志听从他老娘所使，动手打妻女，破坏我杨家村声誉，我罚杨兴志老娘跪祠堂3天，再罚杨兴志关在祠堂1个月，你看可好？不好，杨太爷爷，他们一大家人看着我小姑表妹表弟挨打，没有一个人出来阻拦，不罚说得过去吗？杨文昌皱起眉头，这小姑娘好刁钻，她小姑一个人挨打就要罚人家一大家子人。杨大河着急，想起了全村可以卖野花的营生，当即道：哎呦，说不过去，要不也一起关在祠堂？你们关祠堂给吃饭吗？杨大河瞪大眼睛，不给吃饭还关3天，那岂不是要把人给饿死？光关祠堂是轻了点，要不先打一顿再关祠堂？杨大伯，他们从祠堂出来会不会报复小姑？他绝不允许有人破坏杨家村的整体利益。林姑娘放心，他们要敢报复啊，我就找族长将他们开除祖籍。林丽夏表示很是满意，在这个时代，宗族除名是一种非常严厉的惩罚。杨大伯，今天这个动静整得有点大，我怕这以后一个锅里吃饭，我小姑他们被穿小鞋。还想分家？杨大河是擦擦额头的汗，看看吓得直哆嗦的养母，又看看沉着脸的杨兴宗，再看看嘴里被塞着大骨头打得鼻青脸肿的杨兴志，突然觉得这分家也挺好的。七爷爷啊，
我三叔去世后，三婶越发的随性了，不如您做主，让星着他分出来单独过。树大分枝，是该分了，分了就能清静不少。星着啊，你想好再说。大和哥，我不分家，我死都不分家。林姑娘，你看这……杨大伯，天色不早了，分家的事儿不急。你方才说他们那些人先打过之后再关祠堂。林姑娘，现在就打。你若下不了手，我可以找人代劳。您放心，我带来的人个个都是绝顶高手，可以打得他们痛入骨髓，外面却看不到一丁点的伤痕，也不伤及性命。哎呦，林姑娘，总归是我们杨家村约束不周，怎好让您代劳呢？来人呐，按住杨兴宗、杨兴余、杨兴多，给我打！随着杨大和的一声令下，他身后出来好几个壮小伙，按住杨兴志的兄弟们就打。杨家几个兄弟连反抗都不敢，是生怕稍有反抗就会被除族。七叔啊，我错了，求你饶过我们，饶过我们！这打在儿是痛在娘心啊！你要剜我的肉呀！兴志他娘，看见儿子挨打你心疼，你唆使儿子打媳妇，你没想过人家爹娘也心疼啊？七叔，村里谁家媳妇不是这样熬过来的？就老二媳妇金贵的很，我年轻时也被婆婆搓磨过来的。什么歪理？你受过罪，就要儿媳妇也受一遍？小姑，你那几个妯娌也挨打吗？也挨的，不过他那几个兄弟没有他下手下的狠。兴志，你分不分家？不分家，那咱们就和离，4个孩子归我。你休想！都是我杨兴志的种，生是我杨家的人，死是我杨家的。闭嘴！你这个蠢货！你不分家是想等你几个兄弟被打死再独占家产吗？娘，我同意分家。爷爷，我同意把二哥分出去。二哥，求你赶快同意分家，我们都快被打死了。七叔，是不是我同意分家，你就不再打兴宗他们了？林姑娘，我向你保证，分家后杨兴志再敢。不，我不分家，我死都不分家。杨太爷爷，你看他如此固执，不如就依他不分家。您做主，让我小姑与他和离，让孩子们跟着我小姑过。我表弟杨武明已经10岁了，让他当户主也说得过去。待他日后读书考中功名，也是为杨家村光宗耀祖。陛下，我想乞巧节带着小贤去龙隐寺求姻缘，你要不要一起去？那不就是明日？为了破解林家的炮灰命，林立夏每天都是数着日子过。对，许多未婚女子都会去攀龙女峰，在半山腰的桂树下祈求月老赐予姻缘，人很多很多，附近的适婚女子都会去的。唉，来不及了。林立夏满脸懊悔地拍着脑袋，多好的赚钱机会呀！他把时间都用在应对中元节的事情，就无任何准备和策划。陛下，以咱们面馆现在关店的时间，咱们完全来得及的。小姑，我手里还有点要紧事儿，你带小贤去。陛下，那天常州许多未婚女子都会去的，你还能结识2个手帕交呢。夏夏，冯锦红给爹500两定金，让咱们在乞巧节当晚能赶出多少香皂就给他送多少。林立夏眼眸一亮，好一个心思活络的冯景红呀！定是要用他的香皂在乞巧节大卖一场。爹，明早给他送1000。夏夏，要爹做什么不？要，你赶紧回去温书。文雅，爹，我好像听见奶奶的声音了。话音刚落，就看见许桃花跟着林立春身后一起进了院子。文雅，你这个孩子受这么大委屈，你咋不跟娘说呢？你可担心死我了。许桃花一巴掌拍在了林文雅肩头上，心疼的眼泪都止不住。怎么回事？爹，我什么都没说，我就按照夏夏说的回去给爷爷奶奶送肉，顺道再把收的花拉回来。文雅，你们把事情闹那么大，还想瞒住我跟你爹，你这脑袋是摆设吗？奶奶，看见老太太连林文耀都打，你饿不饿呀？今天有牛骨汤，我给你煮碗牛肉面。哎呦，还是夏夏孝顺，他娘这个心眼儿确实长偏到胳肢窝了。你这个爹是咋当的啊？这种事怎好让夏夏出头？你知道外边现在怎么传咱家夏夏吗？怎么传的？这下没人敢提亲了吧？晚点再给你算账，怕孙女听见流言不开心。夏夏，你别听外边的流言蜚语。奶奶听说呀，乞巧节去龙隐寺桂树下求姻缘，灵验的很呐。这个吃人的社会，不婚不育才能保平安。奶奶，我爹刚接了一张大订单，我急着去赶货。多大的订单？1000块香皂。林立夏的话音刚落，许桃花眼底都瞪圆了，那就是1000两啊！哎呦，夏夏，奶奶帮你。奶奶，香皂的事儿不着急，您吃碗面再忙。行。外头咋传夏夏？爹，那可多了。有人将您和夏夏遇山匪的事儿添油加醋的又编排一番，加上夏夏给小姑出气的事儿。哎，爹，别打！我说啊，
人家都说咱家夏夏凶悍的很，一般人镇不住夏夏，除非是打胜仗的大将军，除非是高贵的皇亲国戚。爹，夏夏以后的婚事难喽。林文耀眉头紧蹙，后悔没有抵住女儿的威胁，放任女儿为妹妹出头。要是他为妹妹出头，就不会有这些糟心事。爹，要不你让我去边境从军，等我给夏夏拐个打胜仗的将军回来。林文耀凉凉地瞥了儿子一眼，气得不想说话。林立夏表示他笑不活了，他二哥连虎崽子和猫崽子都分不清，还敢大言不惭地给他拐个将军回来。二哥，你打算如何拐？夏夏，你真喜欢打胜仗的大将军啊？姬慎脚下一顿，看向笑盈盈的林立夏，难道他喜欢打胜仗的大将军？二哥拐回来的可以考虑一下，前提是二哥你说说怎么拐。夏夏，二哥现在的剑术和刀法都精进不少，你说服爹同意我从军，不出3年，二哥就能有跟大将军说话的机会。要3年才能有跟大将军说话的机会，二哥，那你可别费神了，我用超能力开路，半年就能成为大将军的座上宾。姬慎瞳孔放大，这林立夏到底想做什么？半年就座上宾？妹妹，什么是超能力啊？二哥再跟我做半年生意就知道了。等度过中元节的死节，他二哥要是还想从军，他就用超能力开路，将二哥送到军营。林立琛是当即傻眼，还要再做半年的生意，这要少立多少军功？夏夏，你现在凶名远扬，二哥不去从军，你以后可怎么办呢？奶奶，你个混小子，我家夏夏哪里凶了？我家夏夏好着呢。等忙完了，我就带夏夏去灵隐寺求个姻缘。龙隐寺求姻缘？对，听说呀可灵验了。哎呦，可惜呀，小鹿你这腿脚爬山不太方便。再说龙隐寺那天人特别多，你就别去了。多好的小伙呀，可惜家世太好，够不着。想到这儿，许桃花又想起进京给人为妾的另外一个孙女，哎，也不知道小雪咋样了。应该是锦衣玉食，算这时间，她说不定已有身孕。许桃花僵住了，有身孕也好，日子能好过一点。一算日子，就想起当天抓奸的尴尬场景。他一脸尴尬地看着孙女，这夏夏怎么什么都知道？再看看一脸诧异的小鹿，许桃花连忙给孙女打圆场。夏夏年岁小，不懂这些，胡蒙的。夏夏，咱们去做香皂。夏夏，这1000两能买多少粮食呀？很多很多。奶奶，你进城咋不带爷爷一起来？他来了，咱家那么多牲口怎么办呀？可以请三爷爷和智山哥帮着照顾一晚上呀。那多麻烦呀！奶奶呀，这次来是有任务的。罢了，就当陪老太太出去散个心。夏夏，你二叔好不好呀？奶奶，等夜再深一点，我让二叔来面馆见你。好。哎呦，算了，你二婶啊闹腾过几回，谁知道她有没有找人跟着我？她闹腾什么？要钱，说是要交陈家村祖学的钱。拿走多少？2两银子。哎，你二婶她大哥是李正，你堂弟在陈家村上祖学，比你爹那会儿啊便宜了很多。便宜多少？你爹那会儿是2两银子1个月，你堂弟他们只用1两银子1个月。奶奶，咱们林家村为何不办祖学呢？夏夏呀，咱们村太穷了，能读书的人不多，没出国秀才，办祖学谁来？奶奶，我让人给二叔送信，咱们明天在龙隐寺见面。也行，让你二叔去拜拜，说不定啊，这次就能考中秀才呢。文雅，我看呀，来咱家面馆吃饭的客人很多都是读书人呀。娘，是夏夏搞的那个活动，都冲着第1名来的。夏夏就是能干。许桃花提到孙女就赞不绝口，她不是不操心河里的女儿，而是昨天从立春嘴里逼问后，觉得女儿如今更好。文雅，你们呢就跟着夏夏好好的干，这日子比杨家有盼头。娘，我知道，就是误了夏夏的名声。陛下正扶着老太太上马车，云无痕赶着马车就停在他们旁边。哎，小鹿，你也去求姻缘，这该回答是还是不是？这林立夏会怎么想呢？林家奶奶，我家主子姻缘不用求，满京城的闺阁千金做梦都盼着嫁主子呢。这么畅销？林立夏惊醒的瞳孔一亮，卖二家陆公子的画像应该能挣不少吧？等忙完了这阵子，就把他初中水平的素描画技再练练手，到时候给老爹画一幅娘的肖像，再多攒一些陆基慎的画像。等他大哥进京赶考的时候，他又能赚不少。看见林立夏狡黠的目光，基慎眼眸一紧，这林立夏又要算计他了。不求姻缘，那你们去做什么？许桃花满脸的不解，这小鹿的腿脚又不方便，总不能你们是上山观光吧？不是，林家奶奶，我听说平安符自己求才最灵验，而且呢，我们有备软轿。做软轿好。奶奶，夏夏，你们2个坐稳，
奶奶，这个时辰太早，咱们现在就进去，等到月亮出来要等到什么时候？夏夏，咱们呀先去拜龙神，等拜一圈下来，咱们再上山，时间刚刚好。大殿气势磅礴，屋顶特制的瓦片好似一片片的龙鳞，在阳光下闪烁着五彩斑斓的光泽，好似一声低沉的龙吟，让人本能地生出敬畏。殿内供奉着一尊威严的龙神像，雕刻精美，栩栩如生。夏夏，不可这样盯着龙神看。许桃花拉拉看尸神的孙女，很虔诚地跪在殿下，诚心祈祷：龙神在上，弟子心怀敬畏，特来许愿。一愿我儿林文耀这次能考中秀才，二愿我儿林文辉这次能考中秀才，三愿我孙儿林立东这次能考中秀才。林立夏瞠目结舌，他奶奶真够节俭的，一炷香求3个愿望，龙神能答应吗？四愿我孙女林立夏能寻到如意郎君，五愿我孙儿林立春平安无忧，六愿我们两口子无病无灾。林立夏咽下吃惊的口水，草率了，他奶奶一炷香3个愿望怎么够？许桃花自己拜完还不算，非要拉着林立夏他们每个人都照着他祈祷的愿望再许一遍。看老太太态度虔诚又认真，林家几人也不敢惹老太太的不快，都照着许桃花祈愿又说了一遍。许完愿后，林立夏摸出了一锭10两的银子，在老太太满脸的赞许之下，给龙隐寺添香火钱。夏夏，咱们这次香火钱给的多，奶奶觉得咱们刚才许的愿望没准能成。能成。咱们一家5口跟龙神祈愿5次，龙神听到的概率更大。林立夏憋着笑，老太太真是太可爱了。听见林文雅带着2儿2女一炷香许了5个愿望，娘儿5个一人重复一遍，她已经不吃惊了。谁知陆基慎拄着拐杖，带着云无痕、徐天行还有2个暗卫也进去。龙神在上，弟子心怀敬畏，特来祈愿：一愿龙鳞国繁荣昌盛，二愿龙鳞国百姓安居乐业，三愿我能得偿所愿。龙神在上，弟子心怀敬畏，特来祈愿：一愿龙鳞国繁荣昌盛，二愿龙鳞国百姓安居乐业，三愿我主的能够得偿所愿。一炷香3个愿望，5个人各许一遍。许愿后，云无痕随手掏出100两添香火钱。林立夏瞳孔放大，这是跟他比财力，还是小学鸡什么都学？真可恶！比祈愿，他们一家人都是为自己祈，人家陆基慎一行人为国为民后才为自己祈，利益比他们高。比财力，他随手添10两银子香火钱，人家出手就是100两银子添香火钱，是他的10倍。越想越有一种被陆基慎装到的郁闷。前往龙女峰的路上，林立夏一直用眼睛瞪着陆基慎，基慎有种背后发寒的冷意，又不知道他哪儿又惹林立夏不快。快到龙女峰底下，林立夏看见有人抬软轿赚钱，他眼眸一亮，以他如今的财力，请2个人给他和老太太抬软轿上山，不算奢侈吧？大叔，多少银子抬1人上去？2两银子2人抬，5两银子4人抬。姑娘，你要几个人抬到？林立夏摸向口袋，看着前边坐着2人抬软轿的陆基慎，他要4人抬。来2个4人抬的。抬什么抬？夏夏，咱们自己攀上去才有诚意呢，你得诚意足，月老才会给你签好姻缘。奶奶，嘘，龙女峰下不可乱说话。夏夏，传闻呀，龙女峰一共就299个台阶，寓意2人长长久久，自己走啊更有意义。说完，看看基慎的方向，人家小陆不求姻缘，坐着软轿上去就不在乎我心成不成了。夏夏，奶奶年轻的时候啊，就是一个一个台阶自己攀上去的，之后啊就遇见了你爷爷。基慎思量片刻，突然开口道：营中，抬我下山。云无痕瞠目结舌，这主子到底想做什么？莫非相信了老太太的鬼话，要拄着拐杖攀上龙女峰？这也太傻了吧！等会儿老太太问起来，他该如何解释呢？哎，夏夏，奶奶咋记得小陆说他不求姻缘？许是脸皮薄。奶奶，咱们走快点。他们祖孙2人腿脚好的，再让一个拄着双拐的人超越了，可真就丢面了。哎，是啊，走快些。这万一啊，月老见他拄着双拐上山，觉得他诚意比咱们足，把好的姻缘赐给他，那咱可就白费功夫了。奶奶言之有理。爬了一阵子，林立夏回头看看，想看看他超陆基慎有多远。谁知陆基慎拄着拐杖，单靠着右脚跳跃爬龙女峰，都比他们祖孙2人快。奶奶，咱们得再快一些。哎呦，夏夏，小陆快上来了。喂，他可能是属猴的，跳得可快。林立夏大口大口地喘着气。龙神殿已经被陆基慎压了一头，龙女峰万不可再输。
哎呦，夏夏，奶奶许是老了，你一个人先上去后呀，先对着龙女庙给拜一拜，再去那株最大的桂树下等着奶奶。算了，我还年轻，不着急。他年纪比较大，他更愁好姻缘，咱们让他。他年纪比较大。看见主子眼眸沉下来，云无痕琢磨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主子在介意什么。林姑娘，您此言差矣，我家主子生辰在冬季，仔细算起来也就大你3岁多一点儿。男人也会介意年龄，还不满18，那他如此着急做甚？妹妹，这个我知道。骆子素带着胖钟从龙女峰的台阶上朝下跑。云无痕扶额，为了今天能够清静，他出门前特意将骆傻子给锁在了屋内。是谁把骆傻子给放出来的？为什么骆傻子比他主子更快上山？妹妹，哥哥听说陆家想上公主。哦，夏夏，这等小陆成了驸马爷，咱们算是认识皇亲国戚吗？算吧。林立夏连连点头，小跑到姬慎跟前。陆姬慎，为上公主，你挺有拼搏精神的。姬慎是气得心头一梗，身份是他借用表弟的，偏偏他父皇却是想把皇妹许给陆定宽，彰显皇家与陆家之间的亲厚。这谁把骆傻子给放出来的？骆子伯办事效率怎会这么低？怎么还没有处理好卢家的事？陆姬慎眼神冷冽，看着云无痕。云无痕打了个冷颤，骆子素拼命的挣扎。云无痕不想放开骆子素时，无论他如何努力都是白搭，只好冷冷看向发愣的胖钟。胖钟愣了一下，追着两人的脚步上山。云公子，你快放开我家公子！哎，小陆，你怎么不跳了？你得继续跳，这样诚意足才能得偿所愿呀！哎，我还等着看你当驸马爷呢。许桃花满脑畅想着，等陆姬慎成为了驸马爷，他就又有许多跟人吹嘘的资本了。驸马爷是林家救的，驸马爷给林家烧过火，驸马爷给林家擀过饺子皮，驸马爷给林家摘过菜，驸马爷还教过他儿子孙子读过书呢。他们林家跟驸马爷一个锅里吃过，驸马爷吃他孙女做的饭能吃2大碗。小陆啊，你呀是我见过最优秀的少年，你长得俊，学问好，还有眼色。我认识的人中呀，你最有机会上公主，你可要努力啊！徐天行憋笑憋得咳了起来，得到了主子一个冷眼，连忙道：林家奶奶，您家对主子有救命之恩，主子不……奶奶别听胡诌，你看那么多人都上去了，他先我先都落在旁人身后。不一样，旁人去龙神殿呀，可没你俩添的香火钱多。林家奶奶说的对，一个是情窦未开，一心只想在财富上压主子一头；一个是惦记别人，又因为身份差距大，怕把人吓走，不敢贸然开口。他要是推一把，让主子得偿所愿，他是不是也能升官加禄？想到这儿，徐天行很热切地扶着许桃花。林奶奶，我扶着您向上走，让我家主子与林姑娘齐肩并行，等会儿月老一看也迷糊。哎，这俩人是不是一家人呢？那就各赐一份好姻缘。许桃花眼睛一亮，孙女添10两香火钱，陆公子添100两香火钱，月老将他们看作一家人，各赐一份好姻缘，孙女不吃亏呀。夏夏，我觉得小徐说的对，这事儿啊，咱们不吃亏。我看齐肩并行可以。姬慎嘴角微微上扬，徐天行深得他心呐，该加俸禄，要比云无痕加得多。90两银子的差距，就想让他一个好手好脚的正常人故意放慢速度，等陆姬慎齐肩并行，怎么算都是他亏。我跑得比他跳得快，我为什么要等他？看着林立夏不按约定，一个人吭叽吭叽的朝山上跑，落下黑脸的主子。林姑娘，你等等，我家主子有一笔大买卖要跟你谈。林立夏是立刻顿住了脚步，一脸惊喜的回头。多大的买卖？陆姬慎，你快点，别磨磨唧唧的。你刚才不是跳得很快吗？听见有大买卖，许桃花眼睛亮得不亚于孙女。夏夏，你别心急，奶奶爬这么多台阶都累，人家小陆腿脚还不好。行，我下来接你。林立夏掉头跑到陆姬慎跟前。你快说，多大的买卖？见他上一个台阶，林立夏跟着上一个台阶。姬慎眼底全是藏不住的笑意，不管林立夏是为钱还是为大生意，总之两人齐肩并行的感觉真的很好。微风带着林立夏的馨香环绕在他周遭，明明他与林立夏用的是同款香皂，但带着林立夏的香就是好闻，令他沉醉，令他心跳加速，仿佛要跳出胸膛。他一本正经地看向台阶，余光将林立夏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收入眼底。陆姬慎，你卖什么关子啊？到底是什么买卖？比你现在所有的生意都大。林立夏眼眸一转，看向身后的影中。
你看中我的香皂生意，想要分销？姬慎低沉的声音满是愉悦。可以吗？太可以了！林立夏激动的想要转圈圈。他认识的人中，就属陆姬慎最有权有势。这小子再成为了驸马爷，镇北军只要不造反，他就能借用陆姬慎的手把香皂卖遍龙鳞国，还不愁有人来抢他的香皂秘方。不过陆姬慎如此精明，他若答应的太快，这小子可能会压他的价呀。敌不动，他不动。姬慎余光将林立夏眼底的狡黠看在眼底，他心底的笑意是越来越大，却故意不再追问林立夏，一直等攀上龙女峰后，姬慎才又问一遍：林立夏，可以吗？可以，但是嘛，我现在的产量供不应求。林立夏拿腔作势道：你让我考虑10天半个月，中元节之后咱们再议。姬慎眼眸微闪，林立夏还在担忧林家中元节灭门的预知梦。可以，那走吧。在脑海里盘算着他该如何跟陆姬慎合作，是在京城另外建一个作坊，还是扩大这边的作坊规模。姬慎腿伤还未好完全，尚不能做出跪下的动作，全程站着拜龙女庙。林立夏心不在焉，潜意识跟着陆姬慎的动作走，他拜他就拜，他走他就走，将外边等待的人都给看傻了。待两人走后没多久，就开始有人议论：这两人好奇怪呀，是求姻缘的还是来拜堂的？我瞅着那男的很虔诚啊，想必是腿脚不好，娶媳妇不容易。我瞅着那个姑娘呀，心不在焉，压根就没将那个男的放在心上。林立夏方才拜龙女庙的时候心不在焉，是回去再拜一拜，还是……林立夏，你不添点儿？林立夏摸出银子正想添，转念一想，他又不求姻缘，添什么添？赶紧将银子装了回去。陆姬慎，快走，奶奶还在桂树下等我。姬慎脚下一顿，想想又摸出了200两银子填作香油钱。周围人个个瞠目结舌，就连负责管理龙女庙香火、接待信徒、维护寺庙日常的香火姑也惊得回不过神。两位等等，你们2人与龙女有缘，这是龙女赠予2位的，请2位各自收好。给钱就有缘呐！姬慎压下了心中的震惊，接过桃木珠串，赶紧套在自己的手腕上，爱不释手。这400两银子真值。还有赠礼，很专业，难怪香火鼎盛。夏夏，拜了没有啊？许桃花看见两人走来，满脸关切迎了上来。林立夏扬起手中的珠串：奶奶拜了，还白得了一个桃木珠串。夏夏，这是龙女庙的香火姑赠你的。奶奶，桃木珠串可以调节气血，促进睡眠等等，给您戴对身体好。林立夏正要摘下桃木珠串孝敬许桃花，一旁的姬慎顿时脸黑：夏夏，摘不得。在龙鳞国呀，桃木可以驱邪避凶，将桃木磨成滚圆的珠子，穿成珠串，可结良缘。家下呀，每年的乞巧节，龙女庙的桃木珠串只送出去10串，寓意十全十美。林立夏方才只顾着想事情，没有注意到陆姬慎添了多少香火钱。陆姬慎，你方才添了多少香火钱？这时，一个青衣的女子身形轻盈飘逸地朝着两人飞奔而来。还不等女子靠近姬慎，就见影中身形一闪，2招就擒住了青衣女子，将女子的手背在身后。何方小小？青衣女子愣了一下，挣扎着看向姬慎的方向，满脸的邹媚讨好。这位公子，我看你出手阔绰，要不要给你心爱的女子买个防身武器？什么防身武器？2道声音异口同声。林立夏回头一看，与他同时开口的正是他那便宜的义兄骆子素。骆子素撒欢似的朝着青衣女子跑来，他要买个防身武器，专门对付捂他嘴的云无痕。妹妹，什么防身武器啊？快给哥哥看看，能不能撂倒皇宫培养出来的亲卫啊？青衣脸上的笑僵住，抬脚就朝骆子素给踹了过去。看谁妹妹呢？你占谁便宜呢？哪儿来的纨绔？青衣女子虽然被影中按住手，却不妨碍她脚上的力道，一脚踹在骆子素的大腿上，将他踹得倒退了好几步。幸好云无痕来得及时，拦住了骆子素，他才没摔倒。骆傻子，活该！早就跟你说过，改一改你这见到漂亮姑娘就喊妹妹的破毛病。这么凶，小优不买了，看你卖给谁！说完，一瘸一拐地朝林立夏走来。妹妹，哥哥不买，你也不买，看他卖给谁！看见骆子素被踹，姬氏的嘴角笑的是越来越大。林中，松开他。本来对防身武器不感兴趣的姬氏，这会儿倒是有了几分兴致。什么防身武器啊？陆定！骆子素气鼓鼓的要喊出陆定坤3个字，便觉察不妥，连忙改口：陆儿，你是故意跟我作对？明明你错在先，为何要断人财路？云无痕抢在主子开口前，先拦住了骆子素。你不买，别影响我家公子买。还是这位公子有眼光，手环的内侧设计的有一套巧妙的机关。青衣女子轻轻一触动机关
立刻弹出了几根绣花针。林立夏顺着针的方向看去，只见绣花针凌空射进了骆子素与云无痕的身上。原本正在拉拉扯扯的骆子素和云无痕瞬间僵住不动了。针上有毒！林立夏瞠目结舌，小姐姐的报复心还挺强的。影中心中一紧，迅速将青衣女主给擒住。你是幽影谷的人，快把解药交出来！你放开我！我若想要他命，就淬见血封喉的剧毒。解药交出来！又不致命，要什么解药？江西毒能让人从内到外僵硬一炷香的时间，很适合女子防身逃命用。能让人僵住一炷香的时间，还不能说话。小姐姐，我叫林立夏，你怎么称呼？你这个防身武器怎么卖？清幽，你连香火钱都舍不得掏，能舍得花50两银子买防身武器？舍得，钱得花在刀刃上。你这个防身宝贝管用，我一定买。清幽姐姐，买的多可以便宜吗？你想要多少个，姐姐就有多少个。清幽姐姐，针用完了可以补吗？你包售后吗？清幽低头看着攥着自己的小手，一脸的懵。自她出谷后，头一次遇见这么热情的小姑娘。什么是售后？清幽姐姐，你看，像我大哥那样的读书人，能教会他如何使用吗？可以，不过要等5天后。5天后也行。林立夏拉着清幽的手。清幽姐姐，你还没告诉我能便宜多少呢？我这次出来只带了8个，之前卖掉2个，现在只剩下6个，算你250吧。林立夏的笑容僵住，要不是看小姐姐一脸认真的模样，她都怀疑小姐姐是在骂人。清幽姐姐，我这次出门急，身上只剩了100两，你能不能同我回家取？不行不行，一来一回鲜花皂卖完了，我要银子何用？鲜花皂可是沐浴用的鲜花皂。清幽姐姐，你说的鲜花皂多少钱一块？100两还不够买鲜花皂。林姑娘，我之前去绣庄买就要5两银子一块，还不并求。你花5两银子去绣庄买？你不知道香皂是我做的？知道呀，但那时他是暗卫，不能暴露身份。想用不去绣庄买，总不能偷主子的。等等，你说香皂是你做的，那你肯定有很多存货吧？我可以给清幽姐姐做。林立夏很想结交这个看着很冷很飒的小姐姐。清幽姐姐，你喜欢什么香味儿？我还可以给你特别定做。我喜欢莲香的，也能做。能。桃花香的也能做。现在不行，明年3月桃花盛开的时候可以。我有晒干的桃花瓣。那可以。啊，对了，你方才说你叫什么名字？林立夏。清幽姐姐，你可以唤我立夏。立夏，这些防身武器你拿着，里边的针用完了，你跟姐姐说要多少，姐姐给你补多少。谢谢清幽姐姐。林立夏满脸甜笑，她的第3道保命措施有了。3道保命措施加持，应该可以避开林家人的炮灰命吧？她将清幽递上来的包裹斜挎在了自己的身上。清幽姐姐，你想要多少香皂？我家管够。鲜花皂10两银子一块，我的桃影追魂50两银子一个，我最多能拿你30块。多少？10两银子一块。许桃花震惊的差点站不稳。夏夏，卖这么贵，有人买吗？他家1两银子出去的，人家卖10两银子，没人买还好，要是有人买，别人就白赚9两差价。老太太越想心越疼，连让孙女跪树下祈福的事情都给忘了。夏夏，咱们去看看。姬慎皱眉，看看头顶刚刚升起来的月亮，顺着主子的眸光，徐天行瞬间明白了主子的心意。林家奶奶，您快看，月亮升上来了，祈福后咱们再吃也不迟。看见姬慎站在林立夏身边，对着桂树上头的月亮祈祷，骆子素心中气得直冒烟，偏偏连舌头动一下都艰难。云无痕瞪大双眸，看见主子祈愿后，偷偷看着林立夏笑，他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清幽姐姐，来都来了，你不祈愿吗？没兴趣。清幽刚说完，就见2道身影向他袭来，正是将吸毒药效已过的2人。云无痕动作迅捷如闪电，身姿轻盈如风。清幽不是其对手，勾起了一抹冷笑。哼，阁下腹中是否翻腾？你又下毒？云无痕的手一僵，腹中翻腾的难受啊！提醒你们2人，不想出糗，现在去寻茅房还来得及。骆子素一手捂着肚子，顾不上找清幽算账，朝着龙女庙左边的方向跑过去。哎呦，肚子好疼，好疼啊！一会儿再给你算账。云无痕松开清幽，一路小跑。清幽姐姐，他们是……林立夏想起他用鸡试药，鸡药效发作后也会拉肚子，将吸毒的残余药效至少要拉3回肚子才能排干净。比起见血封喉的毒药，这个呀更适合女子防身。厉害厉害！他的半吊子迷药在撒向别人的时候很容易波及自己，使用前要先服下解药，而将吸毒是涂在针上，
下手时不会波及自己，还快准狠。连云无痕这样的高手，方才都没能躲过江西毒。哎呦，人靠衣装，马靠鞍。立夏，这真是你做的？青幽姐姐，你是自己用还是拿回去送人？有何分别？你要是拿回去送人，我就进去买些丝帕和荷包，给你包装的好看一些。不必，我只要里边的鲜花皂。走，跟我回家拿，管够。云无痕，我走不动了。要不是你，我就不会跟小钟走丢了。罗傻子，若非你与我拉扯，幽影谷的女子又岂能伤到我？我不管，是你害我跟小钟走散，你得背我回去。罗傻子，你给我下来！云无痕刚将骆子素扒拉下来，就被胖钟撞得头昏目眩。骆子素看见小钟，本来很开心有人能背他回家，结果就看见胖钟整张脸憋得通红。云无痕，你快看看小钟怎么了？又来一个傻子！看见胖钟另外一只手攥着的糖葫芦，云无痕瞬间全明白了。能够短时间内缓解腹泻症状，同时迅速补充体力。他吞下一颗后，对胖钟吼：“文英！”公子，我可算是找到你了，公子。小钟还以为把你弄丢了，回家要被责罚的。越想越害怕，越怕肚子就越饿。说着，胖钟又将手中剩余的2个糖葫芦一口咬到嘴里，快速的咀嚼起来，很快吐出了一地的山楂子。有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奴才呀，一样的不靠谱。老傻子，你走不走？走不动，上来。袁无痕是一脸的无奈。我背你。一阵急切的敲门声，一下将姬慎惊得是意全无。何事？禀主子，军中急信。影中长着灯过来，姬慎拆开了书信，一目3行看完后，紧紧的握住拳头。天香，去安排，本王需要回军中一趟，即刻出发。那林家这边？姬慎转动着手中的桃木珠串，沉默许久。他这一趟回军中还不知道要耽误多久，想起林立夏日夜发愁的玉之梦，他思量许久道：林中，你和无痕留在林家，务必在中元节护林家周全，违者斩。遵命。影中满脸诧异，想不通林家有什么事比让他护主子周全还重要。影中，你主子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影中摇摇头，心情很是复杂。林姑娘，这是主子答应给你的，他说不够，以后他回到京城再补给你。影中从怀中掏出一个精致的红木盒子，递到了林立夏跟前。林立夏闭眼又睁眼的瞬间，整个人懵住。一盒赤金打造的手指，两人相处的点滴犹如幻灯片一样在林立夏脑海中闪过。终于想起他脚受伤之时，陆基慎问他最想要什么。我想要金手指，我想要金手指，你有吗？好啦，陆基慎，我跟你开玩笑的，金手指那玩意儿得看天意。林立夏懵了，谁能想到陆基慎这么豪气，竟给他送一盒的金手指。虽然吧，此金手指非彼金手指，但谁又能抗拒金子的诱惑？林姑娘，你喜欢吗？喜欢，很喜欢。影中，从这儿到边境需要多长时间？快马加鞭，沿途换马，7日可到。我家主子有腿伤，坐马车需要10来天。那挺辛苦的。影中看一眼林立夏的背影，当即回到了屋内提笔写信。林姑娘看到主子送的礼物，两眼放金光，说喜欢，很喜欢，抱在怀里，半晌都舍不得松开。夏夏，咋不见小鹿来吃面呢？哎，你手里拿的是啥呀？哎，你手里拿的是啥呀？奶奶，鲁基慎回军中了，他昨日跟我刚谈了一笔大买卖，这是他付的定金。说完，赶紧回到屋内，关上房门，倒出盒子里的金手指，数了一遍又一遍，笑的是根本停不下来呀。立夏，我先回幽影谷了，把这些送给我的同门师兄师姐们，等我5日后再来寻你。等等，青幽姐姐，我听说你们幽影谷的人擅长毒术和机关术，能做护心甲吗？当然，我大师兄做的护心甲，许多王孙贵族千金难求呢。哈，千金难求呀？你想要？要多久？我大师兄手里有一件现成的。立夏，你等我下次来的时候，顺便带给你。林姑娘，主子走之前说让你照顾他。给我吧，知道你饿了。林立夏轻声笑起来，抱着虎崽子去厨房。影中，虎崽子交给我，你可以去忙的。主子吩咐我务必护好你们林家人的安全。这姬慎是怎么回事？送他金手指，还把贴身护卫留下来。他对着水盆照了照，
确认他这张没长开的脸没有资本让人对他神魂颠倒，他轻声笑了起来。林立夏呀，林立夏，刚挣点钱，你人就飘了，竟敢幻想京城世家贵公子对你别有所图，谁给你的勇气？你主子挺知恩图报呀。影中的嘴角一抽，不知该赞林姑娘有自知之明，还是该叹自家主子追妻遥遥无期啊。妹妹，那个情有女侠呢？走了。妹妹，她那个咻一下就能让人僵住的武器，你转卖一个给哥哥呀。你要那个做甚？对付我的。说着很熟练的拿碗从汤锅里给自己盛了一碗浓骨汤。林姑娘，主子让我护你们林家人周全，你若不想出岔子，千万要防落傻子。林立夏很是赞同。骆子素从小被家人保护得很好，好奇心很重，情绪稳定的时候拎得清，情绪上头的时候又很拎不清，能将他的迷药顺走，要晕他自己的马，绝对是个人才啊。子素哥哥，我家凭才华免费吃面的活动，明日是最后一天，后日就是咱们书铺一飞冲天的大日子，你这个东家是不是应该忙起来？一飞冲天？妹妹，哥哥要做什么呀？林姑娘。冯掌柜，你怎么来啦？你们等一下，我去搬个椅子。立夏，我来。林姑娘，这位段公子来自南边，看中你家的香皂，想与你合作，特委托我引荐一番。在下段子怀，来自南西城，听闻林家香皂生意是姑娘做主。对。林立夏收起眼底的经验。段公子，我家的香皂作坊目前供不应求，公子诚心想与我合作，1个月后再议如何？还是头一次见人用菊花和枸杞子泡茶的。菊花枸杞茶清甘明目，适合我家几个读书的人喝。段公子若是喝不惯，我给你换白开水。不用。段子怀优雅品茶，一举一动都好似一幅很好看的美男画。林立夏看着段子怀，欣赏着对方的美貌，静等对方回答。林姑娘，可否为在下再续一杯？可以。谁知段子怀是又让他续一杯，一杯续一杯，一连在他这儿喝下了10杯茶，还不离去。段公子，你对我方才的提议到底是哪儿不满意？可否先让段某带走100块香皂，其他事情咱们1个月后再议。段子怀看着文质彬彬，一副病娇美男的做派，但行事却是个狠人呐，一连灌下10杯茶水，只为在这场博弈中索要100块香皂做样品。他若不同意，他不会再灌10杯茶吧？罢了，100块就100块，人家又不是不给钱。段公子，50两定金，你留个地址，1日后我让人给你送货上门。好，可否借姑娘的笔墨一用？好。在下失礼，林姑娘，你这画技精妙绝伦，可否？妹妹，哥哥回来了。妹妹，你猜猜咱们书铺今天的销量？怎么又来一个长得比他还俊的人？手里拿着什么？你谁呀？穿得跟花孔雀一样，有没有读过礼记啊？知不知道男女大防啊？骆子素说着，上手就去扯段子怀手中的画。2个人一个扯一个护，滋啦一声，画被2人一撕2半，一人手中各持半张碎片，2人都呆若木鸡。大哥，那个段公子是来找咱们谈香皂合作的，刚给了立夏50两定金，本来写个地址就走，谁知生出这种变故。林姑娘，对不起，在下爱画心切，一时莽撞毁了您的画作，请您责罚。对，你不光莽撞，你还孟浪，你还居心不良呢。松手！妹妹的画像你拿着合适吗？你松不松手？再不松手，我喊人了。云武，妹妹，女子的画像不可给外男看，容易招惹居心不良的人。大子，刚才叫我做什么？云武汉，你来的正好，快把这个居心不良的人丢出去。云武汉，他刚才偷看妹妹画像时，眼珠子都看直了。而且你看看他，长得跟个狐狸精一样，趁我们不在，故意找妹妹谈生意，茶壶里的水都喝空了。谁知道他想做什么？段子怀眼底的笑僵住了，谁家的莽撞少年？云无痕上下打量着段子怀，这从哪儿冒出来一个长得与他家主子各有千秋的公子？云无痕，你发什么愣啊？你要再不动手，我就不认你这个兄弟了。罗傻子，他是林姑娘的客人，是想跟林姑娘合作香皂生意的。花孔雀，我是妹妹的合伙人，我不想跟你做生意，你走吧。段某方才付过定金了。多少定金？我赔你。子素哥哥，开门做生意诚信很重要，我方才答应他卖给他100块样品，其余的事项1个月以后再议。妹妹，那咱们只卖他100块香皂，1个月后不跟他做生意。行，段公子，子素哥哥是我的合伙人，我得尊重他的意见，只合作1次，
这100块香皂你还要吗？要，再看我也不卖给你。妹妹，你猜咱们书铺今天卖了多少本书啊？多少？妹妹，光是启蒙用的《三字经》啊，咱们就卖出去500多本，那不稀奇。别家2两银子一本，你们才卖500文一本，就算卖500多本，你们也赚不了多少钱。你懂个屁呀！妹妹说这叫惠民，卖500多本启蒙用的《三字经》，就有500多个家庭有让孩子读书的打算，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儿。妹妹，插秧排列这么整齐，什么用意啊？整齐的秧苗行间距有利于通风透光，能让秧苗长得更好，提高产量，也有利于后期的施肥、除虫、收割。妹妹可真聪明，什么都懂。吴婶儿，大喜事啊！小雪她男人派人给你们送礼啦。吴婶儿啊，可是满满当当的2大车，还有我们没见过的布料呢。哎呦，还有很多漂亮衣服，看着可让人眼红了。吴婶儿，你再不回去呀，东西可都让陈菊花的一个人霸占了。哎呦，夏夏，公家肯送回礼来啊，是不是代表小雪她在公家过得还不错？奶奶，我们回去看看。夏夏，你看公家给咱家送回礼了，你的梦是反的。你高兴得太早了，我先回去看看，你扶着奶奶慢慢走。妹妹，等等我。看到没？要不是沾我家小雪的光，这样精美的衣裳呀，你们一辈子也没命穿。妹妹，这样的布料那都是京城5年前的旧样式了，咱们不要。哥哥明天就写信回去，让人给你送京城今年的最新款。哼，说大话谁不会？你说谁说大话呢？就你身上这衣服，我家管事的婆子3年前就嫌弃过时了。子素哥哥，你再说说看，车上这些又是怎么回事？我祖母在世时，每年都会让人把府中过时的衣裳整理出来，有些捐赠出去，有些送给府中的下人，还有一些就直接销毁了。妹妹，这送你的人呐，不是啥好人，送你们的这些衣裳那都是下人穿的款式。妹妹，咱不要啊！哥哥这就让庞仲回京给你买京中最新款的。下人款式怎么了？那也比你们身上穿的好。二婶喜欢，二婶全拿去。公家送礼的人呢？看样子是刚上过茅房，没过多久又出来2个像是赶车的车夫。嬷嬷怎么称呼啊？府中都唤我薛嬷嬷。薛嬷嬷好。公家送2车破烂货，可是觉得你们公大人的命就只值这2车破烂货？大胆敢羞辱朝廷命官，小丫头不要命了！薛嬷嬷，我给你指个路，告诉你梅花城的县衙怎么走。你去告，看看这里的地方官根据咱们方才的话会如何下定论呀？收起你的牙尖嘴利，长辈在，轮不到你说话。行，你是长辈，你来说。林立夏转身进屋。林立夏，薛嬷嬷，你这是什么意思？这50两银子是龚大人付你们家的枕巾。哦，那这一车别人穿剩下的破烂货又是怎么回事？别跟我说这也是龚大人的谢礼。谁说这是破烂？是不是咱们可以去衙门断一断？死丫头，当衙门是你家开的？薛嬷嬷气得咬紧牙关。罢了，反正林家这一大家子也活不过中元节，他就没有必要与一个将死的乡野丫头浪费口舌。我等奉命行事，既然事已经办成，我等这就回京复命。等等，我让你回去了吗？当我林家村是什么地方？说着，一个眼神就有许多林家村的人站出来拦住几人的去路。你们做什么？我们是奉命办事，都有记录的。我们若是折损在这儿，你们谁也别想善终。林立夏，你不要胡来！哐哐哐！这是回来了。从未见过陈菊花对自己这么热切，许桃花整个人都愣了。娘，你快管管立夏，他拿着铜盆敲的是咣咣咣响，不让我跟小雪婆家人说话，还让村里人叫他们堵在这儿。少胡说，我们夏夏多懂事的孩子，他这样做肯定有自己的用意。夏夏，奶奶说的对不对呀？对，奶奶，鲁吉慎说京城贵族间亲戚往来都要登记造册，公家费尽心思送了这么多的礼物来，咱们也得登记造册。林家当着村里人的面要将他这2车破烂货登记造册，一旦传扬出去，公家这次笑话就闹大了，他肯定是吃不了兜着走的。哎呦，瞧我这记性，少夫人是让我把这2车衣裳捐给灾民，结果我好心办坏事，既然林姑娘看不上东西呀，我让人拉走。薛嬷嬷，这么一车破烂货，你们用这么好的箱子装，又大张旗鼓的送来，莫不是想故意给我林家招来祸事？子素哥哥，你的字写得好看，你帮我登记造册可好？好啊。哎呦，林姑娘不可，这是我们送给灾民。货既然是送到林家门口，无论是要拉走还是留下，都要登记造册，让你们画押，免得你们回去之后阳奉阴违。林家老夫人，你快管管你孙女，她这样行事，你们不怕开罪龚大人？气得不想说话，一甩衣袖进屋，任孙女处理。呸！少拿你们大人压我！你们大人回京没跟你们说，
当初他落难在林家时，曾拿公家满门性命对天发誓，不可伤我林家人分毫。薛嬷嬷，3年以上陈年旧布7匹，府中下人瑕疵衣裳36件，府中姨娘淘汰下来的衣裳13件，府中下人的旧衣裳58件，发霉发臭的破被褥6床。你要不要再清点一遍？不用。薛嬷嬷只想快些将这件事了结，去通知杀手取消计划，很爽快的在册子上按了手印。薛嬷嬷，我家小雪怎么样？龚大人在京中给雪姨娘置办了一套价值900两的小院，雪姨娘呢已经有了身孕，如今在龚老夫人院里养胎。小雪已有身孕，龚大人还给小雪置办了一个价值900两的小院。谁稀罕？900两买的小院是买的成交了吧？有你什么事？妹妹，这京城可是寸土寸金呐，想要在城中心买个小院，不光得有钱，还得有人脉。不过呢，妹妹你也别愁，等你要去京城了，哥哥名下有3处小院，妹妹你随便挑。子苏哥哥真好，到时我比市场价高1成，给子苏哥哥算钱。妹妹，算钱那就生分了，我骆子苏像差钱的人吗？公子是京城骆家的小公子。你认得我？不行，他得赶紧走，林家人不能动。京城谁人不知，帝师孙子骆子素在花楼一脚踢飞大皇子妃的弟弟，混小子骆子素护着的人，少夫人感动，怕是薛家和龚家都不能善了。林家老夫人，林姑娘，我还要回京向主子复命，就先告辞了。那怎么可以？几位奔波这么远，我们林家不留几位住几天，岂不是招待不周？林姑娘，住不得，延误了时间，我们回京就没命了。几位莫慌，我爷爷对你们大人有救命之恩，你们身为他家的下人，替主子报恩天经地义。正巧我家农忙要插秧，几位留下来帮忙个3-5天，等农忙结束，我让大哥给龚大人写一封书信。龚大人若是因此责怪你们，那就是他不识大体，不通情达理。围观的村民都是得到林家好处的人，自然是向着林立夏说话。世代帮忙，当初林家呀，为了救小雪的男人，正值农忙的时候，耽误了很多农活。对呀，还有那些搜村的黑衣人，好可怕，都对着立夏挥刀了。哎呦，林姑娘，我错了，求你放我们回去，我干不了这个活。还想不想吃饭？天黑干不完活，就将你们丢进河里喂蟒蛇。薛嬷嬷，要替你们主子报恩，这活呢就得干得漂亮，这泥呀就得踩得稀碎。哎呀，云无寒，这插秧没什么好玩的，你陪我进山去打猎吧。不去。云无寒，今晚是中元节，咱们进山打几只猎物，给妹妹家祭祖用。不去。云无寒，你不陪我去，等你家洛儿回来，我就天天寻他麻烦。行，你赶紧闭嘴，让给你们打2头野猪回来祭祖。好啊，你们快去快回，无论有没有打到猎物，天黑一定要回来。林姑娘放心，出不了岔子。迎庄，我带着罗傻子进山转一转，林姑娘一家人的安全就交给你了。早去早回。云无寒，你看我这剑术如何？比上次有进步。云无寒，你看我能赢过陆定坤不？再练100年吧。云无痕一盆冷水泼了上去，骆子苏得意的笑僵在脸上。余光看见一头鹿从前方树林穿过，他眼睛一亮，提起弓箭就要去追，结果跑太快，被一块凸起来的石头绊了一脚，整个人朝山坡栽了下去。骆傻子！余光看见一个凸起的石头正对着骆子苏的后心，云无痕强行调换2个人的位置，用自己的身子护住了骆子苏。云无寒流血了。云无痕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得赶紧止血，以免血腥味引来猛兽。对不起。哎，骆傻子，我没事。男子汉大丈夫，流血不流泪。这点小伤，你哭什么哭啊？说着，解下自己的腰带，掏出亲卫随身携带的止血药，紧急的为自己止血。骆傻子，我没事，你拿我的刀去给我砍个树枝做拐杖，咱们回去。那你拿我的弓箭防身。云无寒，你不能再走了，我背你下山。骆傻子，就你读书人的小身板，你怎么背得动我呀？你让我试试嘛！听话，别胡闹。等会儿再摔了，咱们就真回不去了。那我扶着你走，你受伤的腿不能再用力了。好，骆傻子，你别哭了。你若真觉得对不起我，以后不可再胡闹。只要你没事，我都答应你。以后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那你好好读书，考个秀才。好，无寒，怎么办？骆傻子，我拖住野猪，你赶紧爬树。不行，我爬树，你怎么办呀？你再废话，我们都得死在这儿。你先上去，你相信我，我有自救能力。骆子苏颤抖着朝大树走过去，好在大树长得很高，分叉很大，抓着分叉，他轻易地爬到了大树的中间。他探下头看着下方，只见野猪凶猛地朝着云无痕撞过来。云无痕举着刀站在原地，静等野猪撞过来的一刹那，
挥刀砍断了野猪的脖颈。云无痕咬牙，忍着大腿的疼痛，抓着分叉的树枝，迅速地爬上大树。没过多久，伴随着一阵哼哼哼声音，跑来2、3头野猪。野猪在树下凶猛地撞着大树。无痕，怎么办呀？云无痕摸着怀中专用的求救信号，思量半晌后，向空中发出了求救信号。正在农田的影中看见信号的一瞬，神情变得凝重起来。林姑娘，不好了，云无痕和骆子素遇见十分危险的事情，请您抉择。林立夏心中咯噔一下，莫非剧情的推动不可逆，林家炮灰命运改不了？云无痕徒手可以杀猛虎的人，怎么就恰好在这个时候出事？他抬头看看天色，这个时候让影中带人去救云无痕，林家这一家子炮灰逆天改命就只能靠自己了。影中，你跟我来。深山地界复杂，其他人去了只会成为你的拖累。你将这些药带上，若是遇见猛兽，只管撒。影中不敢耽误，接过东西，以极快的速度朝云无痕求救的位置奔跑。他跳跃在一棵树上，看见成群的野猪聚集在一起，有拼命拱地刨树根的，有一个接一个去撞树的。好在云无痕爬上去的树够大，被拱出了一半的树根，树还屹立不倒。无痕，屏住呼吸！影中大喊一声，拿起了特效迷药，手法熟练地撒在下面的野猪群。野猪一个又一个倒下，云无痕半个身子靠在树上，看见影中解决野猪群后，云无痕想起银矿离这儿不远，生怕风随影为了救他让银矿那边出乱子，连忙又发出讯号。赶路到一半的风随影看见云无痕这个信号后，想着开采银矿的山匪很乖，就决定去探一探究竟。无痕，你的腿还在流血，先止血。没有呀，影中，麻烦你带骆傻子下。云无痕话还没说完，整个人就彻底失去了意识。云无痕，你醒醒啊！一脸嫌弃的瞥了骆子素一眼。别哭，人没死，但再这么流血下去，命保住了，腿也要废。那赶紧止血呀！骆子素从未像现在这般惊慌。我背他走，你自己能走吗？能走，我们得尽快回去。夕阳渐渐落下，天边泛起了一片淡淡的橘红色。祠堂外，女人们聚集在门口，虽然不能进入祠堂，却一个个严肃与专注，双手合十，口中默念着祈祷词，祈求祖先保佑家族平安，五谷丰登。祠堂内，林家村的男人们衣衫整洁，肃穆地站在供桌前，他们脸上写满了敬畏与虔诚，目光紧盯着供桌上的祖宗牌位。咔嗒一声异响，引得众人抬头望去，空气瞬间凝固，所有人心跳都好似停止了一般。爹，林家村祠堂牌位这么多，为何单单是他爹的牌位摔坏，还摔在他的脚下？似乎是一种不祥的预兆呀。五哥，年伯生前最宠爱你，许是他给你的警示啊。警示？难道林家有大祸？夏夏，奶奶心底慌得很，好端端的，你祖父的牌位怎么会摔在你爷爷的脚下？奶奶，咱们回家说。爷爷，咱们回家说。他准备了3套保命方案，第一套是靠云无痕和影中庇佑，第二套靠他特制的迷药自救，第3套靠清幽的逃影追魂逃生。谁能料到云无痕和骆子素遇险，他一下就折损了2套保命方案。快进家门前，林立夏看向深山方向，林家若真避不开这场劫难，他的便宜义兄肯定会为林家讨回公道吧。夏夏，究竟是怎么回事？爷爷，2个月前，我的脑袋刻在猪圈石头的那天，我梦见咱们林家在中元节被灭门了。不可能，做梦哪能当真？你闭嘴，夏夏，我的傻孙女，你怎么不早些跟奶奶说呀？你说奶奶一定帮你，奶奶呀，肠子都悔青了。这不可能，做梦的事儿哪能当真？我们快走，离开林家村，我们回陈家村就能避开这一切。谁都不准走！陈菊花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你养的好女儿给林家招祸，你竟想带着几个孩子拍拍屁股走人，可恨呀！我掏心掏肺把这些年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银子都贴给了林小雪做嫁妆，你们就是这样对家人的？今日谁也别想走。二哥，让他们走。宫邢太的正妻要报复的是林小雪的家人，他们不怕连累陈家一起死，就只管回陈家村。不可能，这世上怎有这般恶毒的女人？不就是拿个妾吗？她就要派人杀我们全家。这么狠毒的女人，我的小雪怎么办？我为何不把这狠毒的女人休了？闭嘴！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在埋怨旁人。
陈菊花，你指责别人的时候，你先拿镜子照一照你自己。都别吵了，想想如何活命。爷爷，我有个想法。夏夏，你说，你让二哥往东，二哥绝不往西。爷爷、奶奶、爹，林小雪出嫁前，我给她了2325文做嫁妆，也算是全了这份姐妹情。今日中元节一过，无论她在公家是荣华富贵集一身，亦或者是被人百般磨搓，都与我没有半分关系。我与她的姐妹情断在今晚。没有道理，他攀高枝，让我受他的拖累，被人一次又一次的追杀。爹娘，文慧，我支持夏夏的决定。小雪进京前，我掏光了积蓄，给了她2两银子做陪嫁，对得起她这个侄女了。今日中元节，夏夏的梦应验，以后我全当没有她这个侄女。爷爷奶奶，二叔，糟糠之妻不可弃，小雪以人为妾，注定卷入妻妾之争。今日之后，我只有夏夏一个妹妹。爷爷奶奶，二叔，林小雪与人为妾，我掏光了所有积蓄，给她10两银子做陪嫁，我也对得起她这个堂妹。结果呢，我们凑银子给他们当盘缠，他们派人来杀我们全家。越想越觉得我自己就是冤大头。今日这一劫应验，无论是生是死，我只有夏夏一个妹妹。以后凡是与我有血缘关系的人与人为妾，我都要断亲。我支持二哥。以后凡是与我有血缘关系的人与人为妾，我也都断亲。孩子他爹，我们掏光家底给小雪，对得起他这个孙女。今日之节应验，我以后就没有他这个孙女。文慧，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咱们这样的人家凑出这么多给她陪嫁，已经仁至义尽。爹，我明白这场祸事终究是儿子不孝，没有教好女儿演来的。林家对小雪仁至义尽，今日之后，林家全当没有这个女儿。李文慧，你还是不是人？宫心台的正妻如此狠毒，你们都不管小雪，她还有活路吗？这会儿着急了。当初劝你宫心台有正妻，或许会报复咱们，你咋说的？林立夏故意学陈菊花当初的口吻。哼，难不成他还敢杀人放火？我那手帕交家中同样有正妻，过得还不如他好呢。女子嫁人夫为天，只要小雪得宠，再生下个一儿半女，咱们娘家也跟着风光。二婶，你看，这不都随你心愿？你想跟着风光，你自己去，你别绑架我们受累，我还嫌弃丢人现眼呢。死丫头，这么好的记性，全用来记仇了。立夏姐姐，你说的自救法子是什么？二哥，抄家伙。爹，你就算了。二叔，来，这里边有毒针，关键时刻可以将对方毒僵住。爷爷，你见过大世面，比我爹能扛事儿。最后一个逃影追魂，你拿着。夏夏，这样对不对？被冷落的林文耀一脸的不甘心，转身进厨房，拿着菜刀就出来。夏夏，爹这次绝不拖后腿。夏夏，谁敢伤你，奶奶就用剪子把他的皮给剪下来。不错不错。想到这儿，他喊上二哥，转身去了驴棚子里，将捆在柱子上的车夫给押了过来。你招不招？招。车夫一脸的迷茫，也不知道他要招什么，反正先硬着才不挨打。大声点，招不招？招！车夫扯着嗓子吼。林立夏冷笑，将旧衣服重新塞到车夫嘴里，一棍子将车夫给敲晕了。薛嬷嬷，方才那位车夫招供说你奉命买凶，要杀我们全家。薛嬷嬷本来就心虚害怕，加上累一天，又被人捆在驴棚，还要提防被驴踢，精神紧绷着2天1夜。不可能，他怎么知道？他说你做梦的时候说梦话说出来的。你到底请了几个杀手？起初呢，那个车夫也不愿意招供，我就先挑断他的手筋，再挑断他的脚筋，然后正在挖他的眼珠子，他就受不了了。薛嬷嬷，你想先从哪儿开始呢？挑手筋，挑脚筋，挖眼珠子，或是割耳朵？林立春懵了，太可怕了！谁教他妹妹这样唬人的？若是被外人看见，误以为他妹妹很凶悍，以后还能找到好婆家吗？薛嬷嬷，我看你脸上的褶皱比较多，要不先帮你把这些褶皱割了？嬷嬷别怕，我给鱼剥皮可是熟练的很，才一刀你就吓尿了。就你这把老骨头，嘴再硬一点，能撑到我挖你的眼睛吗？撑不到。林姑娘，我都招，我只请了4个杀手，你能给我一个痛快不？杀手什么来历？京城绝命阁的人。没听说过。这绝命阁不是江湖门派，他们藏身在京城暗巷，只接京城权贵的生意，专门处置内宅的阿杂事。现在什么时辰？这个我们没要求，少夫人只给我们200两，只够请4个最低等的杀手，中元节夜晚灭门就好。200两就买我林家11条人命。不止200两，还有送给你们林家的100两酬金，伪装成山匪劫财。听完薛嬷嬷招供的话，陈菊花像一滩烂泥一样躺在地上，
回想起昨日他的显摆，就像是一场笑话。许桃花惊恐地握不住剪刀，是真的，孙女的梦竟是真的。200两就想买我林家11条人命。林立春将他的刀重重地插在地上。今日我让他们有来无回。二哥，将这3个人都打晕，塞住嘴，扔在咱家地窖中，顺便绑起。爷爷奶奶爹，你们藏身在左边的房间。二叔，你带着二婶和小满他们藏身在右边房间。记住，顶住门，堵住窗，不要发出声音，以守为攻，用陶影追魂偷袭杀手。大哥二哥，咱们3人去厨房，一边炖肉一边等杀手，以守为攻，用陶影追魂偷袭杀手。一阵夜风袭来，云无痕微微睁开眼睛，一阵剧痛从腿部传来，疼得他倒吸一口凉气，胳膊被人紧紧地抓着。他努力回头去看，发现骆子素拄着树枝一瘸一拐地跟在他身后，而他正趴在影中的背上，缓缓地向前移动。周围被漆黑的夜幕吞噬，他内心莫名一慌，想起主子走前千交代万嘱托，让他们在中元节务必护好林家人的事。影中，放下我，快回林家。听见云无痕的话，影中的身子一僵，继续背着他朝林家走。无痕，你腿伤很严重，骆子素背不动你，我不能放任你逞能，不然你这条腿会废的。影中，林家若出事，咱们2人的脑袋都不够主子砍的。影中，一条腿与咱们2人的命以及林家全家人的命孰轻孰重啊。无痕，你不要逞能，等我救完林家人，我就回来背你。说完，不等云无痕回应，快速地朝着林家的方向赶路。云无痕，你醒醒啊，我害怕。骆子素慌乱地去掐云无痕的人中穴，掐了好久不见云无痕醒来。骆子素伸手一摸，发现云无痕的大腿又开始流血，他咬咬牙，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将云无痕背在肩上，拄着树枝一步一步缓慢地朝着林家的方向移动。风随影正行走在密林间，突然一阵腥风扑面而来，他顺着气味走过去，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原来云无痕遇见野猪群了，这野猪死得蹊跷，像是被人迷晕之后用乱刀砍死的。看这刀法，倒是像主子身边的暗卫影中的手笔。风随影又举着火把，顺着树根朝上看，看见树枝上也是沾满了鲜红的血迹。他纵身一跃，跳到树上，从树上取下来一块碎布。谁让无痕舍命相救？灵机一动，他原路返回银矿，带着几个亲卫，带着一部分山匪，将野猪一半抬回了银矿，让山匪打牙祭，一半打算送到林家，顺道见一见让主子惦记的姑娘。亥时3刻，夜色已深，林家村笼罩在一片静谧之中，村里许多的村民早已进入了梦乡，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虫鸣声打破夜的宁静。林家厨房内肉香四溢，4个穿着夜行衣的杀手顺着肉香一路摸到了林家小院外。4人看看林家院墙，纵身一跃，跳入林家小院子里，一眼就看见了厨房有个烧火的小丫头在打瞌睡。英哥，那100两我不分了，我要这个小丫头解解馋。2天前就来林家踩过点儿，早已记住林家小院的布局。大毛、黑狗，你们2人若无意见，就按瘦猴说的办。瘦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个年纪的小姑娘嫩的能掐出水来，怎能就便宜你一个？毛哥说的有道理，待会儿咱们先杀了其他人后再来众乐乐。你们是谁？为什么在我家？是来找我爷爷看诊吗？你们受伤严重吗？我爷爷腰疼，疼的连晚饭都没吃，我正给爷爷炖肉呢。你们能不能等我爷爷睡一会儿，再喊他起来给你们诊治？英哥，我先看中的，我要尝第一口。看着林立夏笑的是一脸的荡漾，林立夏佯装恐慌，借着衣袖遮掩，快速的按下陶影追魂。针瞬间刺进瘦猴的身体，一脸荡笑的瘦猴僵在原地。慢一步进来的山猫没觉察到瘦猴异样，只顾与瘦猴争先后。我先来。山猫的话音刚落，便感觉后背一痛，整个人僵在原地。得手后的林立春从门后出来，将躲在水缸后的林立东给拉出来。林立夏用手比划着，让大哥林立东留在厨房看着2个僵硬的杀手，他和二哥继续诱敌。坏人啊！不要过来啊！不要过来！平静的夜里，林立夏故意扯着嗓子的尖叫声尤为瘆人，将正在朝回赶的影中吓得一顿，生怕林家出大事，拼尽全身的力气朝林家冲。林立夏的叫声将2个正要吹迷烟的杀手给吓得脚下一顿。秃鹰低声咒骂一声，转过头准备先杀林立夏，结果一脚踩在窗下的老鼠夹上，疼得他踮着脚跳个不停。看见秃头的杀手被老鼠夹伤到脚，林立春满脸的兴奋，完全忘记了妹妹交代要用陶影追魂来偷袭。
竟举着新买的大刀砍了过去，战意十足地冲着对方喊：“犊子，吃我一刀！”听见自家二哥打架前虎了吧唧的先跟对方通风报信，林立夏脚下一顿，快速地朝这边跑来，正好看见另外一个杀手在偷袭自家傻二哥。他快速按下逃影追魂，将对方僵在原地。阴沟里翻船了！秃鹰一脚将林立春踹倒在地，正准备袭击林立夏，余光看见一道身影快速地冲进林家小院。操，还有后手！秃鹰是顾不上脚底剧痛，纵身一跃跳上屋顶，刚跑一步就被人从屋顶一脚踹了下来。他重重砸在地上，发出一声闷哼，努力挣扎起身，脖子上一阵刺痛，整个人就僵住不能动。好呀，你再跑一个给我看看。林姑娘，可还有歹人？都被毒僵了，妖眼蛊的东西果真好使。林姑娘，云无痕腿伤严重，你们无碍，我回去背他。等等，拆个门板，让我二哥去帮你，以免加重云无痕的伤势。不行啊，夏夏，我被秃子踹得闪到腰了，不知道疼。林立春一脸的好奇，正摆弄手中的逃影追魂，却不小心触动开关，一根针瞬间刺在了林小满的身上。林小满立刻僵在原地不能动弹。立春，你对小满下毒手，你好狠的心，你还是不是人？看见陈菊花去撕扯二哥，林立夏嗤笑一下，直接将逃影追魂最后一根毒针用在了陈菊花身上。满脸狰狞又张牙舞爪的陈菊花像一座恐怖的雕塑屹立在墙角。所有人齐刷刷地看向林立夏。夏夏，二哥方才是不小心刺到小满的。我看见了，我是故意的。若非你给狗男女守门，让他们两个人勾搭成奸，怎么会有林家今日的灭门之祸？若非夫妻一体，打你会伤及二叔的体面，我早就想揍你了。若非我准备充分，今日林家血流成河，我也躲不开被玷污的命运。我扎你一针，你冤吗？不冤，潘高枝无福消受，强求必遭报应。林立夏点头。原书中，林小雪踩着一家人的尸骨，得到了宫形态怜惜一生，最终儿女双全，成为人生赢家。他想看看，现在有他这只外来蝴蝶的推动，救下林家炮灰后，林小雪还能得到宫形态怜惜吗？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今日林家侥幸躲过这一劫，来日他们再派杀手，我们当如何？看见林家所有人都陷入沉思中，林立夏默默地转身去解决内急。爹，是儿子不孝，是儿子教女无方，才给林家招来祸事。爹，民不与官斗，咱们林家平头百姓斗不赢龚夫人，我明早就带他们离开林家村。文辉呀，是爹娘糊涂，结错一门亲，毁3代人呐。文耀，这场祸事本与你无关，你带着立冬、立春、立夏，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隐姓埋名的活下去。林文耀满眼的错愕。爹，你要我带着夏夏他们去逃命？对，人是爹救的，儿媳妇也是爹娘给你弟弟选的，就算要遭报应，也不该让你们父子4人受累。林立夏从茅厕出来，看见老爹背上挎着好几个包袱，满脸惊慌无措的模样，他惊得脚下一顿。爹，你做什么啊？夏夏，爹带你逃命，咱们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隐姓埋名，公家再派杀手，他们肯定找不到咱们。爹，不至于。夏夏，难道你有办法啊？林家爷爷，林家爷爷，你快出来看看无痕的腿。爷爷，你别慌，我有对策。你先看看云无痕的伤。话音刚落，将吸毒药效时间到了，自动失效。瘦猴子男人故意恐吓林家人：你放开我们，敢动绝命阁的人，追杀你们到天涯海角。听见这话，林立夏想起瘦猴子男人对他的不轨之心，他转身进驴棚，拿出给驴拌草的粗棍子，冷笑着一棍子敲在瘦猴子男人的裆部。瘦猴子男人疼的是面目狰狞，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惊吼声，瞬间吵醒了林家村不少沉睡的村民。就连躺在门板上的云无痕也被这声凄惨的叫声给惊醒了。他睁开眼睛，顺着声音看过去，正好看见林立夏扬起粗棍子，又狠狠一棍子敲在另一个杀手的裆下。咦，好可怕！云无痕下意识的夹紧腿，满眼震惊的看着林立夏扬起粗棍子，一棍又一棍的敲在杀手的裆部。4个杀手的鸡叫声是一个比一个瘆人。影中，就问你怕不怕？听着杀手凄惨的叫声，影中下意识的夹紧腿。怕！杀手凄惨的叫声回荡在山间，惊得兔子都慌神，惊得抬着野猪的山匪们脚下一顿。五哥叫发生何事啊？怎会有人叫得比阉猪还要凄惨呢？去看看。
刚才是怎么威胁我的？来，你敢不敢再说一句？你这个疯女人，你敢对我们知命阁的人下手，你就等着被追杀吧！我好怕哦，还再来不？来你妈呀！蛋都碎了！看见林立夏连爆4人的蛋，刚解江西毒的陈菊花拉着儿子默默地退到角落。这会儿他相信林立夏没揍他是看在林文慧的面子上。夏夏，林家老爷子狠狠地吞咽一口，也是下意识的夹进腿。谁来告诉他，他家乖巧可人的孙女怎么会变得如此凶悍？糟糕，还被外人看见，传扬出去，以后还能寻到好婆家吗？云公子、应公子、骆公子，你们千万别误会，我家夏夏平时不这样，今晚被歹人给吓坏了。云无痕叹息，别解释了，没人信。影中是一脸的发愁，下意识的夹紧腿，看着林立夏发呆。主子让他汇报林立夏的事，今晚林姑娘的举动，他该不该写到信中？主子会如何想？妹妹，你怎么惹上绝命阁的人了？你有没有受伤啊？云无痕扶额，落傻子，林立夏生龙活虎的样子，连爆4个人的蛋，像是受伤的样子吗？我才是受伤的人。哦，林家爷爷，你快看看无痕的伤势，你一定要帮他保住这条腿。他失血过多，又患热毒之症，腿上伤口已经溃烂，只怕这条腿是难以保全了。对不起，对不起，都怪我莽撞，都怪我莽撞。无痕，对不起，是我没有处理好你的伤口。林家爷爷，不必再救，少一条腿，我活着有什么意义？林立夏一脸的诧异，算着时间，云无痕从受伤到现在最多不超过4个时辰，不该这么快就发烧呀。云无痕，既然你连死都不怕，不如搏一搏，或许能保住腿。林姑娘，你有办法？死马当活马医吧。林姑娘，男女授受不亲。若让林姑娘看了她的大腿，给主子知晓，怕是她腿保住了，命没了。影中，我说你来做，将她伤口上的腐肉全部用刀一点一点的剔出干净，然后用高浓度的酒精消毒，整个过程会很痛。只要能保住这条腿，什么样的痛我都能忍。要不是江西毒副作用的拉肚子也太厉害，那个东西止痛挺好。话音刚落，我这有不拉肚子还止痛的药，立夏，你要不要？清幽姐姐，你怎么来啦？答应你前2天就来的，遇上了点事儿，傍晚的时候才到梅花城，这一路打听到了林家村，赶夜路又迷路了，所以这会儿才来。清幽姐姐，你方才说的药有没有其他的副作用？没有，倒一点在帕子上，捂住他的口鼻，他就感觉不到疼了。麻沸散？麻沸散，挺好听的，以后就叫这个名字。清幽姐姐，你能掌控药量不？他失血比较多，我怕他一定要清理干净，宁可多刮，不可遗漏。想想，把不确定是不是腐肉的部分，干脆一起顺便都给刮了。影中，用酒精给他伤口消毒，一定要消干净，最后再上止血药，然后用烈酒给他擦擦身子，退热。一番折腾下来，影中感觉他比打了一场胜仗还累。还没喘口气，外头响起了风随影的声音：“云无痕，云无痕，别喊了！”立夏和清幽跟着出去，看见10来个人抬着5、6头野猪停在了林家院子外边，还围着许多的村民。家里来了几个偷牛贼，被我家立春给制服了。哪里是立春制服的，分明是立夏那个凶悍的丫头制服的。你闭嘴！你们别听老二媳妇胡咧咧，我家立夏呀很乖巧，哪有那本领？对，就是我制服的。无论如何，夏夏不能再传出凶悍的名声了。清泉爷爷，你看我为了跟偷牛贼搏斗，还扭伤了腰呢。没事就好，听见你家院子里传来尖叫声，我们这才赶过来帮忙的。林立夏定睛一看，来林家村看热闹的村民手里都拿着家伙事儿呢，不枉他带大家一起赚钱。影中，那些野猪是用我给你的迷药药晕的吧？影中一脸迷惑的点头。那好，野猪有我1半的分配权，你没有意见吧？没有意见，都是你的。连他都是奉命保护林姑娘的野猪，他哪有分配权？清泉爷爷，感谢大家深夜来帮忙，麻烦你找几个人将那几头野猪杀了，给大伙分一分。听见林立夏这话，林清泉满脸震惊，外加惊喜。立夏呀，这么多野猪都分给村民吗？分。好。林姑娘，还记得我不？不记得呢。林立夏尴尬的笑。记得。林姑娘，你给我们介绍的差事真不错，我们吃得好，干得也开心，以后前途无量。那就好，你们不嫌弃累就好。咦，干什么不累？徐公子说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云公子说我们行大运了，
遇见你给介绍好差事，日后表现得好，还能混个一官半职的。林姑娘，我们狼牙寨的兄弟最讲义气，等我53刀以后做官了，肯定罩着你。那我先谢过三当家了。林姑娘，明天早上轮到我53刀主持会议了，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带给兄弟们？心有多大，路就有多宽。正确的选择永远大过于无谓的努力。人生辉煌的秘诀就是跟对人，做对事，分对钱。风随影脚下一顿，满脸敬佩地看着林立夏。主子品味不俗呀，连看中个乡野姑娘都有如此高的人生境界。这些话回去就命人雕刻在银矿的墙上，让山匪们每日念3遍，这样干活会更卖力吧。营帐外，战马嘶鸣，蹄声阵阵，士兵们训练有素，充满了紧张而有序的气氛。营帐内，姬慎坐在书桌前，把玩着手中的桃木珠串，眼神迷离，思绪飘得很远。这时，徐天行一脸喜色进来，手中抓着一个信鸽。殿下，影中来信了。呈上来。姬慎眼中一喜，迫不及待地看完书信后，手重重地拍在桌子上，眼神中皆是冷冽。云无痕呐，云无痕，迟早有一天你会死在罗汉的手里。看见主子很生气，徐天行心中为云无痕捏了一把汗，刚想再问，外头陆定坤抓着一只信鸽进来。殿下，又来一只信鸽。呈上来。姬慎皱着眉头，看见是云无痕请罪信，他的眉头蹙得更紧，直到看完云无痕的将功补过，他眉头才舒展几分。天行，传讯到京中，让人把绝命阁连根拔起，本王绝不许有一条漏网之鱼。遵命。徐天行命人退出军营，陆定坤就追了上去。天行，殿下手上那串很宝贝的桃木珠串是谁送的呀？好奇，你自己去问。问。你说，殿下这次遇难，在外借用我的身份，应该没给我惹什么风流债吧？惹了。徐天行笑起来，脑海里想起了自家殿下这段时间荒唐至极的行为，比如给林家烧火，比如为蒸一碗驱寒汤差点把自己灌得内热。陆将军，劝你日后离姓林的姑娘远一点，惹不起。啊，懂了，殿下手上的那串桃木珠子是林姑娘送的。陆定坤恍然大悟。天行啊，你是不是见过那姓林的姑娘啊？性子怎么样？徐天行想了想道，与咱们殿下旗鼓相当。什么是旗鼓相当啊？陆定坤琢磨许久都没有琢磨明白，直到营中来到军营，看见林立夏给姬慎准备的礼物，陆定坤羡慕的口水都要流下来。殿下，这是幽影谷千金难求的护心甲。正是。姬慎说话的声音里都是藏不住的笑意，整个护心甲线条流畅，造型独特，每一处细节都凝聚着幽影谷最高的技艺和智慧。本王试试。姬慎站起身，伸开双臂，影中按照清幽教的方法将护心甲穿在了姬慎身上。殿下，让我摸摸。陆定坤一脸眼馋，刚伸出手就被姬慎冷酷地拍开。别摸坏了。刀枪不入的护心甲怎么可能摸坏呀？陆定坤又伸出手，再一次被姬慎一巴掌拍开。天行，将他拉出去。别！陆定坤嬉笑着躲开徐天行。让我看看还有什么没见过的。殿下，这是林姑娘特意让属下带给你的。林姑娘说天气已经渐冷，让你每晚用这个灸腿，方子她已经写下来。听见这话，姬慎眼底笑得柔情似水，却有些不敢置信。他在林家那段时间，林立夏对他是吆五喝六的，整日把他当个免费的长工使，如今怎么突然对他这样好，给他送艾灸垫子，送艾灸棒，还送护心甲？莫非他情窦初开？林立夏他可有想我？影中震惊一瞬，殿下身为皇子，从小被人教导喜怒神色自若，他跟在殿下身边多年，头一次看见殿下笑成这样。实话实说，他还能走出营帐吗？影中余光偷偷地看了一眼徐天行和陆定坤，两人与他一样很震惊的表情看着殿下。影中震惊一瞬，殿下身为皇子，从小被人教导喜怒神色自若，他跟在殿下身边多年，头一次看见殿下笑成这样。实话实说，他还能走出营帐吗？影中余光偷偷地看了一眼徐天行和陆定坤，两人与他一样很震惊的表情看着殿下。殿下好面子，他若跟殿下说林立夏忙着种田，忙着教好清幽，忙着监督作坊运作，忙着挣银子，根本没空想殿下，他会怎样？影中不敢想象。回禀陛下，属下愚笨，不敢盯着林姑娘看。这儿有林姑娘写给殿下的书信，快呈上来。姬慎嘴角的笑顿住一瞬，又笑起来。林立夏还给他写信了，这个不肯学礼器的乡野丫头，她怎会如此大胆？她笑逐颜开，拆开书信。乐大人，展信阅。姬慎点头，阅就是陆大人3个字，听起来挺刺耳的，还不如陆姬慎3个字亲切。一别多日，
你腿伤好的差不多了吧？记得每晚睡觉前救腿，救完之后多喝热水。我的预知梦应验了，宫刑太的正妻派杀手来了，林家已经平安的度过了中元节，而且云将军已经处理好了后续的告关事项，感谢陆大人的慷慨相助。姬慎点头，云无痕将功补过，做得不错，功过相抵，不罚了。你送我的金手指，我非常非常喜欢。姬慎欣喜若狂，连用2个非常，这是有多喜欢？疯丫头不害臊。既然他如此喜欢金手指，那他以后命人多送一些。回赠你的礼物，我也用了颇多心思，你没亏吧？姬慎笑出声，手情不自禁地摸着护心甲，幽影谷的护心甲千金难求，林立夏已经对他如此用心了，除了金手指，他还能回赠一些什么礼物呢？咱们上次谈的香皂合作事项，我打算让你一成立，具体情况我们再商议。姬慎不敢置信，林立夏要主动让利给他。具体情况我们再商议。姬慎不敢置信，林立夏要主动让利给他。他把最后一句又读一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除了艾灸方子，这是林立夏写给他书信的最后一句。他一脸惊愕地看着影中。林立夏的香皂生意是不是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了？没有。影中一脸懵，殿下看信一会儿笑一会儿沉思，脸上表情比唱戏的还丰富，怎么突然问这个？回殿下，您走后没几天，一碗好面来个长得很好看的红衣公子，想跟林姑娘合作香皂的生意，被罗子素撵出去了。姬慎皱眉一瞬，摸着身上的护心甲，顿时安心不少。林家父子书读的怎么样？回殿下，林姑娘通过罗子素的关系弄来了好多历年考卷，并请来梅山书院齐宗明指导，说什么题海战术。听见这话，姬慎的心情像阳光一样明媚。他向来聪明，看见殿下心情正好，陆丁坤又凑上前，刚伸手就被拍开。他不死心，反手抽出了一根艾灸棒，放在鼻尖一闻，很是好奇。这是黄草味道，谁准你碰了？不悦地瞪了陆丁坤一眼。陆丁坤满脸的惊讶。殿下，您小时候最宝贝的桃木剑上人借我耍2下，这不过是一个黄草卷的草棒子，至于吗？至于。姬慎一脸宝贝地收起艾灸棒，瞥了陆丁坤一眼，看见陆丁坤就想起信中的陆大人3个字，很不舒服。到底是哪儿不对？好端端的林立夏为何唤他陆大人？看看外边的天色，影中想起兜里还有一个烫手山芋。殿下，你看外面天已经黑了，要不要属下给您把灸棒点上，您先灸一灸腿呀？姬慎看看影中，察觉出不对。这是他交代的？是林姑娘吩咐的。影中点头。林姑娘教他的时候说，艾灸的时候人的心情会变好。既然他如此关心我，那就点上吧。殿下，暖不暖？暖。殿下，林姑娘还交代属下一件事，属下不知如何办。何事啊？殿下，这是清幽姑娘研制的麻沸散，林姑娘想把这个卖到镇北军，让属下帮忙找门路。姬慎盯着小木盒的眼神逐渐冷冽起来。为何他信中不提？这话属下也问过，林姑娘说她之前跟您提过合作药材的事儿，您拿她全家性命要挟她，她估计您没有话语权，让属下找其他门路。真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呀！姬慎转转手中的桃木珠串。他给你什么好处？属下没敢拿林姑娘好处，是秦幽姑娘送属下几套桃影追魂，都在这儿了。看着影中掏出桃影追魂，姬慎沉默一瞬，等了半晌，不见主子回答，影中心中越发的忐忑。主子，这俗话说拿人手短，吃人嘴短，属下在林家有吃有拿的，应该把这事办妥。有吃有拿？姬慎看向影中，你拿林家什么了？影中犹豫了一下，将肉干摊在了自家殿下眼前。殿下，属下对天发誓，属下拿的是林家奶奶做的肉干，绝对没有拿林姑娘做的。呈上来。殿下。影中一脸肉疼，将林立夏给他的肉干递到主子跟前。只剩这些了。麻沸散的事儿，你拿去给郑军一看，若实用，就促成此事，就说本王吩咐的。谢殿下。影中满脸欢喜，刚想拿回肉干，就被主子一巴掌拍开。这个肉干，本王在林家时怎么从未吃过？回殿下，那是因为无痕遇到了野猪群，属下打死了太多的野猪，风随影将野猪送到了林家，猪肉多到吃不完，林姑娘这才想着做肉干的。这是林立夏做的？姬慎抓住重点，心头有些不舒服。林立夏送他那么多宝贝，为何肉干舍不得送他？姬慎翻开书信再看，与第一次的感觉全然不同。明明同样的文字，这次却读出了客套与疏离。以往他在林家，林立夏算计他之前也是这样，先拉近关系，然后趁机提出要求，一切都是自我陶醉。姬慎心底的热逐渐凉下来，摸着受伤的腿陷入了沉思之中。两个人相处的点点滴滴不断回旋在脑海里，越想心底越失望。
看见主子脸色越来越难看，影中吓得心中越来越紧绷，语无伦次的解释：殿下，做肉干是林姑娘提议的，林家奶奶和清幽姑娘也有一起帮着做，连肉都是属下和云无痕切的。殿下，属下拿的是林家奶奶做的，真没拿林姑娘做的。姬慎眼眸一冷：做肉干的时候刻字了没有？影中一愣，肉干上为何要刻字？你如何区分谁做的？姬慎抽出一根肉干，凶狠的一口咬下，他看中的就是他的，谁敢跟他抢，死！主子莫名的冷意将影中吓得身子一颤，立刻跪下请罪：殿下言之有理，属下错了，请殿下责罚。等了半晌，没有等到主子的话，影中吓得额头冒汗。见状，营帐内的陆定坤神情逐渐严肃起来。徐天行眼眸看看护心甲，看看艾灸棒，再看看自家主子恶狠狠嚼着肉干的脸，逐渐明白过来，殿下这是意识到自己的一厢情愿，心底难以接受，才会突然生这么大的气。不解开殿下心中的结，影中这次怕是无妄之灾躲不过去了。自从殿下受伤后，他便发现殿下性子变化很大。昔日的殿下鲜衣怒马少年郎，活得朝气蓬勃，如今的殿下好似经过岁月的沉淀，看透了世间沧桑，性子是越发的冷厉，时而阴郁暴戾，唯有在林立夏面前还有几分莽撞少年的样子。殿下，林家姑娘少年幼，情窦未开，这是好事。她不懂殿下的好，亦不懂其他人的好，您可以徐徐图之。殿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谁又争得过您呢？听见这话，姬慎暴戾的情绪逐渐冷静下来。尚有4年，足以。与虎啸国的冲突是时候结束了，本王要尽快回京。与虎啸国的冲突是时候结束了，本王要尽快回京。龚行泰，若非你宠妾莫妻，今晚又怎会行差大错？明明是薛家娇女不严，善妒，品行不端，心生恶念，岳父怎还有脸怪我？龚行泰，你这话说的不亏心呐！今晚尚未嫁给你时，连一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是你将他的心一点点磨狠厉了。岳父，男子汉大丈夫3妻4妾实属正常，仔细算起来，您后院比我多1倍还不止呢，怎么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薛展被堵得接不上话，恶狠狠地松开了龚行泰的衣领，一脸愤恨离开。薛敬完买凶杀人未遂，被大理寺公开杖责50棍后，屁股被打得皮开肉绽，奄奄一息地抬到公家，整个人彻底失去意识。孩儿，干脆将这个毒妇休了。不行，娘，这个节骨眼上，所有人都盯着儿子，我若休妻，便坐实了薄情寡义，宠妾灭亲。龚行泰痛苦地抱紧头，不就那个妾，怎会闹得满城风雨？娘，如此一来，儿子今生就毁了，再也无缘做官。那怎么办？公母慌了，丈夫早逝，她一个人拉扯大儿子，也没经历过这样的事。龚行泰揉揉头，娘，去请最好的大夫，一定要把薛敬婉治好，这段时间儿子亲自照料他。听见这话的林小雪委屈的眼泪都快掉下来，手抚摸着肚子，一脸无措地站在门外，不敢靠近。公母一出门，就看见林小雪这副委屈巴巴的样子，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整日哭哭泣泣，都是你这个丧门星，将晦气带到公家，才连累我儿丢了官。什么？大人丢了官？林小雪惊恐地瞪大双眸，手紧紧地捂住心口。她不顾脸面才攀上的高枝还没站稳脚跟，怎么高枝就被人一下子砍断了？她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她的孩子尚未出世，就已经失去官家子弟的身份，怎会如此严重？看见林小雪满是惊恐的眼，龚行泰眼底不复之前的怜爱，反而生出了一股莫名的厌烦。云无痕为何在林家？绝命阁为何会失手？明明是暗杀林家，为何云无痕要将此事闹得满城风雨？以云无痕的官职，还没有将绝命阁连根拔起的能力，这般行事倒是一点都不怕得罪京中的权贵啊！谁敢如此猖狂？云无痕是正五品将军，那个被云无痕一口一个主子的从内心尊敬的人，真的是陆家二公子陆定坤吗？龚行泰越想越慌，龙鳞国尚未立太子，皇子的名字被严格保密，只有极少数亲信和宫廷人员才知晓。他只知道四皇子3年前请命去往镇北军，四皇子在边境立下了赫赫战功，不可能出现在林家村，更不可能看上林立夏，就怕凡事有例外。雪儿，给你堂妹写一封书信，问问中元节的始末，顺便问问陆家二公子的去向。林小雪眼泪僵住，要他去讨好堂妹，当年的堂妹义气之争这么快就应验了。林小雪捂着脸，
觉得脸好疼，周身的力气被抽空。不可能，他努力了这么久，为何一切又回到原点？到底哪儿出问题了？该不会他连嫁人都不如堂妹？那他此生又有何意义？雪儿，你怎么了？宫刑太扶住林小雪，只是让你给林立夏写一封信问问，你怎会如此沮丧？立夏他不待见我。听见这话，宫刑太开始后悔得罪了林立夏。雪儿，你们血脉相连，打断骨头连着筋，总归是姐妹，亲情是割不断的。林立夏最爱钱，你这样，我送他1000两银子赔罪，你顺便挽回下姐妹情。林小雪不敢置信地看着宫刑太。啊，1000两银子赔罪？他对宫刑太倾尽一切，掏空了所有的陪嫁，送他返京，为他孕育子嗣，也不过是落了个城郊小院。为什么？你听我说，我怀疑当初与我一同落难之人，并非陆家二公子。林小雪内心对宫刑太的崇拜和爱慕在逐渐的崩塌。那是谁？我怀疑他是龙鳞国的4皇子，不然云无痕不能对他如此恭敬，事情不会闹得这么大。啊，四皇子？林小雪回忆起堂妹3番几次想促成她与陆公子的好事，都被她以陆公子太凶拒绝。若是陆公子是4皇子，天哪，她错过了什么？不可能，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若是4皇子，怎会允许立夏对他如此放肆？他若是4皇子，怎会给立夏写画本子？他若是4皇子，又怎会给立夏擀饺子皮烧火？他若是4皇子，怎会帮立夏喂兔子喂老虎？听着林小雪一件一件数落着过往，宫刑太的心中越来越迷茫。他与对方同时落难在林家，林家老太太数次夸奖陆公子比他有眼色，比他会做事，堂堂的皇子怎会屈尊做那些连他都不屑做的粗活？都是男人。陆公子看林立夏的眼神，没人比他更清楚。当初他若没被赶去林文辉家，或许能早些察觉不对，也不会将林立夏得罪的那么狠。如今只能寄予林家姐妹情了。雪儿，你听我说，就算陆公子不是4皇子，以他与4皇子的关系，也对我将来仕途大有助益。你要讨好林立夏？疯了吧！林小雪手抚摸着小腹，泪如雨下。雪儿，若非逼得没有法子，为夫也不想让你对林立夏低头，为夫也心疼你。林小雪甩开宫刑太的手，她才不要写信回去求堂妹。当初我劝立夏给陆公子做妾，立夏说给陆公子做祖宗，他的性子是不会给人做妾的。雪儿，就算不做妾，做外室，林立夏说的话也比你我有分量。林小雪泪如雨下。雪儿，为夫是因为太过宠爱你，惹得靖婉嫉妒，才会对林家下手，为夫才会丢官。就算你不为为夫着想，也该为我们的孩子着想啊！现在唯有跟林立夏说情，让他说服陆公子不追究为夫，为夫才有机会重新做官。雪儿，为夫答应你，只要你帮为夫跟林立夏说情，待为夫恢复官职之后，就让你当平妻。那妾试试，你看像不？像。林文耀捧着妻子的画像，一脸的爱不释手。这幅画像爹初见你娘时的模样。听见老爹说像，林立夏终于松了一口气。看看天色还早，提笔又开始画。林文耀拿着画像看了又看，一脸宝贝的放在屋里藏好。等到出来，女儿新画的画像已经基本能看出轮廓，心中不由咯噔一下。夏夏，你在画谁呀？陆记，不对，是陆大人。林文耀心底慢慢沉下来。女儿画陆公子的画像，怎会画得如此娴熟？夏夏，咱家与陆家天壤之别，爹舍不得你受委屈啊。林立夏画的手一顿，抬头看看老爹一脸忧心的模样，才知道对方误会了。爹，我画他的画纯粹是因为袁无痕说京城爱慕他的女子很多，我猜呀，这画一定很好卖。听见这话，林文耀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偏头看女儿继续画。夏夏，为何你画他的画一次就画得如此相像啊？爹，他的画像很值钱。真是这般？妹妹，骆子素疯跑着进入小院，整个人都很慌。青幽女侠呢？妹妹，你还有多少桃影追魂啊？妹妹，护心甲你还能不能弄来呀？子素哥哥，你定定神，慢慢说，何事让你如此慌张？青幽姐姐刚走，回了幽影谷。妹妹，要打仗了！陆鼎坤那个王八蛋找无痕回边境，要他上战场呢。妹妹，无痕是为救我，把自己腿撞伤的。他在床上躺这么久，武功恐怕是荒废了不少啊。他若是在战场上出事儿，哥哥一辈子良心不安呐。妹妹，你有没有法子呀？要打仗了！林立夏瞪大双眸，失神片刻。打仗会让粮食、药材、马、盐、铁等战争所需物资价格上涨。打仗会引起社会动荡，阻碍经济发展，会让人口骤减，重新征兵。妹妹，有没有法子呀？这实在不行，妹妹把手上所有的桃影追魂全给我。
云无痕紧追着骆子素身后，听见这话，他哭笑不得。骆傻子，我上战场拿女子防身武器作战，保命啊！武器还分男女？云无痕愣了一下，看着骆子素焦急又愤怒的样子，他心中竟觉得很暖。骆傻子，你怕我死在战场上，你会愧疚对吗？我呸！你敢死在战场上，我连纸都不给你烧。你放心吧，我死不了的。我不去战场，如何立功，如何升官啊？骆傻子，你这么能惹祸，我不爬得高一点，以后谁罩着你啊？你管，谁要你罩啊？云无寒，你给我等着，等我好好读书，我罩着你。林立夏瞪大眼，看看骆子素，又看看云无痕，能看出云无痕想罩着骆子素是认真的，骆子素放出狂言是一时口嗨，还是认真的，有待商榷。突然间，他有些羡慕两人这样真挚的兄弟情。你俩感情可真好。好屁！两人异口同声，又同时别开眼，场面是有些尴尬。林将军，骆公子说的没错，带个桃影追魂呐，关键时刻可以保命的。我带，我左手右手各带一个上战场，行不行？算你识相。妹妹，先转卖给哥哥2个印记。子素哥哥，不用银子，云将军对林家有恩，这2个桃影追魂算是我送他的。骆子素拿着银票的手一顿，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妹妹，你不让哥哥给银票，哥哥欠他的情难还呐，哥哥这心里就不踏实。妹妹，你这桃影追魂算是哥哥送他的，林家欠他的人情呢，你再送他别的成不成啊？云将军，你何时出发？今夜就走。这下你放心了吧？上战场也不许取下来。不取啊，骆傻子，我练武多年，刀光剑影杀出来的，不会因为受伤就荒废的。说完，折下一根树枝，当场舞得虎虎生威。像荒废的样子吗？不像。林立夏是第一次看见有人拿树枝舞剑。好，太好啦！要是再配个音乐，那就更完美了。殊不知，他热切又直白的赞叹，将3人吓得脸色大变。骆子素瞠目结舌，妹妹该不会看上云无痕了吧？云无痕僵住，糟糕！若让主子知晓林姑娘这样夸他，他还有命从战场上回来吗？云无痕的大脑一片空白，慌乱中手上的树枝失控，一下将桌上的画扫在地上。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云无痕赶紧收起树枝，去帮林立夏捡地上的画。余光看见画上的轮廓很熟悉，是他家主子，他心中一片狂喜。幸好林姑娘不是爱慕他，不然他真怕没命回来呀。把这幅画偷偷给主子送过去，主子的心情应该很好吧？林姑娘，你快看看画有没有毁，若是毁了，在下愿用银子补偿你。啊，无妨。林立夏有些心虚，幸好云无痕没看清画上的人呐，不然他这个业余赚钱门路又要胎死腹中。随手一画，即兴之作，谈钱就伤感情了。云将军这次对林家有大恩，我多给你备些军需品吧。云无痕又是一阵狂喜，随手一画，即兴之作，画的就是主子画像，可见林姑娘情窦已开，还要送她军需，这是什么？文人口中的爱屋及乌吗？林姑娘，在下不过是奉命行事，你应该感谢主子。啊，对，是该答谢你的主子。林立夏暗赞云无痕忠诚，一再提起陆基慎，怕是想要2份军需呀。听见林立夏这话，云无痕的心思活络起来。天行来信说，主子对他这份受伤颇有些不满，若非他替林家处理好后续的事，怕是要被重罚。还说影中因为肉干差点吓破胆，林姑娘抱弹凶猛，主子罚人更凶残，他得把这件事处理得更好，让主子挑不出错来。林姑娘，宫刑太和他岳父都已经被罢官，宫刑太的妻子薛静婉被杖责50棍，颜面尽失。要不要我再推波助澜一把，帮你堂姐扶上？打住！林立夏脸色大变，当即打断了云无痕的话。云将军，这样的结果我很满意，不要节外生枝。开玩笑，宫刑太大男人主义，想左拥右抱，享其人之福，妥妥的不顾糟糠之妻的感受的大渣男。林小雪想不劳而获，通过嫁人跨越阶级，恋爱脑加上没皮没脸的小白花，这样的狗男女他一个都看不上，恨不得有多远离多远，才不想掺和这些破烂事儿。远离烂人烂事儿，不内耗，生活才过得更惬意。满意就好，满意就好。既然林姑娘这么满意，给我家主子备礼的时候可得大方些。大方，绝对大方。
林立夏是忍着肉疼，将刚做出来还没来得及大卖的方便面，连同他攒下来的肉干，给云无痕满满当当的装了2大包。云无痕趁着林立夏忙，顺手将桌上的画像揣在了怀里，将礼物翻翻。他有陶影追魂，主子没有，他的还能保得住吗？林姑娘，再加2个陶影追魂，为林家不被报复，主子将绝命阁连根拔起了，消耗了不少人力物力呢。文耀、文辉、李东，马上要进去考试了，你们再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遗漏。都准备齐全了。好好好，考试的时候不要紧张，尽力就好。夏夏，你说这次你爹、你二叔和你大哥，谁最有希望考中啊？爷爷，我爹他们这次准备得很充分，3人至少有1人能考中，你就放宽心吧。好好好。林家老爷子连连点头，送儿子进考场这件事他已经重复了10几年。他们有1人考中秀才，爷爷死后也能给你曾祖父一个交代。爷爷，我想去药铺买点草药，你随我去看看。林家老爷子停顿一下，夏夏，你想要什么药啊？何必去药铺浪费钱呢？你跟爷爷说，爷爷去给你挖。来不及去挖。林立夏哄着老爷子进入药铺，换坐诊的大夫给老爷子把脉。老爷子手一顿，神情有些不自然。我身体好着呢，请个平安脉。您家孙女啊，真孝顺。我家夏夏一向孝顺。脉象紊乱，心情郁结已久，情志不舒，气机不畅，血脉不和，需要调理一段时日。吃药期间不可情绪波动太大。没那么严重吧？刘大夫，你尽管开药，开好之后让人送到面馆。他扶着老爷子朝回走。爷爷，你最近睡不好，是操心我爹考试，还是纠棒作坊的事？爷爷，纠棒作坊就交给大爷爷家的文雷叔，你和奶奶就陪我住一段时间吧。夏夏，面馆不是还有你二哥、你小姑和表妹陪着你吗？咋没看见你二哥呢？对哦，他明明比咱们先回来，怎么不见人呢？小姑，你看见我二哥没？看见了，他从考场回来呀，就进屋提了1大包的东西，说是要干什么？哇，我一时记不清了。李夏，你二哥不会是偷偷的跑去从军了吧？不会的，爷爷你别急，我想办法传个书信给陆大人，让他在军中找一找。夏夏，你二哥一个人孤身上路，半路上遇见劫匪怎么办？爷爷，你要相信傻人有傻福，我二哥进山偷虎崽子都全虚全尾的回来了，这次他带着防身武器，肯定没事儿。唉，你二哥这心养大了，养野了。爷爷，我们去单爷爷家坐坐，他认识的人多。对，单老头认识马贩子，说不定能将你二哥找回来。林老哥，这事儿有点复杂，有点难办呐。半个月前我这店里来过一个姓温的马正官，常年奔波送马，一到阴雨天就膝盖疼，在我这儿揪腿。那天你家立春正好过来送货，听见人家说要去西一巷马市采购一匹精壮的马送到镇北去。当时立春的眼睛亮的就跟饿了3天的狼看见兔子一样，要缠着让我给他引荐说好话。林老哥，这事儿都怪我要早知道你们不愿立春从军我就不该多嘴给2人引荐呐。单爷爷，不怪你，少年壮志，我二哥一心憧憬当将军，我们怕他莽撞丢命，才一直拦着他，没想到他会偷跑。不过幸好有单爷爷帮衬，我二哥跟着马正官走，至少比他孤身上路安全得多。哎，小丫头你这么说，单爷爷心里踏实多了。不过他连书信都不留，说跑就跑，回来得给他点教训。对，给他点教训。林立夏扶着老爷子站起身，等他回来，我帮爷爷揍他，打他满脸包。咋又胡说了？这孩子就会哄我，我家夏夏最乖巧可人，舍不得对他哥下狠手。单老头尴尬地笑着，他这儿3教9流什么人都有，流言传播的速度最快了。林家父女2人路遇山匪，林立夏带人上门为小姑出气，林家中元节杀手上门，他每桩事都知道的门清。况且他觉得女孩子凶悍点，能扛事儿，没啥不好的。林老哥呀，你家夏夏是个好姑娘，谁家能娶到那是谁家的福气。爹，大哥，你们怎么这么臭？夏夏，我们抽到茅厕旁边的考位，幸好你给我们备好口罩了。大哥，你也在茅厕旁边的考位？林立东也点点头。
好巧不巧，我也抽到茅厕旁边的位置。这也太巧合了吧！林立夏带着疑惑看向林文辉。二叔，你呢？我在靠窗进门处。立夏，我不臭吧？没敢闻。林立夏连连摇头，方才差点被老爹身上的味儿给熏晕。骆子素好似被抽干精气神一样走过来。妹妹，有人整我们。你也抽到茅厕旁边的位置？哥哥臭死了！哥哥这几天都没吃过一顿饱饭，还是忍着痛苦考完了。不管是否被算计，眼下都不是追究的好时机。子素哥哥，你能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把考题都答完，可见你有超强的毅力，非一般人可比。不论这次考试的结果如何，就子素哥哥这超强的毅力，你已经胜出其他人许多了。妹妹，你知道吧？就云无痕的身量，上次哥哥背他走了好远呐。说话间，就见胖中驾着马车过来。哎呀，这其实啊，比起上次深山的凶险，这茅厕边上的考位不算事儿。林立夏一边心中吐槽骆子素装逼装过头，一边还要佯装恍然大悟的模样。原来那个时候子素哥哥就已经展现出超强的毅力啦。哎呀，我们关注点全在袁无痕的腿上。这事后无痕也说，若非哥哥将他及时背回来，他那条腿未必能够保住。子素哥哥，先回家沐浴更衣，一会儿来我家吃饭，我给你们做点养胃的，调理一下脾胃。饭桌上，林立夏看见几人狼吞虎咽的样子，才真正明白这个时代科考的辛苦。夏夏呀，这段时间就你跟你小姑几人在面馆吗？爹，你不担心二哥？爷爷这几天住在二哥的屋，我们安全。你二哥一个臭小子，有什么好担忧的？让他在外面吃点亏，正好长记性。林立夏失笑，都说他奶奶心长偏了，他爹这心也没正过呀。子素哥哥，你有没有与云无痕联络的方式？没有。他没有给你留，还是你不肯要？他不肯留。他说呀，战事将近，军中往来书信查询很严格，怕我被有心人利用。他考虑得很周到。子素哥哥，你知道其他的联络方式吗？要不我明日问问我舅舅，看看他是否有与镇北军熟悉的。子素哥哥，上次影中说他主子乘坐马车到镇北军需要10来天，若是买粮运粮过去要多久呢？妹妹，你什么意思啊？我想买一批粮食捐给镇北军，顺便再传个信。夏夏，你说的法子行不通，粮食目标太大，运不到镇北军，半路就被人劫走了。那药材呢？夏夏，一时半会儿去哪儿买这么多药材回来？夏夏，你二哥跟着马长官，路上出不了事的。等他到军营，生死咱们也无法左右了。营帐内，姬慎正在看公文，余光看见云无痕背着2个大包，一脸热切的进来。云无痕参见殿下，无需多礼。姬慎眼底隐隐有些期待的看着云无痕。云无痕取下背上的包，掏出了包内他搜刮来的东西。殿下，这些都是林姑娘托属下带给您的，可沉了。姬慎眼睛一眨不眨，盯着云无痕带回来的东西，嘴角勾起的笑意越来越明显，脸上还刻意端着架子，声音中已经压抑不住笑意。都有什么呀？这是林姑娘研究的方便面，还有肉干。云无痕转身吩咐营帐内候着的亲兵，去给殿下备一个火炉，再备一个小锅，几副碗筷。云无痕神神秘秘掏出了林立夏画了一半的画。殿下，这林姑娘可大胆了，她竟敢偷偷画您的画像，幸好属下发现及时，偷偷给您带回来了。林立夏画本王的画像，看着画像中熟悉的轮廓，他整个人内心涌起一阵狂喜。莫非林立夏与他一般，感情内敛，藏在心中？无痕，女子在什么情况下会偷画一个男子画像啊？属下不知。云无痕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一脸小心谨慎的模样。殿下，属下曾问过林姑娘如何处置林小雪和光贤太后续的事儿，她说对属下办的事儿很满意，说不想节外生枝。殿下，属下揣摩了一路，也没能够明白林姑娘的心思，还请殿下明示。行了，中元节的事儿你没酿成大错，算你功过相抵，不罚你了。姬慎一眼看透云无痕这背后的心思，不禁怀疑起手中画的真伪。无痕，这幅画真的是林立夏所画？茂密的森林中，一个穿着狼皮的少年跨坐在大树的分叉上沉睡着，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少年正是失踪的林立春。算着日子，他被困在这群山内已经有1个多月。那匹带着他迷路的红马，在他夜间爬上大树休息时，就被追赶他的狼群分食而亡。白天打猎填饱肚子，顺着水流赶路，夜晚爬上大树休养生息。突然，一阵刺耳的尖叫声将少年从梦中惊醒。有人，终于碰见人了。
林立春一脸兴奋，从大树上缓缓落下，看见一个青衣女子一脚跌到他布下的陷阱中，人昏倒在坑外边。林立春当即愣在原地，姑娘醒来会不会让他赔药钱？昨天太阳落山，他在附近发现了一个适合布置陷阱的深坑，就想着偷个懒不用打猎，怎会掉进去一个姑娘啊？林立春涨红脸，将姑娘从坑里抱出来，看见姑娘脚踝伤口不深，他暗自松了一口气，坐在一旁不敢盯着人家姑娘脸看，静等姑娘身上迷药药性过去。突然，一只笨兔子从草丛中一蹦一跳地吃着前方的草。林立春眼前一亮，站起身，抽起深坑的树枝，朝着兔子的方向一甩，精准地插在了兔子的身上。夏夏说的没错，人不逼自己一把，都不知道自己潜力有多大。清幽在一阵粗犷的笑声中惊醒，抬头看清了那张胡子拉碴的脸，正是他认识的林立春。他嘴角狠狠地抽了一下。林立春，那个陷阱是你做的？你怎么在我幽影谷附近？清幽姑娘，对不起啊，我本来想偷个懒猎个笨兔子的，却没想到。骂谁笨兔子呢？知道将我从坑里抱出来，不知道给我止血呀？林立春挠挠后脑勺，脸涨得通红。我早就没止血药了。清幽上下打量着林立春，只见林立春狼皮里面穿着那破烂不堪的衣裳，手背上还有几道渗血的伤痕，脸上的胡子跟狗啃过一样，一看就是他用刀割的，狼狈的好似一个野人，看上去是又滑稽又搞笑。向来清冷的清幽有些憋不住笑，掏出了止血药。你不是偷摸着跟马正官去从军了？怎么摸到我们幽影谷谷外？路上遇见山匪，马跑散了，我去追马，又遇见狼群，逃命时马带着我迷路了，我夜里睡觉的时候马又被狼群吃了，我一个人顺着水流走啊走啊，就走到这儿了，真是倒霉透顶啊。林立春有多委屈，清幽就有多想笑，怼人也不客气，活该，自找的。林立春被怼得接不上话，沉默一瞬，去溪边将兔子处理好后，架起了火，默默烤兔子。看出林立春在讨好他，清幽也没客气，接过烤兔腿就吃，一连吃完3个兔腿，他才抬起头看着林立春。你想问什么？夏夏知道我走后有没有生气啊？当然，他贴出去不少钱托人照顾你。我家里人还好吧？半个月前还好，现在不清楚。林立春愣了一下，啃完了剩余的兔肉才开口。清幽姑娘，你能不能给我指个路啊？指哪儿？真北郡。林立春的神情未有一分动摇，这也让清幽有些意外。寻常人困在山里，颠沛流离这么久，早就想回家歇着了，你为何执意从军？从军立战功，升官快啊！我若能成为将军，那我家夏夏就是官眷，将来也能找个好婆家。清幽愣了一瞬，你莫不是看我与夏夏交好，故意拿这话诓我？没有诓你啊！林立春抬起双眸，看清幽一瞬，低下了头。习武之人，谁还没个将军梦啊？还有呢？林立春沉默一瞬。从小我爷爷送大哥去读书，对大哥寄予厚望，希望大哥能够考中功名，甚至希望大哥能做官。我读书没有天赋，也不爱整天关在家里背书，就学习打猎、采药、木工。爷爷说我长大能养得起自己和媳妇儿，他就心满意足了。可我也想做那个被家中寄予厚望的人，哪怕是用命去搏，我也想庇护家人。林立春低吼出来的话，让清幽的心中有了几分触动。他抬眸看看林立春，神情复杂。眼前这个狼狈的像野人一样的少年，过去用大大咧咧的外表掩饰内心。困在深山1个多月，是他最脆弱的时候，终于在他的逼问下说出了最真实的想法。他很狼狈，却不颓废。他很欣赏林立春这种勇气，更欣赏他想庇护家人的责任心。想去就去，你能从雀岭山走到这儿，还在这片深山之中活下来，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在战场上活下来。2日后，我们幽影谷正好给镇北军送药，到时你随送药的队伍一起去。清姑娘，你腿还能不能走？要不要我背你啊？清幽抬眸看了看林立春，林立春尴尬的红着脸，不停的挠后脑勺。我不是想占你便宜，我就是想感激你啊。林立春，我问你，有一天我和你妹妹发生矛盾，你帮谁？不可能，夏夏那么喜欢你，讨好你还来不及呢，她才不会跟你发生矛盾呢。我说如果。清幽拧紧眉头，咬中最后2个字。他想找一个永远将他看得最重的人。林立春挠挠后脑勺，脸涨得通红，心激动得快跳出来。清幽为何这样问？林立春心中隐隐有个答案，这个答案激动到他不敢承认，却又不好回答这个问题。他红了脸，想了许久。谁有道理，我帮谁？清幽僵住一瞬，他以为林立春羞涩半晌会跟他说帮他，亦或者是林立夏，没想到却得到了一个谁也不讨好的中立答案。清幽姑娘，我家夏夏很明事理，又很聪明，旁人对她好1分，她对旁人好3分。傻子，
他想要的是偏爱啊，偏偏这个傻子真挚实诚的让人觉得好笑。背我。好嘞，青幽姑娘，你用帕子掩一下鼻子，我怕身上的血腥气熏到你。爬上林立春的背，还行。你别跟我风餐露宿的，我每隔2天呀都用香皂洗澡，就是没经验，出门衣裳带少了。林立春背着清幽，心中激动的像个傻子，手烫的好似烙铁，却又不敢乱动。林立春越拘束紧张，清幽就越觉得他憨得可爱。营帐内，姬慎眉头紧蹙，不知如何跟林立夏写信。林立春跟随的马正官全员被杀死在丛林中，他派出去的人寻找林立春这么久，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看着主子焦躁的模样，云无痕心中很是着急。边境摩擦的战士，他们已经胜利过好几回，却迟迟不见林立春那个二傻子，搞得殿下想跟林立夏回信，又迟迟无法落笔。殿下，长痛不如短痛，不如把实情告诉林姑娘。不行，他们兄妹感情那么好，他肯定受不了。就算要告诉林立夏实情，也该等他结束这边战事，回去梅花城亲口跟林立夏说。殿下，宫刑太给属下送来一封致歉信，里面还夹着一封写给您的书信，扔了。殿下，宫刑太给属下的致歉信中提到，他给林家送去1000两银票，林姑娘已经原谅宫家了。听到林姑娘3个字，姬慎顿时有了几分兴致，却满脸质疑。林立夏那么讨厌宫刑太，区1000两银子就原谅宫家？拆开念。遵命。殿下，是林姑娘所写。林立夏写的。姬慎伸手抽出信纸，看清里面很潦草的字迹，确实是林立夏所写。他嘴角微微上扬，将林立夏给林小雪的信看了一遍又一遍，很快琢磨出味道来。林立夏为寻找他二哥，能通过幽影谷将信送到他手中，就同样能将公家求情的信送来。没有送，就说明林立夏并未有为公家求情的意思。赵烧事儿不办，看来呀，公家将林立夏得罪狠了。殿下，还念吗？扔了。姬慎小心翼翼合上林立夏写的书信，放进了营帐一个精美的红木盒中。云无痕震惊的瞪大双眸，殿下这么宝贝林立夏写的书信，就连写给林小雪的，殿下也要小心翼翼保存起来。殿下，宫刑太那人善于钻营，您不回他，就把他去烦林姑娘，不如将他打发远点。姬慎点头，示意继续说。殿下，龙鳞国的南西城紧挨着凤鸣国，离梅花城很远，属下保证他没空去烦林姑娘，将他贬去南西城做县令。不错，你尽快去安排。行礼退出营帐，高兴地哼着小曲儿，差点撞上徐天行。何事如此高兴？殿下，我给主子献策，主子不但采用了，还夸我了。与林姑娘有关吧？对，是宫刑太的事儿。无痕，南城酷暑难耐，又动荡不断，像宫刑太那么爱钻营的人，他能乖乖的去吗？对哦，他若不愿意去，又生出别的风波，殿下肯定要责罚我办事不力了。天下，你有没有法子呀？无痕，你可以参考林姑娘给殿下的银矿管理方式。怎么参考啊？殿下，你给我想个说辞。幽影谷三面环山，一面靠水，坐落在群山环抱之间，重岭叠嶂，静谧而神秘。林立春背着清幽走了许久，才找到幽影谷隐蔽的入口。通过守门弟子的盘问，林立春背着清幽踏入了谷中。才走没多久，就看见一个锦衣男子满脸怒火，朝着2人奔来，拦住了2人去路。来人盯着清幽看一瞬，发现他脚踝伤口已经止血，顿时心生不满。清幽，就这一点伤，你故意找个野男人背你回来，你是不是在为早上的事报复我？他从林立春背上下来。唐辉，你少自作多情，我爱让谁背就让谁背，你有什么资格管我？清幽，你怎么可以随便带外人进入咱们幽影谷？唐辉上前抓住清幽的胳膊，清幽一把甩开唐辉的手，挽住林立春的胳膊。唐辉，世上不止你这一棵歪脖子树。清幽，唐辉上下打量林立春一番，眼中满是轻蔑不屑。你就是想找个人气我，也换个像样的呀？说谁不像样啊？林立春气鼓鼓地怒视着唐辉，撸撸袖子看向清幽，能揍他不？你打不赢。清幽的话刚落，唐辉嗤笑一声，挥拳朝林立春脸上砸过来。找打！他没想到让林立春背他回来，二师兄唐辉的反应竟如此激烈，出招狠毒，似乎要将所有的愤怒都倾斜在林立春的身上。他本以为林立春扛不住，正要开口拦一下二师兄，却见林立春身形灵活，躲过唐辉猛烈攻击后，还能不断的发动反击。这时林立春找到一个破绽，一记重拳将其打倒在地。他双手摩擦着拳头，露出搏斗胜利后的骄傲。输在我手里啊，你不亏，我打死过老虎，杀死过野猪，斗死过狼犬，还追赶过狮子呢。唐辉倒在地上，喘着粗气，眼中满是不甘和怨恨，从怀中掏出一个带毒的飞镖，就朝林立春身上甩。他顾不上脚上的伤势，拉着林立春一闪，2人避开唐辉致命的飞镖，一同落在草丛中。唐辉，你输不起！面对清幽的指责，唐辉愤怒地咬紧牙关。众目睽睽之下，清幽不顾他的颜面，竟如此维护一个野男人，是要与他决裂吗？
他环顾四周，看见师父莫因迈着优雅的步伐朝这边缓缓走来。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师父，早膳时清幽与舍妹发生口角，我不过说他2句，他就带个野男人将我打成重伤。师父，他如此羞辱我，请您一定要为我做主，重罚他带回来的这个野男人。”师父，是二师兄先挑事儿，他没打赢，还企图用毒镖伤人，一点都不光明磊落。看见清幽跪，林立春愣了一下，也随着清幽跪，却不敢抬头看莫因。莫因缓步走到2人跟前，上下打量林立春一番：“幽儿，你可知道你在做什么？”“知道。”清幽抿着唇看向唐辉。他们2人青梅竹马，相伴11载，互生情愫。本打算等他年满16岁，就请师父主持婚事。半年前，唐辉寻找到失散多年的妹妹，从此2人就争吵不断。只要他留在谷中，唐辉的妹妹唐福就找他不痛快。原本属于他的偏爱，唐辉找到唐福之后，全都给了唐福。这样的日子他过够了。师父，今日之后，我与二师兄这一辈子仅是师兄妹。师妹不可能看上这样一个野男人，一定是故意气他。清幽，我与福儿失散多年，你身为他未来大嫂，谦让他几分，怎么就不行了？我不想谦让，你让开。就因为我训斥你2句，你就抛下我们多年的感情，找这样一个粗犷的野人气我？你出去问问看，哪个做嫂子的不谦让小姑子的？你怎么就这么任性？我叫不用。林立春是实在听不下去了，一把拉开唐辉，将清幽护在身后。你还想找打？你找死！唐辉满脸的愤恨，从怀中掏出毒镖。让开，这是我与清幽的事儿。除非清幽姑娘说让，那我就杀。唐辉一脸凶狠地扬起了手中的毒镖。莫因身形一闪，一把抓住唐辉的手。辉儿，你如此做，是想与幽儿连师兄妹都没得做吗？师父，分明是师妹做事太绝，一点都不顾及我的脸面。唉，辉儿，你早上训斥幽儿时，你可曾顾及她的脸面？她连饭都没吃，一个人独自跑去谷外，你现在才想起寻她，失望攒够了，心会冷。莫因的这番话正好说到清幽心坎里，他勉强憋住的眼泪瞬间像开闸的水库流个不停。莫因迟疑一瞬，将清幽揽在怀中，轻轻拍打着他的背，任清幽在他怀中可劲儿的哭。看着唐辉离去，清幽还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林立春心中难受的不知所措。清幽姑娘，你别哭了，我奶奶说哭多了眼会瞎，你要是瞎了。你才瞎，你会不会安慰人？不会。清幽姑娘，你先别哭，等我学会安慰人，你再哭。傻子，师父，他是林立夏的二哥林立春，你最喜欢的桃花香皂就是他妹妹做的。这个傻子要去从军，在雀岭山迷路了，顺着水流阴差阳错的走到咱们谷外，徒儿想让他2日后随莫叔他们一同前往镇北军。哦，挺能走啊，命也挺大，难怪能打赢辉儿。困在这片山1个多月，差点喂狼。幽儿，你愿意用性命为他担风险？师父，他值得信赖。幽儿，带他去沐浴更衣。谢谢师父。清幽姑娘，林立春心中憋着很多的疑问，还带着几分期待。你今日是故意用我来气你二师兄，还是……清幽的心情复杂，脑子乱哄哄的。早晨被唐辉训斥一顿，饭都没吃就跑出山谷外散心，掉到了林立春布的陷阱里，吃掉林立春半只烤兔肉。在林立春说想要庇护家人的那一瞬，对林立春心生好感，同意让林立春背他回来。也许正如师父所说，是攒够了失望，想为自己做个了断。林立春，今日之事算我欠你一个人情，你在幽影谷这段时间，我护你安全，并送你到镇北军。清幽姑娘。林立春在清幽转身的那一刹，伸手拉住了清幽的衣袖。林立春，男子汉大丈夫，切莫做事磨磨唧唧的，你有什么话直说。林立春低着头，不敢直视清幽的眼睛。我想当上将军后对你负责。这个以后再说，你先沐浴更衣，我给立夏回一封信，省得他为你操心。瑞亲王骁勇善战，带着镇北军连夺虎啸国3座城池，我们胜利了。瑞亲王是谁？客栈的掌柜一脸的热切。 5日前四皇子生辰，皇上派人送来圣旨，赐字承运，册封他为瑞亲王。奉天承运的承运。看见客栈掌柜点头，林立夏满眼震惊。回去房间的路上都在琢磨这件事。四皇子成了瑞亲王，成为皇位最热门的继承人。陆继慎身为四皇子的表兄，那妥妥的皇亲国戚呀。饭桌上，林立夏想得正入神，骆子素轻轻地颤抖起来。妹妹，我们明日就回梅花城吗？看着骆子素一脸惧怕的样子，林立夏突然想起骆子素吹牛打过四皇子的事。
子素哥哥，你是不是怕遇见四皇子？没有，主要是这韩雪城太冷了，哥哥受不住这么冷的地方。看见骆子素还在嘴硬，林立夏笑着安慰他：子素哥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冤家宜解不宜结，你不如趁着这次机会早日化解幼时的仇怨。妹妹，你不知道，那小子记仇的很呐。林立夏撩开帷帽，小口小口喝着碗底的羊肉汤。子素哥哥，你换个思路想想，你打过他的事儿，那都是小时候的事儿。人家现在是带兵打胜仗的睿亲王，是未来天子，总不可能连这点度量都没有吧？林立夏这么一说，骆子素觉得挺有道理。妹妹，那哥哥牺牲一下，先给陆定坤低个头，让他帮哥哥在睿亲王面前美言几句。不错，子素哥哥现在考虑问题越来越周全了。妹妹，我们要在韩雪城待多久啊？要不要买个院子啊？子素哥哥，今晚好好休息，明天咱们去逛逛，遇见合适的就买下来。大雪天，云无痕跑出一身冷汗，匆匆进入营帐内。殿下，方才属下收到孟都运派人送来的信，好像林姑娘来韩雪城了。什么？姬慎震惊的手中的书都掉在了地上。林立夏来韩雪城了？这么冷的天，她一个小姑娘如何受得住？她不知道这韩雪城天寒地冻吗？不知道沿途有多凶险。殿下，信是孟都运3日前送来的，好像洛傻子和林立东都在。殿下，这算着时间，他们此刻应该已经在韩雪城了。云无痕的话还没说完，姬慎便有些坐不住了。来人，备马，本王要去韩雪城一趟。看见自家主子如此急切的模样，云无痕追上前提醒道：殿下，您要不要换一身寻常的衣服啊？姬慎垂眸，看着自己身上做工精细考究的亲王服。来人，给本王更衣。2个照顾姬慎的亲兵一连拿出了5套衣服，姬慎对此都不是很满意。云无痕趁机提议：殿下，话本子常说少女慕英雄，不如您就穿着战服去见她。殿下，林姑娘看着您穿着战服去，知晓您得知她消息就赶了过去，肯定很感动的。去拿本王的战服来。殿下，睿亲王的战服太过耀眼，容易暴露您的身份。看着主子穿着那身最耀眼的睿亲王战服，徐天行硬着头皮上前建议：倒不如穿寻常将军战服，这一袭银铠甲，衬得您威风凛凛且俊朗不凡。对，殿下呢，再给林姑娘5个剑，保证让林姑娘看得目不转睛的。姬慎猛然回头，眼神中带着一抹审视和锐利。你怎知他喜欢看武剑？你给他5个剑。看着主子越发冷冽的眼神，云无痕打个冷战，恨不得抽自己一耳光。殿下，属下为证明腿上无碍，在洛傻的面前用树枝比划了几下，被林姑娘当初夸奖过几句。他如何夸你？姬慎神情紧紧锁定云无痕，云无痕吓得心都提到嗓子眼，一字不差的道：林姑娘说好，太好了，要是再配个音乐，那就更完美了。姬慎凝眉，凉凉的扫了一眼云无痕。你记性倒挺好呀。云无痕擦擦额头的冷汗，笑的是一脸的讨好。殿下，那是林姑娘未曾见过您舞剑的英姿啊，这才会夸奖属下这蹩脚的舞剑水平。姬慎眼神幽冷，他听出这番话是云无痕刻意讨好自己的说辞，细想一番又觉得挺有道理。相识以来，林立夏见过他最狼狈的样子，却从未见过他最风光的样子，他是不是该展示一下？可那样做会不会又显得太刻意了，有失他身份？前往客栈的路上，姬慎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夜幕降临，万籁俱寂，客栈内一片宁静。2名穿着夜行衣的男人轻车熟路地摸到客栈内，其中一个悄悄地靠近窗户，他轻轻地吹出了一阵迷烟，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屋内的动静。2个人静等一会儿，趁着迷药发挥药效，用刀挑开了门栓，缓缓进入屋内。吹迷烟的男人悄悄地摸到骆子素床头，在他眼前用手绕了绕，发现骆子素睡得很熟，便开始小心翼翼地翻找荷包。这时另外一个人一不小心踢翻了一个椅子，发出咣当一声异响。2个人对视一眼，吹迷烟的男人用手示意另外一个同伴小心点，同伴指了指床上的骆子素，扬扬手中的迷烟，好似在说他吸入迷烟睡得很沉。2人将骆子素身上值钱的东西全都搜刮到自己的怀中，正要离去，踢翻椅子的那个男人又指了指林立东的房间。2个人都是很心动。2个人故技重施，算着时间，迷烟开始发挥药效。林立东睡得很熟，2个人快速地拿走了林立东的钱财。这时另外一个黑衣人对着里边的一间又吹了吹迷烟，片刻之后摸到里间，刚伸出手去撩开床帘，就见一根针咻地飞出来，直接扎在他脸上。他惊恐地瞪大双眸，整个人僵持在原地，一动也不动。另外一个黑衣人进来，人还未靠近，便发现床帘从内撩开，他当即抽出腰间的匕首，刚扬起手，一根飞针就插在了他的胸前，他整个人也僵住不动。
惊恐地瞪大双眸，看着两个黑衣人身中江西毒。林立夏不确定对方还有没有同伴，又静静地等候了一会儿，直到听不见屋内有动静，抓起了床头的火折子，点上蜡烛。出门在外，一住客栈，林立夏就睡不踏实。早在黑衣人踢翻椅子的那一瞬，林立夏就已经醒了，轻手轻脚的到外间，抓起桌上茶壶里的水，直接淋到了大哥林立东的脸上。看见林立东依然睡得很沉，一时之间他不知道黑衣人给大哥弄的什么迷药，转身进屋，想先把两个黑衣人捆起来，再好好的审一审他们。他费尽力气，分别将两人手绑好。客栈外就响起了一阵喧哗声，有人朝他这个方向走来了。还有同伙？林姑娘。听见熟悉的声音，林立夏连忙撩开帷帽朝外看，四目相视，两人同时愣住。林立夏没有料到，他方才偷看的威风凛凛的男人，正是前段时间拄着拐杖的陆基慎。基慎也没有料到，深更半夜，林立夏穿戴整齐，戴着帷帽，小心翼翼地戒备着他们。林立夏，发生何事？林立夏定定神，手指着身后的房间道：屋内进了两个贼，把我大哥他迷晕了。听见林立夏说屋内进贼，基慎当即心揪作一团，上前一把扶住林立夏的肩头，急切地问道：你有没有受伤？看着基慎灼热的目光，感受到肩头冰冷的双手，林立夏不自在地抽开了身子。他后退一步，拉开了与基慎的距离，扬起手腕上的桃影追魂。我睡得比较警醒，他们还没动手就被我用这个制服了。听见林立夏的话，在场的基慎、云无痕、徐天行还有身后的两个护卫全都暗自松了一口气。基慎垂眸看着双手，才发现他方才太急切的举动对林立夏来说很是冒犯。林立夏，我不是故意要占你便宜，你若介意，我可以……我不介意。陆将军，可否进屋一叙？我大哥昏迷不醒，子素哥哥可能也遭到了毒手，那两个贼人还在我屋。都傻子住哪个屋？隔壁。走，去看看这两个贼人。几人转身进入了林立夏住的客房内，看见两个贼人被不太娴熟的手法捆着手脚，一看就知道是林立夏在很慌乱的情况下将两人给绑住的。基慎的眼眸冷得像刀子，愤怒的火焰在胸中燃烧。他不敢想象，若非林立夏本身就是比较警觉的人，今晚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吴涵，将这两人带下去，抽筋扒皮。等等，我觉得这件事很蹊跷，这两个人对这家客栈很熟，应该好好查查。云无痕听出了林立夏话中深意，他上前从贼人怀中一掏出了一大堆属于骆子素和林立东的钱财，还有几个迷烟竹筒及几个药瓶子。等我找到解药，把罗傻子弄醒，就审他们。云无痕说着，拔掉瓶塞，放到鼻尖一闻，人缓缓向后倒去。林立夏内心对云无痕这莽撞的行为震惊的说不出话，真勇啊，啥玩意儿都敢闻。幸好陆基慎和徐天行躲得够快，不然又放倒两个。徐天行屏住呼吸，夺过云无痕手里的药瓶子，默默地将瓶塞给塞了回去。几人的注意力全在将自己迷倒的云无痕的身上，全然不知两个贼人身上的江西毒药效已过。两人十分娴熟地褪去手上的绳子，缓缓解开脚上的绳子，从袖口掏出一个飞镖，就朝林立夏的心口袭去。黑暗中，基慎觉察出不对，伸手一挥，打飞贼人甩出来的飞镖，身形一闪，猛然地朝两个贼人袭去，迅速将两个人制服。带下去，严审。基慎一声令下，他身后的两个护卫好似拖死狗一样，将两个贼人拖出了房间。一转头看见陆基慎捂着胳膊，他心中一紧，想起了陆基慎挥动胳膊帮他打落飞镖的事儿。陆将军，方才多谢你及时打飞那个暗器，你的胳膊有没有受伤？我给你检查一下。基慎神情顿住一瞬，本想说无碍的，想着林立夏的性格，他话到嗓子眼拐了个弯。穿着铠甲没受伤，就是胳膊这根筋疼得难受。林立夏最不爱欠人人情，迟疑一步上前扶住基慎的胳膊。那我帮你揉揉。见这话，徐天行很识时务地退出屋内，同时还不忘把莽撞的云无痕给拖出去。屋内昏暗的灯光下，林立夏一脸认真，手指按在基慎被飞镖打中的地方，缓缓揉着。有没有好一点？基慎低沉应下一声后，侧目看着林立夏的脸，他笑得嘴角微微上扬。林立夏，这天寒地冻的，你怎么会来汉学城啊？来给我二哥收尸。
林立夏的声音有些低沉。陆将军，你可知我二哥在雀岭山的什么位置遇害的？姬慎抽出胳膊，眼神很是复杂。林立夏，你没有收到幽灵谷的信？幽灵谷的信？林立夏想起了那封掉到井里糊掉的信。收到了，被我小姑掉到井里自糊了，与我二哥有什么关系？难道我二哥他还活着？原来是林立夏阴差阳错，没有收到林立春的消息，独自跑到韩雪城就为林立春收尸。姬慎想想，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又很心疼。你二哥在雀岭山迷路，迷到了幽灵谷谷外，正好赶上大战前到军中，现在已经是百户长了。林立夏满脸狂喜，抓住姬慎的胳膊，不敢置信的又追问一遍：陆姬慎，你说我二哥没死，还成了百户长？姬慎点头。听惯了林立夏喊他陆姬慎，喊他陆将军就跟喊别人一样。太好了，我二哥还活着！林立夏疯狂地摇晃着姬慎的胳膊，从大悲到大喜，激动得难以自持。我要赶紧写信，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爷爷，告诉我爹他们。对了，陆姬慎，百户长在龙鳞国算几品官？从7品。姬慎抚摸着方才被林立夏抓过的胳膊，笑得嘴角微微上扬，眼底柔和。听到自家二哥已经混成百户长，真是没想到，我家最先做官的竟是我二哥。这封信送回家，怕是我们整个林家村都要沸腾呢。林立夏念叨着，转身就要去林立东屋内拿笔墨，被姬慎拦下。林立夏，夜深对眼睛不好，写信呢不急于一时。林立夏看看微弱的灯光，觉得这话也挺有道理。回眸看着姬慎，昏黄的灯光下，一身银铠甲的陆姬慎，俊朗的犹如天神下凡，异常耀眼。黑夜中，两个未婚男女映着灯光对面而坐，有种说不出的暧昧和尴尬。这一刻，林立夏突然明白什么叫做制服的诱惑。幸好他这具身子还未长开，还未到情动的年龄。林立夏定定神，告诫自己，陆姬慎是要撕开银矿的人，是要上公主的人。告诫自己，这个世上最稳固的关系就是利益关系。告诫自己，在男权当道的时代，嫁人犹如豪赌，一旦赌输，将万劫不复。想到这儿，林立夏悄悄站起身，走到窗前，打开了窗户，吹着冷风，看着窗外的白雪，让自己逐渐冷静下来。林立夏，窗口不冷？不冷。林立夏没有回头，静静地看着窗外。陆将军，夜色不早了，你早些安歇吧。林立夏，你怎么突然这样见外？姬慎神情一顿，不紧不慢道：你不问问我为何会深夜来此？他脑海里全是对方抓住他肩膀急切的画面，还有陆姬慎送他一箱金手指的画面。莫非陆姬慎真的对他有救命之恩以外的其他情愫？不行，绝对不行。陆姬慎俊朗归俊朗，身上麻烦的事情太多了，且心眼子也太多。陆将军，我困了，有什么话等明天天亮再说。姬慎拧紧眉头，这林立夏在逃避什么？他若是直言，会不会吓得林立夏再也不理他？夏，陆将军怎会在你屋内啊？大哥，你醒了，你中了贼人的迷药，幸好陆将军他们来得及时，他们应该是收到孟都运的信了。夏，都怪大哥睡得太死，这才会着了贼人的道。你没事吧？没事，贼人被我放倒了。大哥，二哥没死，就在军中，现在是从7品的百户长。陆将军，不知可否让我们见见李川？还不等姬慎回应，门外便响起了徐天行的声音：主子，审出来了。进来。如林姑娘所说的一样，这家客栈的掌柜听出他们外地人的口音，又见骆子苏出手大方，就与这2个贼人串通一气，用迷言迷倒几人，顺走几人的银钱。主子，据店掌柜的供词所说，2个贼人用的是安魂香，身中安魂香的人，无论外界如何吵闹，他们都不会醒，非要等安魂香半个时辰药效过后才会醒。大哥，你去隔壁屋内看看子素哥哥行不行？林立东出去没多久，再进来时便带着打哈欠的骆子素。妹妹，哥哥不是在做梦吧？哥哥好像看到陆定坤了。你掐自己一把，就知道是不是在做梦了。哎呀，不是在做梦，我睡觉前才念叨过你，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哦，这个憨子念叨他做什么？骆子素一屁股坐在林立夏之前坐的椅子上，与姬慎面对面道：陆令官，四皇子成了睿亲王，还被赐子成岳。妹妹说这2个消息结合在一块儿，他很有可能就是未来皇位继承人呐。姬慎看向站在窗口的林立夏，他嘴角微微勾起，就是不知他平白无故与洛憨子分析这个做什么？陆定宽，我小时候不懂事，与睿亲王动过手，这事儿你知晓吧？洛憨子，我记得在林家村之时，你还跟我炫耀过这件事，现在不炫耀了？看着对方得意的样子，骆子素气得咬紧牙关，想转身就走。见骆子素有些下不来台，林立夏转过身看向姬慎：陆将军，睿亲王是什么样的人？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人？
姬慎压住嘴角的笑意，反问林立夏：沿途听了不少关于这位瑞亲王的消息，从他命人剿匪来看，他应该是位行事果断、有仇必报的大英雄。听见林立夏对自己评价这么高，姬慎的眼底多了几分笑意。但骆子素听见有仇必报这4个字，顿时觉得哪儿都不好了。妹妹，你看陆定坤这个德行，他肯定等着看我笑话呢，肯定不会帮我跟瑞亲王求情的。妹妹，要不咱们明天就离开寒雪城，回梅花城算了。子素哥哥，我觉得你不用太泄气，指不定人家瑞亲王心胸宽广，早就忘记幼时发生过的事了。他要是没忘怎么办呀？骆子素哭丧着脸，像斗败的公鸡。那他就是小肚鸡肠。子素哥哥，你完蛋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那哥哥该怎么办呀？姬慎便不耐烦道：有完没完？当谁都跟你这么闲呀？什么意思啊？骆子素还想追问，就被刚醒来的云无痕趁机捂住了嘴。罗傻子，瑞亲王心胸宽广，若想收拾你，早就收拾了。说完，云无痕半拖半拽将骆子素拉到了屋外。没收拾你，你就别自己找不痛快了。说过多少回了，不要捂我的嘴，你怎么总改不了啊？出去！姬慎嫌弃地瞥了骆子素一眼，云无痕赶紧将人拉出屋外。姬慎看向林立夏的眼神十分复杂，内心有些吃味，说出来很可笑，他竟然吃自己的味。他以陆定坤的身份与林立夏相处这么久，林立夏只有算计他的时候才会夸奖他，讨好他。林立夏从未见过瑞亲王，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夸这么多，莫非林立夏也与京城中那些女子一样，看中了瑞亲王的身份？你从未见过瑞亲王，却刻意在我面前夸他，你有什么企图啊？莫非对瑞亲王妃没兴趣？我只对赚钱感兴趣。这个答案就很林立夏。姬慎的神情僵住一瞬，他真是疯了，怎会对眼中只有钱的林立夏有期待呢？看着神情僵住的陆姬慎，林立夏的眼底有些迷惑，这个中二少年又怎么了？难不成听见他夸奖瑞亲王没有夸他，他心中不舒坦？陆将军，你不必沮丧，听闻瑞亲王派你剿匪，你智勇双全，一连端掉了好几个土匪窝，许多百姓提起你来亦是赞不绝口。像陆将军这般文武双全，将来定是庇佑一方百姓的大将军，是许多人心目中的大英雄。停！姬慎有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憋闷感。他扶额看了一旁的林立东，一旁的徐天行心领神会。林公子，那2个贼人偷了你不少银子，你随我下去清点一番。好的。屋内又只剩下林立夏和姬慎2人。姬慎眼眸定定地看着林立夏。林立夏，你突然夸我这么多，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啊？还是又想算计我啦？林立夏尬笑，陆姬慎何时把他心思揣摩得如此透彻了？莫非他在梅花城有眼线？肯定有眼线，怕是眼线早就将他的所作所为报告给他了。这小子心机深沉得很呢，他若此时开口提香皂作坊的事，定会让对方趁机坐地起价。陆姬慎，你的老虎还要不要？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很能吃？姬慎瞳孔微闪，林立夏拿老虎说事儿，是想站在博弈的上风吧？他不接话，看林立夏如何往下说。陆姬慎，幽影谷的人说我给你送的信你都收到了。林立夏，我收到你信的时候正值备战的关键时期，军中信件管控很严，你想我如何不查念？成了。当初我误以为二哥身死，悲痛难忍，又不敢让爷爷知晓，便借酒消愁，饮下了半坛酒。林立夏，你竟饮酒？你不止饮酒伤身啊！悲痛难忍嘛。林立夏快要压不住嘴角的笑，用帕子轻轻地遮掩一下。后来又遇上了一个自称是皇亲国戚的卢宣伟，找上门逼我要香皂的秘方，我悲痛难忍，再加上酒劲上头，就怎么了？姬慎焦急的追问，完全没察觉自己又被牵着鼻子走。就谎称你是我香皂作坊的合伙人，谎称你在庇护香皂作坊。陆将军，借用你的名头震慑宵小之辈，是我当时的无奈之举。我愿意与你深度合作香皂作坊的生意。林立夏哭了，还哭得肩头一颤一颤的，这怎么不像林立夏的性格呢？姬慎察觉有异，迅速地绕到林立夏正面，正好看见林立夏勾起的嘴角。林立夏，你可真行，竟学假哭示弱，趁我愧疚为自己争取利益。没假哭，想起我得知二哥身死的心情，真的悲痛难忍。想起二哥没死，又成了从七品的百户长，又欣喜不已。这复杂的心情变化莫测呀。姬慎是一个字儿也不细。说嘛，你打算如何深度合作？看见姬慎主动将话茬给递过来，林立夏转过身，双眼亮得像璀璨的星光。陆姬慎，
你是瑞亲王的表兄，定然与他关系不错吧？还行。姬慎别开眼，林立夏提到钱的时候，眼睛亮得出奇的好看。那你能不能帮我问问瑞亲王，看他对赚钱感不感兴趣？姬慎自嘲一笑，所以林立夏方才那样夸瑞亲王，竟是想拉他做靠山，这脑回路也没别人了。陆姬慎，这世上最稳固的关系就是利益牵扯关系。你若能拉瑞亲王加入咱们的生意，你与他的关系更稳固。林立夏，你不必再多言。姬慎重新坐回位置上，直视着林立夏的双眸，郑重道：我与你合作，亦代表着瑞亲王与你合作，同样可以庇护你。四目相视一瞬，林立夏满眼的吃惊。陆姬慎，你能代表瑞亲王？陆姬慎，你也知晓，我的香皂是一个消耗品，一个人洗澡洗的勤，一块香皂用2个月，按照一个人1年用2到5块计算，市场需求量很大的。当然，这个东西并非普通百姓用得起，所以我的市场就锁定各国的世家贵族，咱们专门赚他们的银子。各国？对。林立夏暗赞，跟聪明人说话就是省劲儿。瑞亲王刚打完胜仗，正好涉及抢来的3座城池分配的问题，你可以尝试说服瑞亲王，在新占领的城池中选一个互通商贸。听到这话，姬慎不禁笑了起来。林立夏为赚钱，连国事都给操心上了。他现在非常确定，以林立夏的见识和聪慧，绝非一般的乡野女子。她到底什么来历？姬慎心痒的像猫爪一样，却不敢问，因为他能看得出林立夏一直在遮掩他的聪明和不凡。林立夏，互通商贸这么大的事儿，必须朝中大臣商议之后才能抉择。林立夏，谁跟你说最稳固的关系是利益关系啊？姬慎抽开了衣袖，觉得林立夏这话刺耳得很。难道他与林立夏之间除了利益就没有别的关系了吗？林立夏，这世上有很多关系都比利益关系更稳固。这是重点吗？你还是太年轻了，不懂这中间的弯弯道道。他太年轻，不懂弯弯绕绕。姬慎满眼诧异地看着林立夏，谁给他的底气说这话？陆姬慎，瑞亲王登基后，身边肯定有很多的重臣，他凭什么对你高看一眼？凭你是表兄吗？这肯定不够。你应该趁着他还没有登基之前，拉他跟咱们做合伙人，带着他赚钱。这样，你比起其他的重臣，在他心目中就多了一层关系。他能看见你，才有机会发现你的才能，适当拉近与上峰的距离，有利于自己的仕途走得更高更远。姬慎瞠目结舌，林立夏从哪儿学来的这些？都快赶上朝中的老滑头了。但细想一番，又好有道理。若非他就是瑞亲王本人，肯定要被林立夏这番话给说服了。不过这番话也透露出林立夏的小心思。林立夏，互通商贸这么大的事儿，必须朝中大臣商议之后才能抉择。陆姬慎，你这样说，是不是你也赞成互通商贸这件事？姬慎沉默一瞬，本想说他没有这方面的打算，但看出林立夏在找他认同，他鬼使神差的点了点头。我就知道你有远见，一味的打打杀杀，除了满足上位者的胜负欲外，简直是劳民伤财。其实啊，要满足上位者的胜负欲，满足上位者想要做出功绩的野心，不一定非要通过征战。那通过什么？姬慎从未想过，有一日他竟在深夜与一个女子探讨这种问题。林立夏说的有些口渴，想要打开门跟店小二要一壶茶水，却看见徐天行不知何时端来了一个托盘，上面还备着几个小菜，还有一壶茶。林姑娘，主子收到你的消息来的匆忙，饭都没顾上吃。林立夏回头看向陆姬慎，这人莫非真的对他别有所图？不是吧？不是说男人都是视觉动物，怎么会有人对他这副没长开的小身板起心思？莫非这陆姬慎是有受虐倾向，在他这碰壁太多，反对他生出了征服欲？无聊，男人真无聊。见林立夏蹙眉，徐天行反而有些迷惑不解。他刻意的强调主子没吃饭，就来看林姑娘，这林姑娘不应该很感动吗？怎么会无动于衷？好像还有点小气闷。到底这问题出在哪儿？林姑娘，方才我端着饭菜走来，正好听到你说互通商贸的事儿。说了也巧，主子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儿。林姑娘，我给你倒一杯茶水，润润口，继续说。听见徐天行说陆姬慎一直在琢磨互通商贸的事儿，林立夏好似找到了共鸣一样，自己拎起了茶壶，倒了一杯水，同时还不忘给陆姬慎也倒了一杯递过去。看在你高深远虑的份上，我继续说，开放商贸，鼓励大家经商，深化农耕，带动国民富起来，百姓能吃饱饭穿暖衣，孩子们能读书识字。
百姓们对上位者一片赞赏，做到真正的国富民强，让百姓安居乐业，开创盛世太平，这才是真正的胜利。姬慎眼中满是欣喜，这就是林立夏所期盼的盛世太平吗？主子，林姑娘说的太好了。姬慎侧目看向徐天行，主子是嫌弃他碍眼吗？徐天行悄悄地站起身，正想出门，但想着他转身出门后，以主子的性格，怕是不知道如何跟林姑娘开口。主子经常在吃饭的时候摸着桃木珠串发呆，定是早就想与林姑娘一同吃饭了。想到这儿，徐天行满脸带着笑，给姬慎递上筷子，又递了一双给林立夏。林姑娘，你今夜下得不轻，又折腾了这么久，怕是早就饿了吧？徐天行这样的下属好会来事啊，他想要一沓这样的下属怎么办？主子，天寒地冻，属下再去给你温一壶酒，暖暖身子。林立夏拿着筷子，看看屋内的蜡烛，再看看一身银铠甲的姬慎，突然有种两人吃烛光晚餐的感觉，好尴尬呀！还是吃饭不说话的好。林立夏，你慢点吃，吃太急等会儿肚子不舒服。这样更尴尬了。林立夏夹菜的筷子一顿，手上的动作却并未慢半分。姬慎微微蹙眉，感觉好似有一双手在紧捏他的心脏，心疼难忍啊。罢了，她再聪慧也不过是个二七年华的小姑娘。林立夏，互通商贸的事儿，你若有想法，可以写个具体方策，我一定促成互通商贸这件事儿。林立夏抬起头，咬着筷子，露出了不敢置信的目光。这好端端的陆姬慎怎么会突然开口应承他这么艰难的一个诉求？陆姬慎，我们深化合作，我保你只赚不赔。你出人分3成利润，子素哥哥出钱分2成利润，我出技术和配方占5成利润，不知你意下如何？姬慎的嘴角微微勾起，他占3成利润，比骆子素还多1成，是不是代表在林立夏的心中，他比骆子素还要重1分？陆姬慎，你应该知晓，我手中的香皂秘方市场前景很大，稳赚不赔的买卖，拉你合作也是因为信任你。好，算你有眼光。明天我和子素哥哥去找小院，你安排几个信得过的心腹，咱们在韩雪城成立一个大的香皂作坊。好，韩雪城的作坊专供这一带的市场，等打通虎啸国的关系，咱们又能从虎啸国的富户身上狠狠地赚一笔。好，林立夏，我在韩雪城有个小院，不如你们先去我那儿安歇。这不妥，今夜你们动静闹得这么大，想必是再有贼也不敢再光顾这家客栈了。我就去那屋里睡一会儿，等明天天亮了，我就去买个小院，将来我二哥也有个落脚的地方。说着，林立夏打着哈欠走到床边，回头看看陆姬慎：“你不困？你去睡，我守在这儿。”姬慎怕林立夏不自在，默默地转过了身。随你。林立夏吃饱饭后，一阵困意袭来，实在是忍不住了，倒在床上没多久就呼吸均匀。听着林立夏均匀的呼吸声，姬慎想转过身看看，又觉得此行为非君子所为，强忍住心中的激动，低头转动着手中的桃木珠串。林立夏对他如此放心，是不懂男女大防，还是对他很信任？天祥，主子白日里从战场上下来，傍晚就骑马赶到这儿，他是铁打的马。徐天行打了个哈欠，不想接话。就主子一天转动桃木珠串的样子，就算3天3夜不睡觉，此刻见到心上人也不会觉得累得慌。天祥，你说主子此刻做什么呢？以林姑娘的性子，谈完要紧事，定然不会与主子多费口舌。主子许是给林姑娘守夜。这林姑娘也不知道走什么运，竟能让主子给她守夜。这要是传扬到京中，她不知成为多少闺阁女子的公敌呢。很稀奇嘛，主子还给她烧过火呢。无痕，我睡一会儿，你守夜。天祥，你别睡呀，陪我再聊一会儿。我从白天到现在都没合过眼，你喊骆子素陪你聊。你们都中过安魂香，补过觉。他睡得那么沉，像是能叫醒的吗？云无痕此时有些后悔，不该将骆子素也灌醉。这漫漫长夜，就他一个人守夜，多无聊啊！一觉醒来，神清气爽，躺在床上睡觉，就是比睡在马车上舒服得多。一扫连日来奔波的疲惫感，他撩开床帘，一眼看见靠在椅子上睡着的陆姬慎，呼吸均匀而轻柔，脸颊上还有些红晕。他竟守在这儿一夜，静静凝视着姬慎的睡颜。林立夏的心中涌起了一股暖流，转身拿了兔毛毯，缓缓地靠近陆姬慎，将兔毛毯轻手轻脚地盖在他身上。陆姬慎，你醒醒，你快醒醒，你发烧了，你不能这样睡。感受到胳膊被人猛烈摇晃，
姬慎猛然睁开眼，好似刚睡醒的雄狮，其强大的气场和威严犀利而警觉。他盯着林立夏看了一会儿，缓过神后，眼中的犀利收起了几分。你醒了？陆姬慎，你发烧了，你解开袖子，我帮你看看。姬慎揉揉额头，将手伸到了林立夏跟前。我可能手风寒了。林立夏，你答应过我要给我熬驱寒汤。你是不是从战场上下来就直奔这儿了？林立夏，我头疼。正常，风寒都头疼。你这个风寒有点严重，光喝驱寒汤好得慢。我就喝驱寒汤，你是不是想赖账啊？林立夏，是你把窗户打开的。一阵凉风袭来，好似在帮陆姬慎一起控诉，是林立夏开窗造成的陆姬慎风寒。行，去你小院给你煮驱寒汤，顺便再给你做个艾灸驱寒。白雪皑皑的街道，寒风凛凛，路上的行人很少。姬慎裹着兔毛毯，坐在林立夏的马车上，是东瞅瞅西看看，好似怎么都看不够。马车停在了平康街，林立夏缓缓地下了马车，看着眼前这座宽敞又雄壮的府邸，脑海里发出了一个疑问：这古代做将军是不是能捞偏财呀？这么大的府邸，可不像是将军岳凤能够置办得起的。进大门，一座被白雪覆盖的宽敞庭院展现在眼前。再朝前走，是一座在冬日里绽放的傲雪红梅，在白雪的映衬下，红梅的花朵更加的鲜艳夺目。林立夏走近几步，便能闻见红梅散发出的淡淡香气。这种香气清新而不刺鼻，让人感到心旷神怡。他喜欢这个香味，伸手想要摘下一株开得最灿烂的梅花，刚踮起脚，就有一只修长的手比得快了一步。他回头看见陆姬慎脸上带着发热的红晕站在他身后，手里拿着那株他看中的梅花，眼神幽深地看着他。林立夏，你也喜欢梅花？傲雪红梅又有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屈的精神，很受人追捧。林立夏说着，不等对方回应，就夺过了陆姬慎手中的红梅，放到鼻尖闻了闻，香味很独特，用这个研制一款限量款的香皂，专供那些自视清高的文人和规格千金，应该能赚不少钱。姬慎愣住，果然不能对林立夏有期待呀。在龙鳞国，男子送红梅给女子，代表的是对女子品格的赞美和敬仰，以及男子对女子的倾慕之情。陆姬，林立夏本想唤他陆姬慎，一开口看见好几个下人用诡异的眼神看着他，他瞬间改口：陆将军，再给我摘几株红梅，等梅花香皂做出来，我第一个送给你用。听见林立夏说做出的梅花香皂第一个给他用，姬慎失落的心情瞬间又兴奋起来。这一束梅花花谢花开好凄凉，还是做香皂使用。云无痕是瞠目结舌，殿下不是最宝贝这片红梅吗？去年他在梅林边上练武，不小心削断了一根梅花枝，足足被罚扫了3天的马棚。殿下那么宝贝这片梅花，怎么会亲手摘下给林立夏随意践踏？云无痕看向同样震惊到不敢相信的徐天行，两人交换了一个彼此都懂的眼神。殿下算是栽在林立夏手上了，就算林立夏要天上的星星，他家殿下也会搬个梯子去摘。姬慎嗓子痒得抑制不住，轻咳2声，用拳头捂上嘴。抱歉，我忘了你还病着。立夏抓紧手中的红梅，一脸歉意地看着陆姬慎：你赶紧进屋，府中的厨房在哪儿？我去给你煮驱寒汤。不急一时。姬慎的眼底闪过一丝笑意，招手喊了一个婆子，带着林立夏在靠近梅林的屋子内安置了下来。林立夏打开窗口，就能闻见一阵梅花香，他笑得嘴角上扬，伸手抓住了窗边的一枝梅花。隔壁的房间内传来了一阵急切的咳嗽声，林立夏探头，正好看见陆姬慎也探头看了过来。四目相对的那一瞬，林立夏微微皱起了眉头。陆将军，风寒不易吹风，你快把窗户关起来。说着，林立夏随手将梅花枝插到了桌子上的空瓶内，转身就去隔壁。陆姬慎已经换下银铠甲，穿着一身白底绣暗纹的锦衣，颇有几分京城世家公子的金贵，很是养眼。林立夏一边点燃艾灸，一边欣赏着姬慎的盛世美颜，心道：就陆姬慎这娇俏的模样，想要上公主，那是10拿9稳呢。陆将军，你先艾灸，我去给你煮驱寒汤，千万不要再吹冷风了。姬慎点头，声音里都透着愉悦。郑嬷嬷，你带林姑娘去，她要什么你备什么。厨房内，林立夏煮上了满满的一锅驱寒汤。郑嬷嬷看得目瞪口呆，想问又不敢问。郑嬷嬷，劳烦你多备一些碗来，天寒地冻，让大家都喝点驱寒汤。郑嬷嬷一脸的诧异：林姑娘，你不是单独煮给我家主子的？看出嬷嬷的打抱不平。是单独煮给你家主子的，
其他人都是沾你主子的光。郑嬷嬷皱眉，主子这么用心待这位林姑娘，好似这位林姑娘对主子很是不上心呢。林姑娘，我家主子身份高贵，他的吃穿用度呀，都是特别用心准备的。您这样，不够尊重他。郑嬷嬷，驱寒汤大锅煮的味道更好。你要是觉得我不够重视你家主子，那我把第一碗给他喝。郑嬷嬷的神情僵住一瞬，第一碗不是试毒者先喝的吗？主子把那么宝贝的梅花都摘给他，他拿主子当试毒者。看着林立夏将驱寒汤盛出2大碗，一手端着一碗驱寒汤，很不讲究的朝着主子屋内走去。郑嬷嬷的嘴角一抽，思索了片刻，快步跟在了林立夏身后。林立夏进屋，将最大碗的驱寒汤递给陆基慎，直言不讳道：陆将军，我煮了1大锅的驱寒汤，这第一碗就盛给你喝。在我们那儿，给你吃第一碗饭或是第一碗汤，以示尊重和崇敬。刚进屋的郑嬷嬷瞳孔放大一瞬，这么蹩脚的理由，主子应该不会信吧？第一碗汤，基慎端着驱寒汤，满眼不敢置信的欣喜，以示尊重和崇敬。他记得在林家村时，大多数的情况下，林家的第一碗饭都是端给林家老爷子吃的。林立夏现在这么重视他了，这个结论让基慎很是愉悦。他低头将碗底的驱寒汤一口饮下，抬起头时笑的是嘴角上扬。郑嬷嬷脚下踉跄，她不敢置信的看看主子，又看看林立夏，这林姑娘给主子下了什么蛊？她记得主子可不是这么好说话、这么好糊弄的主子呀。在郑嬷嬷一脸吃惊的注视下，林立夏接过了空碗，摸摸基慎的额头，比之前更烫了。骆将军，你刚艾灸过，又喝过驱寒汤，你好好睡一觉发发汗，若是身体足够好，一觉醒来就能退烧了。我身体很好，肯定能退烧。胜负欲还很强。林立夏嘴角勾起一抹笑，转身回屋去捣鼓梅花。林姑娘，门没锁，请进。林立夏随手将梅花都摘了下来，回头看着站在门口的郑嬷嬷。嬷嬷有事？无事，就想看看老奴能否为姑娘分担一二。林立夏定神看了郑嬷嬷一眼，从对方眼中看出了讨好和真诚，他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还以为跟狗血剧一样，郑嬷嬷得知他农女出身来踩他找茬的，没想到是来示好的。郑嬷嬷将手擦干净，一脸热切地看着林立夏。林姑娘，这个点儿主子应该退烧了吧？我去看看。他刚伸出手，还没有碰到陆基慎的额头，就被他抓住胳膊，翻身压在了身下。陆基慎的大手紧紧地按住他的胳膊，眸光好似刚睡醒的雄狮，眼神犀利而警觉，好似把他当成刺客。林立夏吓得心尖一颤。陆基慎，你醒醒，我是林立夏。林立夏。基慎的眼神幽深，盯着林立夏看了一会儿，缓缓地松开了手，躺在床上的另外一侧道：对不起啊，我做梦有人刺杀我。真的假的？林立夏起身盯着陆基慎看了一会儿，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冷战。他还是离他远点吧，太危险了。林立夏夺门而出，基慎焦急道：林立夏，我头疼。林立夏咬牙：你这么大的别院，应该有府医吧？府医告假了。基慎的声音里都透露着虚弱。我浑身都疼。看在你是我合伙人的份上。林立夏回头在基慎的额头上一摸，又按住他的手腕，感受了脉象片刻。退烧了，死不了了，慢慢养着。说完，头也不回的就出门。基慎低头看着双手，眼底有些懊恼。他许久都没有做噩梦了，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梦见被人刺杀？林立夏是被他吓坏了吧？林立夏回到屋内，想起了没有香皂模具的事，咬着牙又转回到了陆基慎屋内。陆基慎，我看你心中杀意很大，不如帮我雕刻几个香皂的模具泄泄愤。好。郑嬷嬷是一脸诧异，询问一旁看热闹的徐天行：主子何时学会木工活？不知道，应该是在林家学的。他这边刚弄完，云无痕骑着快马带着林立春就来了。林立春从未见过这么奢华的院子，看得失神片刻，便看见自家妹妹从梅花林里走出来，一脸欣喜道：夏夏，二哥成百户长了，荣将军说是从7品官。夏夏，你以后不再是农女，你是官眷了。夏夏，你怎么哭了？快擦擦。二哥。林立夏拖长尾音喊了一句，伸手就在林立春的胳膊上扭开关。你出息了，还会离家出走了。哎呀，疼疼疼！哎呀，疼！林立春疼的是龇牙咧嘴，又蹦又跳。哎，夏夏，你快松手，快松手啊！二哥知道错了。我以为你死了，冒着寒风大雪跑来给你收尸，你知不知道你很混蛋？夏夏，二哥错了。说，
你为何非要偷摸着来从军？我说好半年后给你铺路，你怎么连半年都等不及？夏夏，仗打完了就挣不到军功了，二哥想给你做靠山。傻子！林立夏啼笑皆非。你妹妹我会挣钱，咱们用钱开路，什么靠山找不到？需要你拿命去搏吗？就算你真要搏，也要学会利用身边的人脉啊！什么意思啊？林立春疼的表情扭曲，他妹妹拧人得他奶奶真传，拧的是真疼啊！林立夏压低声音，示意二哥看向梅树林下的陆基慎。他是瑞亲王的表兄，欠着咱们救命之恩，又是咱们林家香皂作坊的合伙人，你依附他比你被人当垫背好得多。听见这话，基慎眸光幽深，隐含笑意看着林立夏。像林立夏这般用钱依附权贵，依附的这么坦然，连表面功夫都不做的，龙鳞国也就他独一份了。夏夏，我与他不在一处，依附他也没用。夏夏，我在荣将军麾下，没人把我当做垫背，荣将军对我极为赏识，对我很好。难道傻二哥真遇上好上风了？林立夏越想越觉得事情不像他想象中这么简单。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的水深着呢。像他二哥这样的龙门子弟，一般情况下都是牺牲的垫脚石。一入镇北军就得到荣将军赏识，还升为百户长，肯定是有人在暗中助他二哥呀。难道是陆基慎？站着别动！林立夏用脚在雪地里画个圈。我不喊停，你不准出圈，这是代替爷爷惩罚你的。好。林立春揉着胳膊，笑得憨憨地看着自家妹妹。夏夏，你要不解气，二哥再给你多拧2下。不拧了，皮糙肉厚的很累手。夏夏，这个给你。林立春想起他的赏赐，解下钱袋子扔过来。二哥杀敌得到的赏金。林立夏接过钱袋子，打开一看，大吃一惊。夏夏，你怎么不数数啊？看出自家二哥在等他夸奖，林立夏很想说，二哥呀，为了你，我倒贴出去500两银子。但想着他说出此话会让收他银子的人不自在，他转身又在二哥的胳膊上拧了一把。出门在外财不露白，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懂？懂。林立春是龇牙咧嘴呀，赶紧转移了注意力。夏夏，你不是说大哥也来了，他人呢？和子树哥哥一起去找房子了，咱们要在寒水城再办个香皂作坊，到时候你负责给我查账。陆将军，是你帮我二哥疏通关系的？基慎低沉应着，心想林立夏见到他二哥，果然这么快就琢磨明白其中的弯弯绕绕，不像林立春傻乎乎的，从头到尾都没有怀疑半分。军中若无他宝剑，像林立春这样的新兵，定会吃不少苦头。也是你特意让袁无痕将我二哥带过来见我的。你天寒地冻来寒雪城，不就是为了见他？陆将军，我见你晚上吃的很少，你是不是没有胃口吃饭？基慎点头，一脸期待地看着林立夏，他会给他做个养胃糊糊吗？林姑娘有所不知，我家主子从小到大风寒过后都没有胃口吃饭，这次怕是又要瘦好几斤呢。陆将军，你想吃什么？给你煮个健脾开胃的粥。养胃糊糊，就是你给林家爷爷做的那种。鸡蛋面糊糊。林立夏刚问完，就看见基慎连连点头。你等着。林立夏觉得有点好笑，明明他府中郑嬷嬷做的饭菜更可口，他就是想吃农家饭。你来做什么？烧火啊，用哪个锅？这个小的。林立夏的话音刚落，基慎便熟练的生好火，将跟上来的郑嬷嬷惊得脚下踉跄。这主子何时学会烧火了？这可是府中下等丫鬟的粗活呀！主子，让老奴来。郑嬷嬷顶着一头的冷汗，刚要上前帮忙，就被主子一个眼神扫来，她吓得一颤，连忙看向忙碌的林立夏。林姑娘，需要老奴帮忙吗？不用，嬷嬷忙活一天也累了，早点回去歇着，我忙完顺手把厨房收拾干净。哎呦，那怎么舍得？郑嬷嬷一脸忐忑看向自家主子，基慎暗自给郑嬷嬷摆手，示意她快些离去。郑嬷嬷愣了一会儿，连忙转身出去，换个位置偷偷观看，一边看一边揣摩主子的心意。主子这么喜欢林姑娘，是想与林姑娘过这种寻常夫妻的小日子。也不知道传到京中，他这个专门派来伺候主子的老奴会不会被娘娘给责罚。厨房内，基慎不紧不慢的添柴，余光紧盯着忙碌的林立夏的身影，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满足和踏实。在边境这几个月，他回想最多的不是前世仇恨，而是在林家那点平常又温馨的寻常日子。那段时间，他每天被林立夏像使唤长工一样使唤的团团转，很狼狈，却又很踏实。只要他干活，林立夏就不会为难他，就会对他态度很好。你大哥这次考得怎么样？
不知道，我们出发前秀才榜单还没公布，要是没考中，就明年春天再考。比起死读书，我大哥应该开阔眼界，提高胆识。姬慎拧紧眉头，林立夏的话言之有理，但他更焦急林家何时才能出个五品官。单靠林立春一个人升官不靠谱，还是两个人都督促，他才更有机会达成目标。带你大哥回来，我考考他。陆继善，你腿好的怎么样？太过劳累的时候，腿会麻木刺痛。等你吃过饭后，用艾灸灸腿，再配合一套按摩手法，可以缓解你这种症状。什么按摩手法？林立夏要亲自给他按揉双腿吗？这个念头，他光是想一想都激动的心潮澎湃。等会儿你找个善医术的人过来，我教他。甫一告假，别的都是粗人。姬慎端着热腾腾的鸡蛋面糊糊，感觉都热到了心坎上。林立夏，我让吴涵把你二哥借调过来，你在韩雪城这段时间，你兄妹可以天天见面。另外呢，这段时间我会让吴涵训练你二哥武功，让天行再教你二哥一些兵法。林立夏，你看我这些安排可妥当？妥当，太妥当了。为了回馈你，我在韩雪城这段时间亲自给你按揉双腿。会不会不妥呀？是有点不妥，所以你要保密，不能让我大哥二哥知晓。好。姬慎喜悦的无法言喻，明知此举非君子所为，却无法说出拒绝的话，甚至在心里暗暗地说服自己，娘子为夫君按揉双腿很是合理。不是，再下一点。林立夏，中元节那一晚你怕不怕？又怕又兴奋，应该与你们第一次上战场的心情差不多。林立夏，如今你的预知梦已经破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林立夏愣了一瞬，陆吉慎怎么会突然跟他聊起这个？难道是合作伙伴在跟他确认未来的商业愿景吗？挣钱，做跺一跺脚就能撼动龙鳞国经济命脉的富商。姬慎表情僵持一瞬，情不自禁地吞咽一口。林立夏是认真的吗？这么宏大的目标，难道他不知道若无人保他，他随时都是那只待宰的羔羊吗？陆吉慎，你这是什么表情？不相信我能办得到？没有，我只是没想到你一个姑娘家竟然有如此雄心壮志。陆吉慎，你明日清晨就把心腹派过来，要那种绝对的心腹。我把香皂秘方传给他，趁着子素哥哥去找住所，咱们把香皂作坊要用的原料赶紧都准备起来，赚钱不能耽误。好。姬慎一脸复杂的表情，他们男未婚女未嫁，又都是适婚年龄，两人独处一室，林立夏对他没有半分女儿家的羞涩，还这么坦然地跟他谈赚钱，难道他在林立夏的眼中只是合伙人？林立夏，除了赚钱，你对自己的人生大事毫无打算？陆吉慎，我嫁不嫁人都不影响分你三成利，你在担忧什么啊？姬慎咬牙看着林立夏，嫁人？他想嫁给谁？他绝不允许林立夏嫁给除他之外任何一个人。光是想一想林立夏要嫁给旁人，他胸腔中堆积的怒火就恨不得屠戮林立夏看中的每个男人，眼中凶狠的杀意好似一把锋利的刀刃，随时刺向敌人。林立夏打了个冷战，这个中二少年又在发什么疯？阴晴不定的，他方才哪句话没说对？至于让他有这么大的杀意吗？想到这儿，林立夏也憋着一口气，暗自加大按揉穴位的力度。他就不信了，他还治不住一个中二期的少年吗？陆将军，按揉的力度越大，效果越好。这个力道你要是受不住，你就大声喊出来。你还可以再大力一些。还大力？林立夏的神情僵住。这个陆吉慎腿上肌肉练得硬邦邦的，他按的手都疼死了，他竟然还嫌弃力道不够。这人是属野猪的吧？皮这么厚，不会是痛觉迟钝吧？想到这儿，林立夏反手捏起了陆吉慎膝关节后的一撮软肉，使劲的拧了一圈。看见陆吉慎只是微微蹙眉，他顿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陆吉慎，你感受不到疼？你莫不是有什么隐疾？男子汉大丈夫，岂可因为一点疼痛就哀嚎不停？所以你能感觉到疼？是个狠人。林立夏甘拜下风。今日的康复治疗结束了。说完，林立夏头也不回的就出门，刚走出屋子就开始摩擦自己的虎口穴。看见林立夏消失在他视线内，姬氏的脸上顿时露出了痛苦的表情，暗自揉了揉林立夏拧过的软肉。下手真狠呐！姬慎想起许桃花生气时也是这样拧林家老爷子的，拧这么狠，他手不疼吗？郑嬷嬷，将母妃送来的紫金膏送一片给林姑娘。遵命。郑嬷嬷一脸吃惊，紫金膏极其珍贵，是娘娘特别命人送来给主子治疗腿伤的。主子自己都舍不得用，现在竟拿给林姑娘用。郑嬷嬷带着这个疑问，将紫金膏送到了林立夏的屋内。看见林立夏正在缓揉虎口穴的位置，林姑娘，你手怎么了？面对郑嬷嬷一脸关心的模样，
林立夏说不出口，是在人家主子身上用太大劲儿给累着了，有点手酸。郑嬷嬷瞳孔放大一瞬，震惊的狠狠的吞咽一口，目不转睛的看着林立夏的双手，仅仅是手酸就让他家主子拿出这么珍贵的紫金膏相赠，他家主子疯了吗？娘娘若是知道他费尽心思弄来的紫金膏竟被主子拿来讨好一个乡野姑娘，会怎么想？郑嬷嬷，你有事？不是，林姑娘，这是千金难寻的紫金膏，主子让我拿来给你。千金难寻。林立夏的眼眸一亮，抓住千金这个关键词，伸手接过紫金膏，打开盖子，里边的膏体色泽深紫，透着淡淡的药香。林立夏放到鼻尖轻轻一闻，郑嬷嬷，这个紫金膏有何功效？为何千金难寻？这紫金膏呀，取自珍贵的紫金草，精心炮制而成，有助于舒筋活络、活血化瘀。这是宫中陆贵妃特意为主子寻来辅助治疗腿伤的。舒筋活络、活血化瘀。林立夏嘀咕着，挖出了一块指甲盖大小的紫金膏，抹在了自己酸疼的手上，轻轻按摩着吸收。不一会儿，他再活动一下手，好似没有之前那样酸疼。这药效如此明显，你家主子的腿伤怎么还会痛？这老奴不知，真是奇了怪了。走动的时候不小心被绊了一下脚，手就磕在了桌边，磕掉了一层表皮，渗出鲜红的血迹。他却好似感觉不到疼。林立夏脸色大变，不对，紫金膏不对，快喊你家主子来。耳力极好的姬慎与林立夏仅有1墙之隔，觉察到不对，便披上一件狐狸毛的披风，直接过来。陆姬慎，这个紫金膏内应该被人加入过麻沸散相同的药材，可以让使用者暂时感觉不到疼。你一共用过几回？郑嬷嬷吓得神情一变，难道娘娘送来的紫金膏被人刻意动过手脚？姬慎的眼神很是复杂。他到边境后，日思夜想着林立夏对他送来的艾灸垫情有独钟。我怕这个紫金膏与你的艾灸相冲，未曾用过。林立夏暗自松了一口气，幸好你没用，不然你这条腿废了，怪到我们林家头上。我们林家可是冤枉死了。听见林立夏这样说，姬慎意识到这个紫金膏的问题很是严重，他不禁有些后悔拿给林立夏用。林立夏，那你的手？无碍。林立夏打开窗户，伸手抓了一团血球，狠狠地按在手上，用血水洗去了手上的药膏。这个紫金膏具体有什么毒我分辨不出来，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对你的腿伤无益。若是清幽姐姐在此，她定能分辨出紫金膏内的毒。林立夏，我若是用了紫金膏会怎样？紫金膏可以暂且屏蔽你的痛觉，让你感觉不到腿伤复发。在这种冰天雪地的地方，你可能会感觉不到受凉，感觉不到腿劳累。一旦停用紫金膏，这些问题就会集中爆发，你的腿可能会废。主子，何人如此歹毒？查！姬慎咬牙切齿，背后算计他的人所图无非是皇位，只要他的双腿废了，父皇便不会把皇位传给他这个废人。无论他曾做过多少功绩，都会功亏一篑。是林立夏又一次让他避开了前世残废一生的宿命。林立夏，你又救我一回，这次你想要什么？四目相视，陆姬慎垂眸看着林立夏，那双本该冷冽的眼眸，此刻深邃的好似不见底的一汪深泉。林立夏赶紧别开眼，糟糕，中二少年如此热切地看着他，千万不要错把恩情当爱情啊！陆将军，你这话说得太见外了，咱们可是并肩作战的合作伙伴，不亚于你们战场同袍之情。这林立夏开始躲避他的目光，还急于将两人定性为合作关系，看来是已经明白他的心思，招惹他后想逃晚了。直视着林立夏的双眸，再送你一箱金手指。不必麻烦。陆贵妃是陆姬慎的姑姑，特意送加料的紫金膏，谁知道这背后的用意？反正水浑着呢，他可掺和不起。陆姬慎，你若是真想感激我，紫金膏的事不要暴露我分毫。依你。姬慎听出了林立夏的话中深意，也看出了林立夏的担忧。林立夏，你放心，我永远不会让你及你们林家涉险的。我相信你，毕竟你发过那么狠毒的誓言。陆将军，夜深了。陆将军，我困了。陆将军，你该走了。你早些安歇。姬慎的嘴角微微上扬，深深看林立夏一眼，转身出门，伸手折下一株开得十分艳丽的红梅，想转送给林立夏。一转身，门就被从里面死死地拴牢。竟如此防备我啊！他转身进屋，将红梅插在房中的花盆中，闻着花香，缓缓入眠。梦里，他梦见林立夏穿着一袭大红嫁衣，他欣喜若狂地迎了上去。画面一闪，花轿却越行越远。林立夏竟不是嫁给他，他又气又怒，恨不得带着御林军踏破整个龙鳞国。林立夏，你给我回来！姬慎疯狂地朝前一扑，膝盖一阵痛意传来。原来是梦啊！来人，更衣。半晌后，
他梳洗穿戴好，刚走出自己的院子，就看见郑嬷嬷一脸惶恐地跑来请罪。主子，老奴办事不力，竟忘记交代门房。这林姑娘她天不亮就走了，还请主子责罚。林丽霞走了？姬深的神情凝滞。谁与她一同走的？回主子，门房说林家二公子、骆公子还有云将军都跟着林姑娘。郑嬷嬷，本王要离开府中一段时日，你照顾好林姑娘，以及呢帮她办妥香皂作坊的事情。遵命。郑嬷嬷，我们买到住所了，现在就搬走。你家主子呢？我跟他打个招呼。林姑娘，军中有要紧事，我家主子临走前特意嘱咐老奴要照顾好你。你若此刻搬走，老奴定会被主子责罚的。林丽夏想着打工人也不容易啊，也不好为难郑嬷嬷，便留在这儿住了下来。这一住就是半个月之久。郑嬷嬷，真的不能再拖了，这个时候出发，我们还能赶上回家过年。林姑娘，这天寒地冻的，你们就带这点人出门，这万一路上遇点事儿，老奴也不好跟主子交代呀。郑嬷嬷，不如这样，你派几个人跟着我们每走一段时间，你的人就回来报个信，我再给你主子留个信说明情况。郑嬷嬷，你家主子了解我的性子。这依林姑娘所言，这可是他家主子都让几分的姑娘啊。林姑娘，容老奴为您准备一些吃食，还有一些御寒的衣物。有劳郑嬷嬷，那我们明日随韩雪城的商队一起走。清晨，林丽夏的马车还未走出韩雪城，便撞上了瑞亲王返回韩雪城的车驾。满大街的百姓一个比一个兴奋，跪在雪地里叩拜着瑞亲王。林丽夏连帷帽都来不及戴，只能随着大众从马车上下来，跪坐在雪地上，一边叩拜一边懊悔，应该早几日出发，这样就不用跪坐在雪地里了。他讨厌向人下跪，偏偏这个破时代阶级分明，遇到这种大场面是必须要跪拜的。看着瑞亲王的车驾越行越远，林丽夏长舒一口气，站起身。大家为何这样兴奋？哎呦，据说呀，瑞亲王是未来的皇帝，若是能提前瞻仰圣言呢，可以驱邪保平安，增添福气呢。姑娘不信这个？我看阁下的打扮像是读书人，莫非你信这个？在下亦是不信。听闻啊，瑞亲王这段时间一直在忙着处理虎啸国求和之事呢。两国争斗多年，每年因战事死伤不少人，劳民伤财啊。这次可是多亏了瑞亲王连夺虎啸国的3座城，才有对方这次的求和。和谈结果如何？姑娘你猜？我猜你大爷！林丽夏最讨厌爆料爆一半的，他转身就走。姑娘莫走，听闻啊，这次和谈很是成功，瑞亲王即刻班师回朝。